我阴阳神宗以双修大道闻名于世，入门弟子皆互相选择，两两配对结成道侣。宁凡，其他弟子都有了合适的道侣，就差你了。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选他，要么被逐出宗门。执事长老冰冷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像一把锋利的剑悬在宁凡头顶。3个月前，宁凡怀揣着武道梦成为阴阳神宗的一名预备弟子，但随后的资质测试中却得到了下品的评级，修炼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在同一批的弟子中，根本没有人愿意选择和他结为道侣。而现在他能选择的就只剩下1个人了。宁凡转头望向大殿角落，一个纤细消瘦的身影独自坐在殿角，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身上，仿佛为他镀上一层朦胧光晕。即使相隔甚远，宁凡也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美。云清瑶，阴阳神宗预备弟子中公认的第一美人，却也是出了名的废物。据说他体内灵脉阻塞，几乎无法储存任何灵力，资质甚至还不如宁凡，而这便是宁凡唯一能选择的道侣了。弟子遵命。宁凡深吸一口气，朝执事长老一拜后，便朝着云清瑶走去。宁凡和云清瑶，嘿嘿，2个废物还挺配，可惜了云清瑶那绝世的姿容了啊！赵师兄不是一直对他情有独钟吗？怎么不去选他？一旁的赵元凯冷笑道：美则美矣，但我要的是能助我突破瓶颈的道侣，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旋即他意味深长地看向宁凡道：不过等以后我修为精进了，倒是可以考虑纳她为妾。这等美人可得早点下手，我这儿也缺一个暖床的炉鼎，此女正合适。又有一黑衣男子抱剑而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加掩饰的觊觎。在阴阳神宗有一条残酷的规则，强者可以掠夺弱者的道侣为妾，男女都适用这条规则。周围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刺入宁凡耳中，但他始终不发一言，默默来到那个被所有人遗弃的角落，看向角落中的少女。云清瑶正百无聊赖地摆弄着自己的发梢，闻听有人近前，不由抬起头来，与宁凡对上了视线。这是宁凡头一次如此近距离正面看到云清瑶，她的美让宁凡感觉自己的呼吸都为之医治，肌肤如雪，黛眉如画，唇若点珠，尤其那双清澈如同山涧最纯净的泉水，不掺一丝杂质。你要选我吗？他的声音软糯，带着天真好奇。宁凡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你愿意成为我的道侣吗？云清瑶歪着头想了想，忽然灿烂一笑。好呀，如此简单，如此随意。宁凡微怔，他发现云清瑶似乎是天真烂漫，不知世事的性子。他或许连一辈子的道侣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但至少不管是自己还是云清瑶，都不用被逐出师门了。阴阳神宗很残酷，但外面的世界更残酷。宁凡、云清瑶配对完成，执事长老高声宣布，所有新进弟子即刻前往各自洞府进行第1次双修。记住，这是你们踏入修行大道的开始。宁凡的洞府位于阴阳神宗最外围的山峰上，简陋的只有一张石床、一个蒲团和一张矮几。这里就是我以后的家了吗？真好。云清瑶对洞府中的环境显得很满意，轻盈地转了个圈，裙摆如花瓣般展开。宁凡苦笑，云师妹，叫我清瑶就好。他打断道，好奇地打量着石室每一个角落。下一秒，他冷不丁问道：我们现在要双修了吗？听着少女那什么都不懂，就像在问我们现在要吃饭了吗一样自然的语气，宁凡不免耳根发热。按照宗门规矩是这样的，宁凡尽量平静地解释。不过你放心，我会很温柔的。云清瑶眨了眨眼，我知道啊，长老们都教过的。他开始解自己的衣带。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宁凡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如此坦然地宽衣解带。当最后一件轻纱滑落在地，月光为云清瑶完美的胴体镀上一层银灰，美得不似凡间之物。你怎么还穿着衣服？云清瑶歪了歪小脑袋，疑惑地问。宁凡哑然失笑，不再犹豫，迅速解下自己的衣袍，引导云清瑶躺到石床上。按照宗门所发放的阴阳玄经的描述，道侣双方需要一同运转功法，直至双方灵力形成循环。男女弟子通过双修，不仅能够增快修炼速度，还能够拉近彼此的修为，让境界低的一方进步神速，更可以共享双方对于功法武技的感悟和经验，甚至就连双方的生命力都是相通的。因此选择一个资质实力好的道侣，可以让武者的武道之路事半功倍。可能会有点奇怪的感觉，宁凡低声提醒，但不要抵抗，让灵力自然流动。云清瑶点点头，眼中没有丝毫的紧张，反而带着孩童般的好奇与期待。宁凡赶忙运转起了阴阳玄经，两人的灵力渐渐接触。就当二人修炼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云清瑶突然轻咦了一声，她身上有道白光一闪而过，让洞府内瞬间亮如白昼。可在下一瞬，洞府又重归黑暗，只剩下洞内人儿窸窸窣窣的声音。与此同时，天玄圣地
叶红莲从冥想中惊醒，惊愕地看着胸前突然发烫的古玉，这块沉寂3年的玉佩正绽放耀眼的光芒，终于激发了。这位天玄圣女颇有些激动，为了这块据说蕴含上古秘教传承的古玉，她曾冒险深入禁地，险些丧命。叶红莲毫不犹豫地催动全身灵力注入古玉，期待着传说中的上古传承。然而下一刻，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骤然发生变化。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自己突然不着寸缕地出现在一张简陋的石床上，而身边还躺着一个陌生男人。叶红莲先是一惊，随即大怒，放肆！他怒喝一声，本能的想要运转灵力将这登徒子轰成渣。然而令他惊恐的是，自己体内浩瀚如海的灵力消失无踪。此刻的他脆弱的如同凡人女子。青瑶，你怎么了？男子似乎有些疑惑。不，叶红莲羞愤交加，简直不敢面对这个事实。要知道，她可是天玄圣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圣女，无数人付出一切都只为一睹她的风采，想要追求她的绝顶天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可她向来对任何男人都不假辞色，是出了名的冰雪美人，如今却如果让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知道，此时的她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不知该作何感想。与此同时，她清晰地感受到她和这登徒子之间正在形成某种玄奥无比的灵力循环，这让她又羞又怒。在彻底迷失前的最后一刻，他恍惚看到男子胸前浮现出一个古老的符文，与他古玉上的纹路如出一辙。宁凡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漫长而奇异的梦，在梦中，他与云清瑶的双修过程变得异常顺利，两人的灵力水乳交融，循环往复间，他的修为以惊人速度增长着。更神奇的是，一部名为《天玄心经》的玄奥功法直接烙印在了他的脑海中。清晨阳光照进洞府，宁凡睁开眼睛，立刻察觉到了体内的变化。他的修为竟然从黄极境1层直接跃升到了黄极境4层。武道一途，境界从低至高为黄、玄、地、天4大极境，每一个大极境都分9层小境界。他入门3个月才堪堪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而这一晚上则比得上他9个月的苦功。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一部极其高深玄奥的天玄心经。通过天玄心经的运转，宁凡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质量是之前的数倍不止，灵力恢复速度也跟着大增。哪怕初次双修效果是最好的，宁凡也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要知道，即便是教中有名的天才，第一次双修最多也才能提升2层小境界，并且还是建立在他们有大量修炼资源辅助的情况下。如今自己没有使用任何辅助手段，就一夜破3关，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宁凡非常清楚自己是什么水平，他就是一个废材。而阴阳玄经的效果，则是可以让道侣之间互相分享对方的修为能力。也就是说，自己想获得如此巨大的提升，自己道侣的修为恐怕远远高过了自己。而那部深奥的天玄心经，也只可能是从云清瑶那里得来的。想到这儿，宁凡心中陡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难道说云清瑶其实根本不是废物，而是一位扮猪吃虎的强者？清瑶，宁凡犹豫再三，终究还是下定决心问个究竟。但当他转头向枕边人时，却狠狠一愣，躺在他身边的竟然不是云清瑶，而是一个陌生女子。女子眉目如画，精致的面孔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即使闭着眼沉睡，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你不是清瑶？宁凡有些懵，但当他在定睛一看时，那女子却又变回了云清瑶的模样，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连破3境的喜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宁凡几乎敢断定，云清瑶身上一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还不至于将2个容貌和气质完全不同的绝色美人给认错。那女子给自己的压迫感是如此的真实，绝非错觉。望着那因被子让自己带偏，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的玉人，宁凡渐渐冷静下来，陷入沉思。云清瑶的修为和资质既然远超自己，又为何要委身于自己呢？天亮了吗？云清瑶揉着眼睛坐起来，眼见云清瑶醒来，宁凡定了定神，试探道：清瑶，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云清瑶歪着头想了想，没有啊，就是按照功法双修，然后我就睡着了。说着说着，他忽然眼睛一亮，对了，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一个好大好漂亮的宫殿里。说完，不等宁凡继续细问，少女已经跳下床，开始穿起了衣服。这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宁凡感觉有些看不透这位看似天真烂漫的女子了。既然她不愿意说，那便不问了。云清瑶终归已经成了自己道侣，有了夫妻之实，该自己知道的终究会知道。天玄圣地，圣女寝宫。叶红莲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回到了熟悉的房间。昨晚的一切仿佛一场荒诞的梦境，
但身体的异样感受和脑海中多出来的信息却提醒他，那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他不由得苦笑，恐怕整个天玄圣地都不会有人敢相信，众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女神，无数强大的强者跪舔的圣女，就这样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失身给了一个刚刚迈入武道的小舞者。他低头看向胸前的古玉，原本暗淡无光的表面此刻流转着奇异的光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红莲压下心头一样，低声喃喃。他试着运转功法，随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困扰他多时的天玄心经第7重瓶颈竟然突破了。原来如此，这古玉并非直接给予传承，而是将持有者与特定之人连接，通过那种方式共享修为与感悟。深思片刻，得出结论的他脸颊因回忆而微微发热，但很快恢复了圣女的冷静与威严。轻抚古玉，玉面上浮现出一个清晰的一字。叶红莲目光微微闪动，一，有一就有二，莫非古玉不止一块？只有集齐所有古玉，才能解开完整的秘密。那个陌生男子的面容浮现在他脑海中，虽然羞于承认，但叶红莲清楚，为了变得更强，他迟早要再次面对那个夺走他清白的男人。晨钟响彻山谷时，宁凡和云清瑶站在了测试广场中。阴阳神宗历来规矩，新入门弟子在完成第一次双修后，需要接受宗门测评。宁凡身侧云清瑶静美如画，晨雾在他的发梢凝结细碎成珠，还有那双清澈的美目正好奇的东看西瞧着试炼场内的人和物。再看测试广场，四周观看席已座无虚席，虽然只是新人测评，但前来观看的人却是不少。毕竟对这些加入宗门已有些时日的老人而言，这新人测试是选择猎物的最好时机。这般情况下，作为新弟子中公认的第一美女云清瑶，自然而然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儿，却让只资质下品的癞蛤蟆糟践了，可惜啊！看样子老刘你是嫌弃了，那正好，等新弟子的保护期一过我来。谁说嫌弃了？我那叫惋惜，懂不？你们也不嫌浪费了自己侍妾的名额？宗门规定的极境以下的弟子最多只能有3个侍妾，云清瑶这种货色当个玩物还行，为他浪费个侍妾名额不值当。要我说，这宁凡也是颇有几番姿色，到时候云清瑶归你们，宁凡就归小妹我喽。听着周围的老弟子们已经将自己和云清瑶当作砧板上的鱼肉一般随意分配，宁凡眼中闪过一抹怒火，但对于在场所有弟子来说，这却是一件司空见惯之事。宗门规定，新人考评以潜力和战力综合成绩划分为甲、乙、丙、丁4等，按等级发放修炼资源，并给予新人一定时间的保护期。新人处于保护期时，老弟子不能袭扰新弟子。当然，如果相差出一个大境界，哪怕不在保护期内，老弟子也是不允许那低境界弟子为妾的。因为境界相差太大，此时的双修对高境界的人修炼速度的提升就可谓是少之又少了。宗门是不会允许这种性价比低的配对存在的。丁等，最底层属于宗门弃子，保护期7日。丙等，资质一般的普通弟子，保护期1个月。乙等，资质中上，具有一定培养价值，保护期3个月。甲等，资质优秀，宗教人才储备，不仅修炼资源上予以照顾，保护期为6个月。很显然，所有老弟子都觉得宁凡和云清瑶必定会得到丁等评价。7日之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云清瑶将彻底沦为被老弟子们肆意争抢、买卖、转让的玩物，而宁凡自己也将跟个死狗一样任人欺凌。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经过昨晚的双修，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虽然云清瑶似乎依旧没有展现实力的意图，但光靠他现在的实力，也足以博得1等以上的评价。那些想要打云清瑶主意的人，终究只能无功而返。想到此处，宁凡心中不由一松，任凭他人嘲讽，我自岿然不动。他挺直腰杆，淡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肃静！一身银袍的执事长老袖袍挥动，雄浑的声音在神识的加持下，让广场迅速安静下来。此次测评由老夫主持，我乃神教执事长老许冠。测评结果决定你们未来在神教内可以享有到的待遇和保护，尔等要慎重对待，听明白了吗？我等明白。众新人向许长老施礼。接下来，执事长老向新人说明了宗门测评的内容规则。测评分为2部分：潜力测试、战力测试。潜力测试通过广场上巨大的龙凤神柱来测试男女弟子的双修契合度，以及第一次双修提升的境界来计算潜力。战力测试通过比斗来测试新人的实际战力。本长老宣布，新人测评开始。介绍完规则后，众新人在执事长老的指引下来到广场中央龙凤神柱前，依次成队上前接受测评。何天、薛兰，在执事长老点名后，这对新人近前，分别将双手置于龙凤神柱上，调动灵力输入，旋即神柱亮起3丈金光。不错。执事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点亮3丈神柱，境界提升1层半，
点亮了3丈神柱，也算是小天才了。是啊，我们那一批100多队里，点亮2丈以上的也才3队，百里挑一啊。按照这样的潜力，他们的体质是相当契合，往后至少有30%概率修炼到地极境。排在后面的新人依次上前，点亮1丈神柱，提升半层；点亮1丈神柱，提升半层；点亮2丈神柱，提升1层。接下来数十队都没能将神柱点亮超过2丈，绝大多数新人只均点亮了1丈，看得执事长老直皱眉。赵元凯、白若，只见2人分别将手按于神柱上，一道金光瞬间蔓延而上。执事长老面露惊喜，点亮4丈神柱，境界提升2层。哗！广场内外一片哗然。这点亮了4丈，有点变态了。上次出现点亮了4丈的道侣，我记得还是3年前的事。赵元凯和白若应该是这一届新人中的第一了，有不少的老弟子都不由得冲2人点了点头示好。听着场内外的反应，赵元凯淡然一笑，这一切本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宁凡看到这一幕，心中一动，只是提升了2层小境界就点亮了4丈神柱，那自己这个连破3层小境界的，岂不是潜力更大？宁凡、云清瑶，执事长老报出名字后，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广场看台，此时更加热闹了，不少人都投来了不怀好意的目光。有意思，这对废柴在宗门也算是出名了，2个废物，估计连1丈的神柱都无法点亮。执事长老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2人，示意2人开始。宁凡拉着云清瑶一起上台，将手放在龙凤神柱上，下一瞬，一道金光冲天而起，竟一时间照得在场众人睁不开眼睛。执事长老原本老神在在的神情陡然僵硬。6丈金光，执事长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宁凡、云清瑶点亮了6丈神柱，提升了3层境界。执事长老都懵了，这俩人不是修炼资质都极低吗？这怎么境界提升这么大，潜力这么高？一时间广场内外鸦雀无声，就连等候区的原本正闭目调息的赵元凯也豁然睁开双眼，不可思议地看向宁凡2人。看着点亮了6丈金光的龙凤神柱，整个广场彻底炸锅。这怎么可能？神柱是不是出错了？2个公认的废物，在潜力上竟然超过了赵元凯和白若，恐怖！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能点亮6丈金光神柱的存在啊！但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从围观弟子中响起。就算是点亮了6丈神柱，连破3层小境界，也未必是绝世天才。我记得我神教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事，原本资质平平无奇，却因道侣体质过于契合，刚一双修便进展神速，点亮了7丈神柱，远超他人。不过那对弟子高速提升的状态仅仅坚持了半个月，修炼速度就彻底慢了下去，泯然众人。此言一出，顿时让许多弟子恍然大悟。对，我也听说过，不然原本就是一对资质低劣的废柴，怎么可能有如此修炼潜质？只能是他们体质太过契合的缘故。怎么个契合？废柴体质太过契合吗？哈，果然废物就是废物，即使一时飞上了枝头，也不可能成凤凰。是啊，这世界终究还是强者为尊。宁凡这小子即使连破3境又如何？根基虚浮，身为黄极境4层，怕是连一般的黄极境3层都打不过。听着这些人的声音，宁凡微微一怔，但随即他便一笑置之。他和云清瑶的情况显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有天玄心经在，他甚至有信心越级战斗。执事长老在犹豫片刻后，也最终还是给2人定下了潜力榜第1的名次。不管宁凡和云清瑶是不是很快就会泯然众人，但当前的成绩是做不得假的，一切都要靠规则说话。赵元凯望着潜力榜上那被宁凡给挤下来的属于自己的名字，眼中闪过一抹不悦。虽然宁凡与他并没有什么恩怨，但是一个废物敢踩在自己头上，就是他最大的罪过。不要让我在战力榜的比斗中碰到你。赵元凯喃喃一声，旋即重新闭目调息。潜力测评继续进行，虽然又出现了几对天资不错的新人，但因宁凡和云清瑶这一队的测评结果太过耀眼，其他人的测评结果反倒再无法掀起什么波澜了。潜力测试结束，潜力榜的榜首位置上依然是宁凡、云清瑶2人，无人能够撼动潜力测试结束，战力测试将开。比试台上，执事长朗朗声道：“接下来进行战力比试，规则很简单，抽签分组比试，每一队新人可派出1人代表对战，胜者晋级，最后留下来的便是5比第1。”闻言，观众席上的老弟子们终于精神了几分。正菜来了，哼，我倒要看看那对废柴能比出什么花来。以他们的资质，就算体质契合前期修炼神速，但就连图有虚表都算不上，何谈战力？怕不是上来就被秒杀吧？众人议论纷纷，绝大多数话题仍旧在宁凡这对废柴组合身上，毕竟潜力测试结果太过惊艳，自然被大家热议。随着各组新人抽签完毕，
随着执事长老袖袍挥动，战力榜上显示出各组对战人员名单。宁凡和云清瑶恰好就在第一场，所有观众连忙看向两人的对手，赫然是赵元凯、白若。场上哗然一片，哈哈，废柴组合这下踢到铁板了，第一场就对赵元凯那组，好运终究会用完的。赵元凯二人无论哪个出战，废柴二人组必然都不是一合之敌，这是肯定的。修为进步太快，根基不稳，原本资质就弱，那赵元凯境界上还要比宁凡高一个等级，太惨了。看到第一场便是自己的比赛，而且对手正是宁凡二人，赵元凯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也好，就让这场闹剧尽快结束吧。另一边，看到对手是赵元凯后，宁凡也是一愣。他黄极境4层修为，再加上神异的天玄心经，自忖不怕新弟子中的任何一人，但偏偏第一战就来了新人中最强的赵元凯，这多少让宁凡升起了几分紧张。他低对方一个小境界，此战未必十拿九稳。想了想，宁凡看向身旁一脸天真的少女，试探问道：清瑶，这一战你说我有把握赢吗？云清瑶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夫君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宁凡不禁无语，自己这位道侣装的也太像了，真的跟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但转念一想，既然云清瑶相信自己，那就说明在他看来，自己是能够与赵元凯一战甚至胜出的。想到这儿，宁凡心中大定，他不再犹豫，大步踏上比试台。见宁凡出战，早就磨刀霍霍的赵元凯脚尖一点，身体如清风一震，落在比武台上。这般身法顿时引起周围一片喝彩，就连执法长老都满意颔首，看宁凡的目光带上了几分怜悯。宗派比试严禁杀戮，故此不带兵器，只上拳脚。望着神情严肃、严阵以待的宁凡，赵元凯淡淡一笑，轻蔑道：只要你现在就认输，回去将云清瑶打包送到我府上来，我不是不可以让你全虚全影的离开擂台。然而宁凡却淡然不语，让赵元凯颇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比试开始。只是长老一声令下，比试开始。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赵元凯冷哼一声，一连7步踏出，4踏7星，身似流星，拳若奔雷，带着呼呼破空风声，直奔宁凡面门。狮子搏兔上用全力，他赵元凯自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他要以绝对的实力将宁凡这只小虫子碾死。宁凡虽早有警惕，但赵元凯的速度却仍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不敢犹豫，全力催动天玄心经，一拳轰出。赵元凯不闪不避，竟是以拳对拳，想要正面将宁凡击溃。然而就在双方的拳头接触瞬间，原本嘴角噙着一抹冷笑的赵元凯脸色瞬间大变。砰一声闷响，不待众人反应过来，如连珠炮一般的骨裂声咔嚓响起。赵元凯来得快，回去得更快，口吐鲜血，整个人如破膛炮弹般倒飞回去。咚一声巨响过后，赵元凯整个人嵌在广场边缘的石门之上，手臂扭曲，胸口凹陷，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身体直接嵌入石门之中，滴答着鲜血，不知死活。如此威力让全场所有人为之沉默，而宁凡也是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拳头。我这也没用力啊，你怎么就直接倒下了？这天玄心经凝聚出来的灵力威力还是远远超出了宁凡的意料。本以为赵元凯可以碾压宁凡，却不曾想反被碾压。此刻广场内外再次陷入沉寂。胜者宁凡。不知过去了多久，从震惊中回过神的徐长老终于宣布了比试结果。场上众人也终于如梦初醒般齐齐炸开了锅。我没看错吧？赵元凯比宁凡高一个境界，都被一招秒杀。宁凡这到底是什么实力？废物！如此战力，宁凡要是废物，那咱们算什么？看来咱们之前都猜错了，宁凡绝非只是因为和道侣体质契合而连破3境，他肯定有别的奇遇。难道这宁凡和云清瑶都有着某种隐藏的双修体质，在昨夜的双修之中被激发出来了？否则宁凡的实力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多？早知道当初我就选云清瑶了，那可是双修体质啊！亏了，如此美人还是双修体质，竟然被宁凡这小子捡漏了啊！在场不少新人后悔不已，当初他们可都是有机会选择云清瑶的。其中一个男弟子看着绝美的云清瑶，又看了看身边站着的长得跟肥猪似的道侣，差点气得没一口气憋死过去。他之前就是放弃了云清瑶，才选择了现在这个中等资质的道侣。更有不少女弟子也是后悔万分，早知道宁凡有可能是双修体质，之前配对的时候他们就不拒绝宁凡了。在场所有人此时全都明白了一件事，宁凡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废物了。即使是黄极境6、7层的老弟子，招惹对方前都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过却也有一些实力更强、天赋更高的老弟子对宁凡和云清瑶提起了兴趣。
双修体质在阴阳神宗永远是最吃香的。在万众瞩目之中，宁凡回到休息区。不，在周围人羡慕的目光下，云清瑶开心地搂住宁凡的脖子，狠狠地对宁凡脸颊送上一记香吻。夫君太厉害了，真棒！宁凡老脸一红，这么多人呢？一众男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极度的抓心挠肝，恨不得以身代之。宁凡这小子实在是艳福不浅啊！此后，一直到比武结束，凡是抽中宁凡这一组的新人，不由自认倒霉。上台后第一时间表示投降弃赛，毕竟有了赵元凯的前车之鉴，大家都有自知之明，又没有受虐倾向，都不想步赵元凯的后尘。在决赛对手还未上台便表示投降后，执事长老宣布测评结束，并在象征性的说完几句勉励众人的话后，银袖一挥，综合排名浮现在战力榜上。毫无疑问，最终结果宁凡、云清瑶位列甲等第一。可怜的赵元凯虽然潜力榜高居榜眼，奈何比试第一场便被一招秒杀惨遭淘汰，最后综合成绩仅在一等最后一名。听说还是执事长老见他惨状心有不忍，才由此排名。接下来就是发放奖励，宁凡、云清瑶甲等第一，银币1万，灵石100枚，聚气丹10颗，炼体散7份，回春丹2瓶，储藏戒2枚。周斌、陈珊珊甲等第二，银币8000，灵石80枚，聚气丹8个，炼体散7份，回春丹2瓶，储藏戒2枚。领取完物资奖励，在执事长老的指导下，众人将所得奖励收入储藏戒。甲等第一的待遇就是好啊！宁凡感叹着，之前刚通过选拔成为预备弟子，领到5块灵石作为当月修炼资源，便兴奋的一夜未眠。如今成了暴发户，每周光灵石就能领到100，这样放在从前，宁凡想都不敢想。然后，执事长老又带着他们去了另一个库房，领取与辅助双修用的资源。宁凡、云清瑶、大力丸10粒，柔情散2副。听着这些辅助资源的称呼，宁凡愣住了。听起来这怎么像是壮阳药和催情药的称呼？阴阳和欢散1副，又来了个迷情药。宁凡不由嘴角抽动。双修玉筒1支，将那大大的玉筒塞入储藏戒后，这些让人面红耳赤的辅助资源总算是领完了。从外库出来，除了云清瑶仍旧一副天真烂漫，一众新人莫不面红耳赤。对此早已司空见惯的执事长老笑呵呵地打发众人回去，一再叮咛众人好好利用资源，抓紧时间双修。回到洞府，云清瑶将所有资源都取出，分门别类地摆放起来。大力丸，夫君用的；柔情散，我用的；阴阳和欢散，大家都能用。分好之后，云清瑶抬起美眸，看向嘴角还在微微抽动的宁凡，一脸真诚地询问道：夫君，咱们马上就又要双修了吧？你想先用哪个？对于这些虎狼之药，宁凡打心底是拒绝的。自己一个血气方刚的壮小伙，自食其力努力耕种就是了，要这些老屎子药有何用？正犹豫着，云清瑶已经开始鼓捣、着调和炼体散，放入那双人玉筒之中。见状，宁凡忍不住又问道：清瑶，你这是要？徐长老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尽快一起淬体，巩固肉身体质啊！云清瑶理所当然地说道。宁凡不由咂了咂嘴，清瑶一个女孩子都没不好意思，自己的大老爷们还矜持什么？不双修，自己如何变强？云清瑶调和完后，又取出2块灵石，嵌入玉筒内侧的凹槽中。这玉筒俨然不是普通玉筒，其竟然内置了某种聚灵法阵，可增强对于药性和灵力的吸收。二人退去衣袍共浴器中，桶内白气弥漫，二人端坐桶中，水没及脖颈处。初入水时，药力刺激之下，宁凡只觉一股剧痛由表及里传来，浑身上下火辣辣的。宁凡忙屏气凝神，调动肉身，不断吸收水中药性和灵力。随着体内天玄心经运转，疼痛感逐渐消失，一股充盈而又清凉的灵力运转于四肢百骸，不断融于肉身。半个时辰后，灵石内灵力消耗殆尽，二人这才从水中站起。真厉害，原本至少够2个时辰消耗的灵力，半个时辰就全部吸收。宁凡心头不由大喜的同时，也暗叹天玄心经的妙用。不过相比起泡在浴桶里独自刻苦修炼，果然还是男女搭配，方能干活不累啊。清瑶，宁凡抬起头看向浴桶另一侧的玉人，咱们去床上休息吧。那夫君你吃不吃宗门发下来的药啊？云清瑶歪着小脑袋好奇问道。宁凡当然是准备拒绝的，然而他甫一开口，云清瑶便猛然探出细嫩小手，一颗药丸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进宁凡口中。嘻嘻，云清瑶晃动着手里的药瓶，一脸狡黠笑着。宁凡有些无奈，想不到这丫头还有爱搞恶作剧的一面。而在下一秒，宁凡的脸色又是一变，只觉得小腹中涌起一股邪火，几乎要将他的意识冲垮。啊，夫君！便听云清瑶一声娇呼，
浴桶中水花溅起。天玄圣地，哼，这些人看来对本圣女的位置还不死心。一想起长老会上的事，叶红莲便恼怒不已。当初竞争圣女之位，叶红莲凭借突破天玄心经，武重力压中圣女备选人，被册封为正式圣女。却不曾想，后来自己困于6重瓶颈年余，始终不得突破。圣地流言四起，说自己天赋耗尽。前不久，韩家放出消息，韩雨霏已破境7重，加上韩家又四处游说造势，更换圣女一说，更是甚嚣尘上。若非自己昨夜误打误撞突破，今日长老会上怕是只会有一个议题：更换圣女。实力，实力！叶红莲面若寒霜。韩雨霏对圣女之争时败给自己，一直耿耿于怀，3番5次发难欲取代自己。虽然目前自己和韩雨霏同样突破7重，但自己家族在圣地的势力不及韩家。以往凭借天赋力压韩雨霏一头，这才使得长老阁不至偏袒韩家而支持自己。现如今修为相当，形势对自己已是大为不利。虽然大长老今日以同是7重圣女之位不宜轻便为由，将此意暂时搁置，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韩雨霏再有所突破，只怕到时大长老再有心帮自己，也是难以服众。正当叶红莲踌躇之际，忽地感受到玉佩又有异动。有了昨晚那一遭经历，叶红莲又怎会不知当下是何情况，不禁玉面羞怒。一想起昨夜自己清白被那人强行夺去，叶红莲自然羞愤难当，恨不得将夺去自己清白的人破皮拆骨，挫骨扬灰。只是如今冷静下来想一想，虽羞于启齿，但昨夜之事自己也是获益良多。既然清白已失，而目前又急需提升实力，何不呸！叶红莲心中直啐，想将这种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赶出脑海。但见玉佩白光闪闪，叶红莲不由怔怔地盯着手中的玉佩，白日里的事不停在脑中翻滚，韩雨霏冷嘲热讽的嘴脸不停闪过。他鬼使神差般地握紧了玉佩，身体不受控制地被玉佩吸入另一个空间。宁凡洞府内，有了前日一遭，今夜只闻情人密语，鲛人凝音，灵力相会，在二人之间回转。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宁凡只道如昨夜一般专心自己的修炼。眼前场景变换后，叶红莲正想先打量一下自己身处何方之时，却已经有一双炙热的手将他抓住。叶红莲又羞又气，刚想反抗，却发现如同昨日一般，自己体内灵力全无，功法自主运转。如今二人皆有天玄心经，修炼起来更为顺畅。叶红莲开始的羞愤渐渐被功法提升的玄妙和本能所替代。看来青瑶确实只会在此时体貌会有如此变化。此时宁凡已发现自己道侣外貌的变化，不过并未说破，只当这也是云青瑶的秘密。他既然不说，自己也便不问了。不知道玉佩之事的他，怎么可能会想到云青瑶和叶红莲会是2个人？而叶红莲更不会解释这些东西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了修炼之中。不知过了多久，天玄圣地，叶红莲美目旖旎缓缓睁开，只觉身子酸软无力，强撑着起身，环顾四周，知自己已回到圣地，方长舒口气。想起前不久的纵情声色，俏脸上不禁飞起2朵红云在外。她叶红莲是贵不可言的圣女，但在内，她却也只是初经人世的少女而已。忽的，她察觉到体内修为变化，赶忙压下了芳心中的无数杂念，催动神识查探。竟然，这一查探查让叶红莲为之一怔。只一夜的功夫，自己的天玄心经竟从7重初期突破至中期。他已是天玄圣地这一代资质最强者。然而，即使是以他的悟性，刚刚破进天玄心经7重，想要步入中期，无半年光景也绝对无法做到。一夜便抵自己半年参悟。叶红莲无奈苦笑，抹撒着掌中玉佩，也不知玉佩给自己带来的这机缘算好算坏。本宫韩雨霏乃圣女候选，前来挑战叶红莲圣女。一白衣女子风华绝代，持剑独立殿外，敢向我出手，看来师妹对自己很自信啊。叶红莲身影出现在宫门，淡然地看着韩雨霏。师姐，请了。韩雨霏手臂一抖，剑中铭文激活，一道道剑气从剑中喷涌而出，化为锋刃直奔叶红莲飞去。叶红莲不躲不避，浑身白光熠熠，韩雨霏释放的剑气位置极深，便被白光震散。7重中期，韩雨霏惊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既然敢来闯宫挑战，那便要有死的觉悟。叶红莲的声音浩荡飘渺，在韩雨霏耳中如索命魔音。白芒闪闪，以叶红莲为中心，将周围10丈范围笼罩。片刻之后，白芒散去，叶红莲仍在原地，似从未动过。韩雨霏保持着举剑之势，哗，微风袭过，韩雨霏的头颅竟从肩头滚落。无头尸身仍保持站姿，脖腔鲜血喷涌而出。胡侍卫长，带人清理一下。叶红莲头也不回，飘然回宫，只留下淡淡的一句话在微风中回荡。圣女一夜再度破境，7重中期，一招秒杀韩雨霏。
一时间圣地沸腾，长老阁震动。阴阳神宗一人踏上沉睡，宁凡则盘膝坐于洞府前石凳之上调息运功。呼，调息结束，宁凡长舒一口气，面露喜色，竟然再破2境。正常来说，阴阳神宗双修神功只有在第一次双修时会有巨幅提升，其原因在于双方首次交融，灵力体质神魂多方互补，才使得第一次双修男女双方有如此多的好处。之后在双修时，道侣双方的提升进度自然会减缓下来。一般的黄极境4层新弟子想通过双修提升至5层，即使有资源辅助，也需要至少半月以上。如今宁凡第2次双修所得竟然比其他弟子第1次双修获得的好处还要多，简直不可思议。看来以后得多多双修才行，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宁凡目中闪过一抹坚定，不双修他如何能在这残酷的阴阳神宗中立足？听说赵家的赵元凯在新人比斗第1场就被打残，只拿到了1等评价。看着手下递上来的写着赵元凯名字的拜帖，邵红轻笑一声，如今跑来拜访我，这是有事求我啊。不过毕竟是赵家人，带他过来吧。是。盏茶的功夫，只闻房门外道：师兄，赵师兄到了，进来吧。房门推开，邵红不经意瞥了一眼，不由一怔，只见2小厮抬着坐榻，榻上躺着一人，浑身上下裹满白布，只露眼睛和嘴，犹如活生生的一具木乃伊。你是？邵红诧异地看着眼前之人。赵师弟。邵师兄。赵元凯声音沙哑，语气虚弱无比。邵红先是皱了皱眉，随即露出关切之色，急切问道：赵师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将师弟你给打成了这样？邵师兄，先不提此事，师弟我此次前来是来向师兄献宝的。赵元凯语气谄媚。这一批新入宗的新人里，有一美人名曰云清瑶，天姿绝色，单论姿容，堪比咱们阴阳神宗的第1美人灵虚仙子。师弟知道师兄您向来爱好美人，特来此向您献宝，姿容堪比灵虚仙子。此言当真？邵红眼睛一亮，面露猥琐之色，目光中写满了贪婪。当然是真的。见邵红有所心动，赵元凯立刻添了把火，道：师兄，那云清瑶姿容之绝美，可是众人皆知，您如果不早点下手的话，恐怕会被他人截胡啊。邵红一脸猪哥样，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这就去抢，如此美人只能属于我邵红。他拍了拍赵元凯肩膀，多谢师弟的消息了，等为兄抢来了美人，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师兄。赵元凯心中冷笑，宁凡啊宁凡，有邵红这个出了名的老色批出手，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送走赵元凯，邵红一改之前猥琐的模样，面色平静，吩咐手下道：1日内我要知道云清瑶的全部资料。师兄，一个新人而已，若师兄喜欢，我直接擒来献于师兄即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邵红眯眼沉声道：世人皆知我邵红喜好女色，却不知我之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莫被人当枪使了去。如若我所猜不错，这云清瑶恐怕与他赵元凯的伤势有关。师兄教诲的事，去吧。是。半日后，邵红看着手里一份关于宁凡、云清瑶的资料，他不由得冷笑着，看来他赵元凯确实把我邵某人当傻子了。甲等第一，哼，若真听了他赵元凯的话贸然出手，保不齐真要阴沟翻船。那师兄的意思是放弃？手下人问道。邵红放下手中资料，靠在椅子上沉思着。美人不可轻弃，更何况这云清瑶还有可能是双修体质。只是他们既然得了甲等第一，说不定已被神宗高层所关注，何况如今他们还在保护期，贸然出手，说不准到时人财两空，还得想个2全其美的法子才行。邵红思索片刻后说道：你去找一趟赵元哲，他不是一直想找一个有特殊双修体质的人做侍妾吗？想办法把消息放给他，让他去。赵元哲，那人不由疑惑道：这太便宜他了吧？邵红笑道：他赵家公子想拿我做枪使，这么好的机会，还是让给他赵家人去做吧。那赵元哲既是他赵元凯堂兄，又是莽夫一个，做枪刚刚好。可万一真夺了去了，那岂不是？邵红摆了摆手，笑道：他赵元哲只配给我探路，我在暗中观察，若有神宗高层关注，这雷自然由他赵家人来抗；倘若没有，到时我再出手截胡，别人怕他赵元哲，但在我眼里他屁也不是。邵红冷笑道：还是师兄高明。手下人连忙赞叹着。邵红笑道：去吧，想办法把消息透露给赵元哲。是师兄。赵元哲哼着小曲儿，悠哉悠哉地来到宁凡洞府外。他今天心情很不错，中午与几个小弟喝酒，听到邻桌讨论这次新人测评大会。刚开始他还嫌他们聒噪，却听得这批新人里有个叫云清瑶的美女，
这女子不仅是个角色，还听说是个双修的特殊体质。那个叫宁凡的废物，第一次跟他双修，竟然连破3境。听到这，赵元哲便已是心动不已。自己这些时日修为停滞不前，但又碍于颜面，不想让外人知道。回到家族找族医一看，才知道自己长期依赖辅助药物，双修过度落下病根。可这功法已经开始修炼，断然不可能放弃。只是再这样下去，修为得不到提升，也不是个办法。幸好老族医说，有些女子有特殊双修体质，与其双修合体修炼，不仅滋阴壮阳，而且修炼起来境界提升神速。不过这种特殊体质万中无一，自己偷强掳掠了不知多少女子，也没发现有这种体质的。如今铁鞋踏破，自己都快绝望了。嘿，竟然眼前就有，真是老天垂青自己啊！保护期又如何？只要能让那个叫宁凡的小子主动把道侣让出来，保护期也没用。他要是识相还好，倘若不识相，那就打到他识相。赵元哲站在洞口外，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那个叫宁凡的废物，给我滚出来！洞府中，宁凡、云清瑶正调息凝神，听到门外动静，宁凡豁然睁开眼。谁来找茬？他走出洞府。谁呀？太阳快下山了，在这鬼哭狼嚎的，不怕招狼吗？初时赵元哲一嗓子喊出去，周围洞府都是新老弟子，虽说还未过保护期，但这些日子来找茬老弟子可不少。众人一听声便知有好戏看，纷纷走出洞府。一听宁凡回应的话，轰的一下都笑出了声。赵元哲虽说莽撞，可也不傻，见这么多新人在，冷眼看向宁凡的同时，释放灵力展现实力，从来都是威慑敌人的手段。黄极境8层，感受着赵元哲身上散发的灵力波动，众人纷纷识相的闭上了嘴。这才对嘛，实力不济就该夹紧尾巴。赵元哲很满意这个效果。此时宁凡和云清瑶已走出洞府，来到赵元哲面前。很好，很不错。赵元哲连看都不看宁凡一眼，一双色眯眯的小眼睛上下打量着云清瑶，果然是绝色天香啊。云清瑶被赵元哲看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弱弱的抱着宁凡的胳膊，直往宁凡身后躲。宁凡踏前一步，将云清瑶护在身后，抬起手指着眼前的赵元哲，直接开口叫骂道：狗东西，眼睛不想要可以挖下来，他是我的道侣，想打他的主意得先问过我。哦。赵元哲收回目光，眯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宁凡。狂妄，在见识到我黄极境8层的实力后还敢如此嚣张，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神宗对新弟子有保护期不假，可不要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赵元哲昂首斜睨着宁凡，声音中充斥着轻蔑。不少新弟子望向宁凡的眼神中充斥着幸灾乐祸。纵使神宗有规矩，对于新入门的弟子有保护，可这种保护并非绝对，老弟子总有办法让新弟子受到挫折，而且道侣之间也未必是一条心。一旦新弟子被老弟子打压出颓势，新弟子的道侣再是个心思活泛的，那么接下来的剧情，不少人望向躲在宁凡身后的云清瑶。云清瑶脸上依旧是那副单纯，似是有宁凡当作靠山后，脸上的惊慌少掉许多。这位师兄，小打小闹没有意思，不然咱们玩大一点。宁凡嘴角陡然上扬。赵元哲皱眉，我向你挑战，以灵石当作赌注，若是我能战胜你，则你须得支付给我300枚灵石。宁凡开口道。随着宁凡声音落罢，在场的所有人瞬间瞪大眼睛，死死地凝视着前者，就连赵元哲本人亦是一怔，随后陡然朗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宁凡是吧？没想到你还真是狂妄啊！对赌是一种在神宗中流行的弟子间切磋，双方各自奉上赌注，切磋胜利者可以赢走对方的筹码。宁凡主动和赵元哲对赌，乃是主动放弃宗门对新弟子的保护。没错，新弟子若是主动向老弟子请战，那么老弟子是可以在切磋时无视保护期的规定。宁凡胜，则赵元哲支付300枚灵石，这个代价不算小。以宁凡甲等第一的位次来说，300灵石是3周的资源。赵元哲虽然是老弟子，可他的位次并不出众，300灵石绝对不是小数目。300灵石足以让宁凡双修5次左右，可解燃眉之急。若是赵元哲胜，宁凡并不需要支付任何东西。看似不公平，可宁凡有隐形付出，放弃宗门保护，在这场比斗中，别说身受重伤，哪怕是身死，也是咎由自取。刀剑无眼，这是所有人在步入修炼之道的第一堂课。呵呵，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如此，可就别怪我手下无情。赵元哲直接答应下来。开玩笑，他会输。宁凡不过初入神宗，境界才黄极境4重，就算是新一届的甲等第一，也得在他手上败亡。嘿嘿，小娘子，你就等着吧，等我解决掉这个麻烦，再将你带回洞府。你放心，跟着我，好日子还在后头。赵元哲目光落在云清瑶身上，
伸出舌头猥琐地舔了舔嘴唇。云清瑶的身体更加向后瑟缩一瞬。找死！宁凡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宁凡竟然双脚猛踩地面，抢先一步向着赵元哲奔杀而去。这一幕落在其余人眼中，不由得令人咂舌。狂妄啊！这宁凡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得到一名拥有双修体质的道侣而已，真把自己当作天才。那位师兄可是黄极境8重，哼，死了最好，说不定这宁凡的道侣，咱们还能有希望争上一争呢。那可是拥有双修体质的女人啊！一道道讥讽的声音响起，一众新弟子望向宁凡的眼神中充斥着嘲弄和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宁凡的行径无疑是送死而已。赵元哲更是如此，真是被小觑了。今天我定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对师兄应有的尊重。死来！赵元哲悍然轰出一拳，周身灵力疯狂涌动，独属于黄极境8重的灵力透体而出。轰出的拳锋上更是裹挟着一股罡风。拳位置，罡风先至。宁凡的衣袍和头发被这股罡风吹拂得猎猎抖动。来！宁凡不闪不躲，同样是将体内灵力催动到极致，暗暗运转天玄心经，恐怖的力量在宁凡拳锋上凝聚。轰！拳拳相碰，一股恐怖的气浪在碰撞点激荡而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清脆的骨裂声和痛呼。咔嚓！啊！宁凡维持着挥拳的姿势立在原地，反观那赵元哲，拳锋、手腕、手肘处纷纷炸开血花，身体更是向后暴退，整个人像是破布一样被扔在地上。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针落可闻，唯有赵元哲的痛呼响在众人耳侧，所有人竟皆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投射向宁凡。足足几个呼吸，才有人出声打破沉默。这怎么可能？那赵元哲可是拥有黄极境8重实力的师兄啊，被那废宁凡一拳轰飞啊！这泽宁凡凭什么啊？以黄极境4重的境界越阶一拳击败师兄？等等，你们仔细看那宁凡的实力。随着一名弟子开口，其余人纷纷将注意力投射在宁凡的境界上。黄极境6重，轰！眼前的事实像是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所有人心中。要知道，上次测试时，宁凡的实力还是黄极境4重，而现在他的境界竟然再度提升2重。一天时间啊，双修！宁凡和他的道侣一定有一名身负双修体质，甚至2人都是。有人喃喃开口道：宁凡现在的表现无疑是将之前众人的猜想坐实了。这时，倒在地上的赵元哲回过气息，他缓缓站起身，望向宁凡的双眸中充斥着惊诧和恐惧。三叔救我！赵元哲突然拿出一枚传音玉，仰天长啸。仅仅数息后，一名老者从天而降，静静地站在赵元哲身侧。在看到赵元哲这副凄惨的样子时，这名老者不由得皱起眉头。他环顾四周，声音充斥着威压：谁胆敢伤害我赵家之人？是九长老，负责宗门弟子外出历练的九长老。这位赵家的长老竟然公然帮助他家弟子，这下子宁凡麻烦大了。一道喃声响起，道出宁凡此时的处境。三叔！赵元哲一瘸一拐地走到九长老身边，抬起手指着宁凡：你可得给弟子做主啊！就是你，胆敢伤害我赵家的弟子！九长老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宁凡，在感受到宁凡的境界后，九长老不由得微微蹙眉，有点意思。新弟子，黄极境6重，可那又怎样？在神宗之中，区区一个新弟子，怎么敢伤害他们赵家弟子？下跪道歉。看在你天资卓绝的份上，今日之事，本长老可以当作无事发生。日后在神宗内行走，切记知晓何人可以招惹，何人必须退避。九长老声音无悲无喜，冷淡地凝视着宁凡。这位长老，宁凡眯起眼睛。宗门中有规矩，比斗中生死无算。这位师兄被我击伤，不过是他技不如人，长老为他出头，可有道理？可符合宗门规矩？哼，哈哈哈！听到宁凡所言，九长老似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朗声大笑。等到笑声歇止后，他嘲弄地看向前者：道理？区区一个新入宗的弟子，你也配跟本长老讲道理和宗规？就算违背宗门规定，本长老也担得起。在本长老没有反悔之前，速速跪下，给我赵家弟子道歉。宁凡闻言，死死攥紧拳头。刚刚你不是很嚣张吗？给我跪下！赵元哲踏前几步，站在宁凡面前，脸上浮现着畅快之色。对不起，赵元哲，我不应该。宁凡见状，双膝缓缓弯曲。众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叹了口气。哪怕是甲等第一的天才又如何？面对赵家这种强权，还是不得不低头啊！哈哈，小子，就算你能打，还不是得给我跪下？你给我等着！你的道侣，
正当赵元哲大放厥词之时，宁凡弯曲的双腿陡然绷直，力量从双腿传导至全身，整个人像是一枚炮弹，击射向前者，我特么就不应该给你活路。宁凡抬起拳，浑身灵力暴涨，一拳轰向赵元哲的胸口。异变发生的太过突兀，哪怕是九长老也没有反应过来。砰！宁凡一拳轰在赵元哲胸口，后者陡然吐出一口鲜血，身体向后抛飞，旋即重重砸在地面上。噗！赵元哲一口鲜血吐出，这口鲜血中甚至混杂着内脏碎块，他身体猛地抽了抽，随后四肢无力地耷拉在地上。赵元哲死！霎时间，见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宁凡竟然胆大包天，到在身为神宗长老的赵元哲三叔面前，一拳将赵元哲轰杀，未免有些太过胆大包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宁凡有实力，同样有胆魄啊！你敢！九长老瞠目欲裂，不过是一个新入宗的弟子，竟然敢在他的面前杀他庇护之人，赤裸裸的打脸！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九长老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光是九长老周身恐怖的威压，就让宁凡身体不住的颤抖。下一刻，九长老身影一闪，一拳轰击在宁凡身上。宁凡只感觉一股不可抗力席卷身体，身体疼痛的像是要被撕开一般，脏腑更是快要炸裂，生生的疼。轰！宁凡比赵元哲飞得更高，落得更重，狠狠地砸在地上。可在身体落地的瞬间，那足以将身体撕裂的疼痛便是消失不见。宁凡瞬间明悟，是双修对象，也就是云清瑶帮他承担了伤害。正常来讲，双修对象互相承担的伤害是有限的，一般只会承担一小部分，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另一方的正常生存和修炼。像宁凡这种伤害完全被另一方所承担的情况少之又少，这也是因为宁凡双修对象的境界实在太高了，这点伤害对于他来说简直微不足道，所以才会出现全部伤害都由其承担的情况。与此同时，天玄圣地中，叶红莲突然感觉身体上出现了一点点小伤，虽然转瞬间便恢复，但也引起了他的警觉。一番查找后，却完全没找到这点小伤是为何出现的。叶红莲，莫非这也与玉佩有关？这边宁凡身体没事，但他却并未起身。开玩笑，宁凡非九长老的对手，现在起来再让九长老打一顿。下一刻，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谁？哪位长老在弟子居所出手？一名中年男人从天而降，降落在九长老和宁凡中间。在看到九长老后，这名中年人不由得皱眉：九长老，又是你！你竟然出手将新弟子斩杀，有没有将宗规放在心中？你赵家是否过于嚣张了？呵，九长老轻蔑一笑，脸上浮现起一抹无所谓。杀了就杀了，你又能奈我何？区区只是长老，位格在本长老之下，还轮不到你教训本长老。按照宗规，无非是给些赔偿，这赔偿对于我赵家而言无疑是9牛1毛，可就算是这9牛1毛，似乎也赔不出去。执事长老闻言默然。是啊，他也无法奈何九长老，至于赔偿，总不能让九长老赔偿一个死人吧，毕竟宁凡已经哼哼。就在执事长老如是想着的时候，一阵呻吟声陡然响起，地上的宁凡尸体陡然动了动，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尤其是九长老。没死？不可能，那宁凡不过是一名新弟子，境界黄级境6重而已，怎么可能硬接九长老一拳不死？所有人都惊呆了。不过看起来宁凡的状态似乎是不太妙，那宁凡在地上一阵扭曲，就是站不起来，虽然没有吐血，但也大抵是经脉寸断吧。九长老，只是长老突然看向九长老，既然这名弟子没有死，那这赔偿……九长老闻言咬了咬牙，随后手掌一翻，将一枚储藏戒丢在宁凡的面前，随后冷漠的开口：这些东西买你的命都足够，希望下次还能见得到你。丢下这句话，九长老转身就走。他最后那句话谁都能听明白，宁凡就算是没死，却也身受重伤，没有个1年半载，怕不是无法恢复。修炼意图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浪费半年时间疗伤，哪怕能痊愈，基本也是一个废人。唉，执事长老叹了口气，随后也是转身离开。此时间，哪怕是那些恨不得见到宁凡死的人，心中也不由得萌生起一抹悲怆。在神宗的大宗族面前，他们这些新弟子简直如同蚂蚁一般夫君。云清瑶走上前，将宁凡搀扶起来，同时不忘将储藏戒一起拿走。在二人进入到洞府，四下无人后，宁凡突然站起身，一扫之前的濒死样子，瞬间变得神采奕奕，直接给满脸悲伤的云清瑶吓一跳。呀，夫君，你没事？云清瑶刚刚还眼眶微红，可在见到宁凡活蹦乱跳后，瞬间染上一抹惊喜。他伸出素手在宁凡身上一阵摸索，真没有见到伤势。别！
宁凡连忙抓住云清瑶的手腕，再摸下去，双修就得提前了。给。回过神的云清瑶也感觉到自己动作有些梦浪，小脸一红，移开目光，他伸出手将储藏戒交给宁凡，这是九长老给他的赔偿。打开储藏戒，里面只有一种东西灵石，足足2000多枚灵石，相当于宁凡和云清瑶半年的资源，真是横财啊！宁凡眯起眼睛，他得罪的姓赵的人就只有一位赵元凯，想来是赵元凯让赵元哲向自己寻仇，看来还是给他打得轻了。宁凡喃喃自语道：“我出去一趟。”夫君，无事。宁凡离开洞府，他尽量掩藏住身形，缓缓地摸到赵元凯所在的洞府，在洞府前敲了敲门，咚咚。不一会，谁？赵元凯打开门，由于宁凡躲在旁边，赵元凯并未注意到后者。在赵元凯踏走出洞府门口一探究竟时，宁凡一拳打在赵元凯的面门上。哎呀！赵元凯吃痛惊呼，正欲还手时，赵元凯看清宁凡的面容，心中瞬间一惊，他打不过宁凡啊！宁凡可不管，推着赵元凯进入到洞府里，对着后者就是一顿暴揍，为防止刺激到宁凡，招来更大的殴打。赵元凯根本不敢还击，一边抱头鼠窜，一边不断求饶。他心中冤啊，这哪跟哪啊？最近他也没有招惹到宁凡啊，上次的事情不是已经清了吗？宁凡打了一阵，将原本身体就没有恢复的赵元凯又打得浑身青紫，尤其是双眼2团乌黑，都看不见眼睛在哪。见到赵元凯不还手，宁凡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再敢惹我，直接打死。丢下这句话，宁凡走出赵元凯的洞府。赵元凯躺在洞府的地面上，整个人痛得龇牙咧嘴，同时心中还有一抹莫名其妙。然而下一刻，咚咚，敲门声再度响起。赵元凯身体一抖，不会是宁凡杀了个回马枪吧？这回赵元凯打死不开门。咚咚咚咚，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最后哐当，洞府大门被人从外面直接干开。赵元凯大惊，宁凡能打破洞府禁制吗？可在看到外面的身影后，赵元凯直接哭了。三叔，是九长老，是亲人啊！而九长老在看到赵元凯时，却是陡然皱紧眉头，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之色。赵元凯，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赵元哲死了。九长老开口大骂。啊！赵元凯一怔，先是正自己堂兄的死，后是正这件事和他啥关系？混账！跪下！是。赵元凯瞬间下跪。你应该知道，元哲也是个废，属于修炼之辈，你让他去帮你对付宁凡，你害死了他。九长老咬牙切齿，他听闻赵元凯被宁凡打成重伤，估计赵元哲之所以去寻找宁凡的麻烦，源头在于赵元凯，等于赵元凯害了赵元哲。等等，三叔，我没有啊！赵元凯突然抬起头，我哪里让堂兄出手了？我是找的邵红啊，和堂兄无关。九长老皱眉，你仔细说。是。赵元凯将自己找到邵红时发生的事一一告诉给九长老，二人一对后这才明白，是邵红。那邵红当真是阴险狡诈，自己不愿意出手，反倒让我赵家人试探，真是该死。赵元凯暗骂一声，同时间他也想明白宁凡为何刚刚过来打他一顿，想来那宁凡也是认为赵元哲上门是他在背后捣鬼我。唉，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又被那宁凡打一顿吗？赵元凯哭丧着脸。九长老皱眉，他从赵元凯话语中听出一丝不对劲，上上下下打量赵元凯后，发现他身上的伤似乎有些新到像是刚刚被打的。你这伤什么时候落下的？九长老问道。半炷香前。赵元凯回答。半炷香前，那不几乎就是九长老来的时候吗？不可能。你是说，那宁凡在刚刚上门，将你打成现在的样子？九长老立刻驳斥。三叔，我骗你作甚？赵元凯哭丧着脸。九长老闻言微微思忖。是啊，赵元凯没有道理骗他。你且说说，那宁凡身上可有伤势？是快要死了吗？九长老追问。没有，活蹦乱跳，精神奕奕，追的弟子满洞府跑，拳拳到肉，打的那叫一个有力气。别说伤了，简直就像是养精蓄锐，一整天就为打弟子一顿。赵元凯脸色苦苦。九长老脸色瞬间肃穆。难道说，那宁凡根本就没受伤？九长老瞪大眼睛。不可能啊，宁凡不过是一个新弟子，挨上他一拳没死也就算了，竟然连伤都没有，他到底有什么神秘手段？是什么防御性宝贝吗？九长老喃喃道。不知道，但毫无疑问，宁凡并非像他想象中的那般重伤，也就是说，他非但没有遏制住宁凡，
反倒送给宁凡足足2000枚灵石。兹敌！九长老攥紧拳头，脸上浮现起一抹难堪之色。这宁凡，当他面击杀赵家弟子，还假装重伤欺骗他，从他手中得到2000枚灵石，当真是可恶。好，好啊！九长老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昭然若揭的杀意。宁凡是吧？和我赵家作对，你一个新入宗门的弟子，本长老倒要看看你能活多久。三叔，赵元凯看向九长老，脸上浮现起一抹喜色。有九长老出手，那宁凡哪怕天资卓绝，有3头6臂，怕不是也翻不出任何水花，只能引颈带路。宁凡必死！三叔，莫不是你已经有办法？哼哼！九长老阴恻恻的冷笑。就算本长老不能再度公然出手，可那小子也别想活着。本长老下发通缉令，所有弟子只要能诛杀宁凡，都能来我赵家换取海量修炼资源、天材地宝。同一时间，宁凡回到洞府，经过刚刚的发泄，整个人格外的畅快，似是感觉浑身经络都通畅许多。夫君，云清瑶凑到宁凡面前，手中拿着2粒丹丸。这丹丸昨天宁凡和云清瑶用过。嗨嗨！宁凡干咳2声，下意识地挪开目光，思忖少顷后，他将面前的丹丸推开不用。今天我想试试没有丹丸的双修。也行。云清瑶歪了歪头，顺从宁凡的提议。砰！伴随着一道闷响，宁凡和云清瑶摔在床上，整个洞府中都浮现着修炼的气息。下一刻，一阵耀眼的光亮冲天而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光亮，宁凡已经见过2次，见怪不怪。他运转双修功法，进入修炼状态。良久后，宁凡睁开眸，但下一刻，宁凡却是震惊了。不对啊，床榻上人原本已经脱掉衣衫，可此时胸前又多出一件白色亵衣，这才还又穿上衣服了呢。叶红莲脸上的高冷悉数消散，但她仍旧咬紧牙关，望向宁凡的眼眸中噙着一抹掺杂着娇嗔、害羞的杀意。若非亲眼所见，宁凡怕不是这辈子都想象不到娇嗔、害羞和杀意组合在一起的眼神究竟是怎么样的。停等一下！叶红莲声音颤抖，试图阻止宁凡。怎么了，娘子？这可停不下来。宁凡道心坚定，叶红莲咬紧牙关。他回应他了。之前2次同样的境遇，对方都无法沟通，而现在对方似乎存有意识，哪怕现在的处境有些叶红莲也必须问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你究竟是何人？你夫君啊。叶红莲，玉佩究竟有几块？你知不知道其余玉佩在哪？什么玉佩？叶红莲，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为何每次都遇到这般境地？有没有不依靠这档子事提升实力的方法？我不知道啊。叶红莲连连提问，宁凡一问3不知。在回答的过程中，宁凡也意识到一件事，眼前的人似乎不是云清瑶，无论是相貌、气质，甚至是说话风格，眼前的女人都和云清瑶完全不同。你是谁？宁凡问出问题。天玄圣地圣女叶红莲。叶红莲回答，随后盯着眼前的男人。这是叶红莲的试探，若是眼前的人知晓这名字其中的意义，瞬间伪掉也并非没有可能。他想看看眼前的少年在听到这个名字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可出乎意料的，宁凡没有任何动作，不应该说宁凡的动作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道心坚定的修炼着。不妙啊，得赶紧问。他觉得本次修炼要结束了。对，就是那个来完之后，他就会回到天玄圣地。可不等叶红莲开口，宁凡继续问道：那仙子姐姐，你的境界如何？天极境。叶红莲回答道。本来应该叶红莲问更多信息，可奈何此番境地下，叶红莲反倒是弱势的一边，节奏全都在宁凡手中。最后一个问题。宁凡呼吸有些粗重，问：你夫君厉害吗？叶红莲。不等叶红莲回答，下一刻，阴阳协调达到圆满，在功法的加持下，2人灵力水乳交融，同时间修炼到高峰，一阵白光将2人笼罩其中。直到半夜，宁凡才从双修的余韵中恢复过来，在短暂的感知后，他不由得狠狠惊讶，境界又提升了，从黄极境6重提升到黄极境8重，同样是2重提升。黄极境6重提升到黄极境8重的难度，无疑比黄极境4重提升到黄极境6重，也就是说，这一次双修给宁凡带来的好处，比起前一次双修还要多。别人双修都是第一次提升最大，往后越来越难，可宁凡竟然一次提升比一次大。不过这次提升可是消耗足足300枚灵石，真是多亏那9长老送来2000多枚灵石，否则我现在就得为修炼资源而发愁。宁凡轻轻咂嘴。下一刻，宁凡便是看向身边，云清瑶静静地躺在身边，
床榻上的混乱昭示着几个时辰前二人的疯狂。宁凡皱眉，那叶红莲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人，还是说是云清瑶的另一面？不过难怪自己实力提升得这么快，估计云清瑶的真正实力就是天极境。宁凡暗自咂舌，阴阳神宗里的天极境，自己可连接触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就莫名其妙变成自己的道侣了。天玄圣地，对，只要弄清楚天玄圣地是什么，或许就能知道叶红莲和云清瑶到底有什么关系。宁凡喃喃自语道。他趁着云清瑶还在休息时，自己走出洞府，七拐八拐来到藏书阁，开始翻阅起一本本书籍。几个时辰的翻阅，无论哪本书籍，宁凡都没有找寻到天玄圣地这个名字，更别提叶红莲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天极境已经算得上顶级强者，那叶红莲绝对不可能寂寂无名。果然，那叶红莲并不存在，压根也没有天玄圣地这个地方。估计叶红莲就是娘子修炼到走火入魔幻想出的另外一个人格。毕竟在这固若金汤的神宗中，双修时换人，双修完再换回来什么的，实在太过离谱。宁凡脸色严肃，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修炼到走火入魔的智。宁凡回到洞府，夫君，云清瑶已经醒过来，见到宁凡回来后，立刻凑上前，一脸天真的看向后者。这么晚，做什么去了？没事。宁凡抬起头，目光关爱的在走火入魔的云清瑶肩膀拍拍。夫君只是疼你。云清瑶歪了歪头。不等二人细聊，咚咚，洞府的大门被敲响。谁？宁凡皱眉，缓步靠近洞府入口，开口问道。不怪他小心。白天时，宁凡刚刚用同一个招数偷袭赵元凯一顿，宁凡可不想自己也中同样的招数。宁师弟，在下少红。门外响起一道声音。少红。宁凡喃喃自语，下一刻，他打开门，果然见到一道身影正站立在洞府外。那人正是算计赵元哲丢掉性命的少红宁师弟。久闻大名，可否一叙？少红微笑着开口，请进。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宁凡见少红态度不错，也就让开半步，让出进入洞府的通路。洞府内，宁凡和少红相对而坐，前者开门见山地问道：少红师兄，来师弟这里可是有事？呵呵。少红讪笑两句，双手在胸前搓搓，斟酌词句后开口道：哎呀，少某是想对宁师弟道个歉，宁师弟可能不知道，白天的赵元哲可能是因为兄的两句话才来找宁师弟的麻烦，当然这并非是为兄的本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而已。少红实话实说道。白天宁凡斩杀赵元哲时，少红就在远处观摩，讲真，见到赵元哲身死时，少红背后冷汗直流。他的境界和赵元哲大差不差，实力略微领先，若是他出手，极有可能也死在宁凡手中。而真正让少红上门道歉的原因，则是在不久前他亲眼见到宁凡活蹦乱跳的走进藏书阁。要知道，宁凡可是被九长老师打时轰上一拳，这种情况下宁凡竟然活蹦乱跳，无论是出于何种因由，少红都必须慎重对待。若是被宁凡查到赵元哲上门是因为他，怕不是会被宁凡记恨上，倒不如自己上门赔罪。哦，宁凡微微颔首，赵元哲上门和眼前人有关，他还真不知道。但少红既然亲自上门，想必不光是告诉他这件事这么简单。果然，下一刻少红手掌一翻，掌心多出一枚令牌。这枚进入清白地的令牌，为兄愿意赠与宁师弟，明日可携道侣一同前往清白的探索一番。清白地，宗门后山被封锁的一片地界，上方就是悔过崖。据说被困在悔过崖的弟子，若有冤屈，可从山崖上跃下。若是承受万米罡风后坠落不死，那么即可证明清白。清白，既是这番意思。每过一段时间，神宗都会放出几名进入清白地的名额，弟子须得争夺令牌，得到令牌的弟子可以携道侣进入清白的闯荡，拿取其中的天财地宝，各种机缘。这名额可是十分珍贵。少红强调道。哦。宁凡眉头一挑，这少红为给自己赔罪，竟然送来如此珍贵的令牌，那宁某就谢过少师兄了。宁凡抱拳拱手，顺势将令牌接过。对了，宁师弟有没有学习功法？少红突然问道。功法？阴阳玄经。宁凡反问道。当然不是，阴阳玄经乃是所有弟子在加入神宗后都必须掌握的双修功法，为兄这里指的是战斗功法。和只能在双修时施展的双修功法不同，战斗功法乃是武者修炼的基底，一些高级的战斗功法甚至能让武者灵力衍生变异，足以令武者的实力提升一个新的档次。宁师弟应该还未习得战斗功法吧？明日可先前往武技楼挑选一门合适的战斗功法，明天下午为兄再来洞府寻师弟，然后一同动身前往宗门后山，届时有长老领路，一同进入清白地。少红耐心的解释。哦。宁凡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明悟。那天玄心经莫非就是一门战斗功法？只不过宁凡不想将天玄心经的存在告知给其余人，于是便笑着对邵红笑着说道：多谢师兄解惑，既然如此，师弟明日便先去一趟武技楼，研习一门战斗功法再说。自然，邵红开口道。紧接着邵红便是站起身，宁凡也站起身准备送客。可正当邵红准备离开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目光往洞府深处瞥了瞥，随后讪笑道：呵呵，还未见到宁师弟的道侣呢。宁凡皱眉，明日自有机会。邵红脸色一僵，也并未多说。翌日清晨，宁凡离开洞府，立刻动身前往武技楼。一路上有不少目光落在他身上，想来他这个甲等第一濒死的消息传在许多人耳中，今日见到宁凡活蹦乱跳，自是心中震惊。宁凡也不打算隐瞒，毕竟他也不能一直躲在洞府中，那和真废了没有任何区别。武技楼，一座位于宗门之内，藏纳所有武学典籍的藏书之地，一共有9层，须得满足一定条件才可进入到更高的层数。新弟子可入1层。守楼弟子在检查过宁凡的守楼令牌后，便是进入到武技楼的1层。入目的是一排排书架，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书简，这些书简全部都是功法典籍，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过这藏书楼的1层中虽然有不少功法典籍，可品阶却都不高，功法典籍亦是分为天、地、玄、黄4阶，每一阶又分出上、中、下3级。藏书楼1层的功法典籍基本都是黄级下品，偶有几本黄级中品，黄级上品一本都见不到。宁凡随意来到一座书架前，拿起一门功法典籍，细细阅读后，宁凡不由得皱紧眉头，并非不理解，而是太简单。宁凡又翻阅几本典籍，无一例外，和天玄心经比起来都是太过简单。若说天玄心经是一门细致入微，将体内灵力流淌规划到极致，甚至有些玄奥的战斗功法，其余功法则是简单到用上、下、左、右这种简单字眼规划灵力，连粗糙都算不上，太垃圾了。宁凡皱眉，在拥有天玄心经的前提下，这些战斗功法根本无法让宁凡看上，更高级的功法还得在上层，只可惜我现在没有进入武技楼更高级的资格，先去青白地吧，那里应该会有不少收获。宁凡回到洞府，夫君双修吗？云清瑶眨着眼睛凑上来，一股脑地扑进宁凡的怀里，天真烂漫地用额角在后者胸口磨蹭。乖，今天不行。宁凡轻抚云清瑶的背脊，他也想修，不过此时间已经接近晌午，想来少红就快要到了，比起双修，还是先去探索清白的更加重要。就在宁凡话音刚落之际，敲门声响起，咚咚，不用想，就是少红。宁凡打开洞府大门，门外正站着少红和他的道侣，对方自然也看到宁凡和云清瑶。一瞬间，少红的眼睛就死死地盯在云清瑶的身上，美，实在是太美。赵元凯纵使有搬弄是非之嫌，可他对云清瑶美貌的形容却没有丝毫夸张，真堪比神宗第一美人灵虚仙子。少红大张着嘴，口涎差点流淌出来。少红色急的样子让云清瑶感到略微不适，后者下意识地往宁凡的身后缩了缩，这一动作也是让少红回过神。呵呵，少红尬笑2声，看着宁凡解释道：宁师弟，你这道侣还真是天姿国色，恐怕整个神宗中能和其相比的人不过寥寥几人，当真是有福啊。自然。宁凡微微昂首，斜睨少红一眼，话语中略带威胁意味。宁某会保护自己的道侣，任何人想打宁某道侣，都得掂量自己的分量。宁凡上午打听过少红这个人，所有人给他的定义，色中恶鬼。不过他要是将主意打在云清瑶身上，宁凡不介意手中再多出一条性命。少红嘴角抽了抽，还是他的道侣踏前一步，对着宁凡和云清瑶欠了欠身。在下白染，见过2位，夫君生性梦浪，请2位多多担待。清白的一行危险颇多，我等须得戮力同心，才能得到更多机缘。有白染开口，在场的气氛才略微缓和。走吧，宁师弟。少红做出一个请的姿势。请。后山。宗门的后山非常大，整座后山都是宗门圈下来培养天才地宝之地，其中不乏几条灵脉。宁师弟，还请小心行事。少红开口道：天才地宝难以孕育，需得足够的灵气滋养，可一旦灵气充裕，就会诞生妖兽。妖兽？宁凡皱眉。对，吸纳天地灵气，在体内凝结妖核的妖兽，清白地中就有许多妖兽，一定得小心。当然，若是能猎杀妖兽，得到妖兽体内的妖核，也不失为一件收获。妖兽的妖核可以炼丹、炼气，甚至直接用来修炼，算得上不错的天才地宝。少红摩拳擦掌，眼中放光。
一只黄极境9重的妖兽内丹相当于200枚灵石，若是能猎杀上3、4头，也就不虚此行了。呵呵，猎杀3、4头妖兽。白冉瞥了邵红一眼，我倒是觉得此行遇不到任何妖兽才好，多采集一些天材地宝不好吗？省得弄出伤势。也有道理。邵红思忖着点了点头。听到二人交谈，宁凡心思也不由得活络起来，看起来这青白地中还真有不少的机缘。别的不说，妖核，宁凡需要大量的灵石，妖核可以等价灵石，若是能得到几枚灵石，也能让宁凡多双修几次。就在宁凡4人交谈思索时，后山到了。就是这里。邵红和白冉在一处蔓延至森林中的小径前止住脚步，除却邵红、白冉、宁凡、云清瑶外，还有另外7对道侣。能争抢到令牌者，无一不是佼佼者。这7对道侣实力最低者都在黄极境8重，甚至有黄极境9重，以及真正的玄极境。那7对道侣也在打量着邵红和宁凡。哟！突然间，一道略显轻佻的声音响起。宁凡立刻看过去，那是一名公子装扮的男人。他手摇折扇，举手投足间散溢着一股高高在上。邵红，如果本少看得不错，和你同行的人是一名新弟子。呵呵，新弟子也配来后山？那人将目光落在宁凡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后者。这名公子便是一名半步玄极境弟子。南离，我和谁同行与你无关。邵红淡声说道，没有任何气恼。他知道南离并非刻意针对他，他对谁都这样高高在上，和谁都要对上一句。他的道侣亦是如此。南离、宋念霞，因家世不错，哪怕是实力高于他2人的弟子，2人也从来不会忌惮。邵红习惯，宁凡却并非如此。宁凡皱眉看向南离，下一刻，他陡然开口道：“我配还是你配？不如手上见见功夫。”南离一怔，下一刻，他陡然皱眉，这新弟子竟然挑衅他！可不等南离发难，远处又有2道身影走来。而在看到这2道身影后，所有人都收敛目光。季无锡、林瑶，季师兄、林师姐，你们来了。姬对道侣瞬间迎上前，将来人包围在中间，脸上尽皆是逢迎的笑容，谄媚的讨好这2人。季无锡、林瑶，上一届弟子的甲等第一，应该是咱们这一行人中实力最强的人，而且他2人也有背景。邵红在宁凡耳边喃喃道：“切记，不可得罪2人。这2人也有一些不好的癖好，据说他们喜欢与别人交换道侣。”所以最好也不要靠近他们。宁凡微微颔首，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人，可若是对方主动找麻烦，宁凡也不怕事。诸位弟子，展示令牌。突然间，一道声音响起，众人向声音源头望过去，只见一名老者出现在小径靠近森林的位置。见过长老。众人见礼，然后纷纷展示出令牌。宁凡也不例外，长老看到宁凡出示令牌后略微诧异，多看后者2眼，却也并未多说。在确认所有人令牌后，长老陡然挥手，下一刻，封锁青白地的禁制被打开，一层光膜一闪即逝，一股浓郁的灵气从灵森中喷薄而出。7日，汝等弟子有7日时间可用来探索，7日时间过后，回到入口处等待禁制打开。期间得到的所有天材地宝，尽皆归属于你等。但若是受伤，甚至身死，宗门同样不负责。谁想要放弃，现在还有机会。长老声音严肃，着重强调生死2字。后山虽然是宗门的地界，可其中却也生长着不少可怕妖兽，具有不小的危险。没有人在此时选择放弃，修炼意图就是冰上行走。若是畏惧危险，从一开始就应该放弃。好，汝等弟子进。长老让开。随着长老声音落罢，几道身影陡然上前，7身从小径进入到青白地之中。宁凡和云清瑶亦是如此。在树林穿梭几息后，宁凡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空地，空地几乎一望无际。远处能看到一座高山，侧边则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崖壁，想来那就是悔过崖。宁凡刚穿过森林，就看到一波人聚在一起，为首的人正是季无锡和林瑶这2对道侣。除却季无锡和林瑶，还有5对道侣聚在2人身边，一共6对道侣，俨然超过持有令牌弟子的半数。这些人抱团在一起了。除却这6对道侣外，还有其余3对道侣蠢蠢欲动，分别是邵红、白冉、南离、宋念霞，以及另外1对宁凡不认识的人。这3对道侣尽皆有靠近季无锡和林瑶的意图，可还未走近，便是迎上那些人不太友善的目光。多了，人数有些太多了。在这后山的探索中，敌人不光是妖兽，还有同伴间因争夺天材地宝而大打出手的情况亦不在少数。所有人都抱团在一起，和没有抱团没有任何区别。很明显，那些聚拢在季无锡和林瑶身边的弟子
都是提前知晓季无锡和林瑶也得到令牌的人，他们提前打过招呼。这时候再有其余人凑上前，无疑是自讨无趣。几位，咱们灵脉处见。季无锡踏前一步，微微昂首看向其余的几对道侣，眼中并未有任何讥讽之色，却让其余人脸色尽皆一黑。灵脉，这是青白地中最珍贵的机缘所在，在灵脉洗炼身体，可以提升体魄，化除体内杂质，令日后的修炼速度都提升许多。季无锡的意思很明显，他们势必要得到灵脉机缘。季无锡和另外5对道侣抱一起，剑指灵脉，这岂不是意味着其余人对于灵脉没有半点的争夺胜算？季无锡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离开。其余5对道侣亦是跟随在季无锡身后，径直走入平原的深处，目标直指远处的那座高山灵脉。就在那座高山之中，望着季无锡等人的背影，其余人不由得面面相觑。本来众人没有抱团合作倾向，可强如季无锡都有5对道侣作为追随者，若是他们再独自行动，怕不是没有任何竞争力。诸位，不如咱们也一起同行。邵红开口道。可以，我没问题。另外那对宁凡不认识的道侣率先开口，2人看向南离和宋念霞，随后又望向宁凡2人，对着宁凡2人笑了笑，展现出十足的善意。我2人林天、李小暖，请多指教。我无所谓。宁凡耸了耸肩，他本就临时进入到青白地，对这里的机缘没有深入了解，跟邵红等人同行并非坏事。哼！南离则是轻哼一声，双手环抱于胸前。邵红知道南离这态度，也算是同意了。那咱们也直奔灵脉吧。于是乎，在季无锡一众人的压迫下，宁凡这4对道侣也临时拼凑成一队，一同在青白的探索。外面可能出现的机缘比较少。邵红开口道，青白的作为神宗后山最基础的一片禁制地界，被各种弟子探索过，纵使众人的终极目标届时可以恢复的灵脉，可沿路上尤其是外围的天材地宝数量并不算多。突然间云清瑶停下脚步，口中发出一声轻疑，下一刻他弯下腰将地上的一片杂草拔出。怎么了？宁凡站在云清瑶身边开口问道。呵呵。南离则是嘴角咧起一抹嘲弄的笑容，他根本就懒得看，地面上不过是一些杂草而已。宁凡和他的道侣如此大惊小怪，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新弟子。下面好像有东西。云清瑶歪着头。好。宁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动手在云清瑶标记的地点开挖，3下5除2就挖出一个深坑。下一刻，一枚通体鲜红的宝石出现在土坑之中，瞬间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是……邵红凑上前凝视着土坑中的宝石，下一刻他眼中浮现起震惊之色。这是黄阶极品天材地宝赤血石，若是在双修时使用这赤血石，那么双修的效果将提升2成，还可额外提升体魄，当真是不错的宝贝。宁凡闻言不由得双眸发亮，望向云清瑶的眼神中也是充斥着惊喜之色，不愧是大佬，眼光就是刁钻，埋在土里的天材地宝也能找到。而正当宁凡弯下腰准备将那赤血石拿在手中时，一旁的土却陡然动了动，下一刻一个不大但是十分深的小洞出现在土坑旁边，紧接着一道黑影从小洞中弹射而出，像是一道鞭子直取宁凡的脖颈。夫君小心！蛇！云清瑶惊呼一声。其余人见到这一幕倒是并不奇怪，天材地宝基本上都有妖兽守护，尤其是这已经十分接近玄级天材地宝的赤血石，若是没有妖兽守护才是怪事，倒不如说他们再等宁凡吸引妖兽，只要宁凡将妖兽从暗中吸引出来，再对付他就变得轻松许多。至于宁凡并不重要。眼看着那条蛇张开血盆大口即将咬在宁凡的喉咙上时，众人眼中纷纷浮现起幸灾乐祸之色。但下一刻，宁凡陡然抬起手，4指并拢在一起成刀形，猛地斩向那条毒蛇的7寸之处。大！在蛇咬在宁凡喉咙前，手刀率先一步劈在蛇7寸上，将整条蛇劈飞出去。在众人反应不过来之际，宁凡纵身一跃，噗！宁凡一脚将毒蛇踩成2截。静！在场几人震惊地看向宁凡，眼中浮现起诧异之色。刚刚那条蛇速度极快，许多人都没反应过来，而宁凡则是一记手刀直接将蛇劈飞，一脚将它踩烂。不过那条蛇的品级并不高，不过才黄级近4重而已。按理说，有资格守护黄级极品天材地宝的妖兽也得接近玄级境，可这赤血石隐藏得太好，以至于让这条地蛇捡了漏。宁凡脸上浮现起喜色，他将地上那条蛇的尸体捡起，一阵翻找后找到一枚半个拳头大的晶石。宁凡能从这枚晶石中感受到浓郁的灵气，甚至超过修炼常用的灵石。妖核，
这是一枚黄极境4重的妖核，相当于30-40枚灵石，对于宁凡而言也算个不小的收获。下一刻，宁凡收起手中的妖核，准备拿取那躺在土坑中的赤血石，可在宁凡之前，竟然有一道人影抢先一步来到土坑前，弯腰将那件黄极极品赤血石拿在手中。南离，这位师兄。宁凡皱眉，这赤血石可是宁凡和云清瑶先发现的，守护天才地宝的妖兽更是宁凡亲手击毙，这南离是什么意思？呵，南离在听到宁凡质问时，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他手掌一翻，丝毫不客气地将赤血石收藏进储藏戒中。这黄极极品天才地宝，你一个新入宗的弟子也配享有？若是不服，和我做过2招，就怕师兄手重，把你伤个半死，无法继续探索这清白的。听到南离这霸道的话语，邵红和凌天等人没有丝毫意外。那南离向来乖戾，从一名新弟子手中抢夺天才地宝，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之事。但邵红知道，那宁凡也不是忍气吞声之人。果然，下一刻，宁凡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身影一闪，直接来到南离面前，抬起拳便是对着后者面门轰出。如此果断的出手，令南离和凌天纷纷诧异。但紧接着，南离便是反应过来，眼中闪烁着讥讽：找死！不过是一名新弟子，也敢和我动手，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种手段。猎尸手！随着声音落罢，南离同样轰出一拳。令宁凡诧异的是，南离的拳锋上裹挟着一股奇异的灵力，那灵力呈现土黄色，凝聚的像是固体一般，绝非单纯的灵力外放。不等宁凡细想，二人的拳锋碰撞在一处，砰！一道闷响响起，宁凡只感觉一股难以抵抗的巨力从手臂上传来，同时还有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噔噔噔，宁凡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此时间，宁凡的右手在不断颤抖，拳锋上有着2道裂口，一滴滴鲜血顺着裂口向下滴落。但下一刻，宁凡的伤势便是消失不见，想来是被叶红莲分摊掉了，伤口恢复，但鲜血还在，看起来十分瘆人。夫君，云清瑶焦急的声音响起，他跑到宁凡身边，有些担忧地看着后者。武技，南离，你本就境界领先，在搏杀中还施展武技，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凌天的声音响起。武技，搏杀的招数通过对灵力的运用，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手段，自武技楼2楼开始，才会逐层收录武技。凌天这招猎石手就是一门黄级中品武技，通过灵力强化拳锋，可轰碎岩石。呵呵，武者搏杀自是全力以赴，没有武技又不是我的问题。南离嘴角上扬，眼眸一挑，你的力量体魄还可以，本以为这一拳能直接将你打到半残，没想到竟然是小伤，还打吗？宁凡攥着拳头，眼中隐藏着火焰。算了算了。邵红陡然上前一步，站在宁凡和南离中间，抬起手对着二人摆了摆，开口打圆场道：机缘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需要合作的地方还多着呢，别这般喊打喊杀，都冷静冷静。邵红，我南离给你一个面子。南离双手环抱于胸口，昂首斜睨，开口威胁道：不过若是再有下一次，胆敢对师兄出手，师兄保证你无法完整的离开这清白地，可懂？宁凡闻言沉默不语。此时此刻，他确实不是南离的对手。宁凡没有武技，境界落后，没有武技是大问题。几位，咱们定一下机缘的分配吧。凌天踏前一步，合作总得有规矩，否则刚刚的这一幕还会一次次的上演。确实。这样吧，咱们天才地宝一人一件，南离兄已经得到一件，那下一件归属于林兄，下下件归属于我邵某人，下下下件天才地宝归属于宁兄，这样可以吧？邵红建议道。无人有异议，邵红的提议勉强做到一定的公平。先向山峰前进，众人继续前进。不久便是在遇到一件黄级中品的紫藤花，守护紫藤花的是一只黄级境6重的过山峰。过山峰被凌天斩杀，紫藤花落在凌天和他的道侣手中。紧接着又遇到一件黄级下品天才地宝，这诸天才地宝并未有妖兽觊觎，成功被邵红收入储藏戒中。下一件天才地宝便是轮到宁凡，而当天才地宝出现时，南离却再度抢先一步，直接挡在宁凡面前，直接将天才地宝收入囊中。我说过，天才地宝你还不配拿。南离收下天才地宝后，递给宁凡一个轻蔑的眼神。邵红轻轻抽泣，这南离实在过分，完全是打宁凡的脸啊！宁凡的脾气他可是知道，敢在9长老面前击杀赵元哲。然而在邵红注视下，宁凡只是笑着颔首，没有异议，还算你有自知之明。这次机缘探索，你就当积累一番经验吧，也算不虚此行。南离嘲弄开口。几人继续前行，
一路上遇见的天才地宝，皆是以南离2，林天1、邵弘1这个比例分配，本应属于宁凡的天才地宝，全部都被南离抢走，宁凡一概没有异议。南离、林天和他们的道侣自是没将宁凡的反应放在心上，可邵弘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宁凡不是甘心吃亏的主啊，他这般忍让，难道是在憋大招？不过宁凡能憋出什么大招呢？邵弘想不到。入夜，天色逐渐暗沉，当时距被夜色限制到不过10米时，众人意识到，哪怕天才地宝再有新引力，他们也必须休息。后山并不安全，一旦视野受限，危险程度将会再提高几倍，须得等到明日再进行机缘探索。众人就近寻觅到一处安全空旷的区域，随后纷纷搭建出各自帐篷，准备短暂的休息。宁凡，邵弘突然开口叫住宁凡。整个下午，宁凡的反应都不对劲。邵弘希望众人的合作能维持下去，4对道侣的探索效率令他很满意。可宁凡却像是没有听到邵弘的呼喊一样，拉起云青瑶就进到帐篷里。很快，特制的帐篷外附现起一道淡淡静止，这是双修时隔绝外界的阵法，意味着宁凡在和云青瑶双修。邵弘一阵无语，闹半天，他以为宁凡憋的大招就是等到晚上双修修炼啊，也是，那宁凡终究不过是一名新入门的弟子，他能有什么手段？邵弘摇了摇头，也和自己的道侣回到帐篷，准备安歇。帐篷中，宁凡静心守神，运转阴阳玄经，和云青瑶双修，预料一般的在双修开始时光芒闪烁。云青瑶的第2人格叶红莲再度出现，经过3次双修，叶红莲对眼下情况的适应度提升不少，他有意识的在双修中汲取提升，毕竟代价付出那么大，再不抓紧提升岂不搞笑？仙子姐姐，突然间，宁凡动作停滞，目光深邃地望向叶红莲，求仙子姐姐教授小子武技。叶红莲挑了挑眉，她能感受到宁凡周身有一股较低的气压，想来是白天遇到什么事情，但叶红莲也没有追问。可你要什么武技？什么武技都行，白天小子被人用武技欺负，须得仙子姐姐传授武技，明日让小子报仇。叶红莲思索少顷，他所掌握的武技可谓是十分繁多，但眼前男子的实力并不算高，不应该说十分低微。适合黄级境武者的武技，叶红莲早已不再使用。思忖少顷之后，叶红莲想到一招：小子，龙蛇眼相手，你可愿意学？愿意。不等叶红莲说完，宁凡直接开口道：无论是什么武技，他都要学，明天定干那南离。可是我怎么教你？咱俩还不？叶红莲小脸羞红道：他俩还没分开呢，或者说2人总是在快要分开时又变得分得不是特别开，反反复复，这让叶红莲如何教导武技？仙子姐姐，你且运转武技，双修状态下，小子自可习得。宁凡开口。这样，叶红莲感觉自己又快要到了，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但她还是强行静心守神，施展起龙蛇眼相手。霎时间，叶红莲周身灵力涌动，股股灵力汇聚在叶红莲的右手，那灵力凝聚成一道熠熠生辉的金龙。与此同时，宁凡脑海中浮现起一道道文字，这些文字汇聚在一处，形成龙蛇眼相手的修炼过程。龙蛇眼相手，黄级上品武技，但和一般的黄级武技不同，龙蛇眼相手有着提升的可能，通过浸泡特殊妖兽之血，可以提升手的品阶黄级、玄级、地级，甚至是天级。就像叶红莲，他已经将这门龙蛇眼相手修炼到无限接近于天级的层次，是唯一一门跟随他到天级境的黄级武技。伴随着2人灵力的水乳交融，宁凡和叶红莲双双升华，白光再现，整个帐篷内仿佛变成一个光的世界。宁凡也陷入沉睡。翌日清晨，宁凡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之色。龙蛇眼相手绝对不是一门简单的黄级上品武技，只要浸泡特殊妖兽的鲜血就能提升，不一般啊！哪里是吧？宁凡眯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之前其他不拥有武技，现在他倒要看看天才地宝，他到底配不配拿？不过昨日的双修倒是没有让宁天境界提升，看起来若是着重通感武技，那么双修时境界的提升就会小很多。宁凡走出帐篷，此时间南离、邵弘、林天等人都已经收拾妥当，见到宁凡出现后，众人也是准备离开，继续向着灵脉所在前进。很快，又一株天才地宝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那是一株突兀生长在草原上枯树，枯树上挂着2枚果子，果子通体珠圆玉润，质地像是玉石一般，隐隐能看到果子里有一道倒水光潋滟。这是珠玉果！邵弘惊呼一声，林天、
南离等人脸上也浮现起一抹严肃之色。珠玉果，无限接近于玄级的天才地宝，比起之前遇到的赤血石还要珍贵许多，服用下可直接提升武者境界。哼，看起来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啊，又是一件高品天才地宝。南离嘴角咧起一抹笑容。听到南离所言，邵红、凌天两人和各自道侣的表情则是有些耐人寻味，因为按照顺序，这珠玉果应该轮到宁凡。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确实是南离运气不错。而正当南离像昨日一样准备踏前摘取枯树上的朱红果时，一道身影却是从旁迈出，将南离挡住。师兄，这件天才地宝应该归属于宁某吧？宁凡似笑非笑地看向南离。南离瞬间眯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被阻止后的恼怒，随后这恼怒便是演变成讥讽。呵呵，看起来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你已经忘记昨天的事了。我说过，下次动手时我不会给邵红面子。你准备好死了吗？云清瑶、邵红、凌天和他二人各自的道侣纷纷一怔。明明昨日宁凡在面对南离的霸道时已经选择妥协，可他现在为何又起争执？不过才过一晚而已，难不成这宁凡已经找到击败南离的可能？不可能，不过是一晚时间，宁凡哪怕是和道侣双修，提升一些境界，也绝对不可能是南离的对手。在邵红和凌天以及二人的道侣眼中，那宁凡估计是被朱红果吸引到丧失理智凝师弟，不过是2枚黄级极品的朱红果而已，没有必要为其拼上性命啊。邵红开口道。宁凡摆了摆手，并没有听邵红的劝解。邵红见状也并未多言，眼球滴溜溜乱转，余光隐晦地落在一脸担心模样的云清瑶身上。若是宁凡被南离干掉，那宁凡的道侣小子，你找死！这次我不会再给你活下去的机会。南离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下一刻他欺身上前，对着宁凡轰出一拳，拳风行至半路时，一股灵力激荡而出。烈石手，死！土黄色的灵力包裹着南离的拳风，让其拳风陡然变得坚不可摧。这一拳，昨日的宁凡挡不住，只不过今日的宁凡已非无下阿蒙。来，宁凡同样对着南离轰出一拳，二人的拳风即将在半空中对拼在一处。这一幕完完全全的在昨日上演过。可就在拳风相碰之前，龙蛇眼相守。宁凡喃喃自语，紧接着他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奇异的灵力在拳风上凝聚出一个蛇头，蛇头呈到三角状，甚至能看到蛇信吐出。一股腥风刮向南离。神！南离瞬间一怔，不对啊，这宁凡为何会拥有武技？来不及思索，轰！拳拳碰撞在一处，发出一声闷响。这一次，宁凡稳稳站立在原地，没有丝毫后退。宋念霞、邵红、凌天以及二人的道侣一时目光灼灼地看向对拼处。宁凡突然施展出武技，让原本胜负已定的对拼变得扑朔迷离。僵持没有持续太久，咔嚓，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蛇影不知何时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碎南离拳风上的土黄色流光。宁凡拳风继续向前，南离根本无可抵挡，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曲，俨然是被宁凡这一拳干到折断。还不算完，宁凡这一拳继续向前，直直轰在南离的胸口上。噗！一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被南离喷出，他的身体也如同破布一般向后倒飞，随后重重地砸在地上。在重伤的一瞬，南离的道侣宋念霞浑身一颤，惨然一哼，脸色煞白，分明是为南离承担了一小部分的伤害。可即便如此，南离仍然伤重到无法动弹。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都在以一种看待怪物的眼神凝视着宁凡。这怎么可能？那南离之所以霸道，就是因为他实力卓绝，在上一批弟子中绝对算得上佼佼者。半步玄级境的实力，配合上黄级中品武技，也算是对得起南离的霸道。可现在他竟然被宁凡一拳轰飞。等下，那宁凡的武技似乎有些离谱啊，绝对不是黄级下品，中品也不像，难道是上品？邵红惊讶地开口。黄级上品武技，那可是藏在武技楼3层的东西，邵红、凌天、南离等人都无法接触的存在，宁凡凭啥能掌握啊？咕噜，邵红下意识吞咽一口口水，心中涌现起一抹后怕。还好当时忽悠赵元哲去找宁天的麻烦，还好他就算是觊觎宁凡的道侣云清瑶，目前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这宁凡有击败南离的实力，同样能击败他邵红啊！不行不行，哪怕是那云清瑶在国色天香，也还是性命更重要一些。邵红在心中暗暗警告自己，宁凡不可轻易为敌。一道尖利的声音响起，像是土拨鼠的尖叫，声音的源头正是南离的道侣宋念霞。宋念霞发疯一样跑到南离身边，
将南离从地上抱起来。他为南离承担的伤害是有限的，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动作。当看到南离的状态时，宋念霞心中一惊，前者的伤势远比想象中更加严重，右臂完全骨折，胸口亦是向内凹陷，俨然是胸骨断裂数根，一口口鲜血从南离口中涌出，整个人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你敢！宋念霞杏眸圆睁，抬起头死死地望向宁凡，眼中透露着的凶光似乎要将宁凡拆骨入腹。可在对上宁凡的目光时，宋念霞便是瞬间尾顿。宁凡的目光算不上凶狠，甚至称得上平静，可在那平静目光之下，宋念霞却是看到一道杀意，那杀意淡淡的却十分坚定，配合上缓步靠近的动作，令宋念霞心中萌生起一抹恐惧。你想要干什么？宋念霞结结巴巴的开口。杀他。宁凡回答道，不过是同门弟子，在机缘之中争夺天才地宝而已，没有必要下杀手吧。我。宋念霞不断后退，可他抱着南离，再怎么退，速度也及不上宁凡的缓步。眼看着宁凡一步步靠近，扑通，宋念霞直接跪倒在地，对着宁凡叩首。这位师弟，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二人不该抢夺属于你的天才地宝，我愿意将天才地宝全部奉上，请饶我们一条生路。语毕，宋念霞摘下储藏戒，放在距离自己半米外的地上，随后目光恳求地看向宁凡。小霞，不要求他，和他拼了。南离却突然挣扎地站起来，可饶是站起这个动作，就足足花费一息时间，口中更是再度吐出鲜血。夫君，宋念霞想碰一下南离，却碍于后者的身体状况，根本不敢。此时间，宁凡也是来到南离面前，他抬起一脚，直接踢在南离的小腹，砰，一脚再度将南离踹飞。夫君，别担心，我只不过是废了他而已，给敌人机会就是对自己的不敬，你们走吧。宁凡拿起地上那枚储藏剑，里面是这一路来南离和宋念霞得到的全部天才地宝。多谢。宋念霞咬着牙从地上起身，对着宁凡深鞠一躬，随后跑到南离身边，将濒死的南离扛起来。以南离的伤势，怕不是得立刻离开青白地，寻求宗门的救治，才能保全一条性命。凌天、邵红以及二人的道侣望向宁凡的眼神都变得古怪起来，他们在宁凡面前竟然感受到一抹畏惧。宁凡兄弟啊，恭喜得到茱萸果这等天才地宝，服用之后实力绝对可以进一步提高，再上一层楼啊。邵红、凌天还有二人的道侣凑上前，开口就是对宁凡的吹捧，仿佛刚刚的事情并未发生一般。多谢二位，后续前行还得仰仗二位的经验。宁凡抱拳拱手，给足邵红、凌天以及二人道侣的尊敬，倒是并未因为自己的实力而过分嚣张霸道。宁凡走到枯树前，将2枚茱萸果拿在手中，收进储藏戒。他可以现在服用，以茱萸果内蕴含的灵力而言，提升一个小境界不是问题，但若是双修时使用，可以事半功倍，得到更多的提升。不急，走吧，咱们前进的速度远慢于对方，须得加快脚步，才能不落后于那6对道侣。宁凡开口道。没错，宁师弟说的对，咱们须得加快脚程了。宁凡、云清瑶、邵红、白冉、凌天、李小暖这3对道侣继续向着灵脉所在前进，一路上众人遇到不少天才地宝，全部按照邵红之前的提议分配，其中也有几只妖兽，全部被6人斩杀。宁凡手中多出2枚妖核，算是将贫瘠的修炼资源补充上一些，毕竟双修太费资源了。这一天，在宁凡6人刻意加快脚步的情况下，俨然距离那高山只有1步之遥，再有半个时辰的脚程，众人就能登上高山。暂时先歇息吧，山上情况复杂，还是等到明日天亮再进山。邵红提议道。可以，就这样吧。众人纷纷颔首，同意邵红的提议。此时距离天黑也只剩下1个多时辰，这点时间强行上山也什么都做不了。宁凡再度拿出帐篷，在和云清瑶进入到帐篷中后，宁凡没有选择双修。双修是一件耗费体力、灵力的事情，在需要保持状态的情况下，双修未必是一个优秀的抉择。真正的休息、养精蓄锐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来吧，今天搂着睡。宁凡对着云清瑶招了招手，后者瞬间犹如归巢的燕子一般扑进宁凡的怀里。而正当宁凡和云清瑶准备休息时，帐篷外面响起一阵声音。宁师弟，云师妹，还没睡吧？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二人听出来这是李小暖的声音，也就是凌天的道侣。有事吗？宁凡问道。算是有吧。李小暖的声音响起。话说到这个份上，宁凡和云清瑶也不能继续在帐篷里待着，二人打开帐篷走到外面，打眼一看，不光是李小暖、凌天，甚至连同样进入帐篷休息的邵红和白冉都在。很明显，有事发生。怎么了？宁凡问道。
邵红看了一眼凌天，示意凌天解释。是这样的，宁师弟，师兄不才，有一只寻宝鼠，寻宝鼠感知到附近有一株玄级天才地宝。哦，宁凡闻言，双眸不由得亮了亮。玄级天才地宝，别看宁凡手中的2枚珠玉果是无限接近于玄级天才地宝的宝贝，可往往毫厘之差就会谬之千里。真正意义上的玄级天才地宝，比宁凡目前手中的全部天才地宝加在一起都更有价值。可是如今天色已暗，若是那天才地宝有妖兽守护，恐怕会有巨大的危险。宁凡谨慎地说道。没错，邵红深有岂敢的颔首附和，夜间行动太过危险，他心中可是1万个不愿意。不能等到明日白天吗？宁凡看向凌天，凌天闻言缓缓摇了摇头，恐怕真不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很多天才地宝具有时节性、时间性，只有固定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搭建帐篷的时候，寻宝鼠还没有反应，可当天色昏沉下来时，它就开始躁动。有可能那玄级天才地宝只在夜间出现。咱们时间不多，若是那天才地宝真的只在夜间出现，咱们现在不取，后面也就没有机会了。那可是玄级天才地宝。凌天开口道。宁凡、邵红闻言纷纷陷入迟疑之中。哎呀，这可真是难以抉择啊！而就在此时，一旁的李小暖突然掏出3枚小石头，当小石头出现的瞬间，原本昏暗的周遭陡然变得明亮。这是……宁凡看向李小暖手中的小石头，碎火石，算不上天才地宝的奇物，它可以在黑暗中自发光，将持有者周围3米内照亮。李小暖开口道：“有碎火石在，原本众人不到10米的视距，基本上能延展到10米左右，大大提高安全系数。”干了！宁凡在看到碎火石的瞬间，心中就下定决心，玄级天才地宝的诱惑足以让他冒险一搏。师兄，那玄级天才地宝在何处？宁凡问道。不知道，寻宝鼠只能侦测天才地宝是否存在，它反应激烈，说明方圆1公里内有玄级天才地宝，具体存在还得咱们自行寻找。凌天摇头，方圆1公里，宁凡，不大，完全可以接受。若是放在白天，想要方圆1公里内的区域，最多也就是2刻钟左右。现在就算是黑天，可他们有3个人分批行动，个把时辰也能搜完。宁凡看向邵红，干了！邵红也是下定决心，猛地用拳头在腿上一捶，给！李小暖将2枚碎火石交给邵红和宁凡，各自让1人去寻觅吧，留下3人在帐篷处升起篝火，有光源在，不会迷失方向。邵红开口说道。对于这个提议，众人都没有异议。在这漆黑的夜间，若是没有一簇篝火定位方向，当真可能迷失。夫君小心！云清瑶扯着宁凡的衣袖，乖，我会安全回来的。丢下这句话，宁凡、邵红、凌天3人便是各自选择一个方向，手持碎火石进入到深邃的黑夜中。众人并未看到，在3人身影没进黑夜的瞬间，篝火旁边的李小暖嘴角咧起一抹阴恻恻的笑容。宁凡步入黑暗之中，碎火石的光芒比想象中小很多，一旦超过自身周围2米，碎火石的光芒就会变得涣散，朦朦胧胧的逐渐暗淡。实际上，宁凡的视距根本不超过8米，这个距离谈不上多远，但也确实还算勉强。玄级天才地宝，那可是相当珍贵的宝贝，无论是修炼资源，亦或者洗炼体魄的奇物，都绝对不能放过。思及此，宁凡的脚步不由得快上许多，距离篝火也越来越远。很快，他就陷入黑暗中。该死的静止将月光遮挡住大半。宁凡喃喃自语。下一刻，嗅嗅，他耸了耸鼻，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味道。那味道算不上香，而是奇特，有一种莫名令人目眩的感觉。宁凡下意识将目光落在手中的碎火石上，随后用指甲在碎火石上刮了刮，随着沙沙的声音响起，碎火石被宁凡刮掉一些粉末。那粉末明显并非碎火石的本体，像是刻意附着在碎火石上。这是……宁凡喃喃自语。他下意识将指甲盖上的粉末送到鼻尖处，但在动作上未来及时，前方不远处陡然响起一阵若有似无的声音。宁凡立刻停下动作。前面有什么？看不见。宁凡目之所及，完全是一片漆黑。想要看清那声音的源头是何物，就须得进一步上前靠近。但很明显，在这险地之中，能发出声音者绝对不是什么善类。是走，还是一探究竟？咻！正在宁凡思忖之际，一道破空声陡然响起，黑暗中窜出一道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许毅。那黑影的速度极快，等到他现身于光源之中，让宁凡看清其身形时，留给宁凡反应的时间只剩下不到2秒。一头猛虎，通体漆黑，浑身上下有着繁复的金色花纹，大张的虎口中流淌着腥臭的咸水，十分可怖。半步玄极境妖兽，
经文魔虎。宁凡身影一闪，侧过身体，堪堪在风瑞虎着落，在身体前躲开那凌厉的扑杀。经文魔虎落地的瞬间，猛然转身，再度向着宁凡扑过来。这一次，宁凡有所准备，龙蛇眼相守。宁凡对着经文魔虎悍然轰出一拳，周身灵力疯狂涌动，一道蛇影凝聚在宁凡的拳锋之上。砰！一声闷响响起，宁凡竟然直接将那只经文魔虎轰飞出去后，一道凄厉的声音陡然响起。此时间，经文魔虎的面门上腹现起一道纵观上下的撕裂伤，大量鲜血流淌下。要知道，比起人类武者，妖兽的力量要更加强横，和宁凡竟然能一拳将境界领先自己的妖兽轰退，足以见得其恐怖。当然，能有此战绩，还得归功于天玄心经和龙蛇眼相守。经文魔虎身体在光暗交际之处，他低伏着身体，目光凶惑地凝视着宁凡，但在凶惑眼神中同样有着一丝忌惮。能一拳将他击伤，足以让这只妖兽心中萌生起忌惮。下一刻，经文魔虎缓缓后退，几步之后，身体便是隐没在黑暗之中。宁凡站在原地，他并没有追击。漆黑的环境对宁凡十分不利，追击经文魔虎很可能让自己落入危险境地，还是优先找到那件玄级天才地宝才是正途。宁师弟，没事吧？一道呼喊声响起，那是邵红的声音。邵红、林天、宁凡三人分开寻觅天才地宝，但毕竟搜寻范围在1公里内，实际上一行人距离并不算遥远。宁凡这边的动静，邵红和林天都能听到，甚至能看到光团快速掠动。宁师弟，难不成遇到妖兽了？林天的声音亦是响起。喂，你二人也得。宁凡高声呼喊。正当他叮嘱林天、邵红小心时，黑暗中又是扑出2道黑影，生生将宁凡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又是2只妖兽，崭新的妖兽，一只通体雪白的狼，还有一只猿猴，全部是半步玄级境。宁凡的一颗心猛地下沉，遇到一只妖兽还能算是他运气不佳，可现在他又遇到2尊妖兽，不对，十分的不对。除非侵犯领地，抢夺守护的天才地宝，威胁安全，否则在一般情况下，妖兽懒得搭理人类武者。而现在，竟然有3只妖兽先后后的找上宁凡。宁师弟，邵红的声音有些急躁，明显也是察觉到宁凡遭遇到不测，有些麻烦。宁凡高声回答：“我来助你。”邵红果断回答：“这可是一个教好宁凡的机会啊！”邵红在见识到宁凡的天资后，深知这尊妖孽不可得罪，深交最好。宁凡看到一团光团在向自己缓步靠近，那光团中的人就是邵红。此时间，宁凡距离邵红足有大几百米，若是白天，大几百米不过几息就能赶到，可在如今的黑暗境地，估计得挪上一阵子。吼吼！白狼和猿猴陡然发出一声吼叫，竟然像是有配合一般，从左右向着宁凡夹击而来。滚开！龙蛇眼相守。宁凡岿然不惧，抬起手，2拳一左一右地轰向白狼和猿猴，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凝聚成2道蛇影。下一刻，2道闷响响起，砰砰！白狼和猿猴亦是被宁凡击退，可由于同时面对2尊半步玄级境妖兽，多少让宁凡有些掣肘。白狼的爪牙在宁凡胸口落下一击，尖锐的爪子撕破衣衫，在宁凡精壮的胸膛上留下一道半米长的刮痕，瞬间大量鲜血润湿宁凡的外衣，看起来格外的凄惨。只不过在下一刻，那可怖的伤口便是消失不见，但大量的鲜血仍旧让宁凡看起来十分凄惨。宁师弟！邵红的声音明显变得急躁许多，往这边赶的速度快上许多。宁凡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思量的神芒。妖兽袭击有阴谋的味道，不过他完全可以将计就计。心中有所计较之后，宁凡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他身影猛地一闪，直接扑向那2尊半步玄极境妖兽。砰砰砰砰砰！面对着宁凡的扑杀，白狼和猿猴亦是选择缠斗，一人2兽瞬间陷入鏖战之中。宁凡招招凶狠，面对着2尊妖兽丝毫没有惧意。原本上，武者面对妖兽时会束手束脚，人类武者谋求的是无伤斩杀妖兽，毕竟没有任何武者愿意和妖兽以伤换伤，更别提生死搏杀。在这种思维束缚下，反倒会让武者发挥不出实力。但宁凡没有这种负担，有叶红莲帮他分担伤势呢。叶红莲的境界远胜于他，目前可以将他受到的伤害全数承担。轰！宁凡一拳轰击在白狼的下腹上，白狼直接被宁凡干飞出去，身体在半空中发出一声呜咽，再起一脚将猿猴踢得倒退好几步。当然，在搏杀过程中，宁凡身上的伤势也是越来越重，一道道可怖的伤口呈现在宁凡的身体上，衣衫被撕裂成布条，凌乱地挂在宁凡身体上，浑身上下都是鲜血。
整个人宛若一尊淤血战神，两尊妖兽俨然有退意。此时间，少红的光团也是逐渐靠近，宁凡甚至能看清少红的面孔和身影。于是乎，宁凡直接摇晃身体，栽倒在地。砰！凝尸殿。少红正看到宁凡栽倒在地，猛然欺身上前。当看到宁凡浑身的鲜血后，他整个人猛地心惊。妖兽好几只，全部都是半步玄极境。少师兄，快逃！宁凡气若游丝地说道，但在虚弱的目光中却是隐含着一抹对少红的审视。没错，既然有宁凡感受到阴谋的味道，那么干脆将计就计，就装出一副重伤的样子。宁凡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在暗中谋划，又在谋划什么。走！少红抱起宁凡，带着后者往帐篷的位置走。好在宁凡并未走出太远，1刻钟左右的时间，少红便是带着宁凡回到帐篷处。夫君，凝尸殿，凝尸殿！几道惊呼声响起，是在帐篷处等待的云清瑶、李小暖、白冉，还有同样回到帐篷处的凌天。在见到宁凡凄惨的样子后，云清瑶直接上前扑在宁凡。另外几人亦是目露担忧，宁凡将这些人的反应看在眼中，全部正常，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冥冥中有一种预感，谋划阴谋之人就在这几人中。还好性命还在，白冉开口道，声音十分严肃。夜晚实在太过危险，就算是有玄机天才地宝，也不能再继续探索了，继续莽撞行事或会丢掉性命。抱歉，是我的错。凌天垂首，声音充斥着歉意。若非是我提议，凝尸地也不会遇到这般危险，如此严重的伤势说不定会影响到后续的机缘探索。这样，我这里有一枚玄级疗伤丹药，当作赔礼送给凝尸地。语毕，凌天手掌一翻，一枚丹丸出现在手中。凌天要将丹丸送进宁凡的口中，宁凡没有吃，而是递给云清瑶一个眼神，后者立刻会意，从凌天手中拿过丹丸。多谢凌天师兄，等会师妹会帮夫君服下。云清瑶扶了扶身，记得服用。凌天颔首，唉，黑夜比想象中更加危险，我等还是早些歇息，明日再上山，在山上谋求机缘吧。无需凌天多言，有宁凡的前车之鉴，谁也不会再想寻觅那件玄级天才地宝。帐篷里，夫君，云清瑶将宁凡放在睡袋上，用手轻抚后者的脸颊，脸上尽皆是疼惜和担忧的表情。无碍。宁凡抓住云清瑶的手腕，示意他不用担心自己。宁凡的状态看起来惨，实际上却没有任何伤势。这枚丹药，云清瑶将丹药递给宁凡，可能有问题。宁凡直言拒绝，等会可能有事情发生，娘子，你可害怕？不怕。云清瑶语气坚定。这一夜，宁凡和云清瑶都没有休息，而是纷纷警戒周遭的动静。大概过去2个时辰，时间来到寅时，也就是凌晨3时，一道微不可察的声音突然响起。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同时望向声源所在，只见一根纤细的木棍挑开帐篷门帘，随后一阵烟雾从木棍中飘荡出来。闭气。宁凡和云清瑶纷纷躺在床上，佯装闭眼的同时选择闭气，不去吸入那可疑的气体。以黄极境武者的体魄而言，闭气一炷香的时间不算问题，怕不怕宁凡和云清瑶昏睡？没有发现烟雾的存在，那就糟糕了。再等一等，宁凡倒要看看对方想要干什么。半晌，帐篷外的人似乎已经认为云清瑶和宁凡吸入烟雾，大摇大摆地挑开帐篷帘子进入其中。透过眼帘缝隙，宁凡看清来人的相貌。凌天、李小暖，意料之中的答案。夫君，成功了。李小暖的声音充斥着兴奋。这下可以交代了。凌天颔首，这对话让宁凡听得有些云山雾罩。交代？和谁交代？凌天和李小暖对自己和云清瑶下手，难不成并非出自本意，是遵循某人的命令？赵家还是其余人？宁凡还真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背后主导。不一会，宁凡感觉凌天来到自己身边，将自己扛在身上，另一边李小暖也是扛起云清瑶。宁凡没有轻举妄动，左右他没有受伤，而且云清瑶又是天极境的隐藏大佬，就算目前是天真人格主导，可其天极境的本质在那摆着，不可能出问题。其实比起云清瑶受伤，宁凡更担心的是云清瑶被刺激后叶红莲这个人格出现。宁凡在双修时能仰仗着阴阳玄经，能压制住叶红莲，可若是正常状况下面对叶红莲，宁凡怕出事啊。天知道以正常情况面对叶红莲会发生什么。不过在思忖少卿后，宁凡还是决定再看看叶红莲是否出现是未知之数，弄清楚对方目的却是实打实的。再看看凌天和李小暖究竟想要做什么。凌天、李小暖扛着宁凡二人走出帐篷，没有任何犹豫就踏足黑暗之中。宁凡隐约感觉到二人是在往山的方向走，
大概1个时辰后，宁凡眼前便是重新出现光亮。砰砰，伴随着2道不算轻的闷响声响起，宁凡和云清瑶被放在地上。林天二人似乎已经不在意2人是否清醒，动作没有任何收敛。季师兄，林师姐，这俩人已经给您带到，您可别忘记给我2人的承诺，嘿嘿。林天的声音响起。宁凡一惊，季无锡和林瑶，他还真未想到，幕后主使竟然是季无锡和林瑶2人。明明宁凡和2人没有任何交集，季无锡和林瑶为何要针对他和云清瑶？当真是奇怪。怎么回事？这人身上怎么如此多的伤痕？实在是扫兴。林瑶咂舌，略微嫌弃地看向宁凡。没办法，别看宁凡是新入宗的弟子，实力却十分厉害。若不是小暖聪明，以玄级天才地宝为饵，让那宁凡手持抹了引灵粉的碎火石夜间行走，先让妖兽伤他一波，我等恐怕难以将2人掠至此地。林天开口道：“新入宗的弟子能有多厉害？”林瑶不屑道：“南离差点死在他手中。”林天丢出一记重磅炸弹。什么？林瑶这才一惊。南离的实力在上一批弟子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没想到他竟然死在宁凡手中。看起来传言不错，宁凡和他的道侣全部是双修体质。这下咱俩可有福了。季无锡含笑开口道：“这个女人交给我，宁凡交给你，先双修一波，尝一尝这2人的味道。若真是特殊体质，收作痉挛未尝不可。”听到季无锡所言，林天微微一怔。季无锡和林瑶这对道侣有点开放啊，这是打算各玩各的？有的道侣是这样的，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不过是无情的双修机器，和别人双修有好处，那就会毫无芥蒂的和别人修。林瑶走上前，略显嫌弃的瞥了眼地上的宁凡，倒不是宁凡长相有问题，而是他现在浑身血痂，衣衫破烂，你们2个好歹给他清理一下，身上的血弄干净。林瑶命令道：“是，没问题。”林天和李小暖开口应声，伺候人双修他俩还是第一次干，但是联想到好处，干就干吧。2人弯下身体，准备将宁凡身上的布条扯掉。而就在此时，处于昏迷状态的宁凡陡然睁开眼睛，眼中金光大盛，哪有之前虚弱的样子？轰轰！宁凡趁林天和李小暖不备，对着2人胸口轰出一拳。2人根本没有任何防备，被结结实实打上一拳。噗噗！2人吐出一口鲜血，胸骨明显凹陷，俨然是被宁凡一拳打断。2人身体重重向后飞去，摔在地上，身体抽搐2下，便是生机全失。神！季无锡、林瑶瞬间一怔，2人一时没有预料到宁凡会陡然暴起，微微怔愣一瞬。而就是这一瞬的怔愣，宁凡身影一闪，直接来到林瑶面前，啪！抬起手在林瑶的脸上落下一耳光，直接给林瑶整个人打懵逼。贱人，还敢觊觎小爷的身体，你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宁凡嘲弄开口。这女人竟然想上自己，怎么可能？林瑶发出一声撕破天际的怒吼，可不待他有所反应，宁凡早就抽身后撤，跑向云清瑶的所在。找死！季无锡自是不会坐视不理，他挥起拳锋，向着略近的宁凡轰出一拳。龙蛇眼相守，宁凡周身灵力涌动，悍然轰出自己的黄级中品武技。可在和季无锡的拳锋碰撞在一处时，宁凡竟然感觉到一股不受控制的大力袭来，这股力道直接将宁凡向后掀去。宁凡顺势向后暴退，扯住云清瑶的身体，稳住身形。快走！宁凡开口道。不可敌！这季无锡不愧是上批弟子的甲等第一，实力远远超过南离，真正意义上的玄极境领先宁凡太多。目前的宁凡并非季无锡对手，更何况还有一名林瑶。夫君小心！云清瑶顺势接住宁凡的身体，不用后者提醒，他也知道现在得赶紧逃跑，继续留在这里定然不行。几个闪身间，宁凡和云清瑶的身影便是隐没进黑暗中，之前限制住宁凡等人的夜色，此时间倒是逃跑的绝佳隐蔽。林瑶见到2人消失，立刻欺身上前，愤怒地追上去。然而季无锡却是伸出手将前者拦住。别急，现在天色昏暗，并不适合追击，而且咱们还有要事。话音落罢之际，季无锡手掌一翻，掌心多出一枚通讯玉佩，随后将灵力灌注其中。方琦、刘玉、蒋正，你们3人和各自的道侣立刻从山上下来，追杀宁凡和云清瑶，尽量活捉，但也可斩杀。通讯玉佩，武者间用来联络的宝贝，在看到季无锡的安排后，林瑶嘴角上扬，脸上浮现起一抹狠厉之色。3对道侣追杀宁凡，纵使那宁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也是在劫难逃。季哥哥说的对，他俩还不配咱们浪费时间，灵脉才是更重要的存在，须得赶紧赶到灵脉处。
林瑶望向山的方向，那里就是灵脉所在。同时间，黑夜中，宁凡拉扯着云清瑶，二人疯狂向着来时的方向逃窜，哪怕身后没有追赶的踪迹，二人也不敢停歇。来时1个时辰的脚程，他俩用不到1刻钟就赶回去了。怎么回事？二人刚一到帐篷处，动静就将帐篷里的邵红和白冉弄醒。二人慌乱地走出帐篷，正看到宁凡和云清瑶回来。宁师弟，你……邵红十分震惊，宁凡之前不还是一副濒死的样子，现在怎么又变得生龙活虎？而且他俩是什么情况？还有林天和李小暖呢？这么大动静，他俩怎么没出来？不能是没听到吧？邵师兄，快跑！宁凡没有回答邵红的问题，而是开口道：什么情况？这里怎么危险了？这里有烽烟，一般不会有妖兽袭扰，离开这里就得进入到黑夜中。宁师弟，黑夜是何等的危险，不用师兄提醒你吧？邵红严肃地开口道：宁师弟，你先冷静，稍安勿躁，等林天兄出来，有什么事情咱们大家一起商议。别等了，林天和李小暖已经被我斩杀。宁凡果断说道。啊！邵红一怔，眼中闪过惊疑之色。林天和李小暖被宁凡干掉了，什么情况？唉，宁凡耸了耸肩，言简意赅地将林天和李小暖的所作所为讲述给邵红、白冉，在听到事情原委后，不由得瞪大眼睛。二人相互对视一眼，尽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一抹不可思议。林天和李小暖竟然暗中和纪无锡、林瑶勾连，甚至在不知不觉间算计宁凡，险些得手，真是可怕。若是没有宁凡在，林天、李小暖说不定会把主意打在邵红等人身上。邵红和白冉自问，他俩没有宁凡的本领，被算计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二人真在心中庆幸，宁凡给他俩挡了刀。宁师弟，我们明白了，可现在逃走是不是有些过于谨慎？大晚上的，季师兄他们也未必会追上来啊。一切可能明日再说。邵红思忖后开口说道。晚上行动变数过多，若是可以，邵红希望等到白天再说。无论是进是退，白天行动都会方便许多。我只是提议，邵师兄大可以在这里等着。而且那对狗男女和邵师兄之间也没有仇怨。言尽于此，我等先行一步。走。宁凡不再劝导，他拉起云清瑶的手，准备继续向后逃走。无论如何，继续待在这里不是可取的选择。说不定那林天和李小暖已经将营地的位置告知给季无锡那对狗男女，在这里等着有被瓮中捉鳖的可能，宁凡不能赌。等等！就在邵红犹豫之时，白冉陡然开口，他眼中闪过一丝严肃，开口回答道：宁师弟，我等愿意同行。夫君，走吧。娘子。邵红依旧举棋不定，他看向白冉，而在和后者对视一息的时间后，邵红也是下定决心。走，宁师弟。此时宁凡和云清瑶还未走出光亮地带，邵红二人立刻跟上，四人前后脚进入到黑夜之中。宁凡、云清瑶走在前面，邵红、白冉亦步亦趋跟随。一开始宁凡是在往后走，但走着走着，宁凡便是选择往山的所在迂回。原因很简单，真正意义上的逃跑实际上不解决问题，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想要打得过就得提升实力。双修，可双修需要资源，哪怕是9长老赔给宁凡足足2000枚灵石，可在这2次双修中也已经用掉1000多枚，还剩下一小半。算上在清白的中得到的妖核，最多能维持2次双修。想要完成境界大突破，真正意义上的合计无息、灵瑶有一战之力，须得将实力提升到玄极境，凭借宁凡手中的灵石根本做不到。灵脉，若是能借助灵脉双修，才有可能完成突破。逃跑并不解决问题，危机，危险中往往潜藏着机遇，这灵脉必须得去。轰！就在宁凡、云清瑶、邵红、白冉迂回到原本营地边缘的位置时，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什么？邵红精神一震，望向声音所在的方向，整个人都惊呆了。一团红云在原本营地的位置升起，那红云将周遭天地都映衬得血红。是武技，他们原本的营地位置遭到袭击。意识到这一点后，邵红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心中浮现起一抹后怕和侥幸之色。还好，再三犹豫，还是选择和宁凡一起离开。倘若邵红、白冉留在营地，怕不是会被刚刚那朵红云直接炸上天。那红云的威势绝非什么试探招数，就是奔着索命而来，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挨上一击，不死也是半残。邵红攥紧拳头，心中浮现起一抹愤然。对面不可能不知道，营地中除却宁凡之外，还有他和道侣。可是对面下手还是如此果断，很明显，对方根本就不在意他邵红和道侣的死活。天快亮了，宁凡喃喃自语道。此时间，
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视距随着时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而经过迂回，宁凡等人距离山脚的只有不到半公里的脚程，只要上到山峰，那便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走！宁凡暴喝一声，脚下的速度不由得再快上几分。很快，宁凡等人来到山脚下，能看到有一条歪曲的山路摆在眼前。宁师弟，这里就是通往灵脉的道路。邵红开口道：“灵脉不会自己长脚跑路，路径是定死的。”在听到邵红所言后，宁凡不由得皱了皱眉。突然间，他像是想到什么，神情戒备地看向周围。几乎是同时间，一道破空声陡然响起，一道寒芒向着宁凡击射而来。闪开！宁凡一推云轻摇，自己也向旁边闪身。只见一根利剑擦着宁凡的面颊掠过，尖锐的剑矢甚至在宁凡的脸上留下一道血痕。若是慢上半拍，说不定就要被这剑矢爆头。谁？邵红的声音响起。不等他声音落罢，一道身影从远处的灌木丛中走出，身影一男一女，其中男性手持一把长弓，俨然是刚刚射出利剑之人。蒋正，是你！邵红惊呼一声，道出来人的身份。蒋正，邹灵儿。这对道侣便是跟随在纪无锡、林瑶身边的5对道侣之一，实力在半步玄极境。对于对手的出现，宁凡脸上倒是没有震惊。很简单，从山下到灵脉所在只有一条路，那对方一定会派人在这条路阻截。遇到纪无锡的爪牙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倒不如说遇不到对面才是不正常。宁凡上上下下打量着蒋正、邹灵儿2名半步玄级劲武者，可干。可在宁凡身体前倾，准备直接扑杀上前时，一道声音陡然从他们身后不远处响起：“没有待在营地，而是选择迂回上山吗？不错，是个正确的选择，让你们多活了几个小时。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宁凡闻言缓缓回过身，2道身影不知在何时挡在他们的身后。方琦、贺敏。邵红道出来人的身份，眼中浮现起严肃之色。方琦、贺敏亦是一对半步玄极境的道侣，比起蒋正、邹灵儿，他2人的实力还要强上许多。在上一届弟子排位时，方琦、贺敏可是排在甲等前5，甚至比起南离那一队还要高上不少。宁凡望向方琦、贺敏时，双眸也是浮现起凝重之色。他从2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威胁之意。不简单，速战速决吧，我们还得去灵脉，修炼的时间本就只有2天，再继续耽搁，怕不是会损掉这次机缘。方琦声音淡淡的开口。方师兄，赶紧动手，完成季师兄安排的任务吧。蒋正催促道。若是宁凡意志不除，他就得一直守在山路这里，不能去灵脉修炼。蒋正和邹灵儿自是希望宁凡早早被解决，这样一来，无论是进入灵脉，亦或者搜寻资源，都好过在山路这里守着。宁师弟，小心！邵红声音严肃，身体不由得向旁边退出半步，拉开和方琦、贺敏的距离。这2人的实力并非邵红能够招惹，只能提醒宁凡滚开。宁凡身影一闪，径直扑向方琦，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力量在天玄心经的加持下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层次。呵，没有逃跑，竟然选择向我直面来吗？哦不，我的后面正是你的退路所在。方琦嘴角上扬，面对着宁凡的一拳不闪不躲，同样周身元力涌动，一拳轰击向后者。赤红色的火焰在方琦拳锋上燃烧。小心，宁师弟！方琦掌握一门黄级中品功法，周身灵力完全演化成火焰灵力，十分可怕。邵红提醒道。不用邵红提醒，宁凡已经意识到方琦的可怕，这门战斗功法有点东西。方琦拳锋上的火焰让周遭温度都提升许多。轰！拳碰撞在一处，发出一声闷响。方琦拳锋上的火焰被打到肆意缭绕，让宁凡双拳感受到生疼。但宁凡却是脚下生根，站在原地丝毫不动。反倒是方琦，噔噔，方琦连后退好几步，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脸上浮现起一抹诧异之色。什么？竟然有这等力量！正面硬拼的情况下，竟然能让我后退！方琦震惊的喃喃自语。蒋正、邹灵儿以及方琦的道侣贺敏一时目光一沉，望向宁凡的目光中浮现起一抹郑重之色。怪不得南离败在你的手中，这般力量，若是掌握一门武技，南离确实并非你的对手。方琦看向宁凡，一字一顿的开口：“你有资格当我的对手？”随着最后一个字落罢，方琦周身灵力疯狂涌动，那灵力的恐怖程度无限接近于玄极境。宁凡亦是神色肃穆，抬起手，手上浮现起一道淡淡的蛇影。龙蛇眼相守。正当宁凡准备和方琦拼杀时，一道身影却是闪到后者身侧，正是方琦的道侣贺敏。贺敏同样周身灵力涌动，2人的灵力在空中不断交融，俨然有融合在一处的迹象。
两股无限接近玄极境的灵力融合在一处，俨然已经跨越那道门槛，提升到玄极境的层次。是组合武技，小心！邵红眼中的担忧更胜一筹，焦急地开口提醒道：“组合武技。”宁凡眉头微挑，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阴阳神宗讲究双修调和，道侣和道侣之间很容易达到完美同调。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掌握一门特殊的武技，可以由二人共同施展，进而让武技提升到一个恐怖的层次。方琦和贺敏就是在施展组合武技。白然补充道。宁凡瞳孔微缩，心中的凝重更胜一筹。若是一个方琦，宁凡自认为有一战之力，可这组合武技有点难办啊。但事已至此，方琦又挡在宁凡等人的退路上，这次对拼，宁凡不可能躲开。来！宁凡大喝一声，脚掌猛踩地面，周身灵力提升到极限，猛然伸手袭向方琦。龙蛇眼相守。随着声音落罢，宁凡身体的灵力在拳锋上幻化出一条青灰色的大蛇，大蛇活灵活现，比起之前要凝实许多。不错，但是还远远不够。炎浪摧天冲。方琦、贺敏一左一右同时挥出一掌，掌风中喷吐着恐怖的火焰，向着宁凡所在激射而来，火焰浪潮狠狠轰击在宁凡身上。顷刻之间，青灰色的蛇影便是被火焰浪潮摧毁。轰！火焰浪潮撞击在宁凡身上，陡然冲天而起，化作一团赤红色的蘑菇云，和之前在摧毁营地的蘑菇云一模一样，俨然正是摧毁宁凡等人帐篷所在的那招武技。宁凡见势不妙，双臂交叠在一处，尽可能将身体蜷缩，抵挡住那恐怖的热浪冲击波。他整个身体像是破布一样向后倒飞，随后重重地落在地上。此时的宁凡可谓十分狼狈，刚刚换好的衣服又被烧伤大半，头发被烧掉几撮，脸上更是一片焦黑。夫君！云清瑶身影一闪，直接跑到宁凡身边。等他刚到宁凡附近时，宁凡直接一跃而起，抓住云清瑶的手腕就跑。快走！速度之快如同离弦之箭，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微微一怔。按理说，宁凡硬拼下方琦、贺敏的组合武技炎浪摧天冲后，身体里应受到重创，可从他逃跑的迅捷速度来看，几乎没有影响啊。留下！方琦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他身影一闪，就要追向宁凡、云清瑶的背影，但下一刻，一道身影却是挡在方琦面前。是邵红。邵红，你敢拦我？和我季师兄、林师姐为敌，你可知道这般行径会有怎样的下场？方琦凝视着邵红，呵呵。面对着方琦的威胁，邵红轻笑两声，口中连连求饶，脚下却是没有挪移的动作。方师兄，都是同门师兄弟，何必赶尽杀绝？你们守在这里，宁凡师弟根本无法上山啊，又何必追呢？面对着邵红的故意拖延，方琦耐心耗尽。邵红，我只问你一句，让还是不让？邵红感受着来自于方琦的敌意，依旧是寸步不让。一旁的白冉见到这一幕，不由得微微诧异。要知道，邵红可是以谨慎著称，没想到这般的邵红竟然在此刻选择给宁凡断后。实际上，邵红之所以拦住方琦，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现在的局面，邵红就算是认怂，也根本加不进纪无锡。林瑶的阵营连灵脉都没有资格进入。要知道，青白地中最大的机缘就是灵脉，无法进入灵脉，和白来一趟没有太大区别。可若是选择押宝，宁凡没错。宁凡现在不是方琦、贺敏的对手，更无法和纪无锡、林瑶相提并论。可宁凡的提升速度十分可怕。之前宁凡不是南离对手，可不过是一晚上的双修，宁凡就获得足以秒杀南离的实力。押宝宁凡，可能收获更大。况且在昨晚，方琦和贺敏在明知道他可能在营地的情况下，直接用炎浪摧天冲轰击帐篷，那可是根本没顾及邵红、白冉的性命啊！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邵红心中也有气。方琦望向宁凡远去的背影，不过只是被邵红阻拦几息时间，宁凡和云清瑶已经跑出几百米，再想追，难度就大了。走吧，去见季师兄，这件事总归需要一个交代。邵红，不需要我动手吧？方琦凝视着邵红。邵红颔首，他知道阻挡住方琦让宁凡逃走，那么他自己定然走不了。没关系，难不成纪无锡还会杀他？终究是同门弟子，最多打打罚罚而已。方琦、贺敏转过身，向着通往山顶的走去。二人这一走，守在小路处的蒋正、邹灵儿瞬间不愿意了。等等，方师兄，那宁凡逃了，还不赶紧去追？交给刘玉他们吧。那宁凡应该受了不轻的伤势，刘玉他俩足以应对，我还得去灵脉，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方琦声音淡淡的开口。蒋正、邹灵儿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方琦、贺敏能去灵脉，可是宁凡一日不被带到，他俩就得守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
但也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哪怕是宗门中亦是如此。季无锡、林瑶是最强者，方琦、贺敏实力亦是超过蒋正、邹灵儿。蒋正、邹灵儿好歹是守在小路处，刘裕和他的道侣还得满世界追宁凡呢，更加的疲惫。走！方琦、贺敏走在前列，邵红、白然紧跟其后。少卿、方琦等人来到山腰处，从来到山腰处时，周遭就已经没有任何植被，而是光秃秃的石头。此时间，众人站在一个山洞口，股股浓郁的灵气从山洞中散溢而出，那洞穴中就是灵脉所在。人呢？季无锡站在山洞口，望向赶来的方琦等人，皱眉开口问道：跑了？方琦耸了耸肩，脸上浮现起一抹无所谓的表情。那宁凡不算普通，境界落后的情况下，竟然能在力量对拼中压过我，看起来传言不假。那宁凡和云清瑶都是双修体质，不过他挨了我一记。炎浪崔天冲应该已经身受重伤，本来追上的机会，但是被他拦了一下。方琦对着季无锡示意邵红和白冉，季无锡眉头皱得更深，深深凝视向邵红、白冉。邵红、白冉倍感压力，身体都在颤抖。纵使知道自己不会被弄死，可在面对季无锡时，邵红、白冉仍旧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我为敌？不敢。邵红鬓角被汗水如湿，深深低下头。哼，真当季某不敢杀你等？季无锡周身杀意喷薄，而在杀意攀升到巅峰时，那杀意又陡然消失不见。他昂首斜睨着邵红和白冉：你二人就在灵脉中充当先锋吧。季无锡声音冷淡。其实邵红错估放走宁凡、云清瑶对季无锡造成的愤怒，二人的双修体质对季无锡、林瑶的吸引太大，若非邵红、白冉还真有些用处。季无锡怕不是真会下杀手，灵脉乃是灵气汇聚之处，且不提灵脉本身就是天才地宝，光是其所在的空间也是灵力磅礴，大量的妖兽盘踞在灵脉之中，探索灵脉并非一件安全之事，尤其是充当先锋。邵红、白然脸色一沉，但事已至此，只能这样。宁凡啊，宁凡，我邵某人可是押宝于你，你可千千万万别给我掉链子啊！同时间，山的另一侧，宁凡、云清瑶并没有完全向远处逃窜，而是再度迂回一圈，从山的一面绕到另一面。没错，宁凡不愿放弃灵脉，只有在灵脉中双修，才能真正意义上扭转局面。灵脉机缘不可不强，所谓的灵脉就是一条在山中的灵石矿脉，其最核心的位置有一条由灵气凝聚而成河流，那条河流就是修炼的最佳场所，有淬炼身体的功效。既然是山中的矿脉，那么换个位置上山也能找到灵脉所在，条条大路通灵脉。宁凡抬头望山，这里并非常规上山的路径，并没有常规意义上的道路，完全是树木荆棘丛生，甚至还有悬崖断壁横亘在前路，十分险峻。无论前路如何险阻，也必须得开辟出一条道路。宁凡眼中闪烁着灼灼光芒，下一刻拉起云清瑶的手臂，毅然钻入眼前的灌木丛中，一路前进。宁凡遇到不少天才地宝，但除非触手可及之物，否则宁凡都没有追求，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灵脉。直到天黑，宁凡才堪来到半山的位置，眼看着天色逐渐昏暗，宁凡和云清瑶只能选择休息。在一处空地搭建好帐篷后，宁凡拉起云清瑶的手：娘子，双修吧。哪怕即将有大战上演，可宁凡也必须尽可能提升实力，双修势在必行。而同一时间，天玄圣地，叶红莲闭目养神，坐在蒲团上静静修炼，周身灵力自然环绕，显现出一副和谐之派，但他的脸上却是有着一丝丝忧愁。庚金，叶红莲喃喃自语。叶红莲因双修的缘故，将天玄心经修炼到7重中期，可若是想要再进一步，则是需要补足5行之息，癸水、戊土、乙木、丙火都好说。身为天玄圣地圣女，有宗门提供天才地宝协助，再加上叶红莲本人亦有储备，可唯独庚金死死卡住叶红莲。若是得不到庚金之息，那么叶红莲将无法进一步提升天玄心经。无法提升天玄心经，那岂不是意味着……叶红莲咬了咬嘴唇，岂不是意味着白被那小淫贼修炼？为实力让宁凡修炼，叶红莲勉强还能接受，可若是白被宁凡修炼，叶红莲怕不是得羞死自己。而就在他这般想着的时候，嗡！玉佩再度产生反应。叶红莲理论上来说，叶红莲不太想回应玉佩，但他之前也不是没有抵抗过，只是完全抵抗不了啊。是的，哪怕叶红莲不催动玉佩，玉佩还是会激发。轰！熟悉白色光芒充斥帐篷，等到白光消失后，熟悉的叶红莲出现在宁凡面前。宁凡早就熟悉，沉浸在修炼之中。小淫贼！
叶红莲刚一来到这边，就感受到一股浪潮向自己袭来，整个人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不知为何，他总感觉宁凡有些奇怪，和之前不同，现在的宁凡周身似乎有一种压力，神情也严肃许多，和前一段时间的他有些相似，那是迫切需要提升实力的紧张。仙子姐姐，来！宁凡手掌一翻，掌心多出2枚莹润的果子，正是宁凡之前得到的珠玉果。珠玉果在双修时使用，可以提升双方境界。这是珠玉果。在看清宁凡手中的珠玉果后，叶红莲不由得微微一怔，随后猛地双眸紧缩，浮现起一抹震惊之色。这珠玉果正是叶红莲体内丙火之息的来源，乃是纠集全宗门之力才寻觅到的珍稀天材地宝。宁凡竟然能轻易拿出，而且还是2枚，赶紧服用，以这珠玉果提升修为，务必在此次双修提升到半步玄极境。宁凡开口道：叶红莲配合宁凡，双双服用下珠玉果。珠玉果的特殊灵气在2人体内流转，不断的水乳交融，大股的灵气汇聚在宁凡体内。一瞬间，宁凡完成境界的突破，黄极境9重。不过在宁凡想要进一步提升境界时，却发现从叶红莲处反哺过来的并非是灵气，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火热温软，似乎自己的经络在这特殊的气息滋养下都变得坚韧许多。宁凡不懂丙火之息，却也知道这是好事，瞬间让那股温软的气息滋养经络。一枚枚灵石消失不见，被宁凡和叶红莲吞噬。小淫贼，我问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受伤？修炼之际，叶红莲突然问道。是啊。宁凡有些心虚，他知道自己之所以受伤时快速复原，全都仰仗于叶红莲的分担。现在被正主问到，宁凡心虚啊。我警告你，我也是怕疼的，而且若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出事，可能会对我造成影响，你得控制一下。叶红莲警告道。是，仙子姐姐。宁凡有些尴尬道。对了，那珠玉果从何处而来？叶红莲目光闪烁。宁凡能弄到2枚珍稀的珠玉果，那他所需要的蕴含庚金之息的天材地宝，宁凡是不是也能弄到？就是宗门后山找到的啊。宁凡回答。听到宁凡所言，叶红莲的眸光不由得闪了闪，微微思忖后，叶红莲试探着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响雷草？听过，还见过。宁凡回答道。当真？当然。宁凡回答道。响雷草不过是黄级上品天材地宝，在前日搜集天材地宝时，宁凡亲眼见到少红得到2株，你能帮我弄到？只要你能帮我弄到2株响雷草，不1株，1株响雷草叶也可以。若是能弄到，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叶红莲严肃地说道。尽量。宁凡开口道。若是叶红莲早些开口，那宁凡直接问少红就行，可现在少红想到少红，宁凡不由得咬了咬牙。这人最开始对云清瑶有些觊觎，却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最后更是帮宁凡垫后，估计走不掉，投桃报李。宁凡不能不管少红，实力还是实力。叶红莲见宁凡答应得如此干脆，心中顿时有了计较，恐怕自己视若珍宝的响雷草在宁凡所在的这片地界颇为普通啊。之前他就查遍典籍，也没有发现哪方大势力以双修为主要修炼方式，恐怕他们2人之间所隔甚远，故而特产的天材地宝有如此大的差距，倒也合理。仙子姐姐，能不能让我快速提升实力啊？半步玄极境就行。宁凡开口道。他有预感，这次双修的提升将会止步黄极境9重，这个速度，宁凡觉得有些太慢了。这门修炼功法已经十分逆天，我提醒你，修炼速度不可过快，否则将会根基不稳。而且灵石有限，没有足够的灵石，修炼效果也会被限制。叶红莲开口道。宁凡沉默。叶红莲说的对，这次修炼的消耗不算小，尤其是被那温润气息滋养经络时消耗的灵石，基本将宁凡手中所有的灵石全部吞噬掉。灵脉，还是灵脉，小子，切记，过分的追求实力可能会走入歧途，言尽于此，你自行思量。叶红莲的声音响起。下一刻，一道白光笼罩2人的身体，紧接着叶红莲的身影便是消失不见。宁凡意识陷入沉睡。翌日清晨，宁凡睁开眼睛，他本能地看向身边，可一看之下，宁凡陡然一惊，没有人。本应该在身侧的云清瑶消失不见。宁凡疼得起身，顾不得穿上衣裳，直接走出帐篷。娘子，宁凡高声呼喊。难不成云清瑶出什么事了？不对啊，他和云清瑶睡在一起，若是云清瑶出事，当时同样昏睡的宁凡没有道理安然无恙。冷静，一定要冷静。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正当宁凡平复心情时，旁边的灌木丛陡然窸窸窣窣地响动一瞬，
宁凡立刻看向灌木丛，只见一个小小的脑袋从灌木丛中探出，天真可爱的看向宁凡，正是云清瑶。呼！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在见到云清瑶的瞬间，心中的紧张消失不见，陡然大石落地。你干什么去了？宁凡板着脸问道。哎嘿！云清瑶吐了吐舌头，随后从灌木丛中钻出来。云清瑶似是知道自己让宁凡担心，于是讨巧般的进入到帐篷里，拿出宁凡的衣服，一件件帮宁凡穿在身上。这不是看夫君过于疲惫，想让夫君多休息一下。那你干什么去了？宁凡问道。云清瑶歪了歪头，眼中闪过一丝踟蹰，纠结少顷之后，他还是开口说道：是这样的，在那边我感知到一股奇异的灵力波动，本以为有天才地宝，可是说到最后，云清瑶欲言又止。怎么？宁凡皱眉问道。夫君自己来看吧。云清瑶抓住宁凡的手，二人一前一后穿过灌木丛，走到云清瑶口中的地点。在看到那边的情况后，宁凡也愣在原地。岩壁，没错，云清瑶口中的天才地宝所在正是一处岩壁。正常情况下，里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但有赤血石的先例在，宁凡愿意相信云清瑶。闪开，让夫君看看。宁凡示意云清瑶让开，随后扎起马步，对着云清瑶口中的位置轰出一拳。砰！一声闷响响起，随后便是一道痛呼。哦！宁凡瞬间弯着腰，用另一只手摸着拳头，脸上尽皆是痛苦之色，五官都微微扭曲。夫君，你没事吧？云清瑶担忧地凑过来。没事。宁凡龇牙咧嘴。问题不大，不过是些许疼痛而已，甚至算不上伤势。经过这一拳的试探，宁凡可以确定云清瑶口中的岩壁十分扎实，后面绝对不是空心，一拳下去，岩壁纹丝不动。这让宁凡十分怀疑云清瑶口中的感知是否真实。不，再试试看。宁凡周身灵力疯狂涌动，浩瀚的灵力在宁凡的拳锋上凝聚成黑灰色的蛇影。宁凡对着岩壁猛然轰出一拳。龙蛇眼相手！轰！黄级上品武技轰击在岩壁上，这一次岩壁不再是纹丝不动，坚硬的石壁被宁凡轰碎成渣，无数的碎石向周围溅射。云清瑶不由得向后拉开更远的距离。宁凡收回拳锋，不用观察，宁凡便是意识到石壁后面有东西。原因无他，宁凡感受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灵气从拳锋轰击处散溢而出。仔细观察，在岩壁被轰击的位置浮现出一道道裂缝，淡淡的荧光从裂缝中闪耀，在白天的光照下几乎微不可察，但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到些许痕迹。宁凡心中狂喜，果然，云清瑶的感知没有错，这岩壁后面果然有东西，只是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天才地宝。来，宁凡招呼云清瑶过来，一起挖掘眼前的岩壁。岩壁已经被宁凡轰出一个半米左右深的大坑，其中还有不少的碎石裂痕，顺着大坑深挖并不困难。半刻钟后，轰！随着宁凡的手伸进裂缝中猛然拉扯，最后一层岩壁轰然倒塌。岩壁后的情况也是呈现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这时，宁凡瞪大眼睛，喃喃自语道：岩壁后并非是某件天才地宝，而是一处十分空旷的空间。在这片空间里，有着一簇簇闪烁着荧光的石头，石头鳞次栉比，各种形状皆有。那浓郁的灵气波动，既是源于这些石头。灵脉！宁凡惊呼一声。所谓灵脉，即是灵石矿脉。哪怕此前宁凡并未见过灵脉，可这些特殊的石头摆在面前时，宁凡也能在第一时间确定。宁凡微微思忖，没错，灵脉是一条横亘在山间的巨大矿脉，入口定然不止一处。看起来，云清瑶是误打误撞间找到另一处入口。夫君！云清瑶凑近，声音充斥着兴奋。清瑶宝贝真是厉害，竟然能感知到灵脉所在。有灵脉在，咱们便拥有大幅度提升实力的可能。宁凡开口道。走。宁凡和云清瑶一前一后进入到灵脉之中，一瞬间，二人便是感觉到周身被浓郁的灵气所包裹。夫君，这些石头可不可以收走？云清瑶歪着头道。不太能。宁凡摇了摇头。这些石头固然拥有着充沛的灵气，可浓郁程度不够，1立方米的原石才堪比得上一枚精炼后的灵石。若是用原石双修，须得300多立方米的原石堆积在一起，然后宁凡和云清瑶躺在正中间。且不提储藏界有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双修时也不能吸纳如此大范围的灵气啊！灵脉、灵石，宁凡喃喃自语道。在不精致的前提下，原石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还得是找寻到具体的那条灵脉所在。当然，四周也有一些灵气格外浓郁的小石头，那些小石头的灵气浓度十分可观，基本能比得上灵石，但是得精心挑选。夫君，咱们往哪边走？云清瑶突然开口问道。在二人深入灵脉100余米后，
面前便是出现一条分岔路口，岔路南北走向，意味着宁凡和云清瑶须得选择一个方向继续前进。宁凡抬起手，轻轻摸索着下巴，随机选择。不，灵脉的走向实际上有迹可循，越是靠近外侧的原石，具有的灵气越是浓郁。仔细感知下，南边的那条路灵气逐渐稀薄，而北边的那条路灵气则是逐渐变得浓郁。也就是说，南边是往灵脉深处的路，北边则是往灵脉浅处的路。稍加思忖后，宁凡便是做出决定。南边，宁凡选择深入灵脉，原因无他。现在的情况下，若是对上季无锡等人，局面对于宁凡而言绝对不算乐观。季无锡等人应该在灵脉最为浓郁处寻觅，宁凡反其道而行之，自可以躲开季无锡等人，悄无声息地提升实力。等到实力足够后，宁凡目光闪烁，走。宁凡拉起云清瑶的手，二人一前一后踏上南边的那条通路。一路上，宁凡挑挑拣拣，也找到不少拥有充裕灵气的类灵石，哪怕比不上精炼后的灵石，对于修炼也有十足的作用。不知过了多久，宁凡估计已经过去6、7个时辰的时间，他手中的类灵石数量已经不少，于是决定原地双修一波。娘子，咱俩天为账目的为瞻，今日就在这灵脉之中双修上一番吧。云清瑶浅浅地应了一声，随后二人直接在矿脉之中寻找到一个角落，一人扶着凸起的原石，一人站在身后开始奇异你的修炼。熟悉的白光闪过，本来叶红莲已经对修炼接近熟稔，不再像之前那般羞赧，可当他看清周围的环境时，不由得霞飞双颊。等，这里是外边吧？好歹也得弄个敞篷。叶红莲回首看向自己身后的宁凡，朱唇轻启，诉说着自己的不满。哪里来得及？修炼要紧，境界的速度提升须得进一步加快，无论如何也得提升到半步玄极境。宁凡一边耕耘一边开口道。叶红莲纵使不满，却也无法抵抗，只能任由宁凡施为。他只能咬紧牙关，本能的不让淫靡之音散溢在野外之中。可越是想要压抑，那种莫名的感觉便越是来得凶猛，以至于原本1刻钟的修炼，生生要在半刻钟不到的时间就结束。然而在结束前一刻，宁凡却是突然降低速度。干嘛？叶红莲回过头，瘪了瘪嘴看向宁凡。流程化的修炼，干嘛不结束？再等等。这片天地间灵气极其浓郁，多修炼一会，凭借时间换取更大的提升，一定要突破到半步玄极境。宁凡回答道。不够，还不够，他还需要进一步突破，直到境界来到半步玄极境。若是正常情况下，没有灵石强行双修，提升基本可以说是微不可察。可这片天地间的灵气足够浓郁，还真有时间换修为的可能。叶红莲咬着嘴唇，可恶啊！突破半步玄极境这种小事，竟然让他堂堂天玄圣帝圣女一直做这档子事。但叶红莲也没有办法，毕竟主导权在宁凡手中。整整半个时辰的修炼，宁凡终于突破到半步玄极境，距离真正的玄极境只有1步之遥。呼！宁凡不再忍耐，阴阳协调在此时达到巅峰。宁凡和叶红莲双双在修炼中达到极致，白光大盛，光芒足足持续几个呼吸。等到光芒歇止后，叶红莲重新变回云清瑶。宁凡坐在地上，整个人疲态尽显，整整半个时辰的耕耘啊，而且还是修炼，简直想要倒头大睡。反观云清瑶，云清瑶则是一脸平静，似乎刚刚那场大战对于他而言根本微不足道。可怕，不愧是天极境的大能，真劲造啊！哪怕再疲惫，宁凡也不敢休息。灵脉中充斥着危险，随时可能出现妖兽，万一在昏睡期间遇到妖兽，基本上是十死无生。宁凡依靠在石壁处，静静的盘膝调息，一边休养生息，一边回味着双修时的收获。这些就是足足3个时辰。对于长时间双修而言，3个时辰的休息并不算久，哪怕是休息3个时辰，宁凡也只是勉强从疲惫中恢复，距离精神奕奕的状态还有一段距离。走吧，宁凡开口道。洞穴中没有太阳，宁凡也不知道此时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左右灵脉中的修炼难得，有时间就捡捡灵石，灵石足够就双修，双修完就休息，将时间发挥到最大价值。云清瑶颔首，随后跟在宁凡身边，二人一前一后的向着灵脉深处走去。二人行进速度并不算快，不光是寻找灵石，还得警戒四周。突然，宁凡抬起手制止住云清瑶前进的步伐，二人身影一闪，贴着石壁，尽可能隐藏住身形。声音，宁凡和云清瑶听到一阵声音。此时间，宁凡和云清瑶在山洞中的一个拐角处，若是不拐弯，则看不到前路的情况，反之亦然。宁凡和云清瑶屏息凝神，耳朵微微动了动，倾听着前面的声音。可哪怕二人在听，那刚刚的声音也并未再出现，一度让宁凡和云清瑶觉得是错觉。不，并非错觉。
宁凡可以确定前面的东西在刻意压制声音，刚刚那声音应该是小石头滚动的声响，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一块小石头。妖兽？武者？不知道，但毫无疑问，直接动手没有任何问题。1吸、2吸、3吸，宁凡和云清瑶心中计算着时间，大概5吸时间后，二人陡然暴起，猛地转过弯，对着面前轰出一拳。果然，在转弯的瞬间，宁凡和云清瑶便是看到2道身影，是武者。对方见到云清瑶和宁凡后，也是猛地一惊，本能地涌动起周身的灵力，施展武技反击。可在双方看清各自的面孔后，却是纷纷收住招数。邵师兄，宁师弟，还有云师妹。没错，宁凡眼前的这2道身影，竟然是邵红和白冉。这2人的出现，直接给宁凡大脑干宕机。且不提邵红、白冉为何出现在灵脉处，以宁凡前进的道路，应该碰不上任何宗门弟子才对。他是往灵脉深处走的。仔细观察后，宁凡察觉到邵红、白冉身上的异样。白冉还好，只不过是衣衫有些破损，身上有几道微不可察的血痕。可反观邵红，邵红身体上大大小小遍布着伤势，嘴角往下淌着鲜血，甚至身形都有些跛，明显是遭到不少磨难。邵师兄，你这是？宁凡声音充斥着怨愤，若非是为保护他逃走，邵红身上绝对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伤势。一言难尽，小心。突然间，邵红像是想起什么一样，急声提醒道。不等邵红声音落罢，一道身影陡然从后方欺进，对着宁凡轰出一拳。你就是宁凡？有点意思，竟然能出现在这里。这是一名宁凡不认识的武者，周身散逸的灵力波动上来看，同样是一名半步旋即进武者。宁凡不闪不躲，同样轰出一拳。砰！拳拳相碰，发出一声闷响。宁凡稳稳站在原地，反观那名发难的弟子，身体猛然踉跄暴退，直到被另一名女性弟子扶住身体，这才止住退势。神！如此力量，还有境界？不可能！那人眯起眼睛，死死地盯着宁凡。对于宁凡的境界，他们自然知晓，黄极境9重。本来是黄极境8重，可在进入青白地后，宁凡便是迅速提升到黄极境9重。没想到短短半天时间，宁凡的实力竟然再度精进，直接来到半步玄极境。如此恐怖的境界提升速度，实在令人愕然。哪怕是双修体质，也太过离谱一些。邵师兄，宁凡抬起手拉住邵红的肩膀，将邵红挡在身后。云清瑶亦是护住白冉，二人和对面2人相对而立，颇有分庭抗礼之姿。宁师弟，不光是他俩，方琦、季无锡也都在。邵红凝重地说道。随着他声音落罢，4道身影从宁凡眼前的拐角处出现，正是季无锡、林瑶、方琦、贺敏4人，算上挡在宁凡2人面前的那对道侣，对面足足有3对道侣，人数占据优势。你们从何而来？难不成是走狗屎运，发现另外一处进入灵脉的位置？林瑶双臂环胸，开口说道。还真让林瑶猜对，半步玄极境，究竟是什么体质，竟然能让你2人修炼速度这般快？既然遇到，就别走了吧。季无锡的注意力这是放在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上，这般体质，若是能让他享用一番，境界定然能突飞猛进。思及此，季无锡身影一闪，直取宁凡而来。他高高跃起，居高临下的对着宁凡踹出一记飞踢。宁凡身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回转，他只能抬起拳锋，对着季无锡的飞踹轰出一拳。砰！一道闷响响起，整个山洞似乎都震颤一瞬。宁凡身体猛地向后暴退，但在下一刻就被云清瑶接住。劣势，但也算是勉强接住季无锡的试探，有点意思。季无锡重新以审视的目光凝视向宁凡，这是他第2次见到宁凡。此时间，季无锡的眸中也是多出一丝郑重。半步玄极境的弟子对于季无锡而言不算什么，可是一名新入门的弟子，境界就能提升到半步玄极境，这天资多少有些离谱。合作吗？出乎意料的，季无锡并没有再度动手，而是递给宁凡、云清瑶一束橄榄枝。合作？宁凡皱了皱眉。没错，2种合作方式，你们大可以自选。说说。宁凡饶有兴致地开口问道。合作探索灵脉，共同应付路上的妖兽，等到达灵脉处时，我再出手将你2人擒住。季无锡竖起一根手指。第2种呢？第2种，你和你的道侣从了季某和瑶妹，等到灵脉处时，咱们各自玩一玩，交换双修一波，季某便不会为难你等，如何？季无锡开口道。何时擒住宁凡、云清瑶对于季无锡而言没有差别，左右他和林瑶的在灵脉处享用云清瑶、宁凡，现在擒住2人和在灵脉处擒住2人一模一样，甚至先一步合作，宁凡、云清瑶能在探索灵脉时提供一些助力。我选第3种。宁凡突然咧嘴一笑。
第3种，这回轮到季无锡皱眉。合作，等到灵脉所在，宁某人出手，将你2人镇压。宁凡风轻云淡的开口。呵呵呵，哈哈哈！季无锡仰天长笑，似是听到某个极为好笑的笑话一般。半晌后，他的笑声才歇止。太过自信可并非好事，你终究还只是半步玄极境，那就不劳师兄挂念了。宁凡冷淡的开口。宁师弟，这灵脉有些异样。邵红声音陡然响起。异样？没错，灵脉中妖兽的实力普遍较高，正常来说，灵脉外面那些妖兽不至于让我如此狼狈。可是，邵红苦笑道，不过是遭遇几只灵脉外围的妖兽而已，邵红就已经受了这般的伤势。若是宁凡和云清瑶再不出现，他和白冉怕不是会被季无锡等人逼着探索到死。不光如此，灵脉的灵气也很奇异。原本灵脉外围的灵气应该最为浓郁，越是往深处越是稀薄，可这灵脉竟然随着深入，灵气愈加浓稠。结合妖兽的境界来看，说不定灵脉深处有更加珍惜的宝贝。宁凡闻言微微一怔，啊，这怪不得宁凡会和邵红等人遇上，原来这灵脉的灵气波动不正常啊。宁凡以为自己在往灵脉深处走，可实际上宁凡是在往灵脉外围走。加之云清瑶发现的位置是灵脉中段，从中段往外走，必然会和从外往内走的季无锡等人碰上。请吧，2位师弟师妹。季无锡做出一个请的姿势，示意宁凡、邵红4人走在前面，说是合作，但2拨人之间亦有强弱之分。前路探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宁凡、邵红4人身上。走。宁凡倒是并不在意，他甚至想多遇到几只妖兽，猎杀妖兽得到妖核，从而得到修炼资源。宁凡太缺资源了。宁凡、邵红、云清瑶、白冉4人走在前面，诸人的千金对于宁凡、云清瑶而言算是原路返回，一路毫无波折地走到岔路口处，南北走向。这一次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走着走着，灵气明显变得更加浓郁。若非邵红提前告知这灵脉的异样，宁凡定然会认为他们是在往灵脉外走，小心。走出几百米的距离后，一道惊呼声从邵红口中响起。与此同时，一只虎形妖兽从一块巨大原石形成的阴影处扑杀向4人。半步玄极境妖兽，我来。宁凡身影一闪，直接来到虎形妖兽面前，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将天玄心经催动到极致，一拳直接打在虎形妖兽的下腹。砰！虎形妖兽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重重摔向后侧，身体撞击在岩壁上，让整个洞穴都为之颤抖。哪怕是对宁凡的力量有所认知，可在见到这惊世骇俗的一拳后，众人还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宁凡的力量实在太变态。虎形妖兽吃痛哀嚎，竟然在站起身后头也不回的逃走。宁凡哪能放过到手的妖核，紧随其后的追赶。而在转过下一个转角时，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逼仄的洞穴一转开阔，变成一处宽阔的石室。说是石室，其实不是很恰当。此时间，宁凡等人站在一处悬在半空中的平台上，面前是一处十分空旷的天地。往平台下面望去，还能看到一条闪烁着淡蓝色荧光的地下河流缓缓流淌，周遭大量的灵气都被那河流吸引其中。灵脉！宁凡惊呼一声，吸纳周遭灵气，流淌在整个矿脉之中的河流，自然就是灵脉。吼！随着一道咆哮声响起，那虎形妖兽纵身一跃，从10几米高的高台上跳下，几次身影煽动，便是消失在鳞次栉比的原石之中，再无踪迹可寻。而当灵脉出现在众人眼前时，猎杀一只半步玄极境的妖兽就显得没有太大意义了。宁师弟，那是什么？落后半步走上前的邵红抬起手，指着一棵兀自矗立在灵脉河流中央的大树，开口说道：正常来讲，灵脉上不可能有东西才对，那浩瀚的灵气正是由那棵大树散溢而出，怪不得靠近灵脉时的灵气反倒更加磅礴。果然有宝贝。宁凡不语，纵身一跃，便是跳下高台，脚掌猛踩地面，向着那棵奇异的怪树冲去。那棵怪树大概有10几米高，树冠上低垂的10几枚果子格外引人注目，果子有一拳大小，呈现淡蓝色，上面刻印着繁复的花纹，充沛的灵气自果子上散溢而出，无风自摆。肯定是宝贝。云清瑶、邵红、白冉3人一时反应过来，紧随宁凡身后跳下高台，奔着那怪树而去。季师兄、林师姐，果然有宝贝。紧接着便是一道声音响起，声音正是出自方琦。方琦、贺敏落后半拍，却也在第一时间发现怪树的存在。上，拦住掉他们，先将宝贝拿在手中。季无锡果断地说道。方琦、贺敏还有另外一队道侣立刻向着宁凡等人追去。眼看着宁凡等人俨然已经冲到半途，方琦递给贺敏一个眼神，2人站定在原地，周身灵力疯狂涌动。炎浪催天冲，一道恐怖的气浪预判宁凡等人前进的道路轰击而去。
哪怕宁凡等人脚步领先，却也快不过招数。几人纷纷刹停身影，躲避身前的恐怖爆炸。而就是这一刹停，季无锡等人便是赶了上来。就在这里解决掉你们吧。季无锡喃喃道。崔心雷。随着那男声落罢，季无锡屈掌成爪，一股独属于旋即劲舞者的恐怖灵力在其掌心凝聚。下一刻，那凝实的灵力便是化作一道道霹雳闪电，数道雷光像是小蛇一样在季无锡掌心闪动，将周遭的空间都染上蓝白色。安心，我不会杀你，瑶妹还需要你来双修。季无锡嘴角上扬，身影陡然一闪，向着宁凡扑杀而来。等其来到后者近前时，猛然推出手掌，将掌心闪烁着的雷球按向宁凡。龙蛇眼象手。面对着袭来的雷球，宁凡同样施展出武技，黑灰色的蛇影在宁凡的拳锋上凝聚，在境界提升到半步旋即境之后，龙蛇眼相手所幻化出的蛇影进一步凝实，威能提升许多。轰！雷球和蛇影撞在一处，陡然发生一阵剧烈的爆炸。季无锡站定在原地，反观宁凡则是连退数步才堪堪停住退势。季无锡眯起眼睛，很明显对这结果不算满意，同时也对宁凡更加忌惮许多。在落后他一个大境界的情况下，竟然还能拼到势均力敌，再加上宁凡恐怖的提升速度，那云清瑶他季无锡必须要得到。季哥哥，赶紧啊！林瑶娇嗔道。他目光凶狠地看向宁凡，他不光要和宁凡双修，更要狠狠地折磨他，还那一巴掌之仇。我来助你！林瑶身影一闪，从侧方向奔杀向宁凡。宁凡见状，眸中闪过一丝凝重。光是一个季无锡就足以令宁凡头痛，更别提现在还有一个林瑶。林瑶的境界和季无锡大差不差，也是一名旋即劲舞者，二者联手，宁凡怕不是只能选择逃窜。然而下一刻，夫君！一声低喝声响起，云清瑶闪身上前，抢在林瑶上前一刻拦住后者。林瑶见状也不执着于宁凡，周身灵力涌动，施展出一击武技，直取云清瑶的胸口。小心！宁凡不由得紧张起来。按理说拥有叶红莲人格的云清瑶不可能受伤，可宁凡从未见过云清瑶出手，多少有些担心。龙蛇眼相手。下一刻，云清瑶周身灵力涌动，随着一声呢喃，黑灰色的蛇影凝聚在云清瑶的手上。这是宁凡从叶红莲处掌握的武技。也对，宁凡能掌握这招武技，叶红莲自然也会。云清瑶作为叶红莲的另一个人格，施展出这招武技并非不合理。轰！一记对拼之后，林瑶身体暴退几步，在这次对拼中，云清瑶竟然略微占据上风。这一幕令在场的其余人颇为震惊，云清瑶也并非庸才啊。宁凡也是一愣，云清瑶表现出来的实力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季师兄，我等也来助你。方琦、贺敏没有选择袖手旁观，珍惜的宝贝就在面前，立刻制服敌人才是最佳选择。宁师弟，宁师弟！邵红、白冉二人亦是欺身上前，拦在方琦和贺敏面前，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姿态。可季无锡那边还有一队道侣，眼看着那队道侣即将加入战斗，怪树那边陡然散溢出一阵灵气波动，灵气波动在扩散时，甚至凝聚成有眼可见的淡蓝色光晕，所有接触到这股实体灵气后都不由得精神一凛。同一时间，怪树上的果子熠熠生辉，摇摆的弧度也变大许多。成熟了，那怪树上的果子成熟了。吼！一道咆哮声响起，下一刻，一只虎形妖兽从原石阴影处扑出。这只虎形妖兽和之前宁凡遭遇的那只是同种类妖兽，但境界却不同。眼前这只虎形妖兽的境界足有旋即境中期，实力还在季无锡等人之上。一瞬间，季无锡等人的表情变得凝重许多。宁凡、云清瑶、邵红、白然几人还未解决，现在又多出一只旋即境中期的虎形妖兽，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下一刻，虎形妖兽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奔着灵脉中的怪树扑去。他的目标十分明显，怪树上的果实。所有人心中一沉，若是那些果子落在虎形妖兽的口中，那纵使他们这边打出天花，也不可能让虎形妖兽把天才地宝吐出来啊！当务之急乃是抢夺成熟的果实。几位师弟，恩怨暂且放下，咱们先对付那只虎形妖兽，至于奇树上的果实，咱们均分吧。季无锡开口道。宁凡深深凝视着季无锡，他在衡量季无锡话语中的真实性。宁凡并不觉得季无锡完全可信，但宁凡似乎没有其余选项。合作斩杀仙那妖兽，至于天才地宝，咱们便均分。宁凡开口，声音落罢之际，宁凡和季无锡瞬间放弃对峙，二人一左一右，向着那虎形妖兽包抄而去。林瑶和云清瑶则是对视一眼，目光在半空中对碰石击出一串火花，但下一刻，二人也是选择向着虎形妖兽掠去。滚开！宁凡先一步来到虎形妖兽面前，对着虎形妖兽挥出一拳，
黑灰色的蛇影在宁凡的拳锋上凝聚。吼！虎形妖兽被宁凡阻拦住，发出一声怒吼咆哮。下一刻，他便是伸出爪牙，对着宁凡找来。砰！一击对拼之后，宁凡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整个人向后猛地踉跄，俨然在虎形妖兽的巨力下失去平衡。但不等虎形妖兽追击，纪无希已经来到旁侧，施展出摧心雷，恐怖的电光砸向虎形妖兽，将他的皮毛电到竖起来。虎形妖兽身体僵硬一瞬，而就是这瞬僵硬，灵瑶、云清瑶、方琦、贺敏亦是拍马赶到，四人将虎形妖兽团团围住。哪怕那虎形妖兽在境界上领先，却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吼！吼！一道道凄厉的咆哮声响起，虎形妖兽犹如困兽一般在众人的围杀中闪转腾挪。宁凡找准机会，一拳砸在虎形妖兽的背脊，咔嚓！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虎形妖兽发出一声近乎于哀嚎般的痛呼，骨头被宁凡砸断，身形也是一崴。好机会！少红的声音响起，无需少红提醒，其余人亦是抓住机会，纷纷向着虎形妖兽发难。砰砰砰砰砰，几招落下，虎形妖兽便是被砸成一滩肉泥，腹部的妖核直接袒露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然而却并没有任何人看向妖核。旋即境中期的妖核不过等价于400多枚灵石而已，可那怪树上的果实极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上！宁凡、纪无希同时向着怪树掠去，二人在奔跑时对视一眼，果然平分不过是暂时合作的借口而已。滚开！应该滚开的人是你。宁凡和纪无希对拼一拳，在不施展武技的情况下，纪无希并不能碾压宁凡。若是二人纠缠在一起，那么怪树上的果子可能会落在其余人手中。方琦等人固然和纪无希一伙，可若是真的得到价值连城的宝贝，方琦真的愿意将天才地宝拱手让给纪无希吗？未必。无论对于谁而言，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纪无希瞥视宁凡一眼，旋即放弃和后者的纠缠，向着怪树奔去。宁凡亦是不愿意和纪无希拉扯，二人并肩而行，直奔怪树。来！在灵脉边缘时，宁凡脚掌猛踩地面，纵身一跃来到怪树所在，伸出手直接摘下4枚果实。纪无希同样摘到4枚果实，紧接着是灵瑶、云清瑶。怪树上的果实星罗棋布，有的距离比较近，有的就相距较远。宁凡和纪无希自然选择最多的拿法。轮到灵瑶和云清瑶时，二人只能各自拿取2枚。接着是方琦、贺敏，二人只能一人拿走1枚。此时间，怪树上只剩下2枚果子，还没动手的尚有4人。少红、白冉还有另外一对道侣，4人得抢夺剩下2枚果子。少红、白冉自不是另外一对道侣的对手，剩下的2枚果子落在另外2人的手中。至于为何宁凡、纪无希拿到4枚果子就收手，并非二人不愿争夺，而是不能。怪树长在灵脉之中，灵脉是灵气凝聚而成的河流，本质上是比水略微粘稠的液体，很深。若不施展其余手段，无法在不借力的情况下在水中起跳啊。不过纪无希和宁凡很满意，算上道侣所得，各自有6枚果实，哪怕不知道这果实究竟是什么东西，光是其散溢出的恐怖灵气就知道不是凡品，用这果子来修炼，绝对能收获良多裨益。宁凡，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纪无希上半身露在水面外，目光凛冽地看着宁凡，开口一字一顿地说道：过来，让我和瑶妹享用一番特殊体质，完成双修后，之后的事情我可全部追究，否则的话，你可得想想自己如何离开这灵脉。纪无希口中威胁的意味昭然若揭。对于纪无希的威胁，宁凡回应得很简单，他抬起攥紧成拳右手，在纪无希的注视下立起一根食指。开玩笑，在灵脉中，纪无希根本威胁不到他，等到离开灵脉，谁不放过谁还说不定呢。冥顽不灵。纪无希脸色黑如锅底。行，你等着，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离开灵脉。宁凡根本不搭理纪无希，他看向少红。师兄，雷鸣草。宁凡没有忘记他得给叶红莲寻觅雷鸣草，而雷鸣草就在少红手中。少红闻言一怔，下一刻他直接将储藏戒从手指上摘下，直接丢给宁凡。宁师弟，自取。储藏戒中东西不少，找到雷鸣草可得需要一点时间。少红干脆将储藏戒丢给宁凡。给。宁凡看着手中的储藏戒，微微思忖后丢给少红1枚怪树果实。怪树果实换取雷鸣草，宁凡大概率血亏，可结合少红之前的协助，宁凡觉得应该给他1枚。纪师兄，我期待着下次的见面。宁凡深深凝视纪无希，随后拉着云清瑶的手，一个猛子扎进灵脉河流之中，身影陡然消失不见。灵脉不知道多深，当宁凡和云清瑶身体进入灵脉后，视野瞬间变得不足5米。灵脉毕竟是淡蓝色的液体，
稍远一些的位置就无法以肉眼看清。这也是为何季无锡不在灵脉中和宁凡拼杀的原因之一，视野受限，而且是水下。这种情况下搏杀将会十分困难。至于呼吸，不需要。灵脉是高浓度灵气凝聚而成的液体，武者在灵脉之中，身体时时刻刻得到滋养，每一个毛孔都在和吐纳灵气，根本无需呼吸。走，宁凡开口道。凝聚成液体般的灵气灌注进肺里也不会不适，无非是说话声音虚得大一些才能被听到。宁凡扯着云清瑶的手，随便找个方向游了一阵，估计不会遇到其余人。紧接着宁凡便将后者抱在怀里。云清瑶瞬间理解宁凡的意图，这是要双修了。水下双修对于宁凡和云清瑶而言无疑是十分的刺激，当然刺不刺激还在其次。如此浓郁的灵气环境，手中还有刚刚得到的怪树果实，再不双修天理难容啊。嗡，一阵白光闪烁，宁凡怀里的云清瑶陡然变成叶红莲。刚刚经历过洞穴双修的叶红莲本以为自己算得上见多识广，可在见到周围的情况后，这位天玄圣地圣女依旧不由得瞪大眼睛。鸳鸯戏水啊，非得玩得这么花吗？但下一刻叶红莲便也是明白过来，这并非是水，而是高度浓缩的灵气。如此程度的灵气基本上只能在灵脉中存在。这是灵脉？叶红莲问道。没错，来，仙子姐姐。宁凡将自己手中的5枚果实递给叶红莲，在看到宁凡手中的果实后，叶红莲不由得微微一怔。这是灵元果，十分罕见的宝贝啊，服用下可以提升武者的潜能，同时还有助于突破。在有这5枚灵元果的帮助下，你突破到玄极境不是问题。这灵元果你是从何处弄来的？叶红莲问道。宁凡将灵脉、怪树、果实的情况一一告诉给叶红莲，在听到全部情况后，叶红莲微微思忖，突然话锋一转的开口：小淫贼，你可知道这灵元果因何得到的名字？为何？灵是因为其诞生之地一定得有充沛的灵气，这处灵脉所在正满足其诞生的条件之一。至于缘，这古树并非无根之萍，它一定是生长在某个更大的机缘之下，其根系一定连接着这更大的机缘。哦，宁凡双眸发亮，兴奋地惊呼一声：还有机缘？咦？叶红莲则是哀怨地瘪了瘪嘴：你别突然间行吗？抱歉，激动了。宁凡汗颜。听到大机缘，宁凡就十分兴奋，动作也就不由得猛浪几分。人之常情。呼！叶红莲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压抑住心中的异样，用平稳中掺杂着细微波动的声音问道：雷鸣草呢？有没有找到？当然。宁凡将少红的储藏借交给叶红莲，叶红莲凭借着天极境强大的神识，瞬间找到其中的雷鸣草。两株雷鸣草！叶红莲兴奋道。哪怕是穷极圣地之力，叶红莲都寻觅不到的天才地宝，没想到叶凡这里轻易就得到2株，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有这2株雷鸣草，叶红莲可以将天玄心经提升到更高层次。正当叶红莲兴奋于得到雷鸣草时，一道抽泣声从叶凡口中响起，叶凡的动作也不由得停止。仙子姐姐，你兴奋的时候也不怎么样，太 Triple X 了，小淫贼！听到宁凡的调侃，叶红莲双颊瞬间浮现起2团红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身为天玄圣地圣女的叶红莲哪里听过这种淫词浪调，身体都禁不住的抖动起来。可偏偏宁凡说的没错，仙子姐姐，你打算怎么处理这雷鸣草？宁凡岔开话题，对面若是不配合，受罪的还是他啊。当然是带走。叶红莲不假思索地回道。根据我的猜测，咱们2人所处的地界应该相距很远，我这边十分珍惜的东西，在你这边竟然随处可见，想必对于你这边而言，我那里随处可见的东西，你这边未必很多，咱们大可以互通有无。这样一来，修炼之路将会顺遂太多。叶红莲开口道。宁凡一怔，不对啊，根据宁凡的分析，叶红莲是云清瑶的第2人格，他咋能拿走雷鸣草装进储藏戒里？那他又咋给自己拿天才地宝啊？从储藏戒里掏？不对劲，十分的不对劲。叶红莲刚刚的那番话语若是能实行，岂不是意味着叶红莲并非一个意识，而是另一个人啊？真的假的？叶红莲到底是云清瑶的第2人格，还是另外独立的个体？阿宁凡弄不明白了。不管了，爱咋咋。想要得到正确的结论，须得从天玄圣地入手，若是能更多的得到天玄圣地信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至于现在，多多慎重对待叶红莲就是了。宁凡静心守神，开始沉浸在修炼之中，得益于灵元果的加持，玄极境的桎梏瞬间便被破碎。嗡！一道嗡鸣声响起，
宁凡周遭的灵力波动瞬间强上几倍，以至于周围的灵气都被引动共鸣。旋极境成。同时间，宁凡意识察觉到自己的体魄变得格外坚实许多，肌肉变得更加凝实。不只是灵元果的功劳，还是灵脉洗髓的效果。但无论如何，这次修炼，宁凡得到的提升堪称巨大。伴随着阴阳协调的升华，一道白光将叶红莲吞噬。等到白光消失后，原本的叶红莲再度变成云清瑶。宁凡望向云清瑶的目光十分复杂怪异。夫君。云清瑶歪了歪头，脸上尽皆是天真之色。没事。宁凡摇了摇头，将心中对叶红莲的猜测驱散掉。左右云清瑶什么都不知道，问他只能徒增烦恼。夫君，咱们突破了。旋极境。云清瑶兴奋地开口。宁凡颔首。突然间，宁凡想到云清瑶和灵瑶拼杀时的表现，他所展现出的实力和手段跟自己大差不差。一模一样的武技，龙蛇眼相守，暂且不提，能以半步旋极境之姿正面硬拼旋极境的灵瑶，甚至占据上风。若说云清瑶不拥有战斗功法，宁凡肯定是不相信的。甚至不管有，大概率还是天玄心经。从这个角度思索，叶红莲还真是云清瑶的第二人格。宁凡再度摇了摇头，咋又思索起云清瑶和叶红莲的关系了？明明不可能得到确定答案。夫君，休息一会后去对付那些人吗？云清瑶问道。不急。宁凡开口道。在和纪无锡等人一决雌雄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尚未处理，那怪树根系位置的东西尚未弄清楚。根据叶红莲所言，怪树根系的尽头才是真正机缘的所在，也不知道那机缘究竟是什么东西。跟我走。宁凡和云清瑶在灵脉中遨游一阵，终于找到怪树的根系。二人一路沿着根系下潜，不知下潜多久，少说的有1个时辰，这才终于触底。这是……宁凡在看到眼前的情状后，不由得瞪大眼睛。怪树根系错综复杂，但其根源处却缠绕着一个东西。仔细看，是一枚蛋。宁凡费了些力气，将树根一条条拔开，从根系的缝隙中将那枚奇怪的蛋拿出来。蛋不算小，大概有6个拳头那么大，光从外表很难看到其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蛋怎么处理？炼化。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但从眼前这枚蛋散逸的灵气波动上来看，炼化它的收益甚至不如炼化几枚灵石，远远称不上叶红莲口中的大机缘。孵化可行。宁凡眼中闪过一个念头，在修炼界，许多有灵的东西可以滴血认主，无论滴血有没有起效，先试试再说。于是乎，宁凡咬破食指，将鲜血涂抹在蛋壳上。下一刻，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蛋壳上出现一条裂痕。宁凡瞬间屏息凝神，期待着蛋壳内的东西。咔嚓咔嚓咔嚓，碎裂声越来越密集，终于随着最后一道碎裂声响起，蛋壳从中间裂成2半，里面的东西终于呈现在宁凡面前。一只龟，巴掌大小的龟。宁凡，这龟看起来也不强啊，给人的感觉不过是黄极境中期而已。这就是叶红莲口中的大机缘。不过宁凡倒是有一种和眼前龟血脉相连的感觉。等等，和一只龟血脉相连，多少有些微妙。夫君，这龟是什么东西？云清瑶歪着头，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不大的龟，时不时抬起手在龟身上戳戳。可无论他怎么招惹龟，龟都没有反应。是不是死了？云清瑶大胆地戳向龟头，而就在云清瑶的手指即将碰到龟头时，龟头瞬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一口咬在云清瑶伸出的手指上。哦，夫君，救命救命啊！云清瑶慌乱地摔着手臂，眼里浮现起泪花。宁凡嘴角抽搐，你说你惹他干啥？人家龟待着好好的，非得戳他的头，这不是自找的。不过宁凡心中同样一凛，让这只龟生气的原因似乎并非单单是云清瑶的动作，那句死了似乎才是真正惹恼龟的原因。他有灵智。宁凡被自己的猜测吓一跳，不可能吧？正常来说，妖兽须得在地极境中期才能开启灵智，而眼前这只龟不过黄极境就开启灵智，它的血脉的高贵到什么程度啊？松开！宁凡试着对龟下达命令，果然，随着宁凡话语落罢，这只龟竟然真的松口。呜！云清瑶连忙收回手指，痛惜地抓住手指搓来搓去，但下一刻，云清瑶却是微微一怔，她连忙将手指递到宁凡面前。夫君，你看。好了，知道你疼，夫君给你吹吹。宁凡敷衍道。不对，是那武技。云清瑶连连摇头。宁凡这才注意到，云清瑶手掌上萦绕着淡淡的黑灰气，那黑灰气和施展龙蛇眼相守时的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的黑灰气并非由云清瑶本意凝聚，
而是自然而然的流淌。那黑灰气逐渐凝聚，凝聚的形态也并非是蛇，而是更粗更长。骄，这宁凡大为震惊。他记得龙蛇眼相守这门武技可以不断提升，提升的条件就是接触、炼化特定妖兽的血液等等。宁凡将目光看向龟，果然龟头上有着一点点微不可察的血液，那血液并非来自于云清瑶，而是破损的蛋壳。宁凡连忙将蛋壳抓在手中，好在灵气凝聚成的液体并非真正的液体，蛋壳里的鲜血还在。宁凡赶紧将手放进蛋壳里，霎时间一股剧痛从手掌上传来。嘶，这剧痛和被龟咬上一口好像没有区别啊。宁凡忍耐着，这可是提升龙蛇眼相手的机会，绝对不可错过。这种疼痛持续足足10几个呼吸才停止。宁凡收回手，果然他手上也有云清瑶一般无二的变化。宁凡感觉到自己的龙蛇眼相手中蕴含着一股兽之力，凭借着多出的这股兽之力，可以再施展龙蛇眼相手，是凝聚蛟而非蛇。凝聚蛟的龙蛇眼相手威能进一步提升，俨然已经来到玄级下品武技的范畴。巨大的提升，这可真是大机缘。宁凡十分满意。不提这只龟，光是将龙蛇眼相手提升这件事就足以对得起此番折腾。而且宁凡觉得眼前这只龟绝非凡品。走，上岸吧。宁凡眯起眼睛喃喃自语道，有些账是时候算清楚了。上来。宁凡对着龟招了招手，那龟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爬到宁凡的肩膀上，速度之慢看得宁凡直着急。好在小龟扒得够稳，宁凡在水中飞速掠动，小龟也依旧稳如泰山。噗，伴随着一阵水花四溅，宁凡、云清瑶二人从灵脉中跃出，站立在岸边之上。季师兄，咱们的账应该算了。宁凡开口道。预料之中的回应并未出现，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并未在第一时间见到季无锡等人，反倒是看到2道陌生身影。下一刻，宁凡目光下移，这才看到季无锡、方琦、邵红等人的身影。原因无他，这几个人蹲着呢。在和宁凡的目光对上后，这几人的脸上尽皆浮现起复杂神色，有羞赧，有闪躲，还有幸灾乐祸。几位师兄，你们这是歇着呢？宁凡开口道。季无锡等人嘴角狂抽，若非情况不允许，他们真想站起来给宁凡2巴掌。他究竟是用哪双眼睛看出来他们是在休息啊？明显是被控制住了。你就是宁凡，新弟子中的甲等第1名。传言中2人皆是双修体质。那道陌生的身影饶有兴致地将宁凡看在眼中，操着略显玩味的声音对着后者问道：你是？宁凡反问。罗明，乙等第4，不过是上界弟子，哪怕你天资卓绝，可修炼一途不光依仗天赋，时间也是重要的一环。罗某可是提前你2届进入到宗门，别说你，就连这几位也只能俯首认输。罗明微微昂首，神情睥睨地开口说道。上界也就是季无锡等人的上一届，怪不得季无锡这位甲等第1在罗明面前也只能俯首。罗师兄，许诺给我等的好处。那名跟随在季无锡身边的不知名武者满脸谄媚地对着罗明开口。从他的话语中，宁凡也是明白过来，这罗明是他招来的啊。这人名义上跟随在季无锡身边，实则暗中和罗明勾连，突出一个不讲信用。没问题，许诺你的天才地宝，师兄我不会少半点，并且在加入阴阳峰时也会顺手带上你。安心。罗明开口道。多谢罗师兄。那名武者双眸发光。天才地宝倒在其次，关键是许诺给他加入阴阳峰的机会。阴阳神宗中有5大峰，其中阴阳峰最为强大，跟一个优秀的峰对于日后的修炼可谓是裨益良多。一般而言，在招收2届新弟子后，就轮到当前这一届弟子选择主峰修炼，当然也有特例。拿来吧。罗明对着宁凡伸出手。啊！宁凡一怔，这个果子你那里应该还有4枚吧，全都给我交出来，省得罗某亲自动手。罗明手掌一翻，一枚灵元果出现在前者手中，他手腕一抖，灵元果便被他不断抛动落下。哦，你说灵元果啊？没了，修炼时用掉了。宁凡摊开手，耸了耸肩。听到宁凡的话语后，罗明似乎十分不满意，他深深皱紧眉头，周身隐含着一阵威压。宁凡，你莫非将罗某人当作傻子？修炼时使用的天才地宝数量有限，哪怕有无尽的灵石供给，武者也只能根据境界消耗其中一部分。看到了没？罗明指了指地上的季无锡等人，随后继续说道，就连玄极境的这2位，也不过堪堪在双修时使用2枚果子，你不过是半步玄极境，1枚果子足以满足你的双修，你全用掉了。呵呵。罗明摇了摇头，
一副看穿一切的做派。宁师弟，蹲在边上的邵红不断给宁凡递眼色，示意后者换个说辞，就算不愿意将果子给罗明，也得找个合理的理由啊，哪怕说在河里丢了都行，总比修炼用掉河里。季无锡等人的表情变得玩味且幸灾乐祸起来，他们猜得到宁凡不愿意将果子给罗明，可宁凡竟然选择如此离谱的理由，完全是在逼罗明动手啊。正如罗明所言那般，他的天资可能不如季无锡、林瑶等人，可他进入宗门的时间长，罗明的境界足足有玄极境4层，勉强算得上玄极境中期。就算是对于季无锡等人而言，玄极境4层的罗明也难以对付，更何况宁凡。要知道，在之前的对拼中，宁凡在季无锡面前可是落于下风，给季无锡足够的时间，宁凡大概率会败在季无锡手中。而季无锡、方琦等人加在一起，也不是罗明和其道侣的对手，其中差距难以逾越。呵呵，看起来宁师弟是选择敬酒不吃罚酒，既然如此，休要怪罗某人心狠手辣，若是落下残疾，亦是宁师弟你咎由自取。随着声音落罢，罗明身影一闪，眨眼间便是来到宁凡面前，抬起手对着后者便是轰出一拳，拳位置罡风先来，宁凡的衣衫都被吹拂得猎猎抖动。这一拳十分恐怖，比起季无锡的力道大上许多，不愧是玄极境4层武者的力量。而面对这一拳，宁凡却是不闪不躲，脸上一时没有惊慌慌乱之色，他平静地抬起手，朴实无华地迎上一拳。神？什么？这宁凡竟然选择硬拼，他脑子真的没问题吗？未免太过自大一些。众人将宁凡的选择看在眼中，不由得纷纷惊呼出声，他们甚至想撬开宁凡的脑袋，看看他究竟在想些什么。罗明可是实力胜过季无锡的强者。不等众人多想，砰！拳拳碰撞在一处，发出一声扎实的闷响。预料之中的溃败并未上演，宁凡双脚生根一般站立在原地，不落下风的接住罗明这一拳。静，安静。一瞬间，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凝视着宁凡。怎么可能？这宁凡怎么能正面挡住罗明的一拳？等等！突然间，众人察觉到宁凡身上的异样，他不是半步玄极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玄极境，这怎么可能？宁凡的进阶速度怎么这么快？妖孽，绝对是妖孽！没错，在宁凡全力催动周身灵力时，他玄极境一众的境界也是昭然世间。玄极境一众武者放眼宗门，可谓是多如牛毛，根本不会被人另眼相对。可若是这名玄极一众武者是刚进入宗门的人，那就太离谱了。黄极境9重击败南离，半步玄极境几乎战平季无锡，现在宁凡突破到真正的玄极境，不过是在2-3天之内发生，这真是人类的突破速度吗？一道道震惊的声音响起，任何知晓宁凡突破速度的人都必须为之震惊。宁凡的境界已经和上一届弟子的甲等第一齐平，横压2剑，玄极境。罗明眯起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宁凡，眼中浮现起一抹凝重之色。玄极境的宁凡，俨然已经不是他随手拿捏的存在。不过，你终究是玄极境一重，而我已经是玄极境中期，在玄极境停留足足半年时间，震杀你易如反掌。罗明瞪大眼睛，周身灵力疯狂涌动，气息比起之前强盛不少。下一刻，罗明栖身上前，近距离和宁凡缠斗在一处，他想凭借自己境界的领先，直接将宁凡压死。砰砰砰砰砰砰砰，十几息的时间一闪而逝，宁凡和罗明交手接近30余招，尽皆是拳拳到肉的对拼，那扎实的碰撞声令人牙酸。季无锡等人将自己带入到这场酣畅的搏杀中，尽皆是亡魂皆冒，估计撑不下一半时间。砰！宁凡和罗明对拼一拳，借助着对拼的力道，二人纷纷后撤一段距离，重新拉开身位。此时间，宁凡可谓是十分狼狈，身上的衣衫多有破损，裸露在外的肌肤青青紫紫，嘴角还挂着一束鲜血。反观罗明，罗明的状态则是好了太多，除却略微喘息外，和战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罗明占据绝对上风，可罗明的脸色却是十分阴沉，其中还掺杂着不少凝重之色。在小境界压制的情况下，近身搏杀他只是占据上风。罗明数次想要将优势转化为劣势，可都被宁凡完美化解。这意味着罗明无法击败宁凡，最起码短时间内二人只能陷入僵持。这宁凡有点厉害，我承认你的天资确实足够高，但这一招乃是我从5级楼3楼习得，你可挡得下？罗明周身灵力疯狂涌动，他抬起手，手掌上燃烧起炽热的火焰，周遭的温度似乎都因为火焰的出现而提升许多。燃烧猎刀，罗明猛地一挥手，手掌上的火焰顺势延展，化作一条细长的火焰刀，火焰刀周遭的空间都因其恐怖的温度而扭曲。这是玄极下品武技
燃烧烈刀。季无锡眯起眼睛，眸中闪烁起凝重之色。这门武技乃是被武技楼3楼所收录。按理说，宁凡甚至没有踏足武技楼2楼的资格。这罗明不光是以境界压制宁凡，还以武技品级压制，当真是过分。不过这个世界上强者为尊，真正的生死搏杀也没有道理可言。只是不知道宁凡在境界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接下罗明的玄级武技。宁凡凝视着罗明手中的火焰刀，眼中浮现起一抹凝重之色。这一击绝对要超过季无锡的手段，乃是宁凡遭遇的最强一击，必须得谨慎对待。龙蛇眼相手，宁凡周身灵力涌动，下一刻黑灰色的蛇影便是盘踞在他的手臂。没错，在龙蛇眼相手提升后，宁凡对招数的掌握也是熟稔许多，只需要心念一动，蛇影便是可以凝聚在手臂上，更加随心所欲。死来！罗明纵身一跃，身体高高跳起，居高临下裹挟着推金山盗玉柱之势，向着宁凡劈砍而来。来！宁凡眼中金光大盛，猛地对着烈焰刀挥出拳锋，霎时间盘踞在宁凡手臂上的黑灰色蛇影激射向前，张开血盆大口直取烈焰刀的锋芒。不行，不够！季无锡喃喃自语道。他和宁凡对拼过，这一招黑灰色蛇影不过是黄级武技的水准，不足以和罗明的玄级武技对拼。但在黑灰色蛇影激射出去的瞬间，黑灰色陡然变得凝实，演变成纯黑之色。原本的蛇影也是生出双脚、双须，甚至腹部生长出一对角，俨然是进化成接近于龙的蛟形。比起之前的蛇影，眼下的蛟龙之姿明显气息更强，同样摸到玄级武技的门槛，甚至还要超过罗明的燃烧烈刀。同样的武技，不同的形态，是这武技特殊，还是宁凡之前留手？季无锡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想到宁凡和他拼杀时可能留手，季无锡心中就十分怪异。下一刻，黑胶缠绕在烈焰刀上，那恐怖的温度对于黑胶而言似乎无物一般，胶身一圈圈缠绕在刀锋上，随后猛地一震身体，咔嚓，一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那罗明施展的玄级武技燃烧烈刀竟然在顷刻之间崩碎。神！罗明眼看着自己的杀招崩毁，双眸陡然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整个人仿若被一张大手扼住脖颈，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宁凡并未给他过多震惊的时间，砰！黑胶直接撞在罗明的胸口，后者身体像是破布一样向后倒飞。夫君！罗明的道侣见状，赶忙欺身上前，可在他刚刚有异动时，就被云清瑶直接拦下。砰！罗明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随后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脸色如同金纸一般，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败了！罗明败在宁凡手中。这一结果远远超出所有人预料。明明季无锡等人想着等宁凡从灵脉中上来就干掉他，没想到宁凡反倒是将控制住季无锡等人的罗明干掉了，这结果多少有些诙谐。而正当宁凡欺身上前准备拿走罗明的储藏戒时，整个灵脉陡然颤抖起来，紧接着万道霞光从天边垂下。谁？宁凡看向霞光的尽头，那里有着一道身影矗立。难不成还有人？宁凡神情有些严肃，刚刚和罗明的搏杀已经是手段气出，再来一名高手，他怕是真招架不住了。宁凡隐约见到霞光的尽头矗立着一名风姿绰约的少女，随着少女莲步轻移，那身后的万丈霞光陡然化作一座浮桥，任由少女一步步踩踏，来到宁凡等人面前。我等见过圣女，见过圣女殿下。在少女莅临站定的瞬间，罗明、季无锡、方琦、邵红等人竟直下跪叩首，整片天地间尚且站立的只有宁凡和云清瑶。圣女！宁凡喃喃自语道，同时上上下下打量着眼前的少女。少女年纪不大，大概和叶凡、云清瑶相当，身着一袭华贵的黑色纱裙，那纱裙质地特殊，似乎能将周遭的光亮都吸收一般。她挽着发髻，如同黑色瀑布一般的长发竖起，举手投足间散溢着一股高高在上的清冷韵味，哪怕是佩戴着黑色薄纱，可光从身段、气质上就能判断出，这绝对是一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姿容不差于云清瑶的女子。灵虚仙子。宁凡心中瞬间蹦出一个名字，这般姿容，只有那位传言中宗门第一美人的灵虚仙子才能拥有，而且那灵虚仙子也正是宗门圣女。等等，灵虚仙子的境界可是高深莫测，地位更是极其尊贵，这般存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灵脉对于灵虚仙子而言，应该不足以形成吸引力，引得这位大驾光临。见到本宫，为何不跪？灵虚仙子清冷的声音响起，目光落在宁凡和云清瑶身上，云清瑶本能地往宁凡身后躲。灵虚仙子，你可是愿意成为我的娘亲？宁凡突然开口问道。随着宁凡话语落罢，灵虚仙子脸上浮现起一抹明显的错愕，她长这么大还从未听过这般离谱的话语。你说什么？呵呵，宁某人跪天跪地跪父母，
外加一个未来可能贵师尊，灵虚仙子让宁某下跪，当然是想当宁某人的娘亲。宁凡笑嘻嘻地开口，他并未注意到，随着这句玩笑话的落罢，身后的季无锡、方琦、邵红等人脸色陡变。这可是宗门圣女，哪怕并不具有实权，可依旧是高高在上，一般弟子所敬仰的存在。宁凡这般话语，多少有些梦浪。灵虚仙子动手都有可能。果然，灵虚仙子在听到宁凡的话语后，脸上浮现起一抹薄怒之色，周身灵力疯狂涌动。但下一刻，他便是收住手。保护令，你身上有宗门的保护令？不对，你明明是玄极境，怎么可能还有保护令？灵虚仙子惊疑不定。保护令其实是一道特殊的禁制，境界和拥有保护令的人差距越大，越是能感受到存在。当然，如果你愿意承担违抗宗门规则的惩罚，那这保护令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之前的九长老，而罗明、季无锡等人对宁凡出手，是因为几人都在机缘地中争夺宝贝，总不能有保护令护身，别人就永远不能出手，因此在机缘地中横行霸道，无人可阻罢。保护令的初衷并非如此。听到灵虚仙子所言，罗明、季无锡等人这才意识到，是啊，宁凡身上可是拥有着保护令啊。几人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和拥有保护令的新弟子争夺，没有什么不可能，我是这一届新弟子的甲等第一，足足有6个月的保护令。宁凡耸了耸肩。新弟子？灵虚仙子挑了挑眉，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在明晰宁凡话语中的全部意思后，前者不由得眼里震惊。新弟子？也就是说，眼前这位玄极境少年是刚刚入门不超过1周的新弟子？这怎么可能？修炼速度未免有些太过离谱，双修体质。两人都是。灵虚仙子瞬间抓住关窍所在，开口询问道。宁凡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因为宁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双修体质，但云清瑶大抵应该是算的吧，毕竟和云清瑶双修时获得的提升确实巨大。不错，有这等天资者，神宗必定会继盛永昌。灵虚仙子缓缓颔首，但下一刻，他的嘴角便也是咧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位师弟，本殿提醒你，保护期在武者进入玄极境后就会消失，本殿会敦促长老注意，等你离开机缘地后，会有人核实你的境界，境界若是玄极境，则保护令取消。这回轮到宁凡笑不出来了。啊，保护令就取消了？甲等第一可是拥有足足6个月的保护令啊，就这样水灵灵的取消了？其实吧，按照宗门的规划，甲等第一弟子突破到玄极境，基本也得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保护令就是让弟子安然提升到玄极境的。谁让宁凡逆天，保护令时间还未使用多少，就完成境界的突破？等下，灵虚仙子敦促核实。换句话说，没有人敦促核实，是不是保护令能再延长一段时间？肯定的。玄极境武者取消保护令的禁制，得有人来核实，低调行事定然能让保护令再多续一段时间。宁凡嘴角抽了抽，哎呀，自己口嗨2句，引得灵虚仙子出手，弄掉自己的保护令，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但若因维持保护令就给灵虚仙子跪下，那也是万万不可能。本殿还有要事，不和你等继续浪费时间。灵虚仙子转过身，不再搭理宁凡等人，而是连步款款地向着灵脉的所在走去。宁凡等人的目光锁定在灵虚仙子身上，他们心中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事将这位宗门圣女招惹过来。只见灵虚仙子立于灵脉前，手指不断掐动，周身元力疯狂涌动，霎时间便是和灵脉交融在一处。原本平静的灵脉因灵虚仙子的动作而变得波涛汹涌起来，灵气凝聚的河流翻江倒海，激荡出一片片水花。这是在做什么？宁凡等人望着灵虚仙子的动作，不由得微微一怔，纷纷不明白他究竟在施展何种手段。随着时间流逝，灵脉沸腾的程度越来越大，似乎整条灵脉都烧开一般。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整条灵脉竟然脱离大地腾空而起，在空中不断的变小变小，最终化作一枚古玉，静静地躺在灵虚仙子的手中。终于温养完毕了。灵虚仙子望着手中的古玉，双眸之中闪烁着狂喜之色，以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喃喃道：这古玉乃是灵虚仙子的师尊偶然间得到，当时古玉灵气衰败，可灵虚仙子的师尊仍旧判断出这枚古玉的珍惜，于是放在灵脉之中不断的温养，终于在这段时间重塑灵智。在温养的过程中，灵脉和古玉已经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拿走玉佩，灵脉也将跟随消失。但宗门也不会过多计较，不过是一条不算大的灵脉而已，能唤醒宗门圣女手中的一枚珍稀宝贝，也算得上物尽其用。灵虚仙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手中的古玉，古玉样式常见，却散溢着一股奇异的波动，正面还写着一个2字。如果叶红莲在此处，必然能识的，这枚古玉和他拥有的古玉除了数字外一模一样，
同出一源。虽然灵虚仙子并不知道古玉的具体作用，但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一件凡品。一旦他弄明白玉佩的关窍，定然能带来良多裨益。思及此，灵虚仙子将古玉收进怀里，贴身佩戴，随后将目光投射向宁凡、罗明、纪无息等人。这次探索就到此为止吧。宗门弟子之间切忌生死搏杀，切磋有益，相杀则有害。是，圣女殿下所言极是，我等必定牢记同门之情。纪无息、罗明等人立刻恭敬的颔首，对于灵虚仙子所言没有任何的质疑。而宁凡则是微微皱眉，随后竟然直接开口道：圣女殿下，在下有个问题，这罗明根本就没有进入机缘地的资格，他从我等手中抢走天才地宝，是不是并不合理？而且在下击败罗明，罗明也应该将天才地宝交给在下吧。随着宁凡声音落罢，邵红等人不由得递给前者一个钦佩的目光。这宁凡也是胆子大，竟然三番两次的质疑灵虚仙子所言。灵虚仙子亦是凝视着宁凡，对于此，宁凡倒是岿然不惧，不卑不亢地站在原地和灵虚仙子对视。他自认自己所言皆在道理，行得正，坐得端，又有何惧哉？你说的没错，上界弟子不应该出现在这处机缘之地，更不应该抢夺天才地宝。等离开机缘之地后，会有执事长老核实事情原委。另外，你所抢夺走的天才地宝回归原主。灵虚仙子直接断言。是。罗明和他的道侣脸色苍白应声。谁能想到本是得到消息偷偷买通看门人溜进来，却撞上灵虚仙子，想来一番责罚怕是跑不掉了。等下，宁凡还不满意，抬手打断灵虚仙子，怎么能各归原主啊？是我击败的罗明，他的天才地宝应该归属于我啊。圣女殿下你说对吧？天才地宝各归原主，无需再度多言。本次机缘之地探索到此为止，所有人依次离开。就这样，灵虚仙子目光冷冽，俨然是已经做出决断，不再听宁凡辩解。宁凡有些可惜，那可是数枚灵元果啊，若是能得到，最少能让宁凡和云清瑶双修上2次。不过灵虚仙子既然断言，再多说也没用。灵虚仙子声音落罢，下一刻周身霞光再度涌现，将他全身包裹。等到霞光消失后，灵虚仙子的身影也是随之不见。罗明将得到的灵元果拿在手中，交给纪无息等人。灵元果失而复得，几人十分欣喜。宁凡也没有抢夺，灵元果只有在第一次使用时才会提升武者的潜力。对于现在的宁凡而言，灵元果不过是一堆灵石，犯不上因为一堆灵石而去和灵虚仙子杠上。那可是年轻一辈弟子中的领军人物。走吧，宁凡开口说道。这片机缘之地中已经没有太大的探索价值。而就在宁凡牵起云清瑶的手，准备迈步离开时，他肩膀上的龟动了。只见那一直趴在宁凡肩膀上一动不动，就连宁凡和罗明搏杀时都像是死了一半的龟，缓缓爬下宁凡的身体，直奔之前虎形妖兽的尸体。在宁凡的注视下，小龟开始吞噬起虎形妖兽的血肉。小龟的吞噬速度极快，10几个呼吸后，地上的那滩血肉就被小龟吞噬殆尽。小龟明明只有巴掌大小，却将虎形妖兽全部吞入腹中，实在是令宁凡目瞪口呆。而且根据宁凡的感知，小龟散溢出的气息也变得凝实许多，来到黄极境中期，境界提升了。难不成这东西吞噬妖兽血肉可以提升自身？宁凡还从未听说过有妖兽是这般提升自身境界的。正常来说，妖兽也得依仗自身修炼，再不就守护天才地宝，等到天才地宝成熟后享用，吞噬其余妖兽尸体提升自己，还真是奇特。这也印证宁凡的一个猜测，这个小龟并不简单。小龟吞噬干净虎形妖兽的尸体后，再度爬上宁凡的肩膀，恢复成之前一动不动的样子。看得云清瑶只想戳他，但想了想龟头的速度，云清瑶还是收敛起招惹小龟的念头。很快，宁凡、云清瑶、邵红、白冉4人便是原路返回。至于纪无息等人，则是在小龟吞噬虎形妖兽的时间就先一步离开。纪无息等人和宁凡算不上朋友，没有同行的理由，别打起来就是好事。宁师弟，暂别，等师兄稍微安顿一番，再去洞府上给师弟道谢。邵红对着宁凡抱拳拱手。刚刚宁凡已经将储物戒指还给他，里面真就只少了2株雷鸣草，2株雷鸣草换取1枚灵元果。邵红肯定得上门道谢。无碍。宁凡摆了摆手，2株雷鸣草对于他，不，应该说对于叶红莲而言十分重要。就算雷鸣草不珍惜，但能快点得到它，也算是对得起灵元果的价值。但奈何邵红非得上门道谢，宁凡也就不推辞了。在后山分别后，宁凡和云清瑶径直回到自己的洞府所在。2人刚刚歇口气的功夫，敲门声陡然响起，咚咚。同时还有一道中年人的声音伴随在门外：宁凡可在？我乃执事长老，因圣女殿下之命前来核实弟子境界。执事长老，
听到门外人自报家门，宁凡不由得心思一凛，没想到执事长老这么快就来核实他的境界。灵虚仙子效率还真是快。稍等，宁凡开口说道。打开洞府大门，宁凡见到外面有2名中年男性，其中一人宁凡还见过，当时九长老对他出手时，这名执事长老曾经帮他说过话。至于另外一人，宁凡则是十分陌生。2位前辈，请进。宁凡做出一个请的姿势，让开半边身体，将执事长老和另外一人让进洞府中。新晋弟子宁凡、云清瑶，对吧？执事长老开门见山，正色问道。是，没错。宁凡和云清瑶正色回应。执事长老和另外一人对视一眼，前者手掌一翻，从储藏戒中拿出一个圆球，随后将圆球递给宁凡和云清瑶。2位，此乃测灵玉球，可以准确地测出弟子的境界，由于接下来的事须得绝对准确的境界判断，还请配合。执事长老解释道。没问题。宁凡和云清瑶颔首，凭借气息确实能判断武者境界，但有可能不准确，而测灵玉珠测出的则是武者最准确的境界。宁凡、云清瑶依次将手放在测灵玉珠上，随后释放出周身的灵力。测灵玉珠亮起，红色的光芒逐渐昌盛，等到宁凡和云清瑶力竭的前一刻，红光彻底变成橙色。橙芒，玄极境武者的标志，竟然真是玄极境。执事长老和另外那人对视一眼，眼中闪烁起惊讶的光芒。哪怕来之前就知道宁凡、云清瑶的境界有可能是玄极境，可亲眼见到玄极境的新弟子，冲击力仍旧不小。2位天资卓绝，未来绝对是宗门栋梁。不错，不错。执事长老满脸赞许之色的颔首道，态度明显变得和善许多。天资也能得到尊重。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宗门的寻才使，专门寻找宗门中的天才。2位天资足以纳入天才行列。执事长老介绍道。见过寻才使大人。见过大人。宁凡和云清瑶对着寻才使颔首欠身，后者缓缓颔首回应，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架子。2位天资卓绝，本使会禀告上峰，上峰定然会对2位多多注意照拂，还请2位努力修炼。另外，由于2位天资过分妖孽，可提前结束2位的外门时期，在宗门5峰中择一加入，进行进一步的修炼。寻才使开口说道。旋风。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尽皆从对方眼中看出一丝丝诧异。按理说，新弟子须得在2届后，也就是罗明那个时期选峰加入，没想到宁凡和云清瑶竟然提前2届得到选峰资格。阴阳神宗有5大峰：阴阳峰、玄牝峰、奇华峰、凌月峰和长明峰。选峰对于弟子而言，无疑是第2次改变出身的机会。在选峰之后，武者便会在各峰中修炼各种机缘、宗门任务、拜师等等，都是以各峰为单位进行。选择一个优秀的峰加入，对于日后的修炼无疑是裨益良多。敢问寻才使大人，我2人可选何峰？宁凡问道。呵呵。寻才使听到宁凡的问题，嘴角咧起一抹笑容，抬起手轻捋胡须，笑意盈盈地开口说道。2位能被本寻才使注意到，乃是宗门中的绝对天才，咱们神宗5大峰你可随便加入。宁凡和云清瑶双眸不由得亮了亮。随便选，那意味着可以加入阴阳峰。阴阳峰乃是阴阳神宗第1大峰，峰主各执事实力最强，拥有的资源最多，甚至阴阳峰独立掌握着武技楼内没有收录的特殊武技功法。加入阴阳峰无疑是高人一等。2位无需着急，相信不久后各峰便会给2位送来请帖，2位可以手持请帖，自行选择任意一峰加入。寻才使开口道。宁凡、云清瑶，宗门保护令有个隐藏规矩，弟子在突破玄极境后，保护令自行解除。2位境界已经突破到玄极境，保护令不再维护2位，还请2位在宗门行走时多多注意，若是遇到不可战胜的对手，可向宗门上层禀告，宗门上层或许会对2位格外关照。执事长老饶有深意的开口道。多谢长老提醒。宁凡抱拳拱手。对手赵家，在没有保护令的情况下，赵家一定会对他出手，当然哪怕没有保护令，长老级别的大能也不可随意对弟子打杀，但那些已经加入各峰的玄极境赵家弟子则可随意出手，这对于宁凡而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好在自己展现出足够的天赋，引起宗门的重视，赵家想对他下黑手，得掂量代价。2位，我2人就不打搅了。选峰之事格外重要，基本上决定武者日后修炼的大环境，一定要三思而行，不可莽撞。执事长老站起身，寻才使亦是起身，在叮嘱宁凡和云清瑶几句后，2人便是告辞离开。在2人离开后，宁凡的天资也是在整个阴阳神宗中传开有寻才使告知宗门高层，宗门高层通知各个峰，还有罗明、季无锡等和宁凡交过手的人。一时间，新弟子中多出1名顶级天才这件事，
瞬间如同一阵旋风，在整个宗门内甚嚣尘上。宗门最高处的隐秘的洞府，一名强者大能，周身散溢着恐怖威压，绝对是神宗内无上的高层。可此时间，这位大能却是恭敬地跪在地上，而他面前则是站立着一道黑影。黑影周身烟雾缭绕，将整个人遮掩住，似乎将周围的光线都吞噬殆尽，唯有眼眸暴露在黑雾之外，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恭喜老祖，贺喜老祖！我宗门内又多出2位不弱于灵烟的天才，等到这2人成长足够，老祖可多出2个炉鼎。供老祖采撷。那名大能恭敬地开口。听到这人所言，黑雾猛然翻滚起来，昭示着人影心中的喜色，一阵桀桀的笑声也是在山洞中回响。好啊，宗门内又多出2名极佳炉鼎，真是天佑我阴阳神宗！传令下去，务必要让鬼伢子多多照拂他2人，给本尊尽快提升境界，本尊已经迫不及待了。是。同一时间，乾阳洞。乾阳洞乃是阴阳神宗中的一处洞天福地，整个乾阳洞内阳气充沛，双修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处稀世罕见的福地洞天，则是独属于赵家的超大宅邸，所有赵家弟子皆可不住在宗门安排的洞府，而是在乾阳洞内修炼。此时间，乾阳洞最深处的议事厅内，一众赵家高层分列两侧，九长老赫然在场，他正站在下手，一脸愤然，上手坐着一名老妪和一名老者。从气氛上来看，赵家左右侧2批弟子分庭抗礼，颇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看起来赵家内部也并非一块铁板，里面也有派系之分。赵波，给个解释吧，你出手为难的那名弟子，如今已经进入宗门高层的视野，身为新弟子便突破玄极境，这等天赋，若是日后成为我赵家的敌人，怕不是会让我赵家进一步的衰败。老妪合着眸子，手指捻动珠串，对着九长老发难道：赵波，乃是九长老的姓名。长老的脸色也是十分难看，谁能想到随意为难一名新弟子，竟然碰到100年罕见的天才。问题的关键在于，九长老出手还并未将宁凡打死，若是再给九长老一个机会，哪怕是出手补刀，九长老也断然不会留下宁凡的性命。而现在宁凡已经展现出足够的天赋，被宗门高层注意，这时候再出手斩杀，宗门不会放过九长老。九长老沉默不语，在面对眼前这位赵家半个掌舵人时，他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嚣张，求救看向上手的老者。上手老者果不其然，替九长老开脱道：呵，哪怕是在天才，那宁凡目前也不过是一名玄极境一层的武者而已，只有真正成长起来的人才配成为真正的高手。在这个世界上，陨落的天才并不在少数。随着这名老者话音落罢，下手的一众武者纷纷开口驰援九长老，纵使那宁凡天资卓绝，也大有人不将宁凡放在眼中。阴阳神宗大家族的中流砥柱不乏天极境武者，在天极境武者眼中，天才也只是尚未成长起来的未知数而已。狂妄，我赵家就是因为你们的狂妄而逐渐日薄西山。当时灵虚仙子发迹前，你们便是这般样子，得罪那宗门圣女，现在宗门又出现2名资质不弱于灵虚仙子的弟子，竟然还与之为敌，疯了吗？现在立刻备上礼物，赶紧向那云清瑶，尤其是宁凡道歉，缓和关系，才能避免走上老路。老妪下手的一众武者立刻开口反驳道，一时之间，厅堂内的气氛再度变得紧张起来，两拨人甚至有大打出手之态。当当，2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只见那老妪手持龙头拐杖，重重在地上敲击2下，瞬间将吵闹的声音压抑住。赵乾，这件事和你的子嗣有关，你给个态度。老妪开口道，我记得咱们家族有一个叫做赵七双的弟子吧？名为赵乾的老者眉头末尾的开口说道。老妪闻言挑了挑眉，这时候提起赵七双，只有一个可能。没错，七双他也要到加入宗门的年纪了。老妪开口道，那就将赵七双送给宁凡，送给那小子一个拥有双修体质的妾室，应该足以平息他和咱们赵家的仇怨。赵乾徐徐开口，这不可，怎么能将七双送给那宁凡？七双可是赵无极的女儿。几道驳斥的声音瞬间响起，反对的人竟皆是老妪那边的赵家子弟，原因无他，那赵七双乃是老妪亲孙子赵无极的女儿，而那赵无极则是在一次执行宗门任务中，为掩护大量赵家弟子撤退而殒命。那赵七双算得上英雄遗孤，怎能送去当作赔罪礼物？诸位，赵乾缓缓抬起手，压制住众人的议论。我知道你等在意七双，但诸位仔细想想，跟随宁凡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吗？哪怕是妾室。一瞬间，那些口出反对之言的人陷入沉默。对啊，那宁凡的天资可是比奸虚灵仙子，纵使七双在宁凡身边当妾室，可有我赵家帮衬，七双在宁凡身边不会难过，甚至日后帮七双争取一个平妻之位也并非不可能。不算埋没赵七双，老妪下手的一众弟子尽皆沉默，这还真是一个听起来还算可以的办法。
就这样办吧，切记，如今我赵家已无原本荣光，日后得小心行事，如履薄冰。老妪一锤定音，去找七双，安排下去。是。在讨论出解决方案后，包括老妪在内的众人依次离开。很快厅堂便只剩下赵钱和九长老以及其余几名亲信。大爷爷，您怎么也和那些人一样？几道不忿的声音响起。这些人对于赵钱的提议并不满意，他们并不是担心赵七双，而是赵家的妥协。赵家怎么可能对一名玄极境弟子示弱？奇耻大辱！不急。赵钱抬起手示意几人压声，他的嘴角随着动作缓缓上扬，眼中浮现起一抹阴冷的光芒。我自有安排，我要那赵无情亲自开口，让赵无情那一脉出手诛杀宁凡。听到赵钱所言，其余人微微一怔。赵无情就是那名老妪的名字。从刚刚的态度就能看出，老妪的主张是低调，他会主动和宁凡为敌。不可能吧？赵钱却是没有再多说，眼中闪烁着阴谋的光泽。弟子居所，洞府。宁凡在送走执事长老和寻才使后，和云清瑶一起盘点起天才地宝。在机缘地的路途上，宁凡和云清瑶收获颇丰。林总算起来，基本上有等价于1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可以让宁凡和云清瑶双修2次，能解燃眉之急。但宁凡和云清瑶缺少修炼资源的情况却是没有本质的改变。想要真正意义上的灵石自由，得在选封之后。没错，在加入主封后，弟子得到的修炼资源也会增加，具体增加多少，得看加入哪个主封。以宁凡和云清瑶的天资，加入阴阳封不是问题。根据阴阳封的待遇，周凤不光增加1倍，双修时消耗的灵石还可以补贴1半，届时宁凡和云清瑶双修的压力便会大大减少。就是不知道何时能选封了。而就在二人如是想着的时候，一道如同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在洞府外响起：阴阳封寻才使到，送入风请帖一封。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尽皆从对方眼中看出惊喜之色。刚刚还想着何时加入主封呢，现在阴阳封的邀请就来了。不等二人反应，又有几道声音接连响起：玄牝封寻才使到，送入风请帖一封；齐华封寻才使到，送入风请帖一封；林月封寻才使到，送入风请帖一封；长明封寻才使到，送入风请帖一封。整整5道声音响起，阴阳神宗5大主封的弟子竟然齐至新弟子居所，同时向宁凡发出入封邀请。宁凡赶紧走出洞府，此时间5名寻才使正站立在弟子居所前的广场处，不少新弟子亦是从洞府探出头来，观摩着罕见的热闹。寻才使提前招收弟子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可5封同时招收弟子还是近100年的第一次。就连虚灵仙子也没有这般阵仗，虚灵仙子直接被定为宗主亲传，他不是任何主封的弟子。宁凡、云清瑶何在？为首的那名寻才使朗声说道：在这。宁凡和云清瑶连忙上前：你就是宁凡？那名寻才使上下打量着宁凡，眼中有着一抹审视和轻佻之色，不知为何，这眼神让宁凡感受到一抹不适。没错，见过寻才使师兄。宁凡抱拳拱手：宗有宗的寻才使，主封有主封的寻才使，主封的寻才使是各个主封的弟子，说一句师兄也不是问题。不过新弟子就突破玄极境，你有资格成为我阴阳封的弟子。这是邀请函，3日后可拿邀请函来我阴阳封报道。那名寻才使开口道。果然，拥有着高傲态度的寻才使正是阴阳神宗第1主封阴阳封的寻才使。比起阴阳封，其余主封寻才使的态度就和煦上不少。在阴阳封寻才使开口后，其余人才纷纷将入封邀请函交给宁凡，并且叮嘱宁凡3日后可持入封邀请成为主封的弟子。真好啊，可以随便选择主封。羡慕，不敢想啊，玄极境，我特么才黄极境4重，这修炼速度是人。一名新弟子艳羡地开口道。但想到宁凡的天资后，他们便心中释然，这等天资拥有这种待遇简直再正常不过。呵呵，你等没有机会，只要我阴阳封出手，只要脑子没有问题的武者都会选择我阴阳封。阴阳封寻才使颇为嘲弄地看向其余寻才使，目光尤其在长明封寻才使的身上逡巡。长明封5大主封中最弱的主封，长明封寻才使在被阴阳怪气后，脸色也是变得十分难看，却也没有说些什么。阴阳封寻才使说的对，只要脑子正常，都会选择阴阳神宗第1封阴阳封。宁师弟，云师妹，我在阴阳封等着你们。寻才使噙着笑容看向宁凡和云清瑶，他目光十分猥琐，在云清瑶身上扫过，最后甚至舔了舔嘴角。宁凡瞬间皱眉，却见到寻才使们已经转身离开，于是也就没有说些什么。阴阳封这阴阳神宗第1封给宁凡的初始印象不太好啊，但就算初始印象不佳，可在利益面前，
宁凡也不会拒绝阴阳风。宁师弟，突然间，一道声音陡然响起。宁凡看向自己走来的身影，正是刚刚分别不久的少红和白冉。少师兄，白师姐，宁凡招呼道。正好，师弟有事情向两位师兄、师姐请教，还请两位师兄、师姐不吝赐教。谈何赐教？宁师弟有疑问，我等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少红开口道。请进洞府一叙。宁凡、云清瑶将少红、白冉让进洞府里，关上洞府大门后，宁凡问出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少师兄、白师姐，关于咱们宗门的5个主峰，你可有了解？当然。少红果断地回答。除却新弟子外，其余弟子早就对各个主峰所有了解，毕竟选择主峰相当于第2次投胎，主动投胎不可能不研究家庭。阴阳峰、玄牝峰、奇华峰、凌月峰和长明峰，由强到弱的5个主峰，各个主峰都有不同的特色，最主要的差别是资源。宁凡接话道。在宁凡想象中，加入不同的主峰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获得的资源数量，除此之外，各个主峰应该差不多啊。不是双修规则。少红摇了摇头。啊，双修规则？宁凡一怔，他咋听不懂少红口中的词语呢？什么叫做双修规则？宁师弟，你知道阴阳峰的双修规则吗？白冉笑意盈盈的开口。不知道。宁凡摇头。阴阳峰的双修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任何阴阳峰弟子都可以和任何阴阳峰弟子双修，阴阳峰弟子不可拒绝双修邀请。因为此，阴阳峰的各个位置、演武场、路边等等都有数之不尽的小屋子，发出双修邀请就直接进屋开干。白冉开口道。宁凡闻言瞪大眼睛，这一时之间，宁凡想不出用何等言语来形容此时的震惊。这阴阳峰简直就是乱交锋啊！这特么，大家都可以乱来，还不能拒绝。这就是阴阳峰成为第1峰的理由，肆意双修，肆意提升实力，远远超过其余主峰。少红开口道。宁凡愣在原地，他下意识地看向身侧的云清瑶，云清瑶正满脸担忧地回望宁凡。很明显，云清瑶不能接受阴阳峰的规矩，宁凡也不太能接受。不行，这阴阳峰不可选，无论加入阴阳峰好处如何多，肆意双修这点宁凡也无法接受。不知为何，宁凡想起阴阳峰巡才使望向云清瑶的眼神，那是一种看待猎物的眼神。宁凡想象得到，如果他加入阴阳峰，那么那名巡才使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布。真不行，还得是问了少师兄，若是贸然加入阴阳峰，我怕是真接受不了。宁凡一阵后怕。阴阳峰不可选，那玄牝峰呢？第1峰不行，那就第2峰。少师兄，玄牝峰应该没有肆意双修的规矩吧？没有。少红摇了摇头。宁凡下意识松一口气，可还不等宁凡这口气吐完，少红的表情突然变得微妙起来。再看到少红微妙的表情，宁凡一怔。少师兄，这玄牝峰不会有属于他自己的规矩吧？当然有。少红理所应当的开口道。当然，比起阴阳峰，玄牝峰的双修规则没有阴阳峰那么直白。玄牝峰非道侣之间的双修，需要在相关弟子处登记造册，双方都允许后才可以交换道侣进行双修。宁凡瞪大眼睛，黑色的瞳仁中满是对文字的疑惑。非道侣双修，双方同意后交换，原来汉字还可以这样组合使用啊，真是长见识。那我加入玄牝峰，能不能自始至终的拒绝交换道路？宁凡问道。玄牝峰好歹是第2峰，若是有可能加入的话，带来的好处只比加入阴阳峰差一些，超过另外3峰。不可以，玄牝峰弟子每个天干地支都有固定的交换任务，必须得满足相应的任务。少红开口道。啊，这也就是说，加入玄牝峰就意味着强制交换道侣，还得是心甘情愿的交换。使不得，完全使不得。宁师弟若是内心无法接受这种荒唐的事情，可以看一看奇华峰，几乎所有无法说服内心的弟子都会选择奇华峰加入。少红主动提起下一峰。哦。宁凡挑了挑眉，无法接受阴阳峰、玄牝峰的荒唐行径，弟子会选择奇华峰，那这奇华峰岂不是十分适合他和云清瑶？不等宁凡追问，少红便是主动开口介绍道。这奇华峰啊，没有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房子，也没有登记造册、交换道侣的任务，平日弟子之间相互敬重，乃是咱们阴阳神宗的典范。若是可以，我便是计划加入奇华峰。听到少红所言，宁凡心中愈加笃定，可以，就选奇华峰了。第1、第2峰无法加入，勉勉强强加入第3峰也算是混个中游，高不成，但是也没有低就。等等，宁师弟，我还没说完呢。少红一摆手，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宁凡心中蔓延。平日里弟子相互敬重，
但那是在平时。齐华峰每个月都会在特定时间举行双修大典，所有弟子必须到场，大家各自戴着面具，根据气息、境界随机匹配双修对象，百无禁忌。邵红开口道：“啊！”宁凡整个人呆立在原地，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疑问，想着的时候，宁凡也就顺势问出来：“这不是也很荒唐吗？什么叫不能接受阴阳峰、玄牝峰的弟子会加入齐华峰？齐华峰的事就能说服他们自己了。宁师弟，你忘了？”齐华峰的双修大典开启时，所有人都会佩戴面具，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宁凡，合着看不出谁是谁，就能说服内心是吧？一时之间，宁凡不知道应该如何吐槽。邵师兄，讲讲下一个峰吧。宁凡苦着脸问道。不沮丧不行啊！阴阳神宗排名前3的主峰竟然接连离谱，哪怕下一个主峰没有离谱的双修规则，可也是倒数第2的选择了。我多嘴问一句，宁师弟，你知道你加入的是阴阳神宗吧？白冉看向宁凡，歪了歪头问道。宁凡面对白冉的提问，宁凡竟然无言以对。不是，阴阳神宗是以双修为主的宗门，可特么也不意味着玩得这么花啊。下一个主峰，哦，凌月峰。宁师弟，我和你讲，凌月峰没有任何离谱的双修规则，随处可见的小屋子，没有登记造册交换道侣的任务，也没有双修大典，所有弟子遵循的都是宗门规矩，一夫一妻。邵红开口道。纵使邵红这般介绍，可宁凡却也没有掉以轻心，他总觉得前3个主峰都已经那么离谱，这个凌月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邵师兄，你就直说吧。宁凡果断说道。果然，在宁凡询问后，邵红脸上浮现起一抹纠结之色，半晌后，他还是开口说道：凌月峰确实有问题。凌月峰在阴阳神宗中排名第4，属于是末流位置，弟子水平普遍一般，所有凌月峰的弟子都会勾连阴阳峰、玄牝峰、齐华峰。凌月峰不光主动参与前3峰的双修，前3峰的弟子也顺理成章的主动来凌月峰寻觅猎物，不光是为双修提升境界，还有泄欲的因素。邵红一一说道。双修时永远是境界较低者得到的好处大，前3峰的弟子主动寻觅凌月峰弟子双修，绝对有其他的心思。邵红的话语直接给宁凡干沉默了。这特么，凌月峰确实没有离谱的双修规则，可凌月峰本身就足够离谱，加入凌月峰就意味着成为前3主峰弟子的猎物。现在宁凡和云清瑶被双传作双修体质，这要是加入凌月峰，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阴阳峰、玄牝峰、齐华峰还有凌月峰，这4大主峰无一可选，宁凡和云清瑶可选的主峰只剩下最后一个长明峰。宁凡对最后一个主峰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不光是前4个主峰高度一致的离谱，而且长明峰也已经是阴阳神宗排位最后的主峰，加入长明峰的收益可以说是最差的。邵师兄，最后一个主峰呢？宁凡破罐子破摔地问道。既然宁师弟问到这里，那么以师兄的眼界来看，这长明峰应该是宁师弟最后的归属。邵红突然正色道。哦。宁凡同样严肃，难不成这长明峰还有说法？哪怕咱们阴阳神宗以双修为根基，可终究有一批异类，就像宁师弟一样，心中有着自己的操守，这些人聚集在一处，就是长明峰。同样的，由于长明峰弟子拥有相当程度的操守，双修被大幅度限制，故而弟子的水平也最差。弟子水平差，长明峰的排位自然也是倒数第一。宁师弟，师兄劝你三思，以你现在的情况，阴阳神宗内的所有主峰皆可以选择，一旦选择主峰便不可变更，未来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要在主峰中度过，若是主峰没有前途。说到这里，邵红顿了顿，若是兹意思不言而喻，志不佳只能加入凌月峰，那稍微遵循一下内心操守，干脆选择长明峰也就罢了。可现在所有主峰都任由宁凡、云清瑶选择，若是选择长明峰，意味着放弃阴阳峰优渥的资源，其中包括修炼资源、任务派发时的优先度、宗门的关注，以及各种零零总总的好处。两相比较，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邵师兄，听你这样说，难道这长明峰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宁凡不信邪地问道。倒也不是，邵红思忖后开口道，长明峰有一处古遗迹，不，准确来说是长明峰建立在一处古遗迹上，有不少碑文昭于世间，谁也不知道那碑文究竟是什么，其中或许有着大传承。邵红说着，抬起手沾了沾面前杯中的茶水，随后在地上划出几个符号。宁凡起身看去，完全是鬼画符，根本看不出任何意思，但莫名的，宁凡却觉得这些鬼画符有些眼熟。等等，宁凡似乎在叶红莲的衣服上看到过类似的图案，或者说文字，或许叶红莲知道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内容也不一定。宁师弟，三思，若是没有其余事情，
师兄就先走一步，不打扰你思索决定。你现在还有不少时间，切勿做令自己后悔的事。邵红见宁凡一脸夜锁，也是打算告辞离开，他站起身，语重心长的开口：多谢师兄讲解。宁凡、云清瑶起身送客，送走邵红和白冉后，宁凡看向云清瑶，择风之事不光是宁凡一个人做选择，还有云清瑶。娘子，宁凡开口问道。夫君不用多说，我相信你的决定。云清瑶不等宁凡多说，抬起双手，将后者的手捧在胸前，望向其的眼神中充斥着信任。宁凡闻言，心中大定，他的选择只有一个。选风的事情暂时搁置，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加入某风还有3天时间。这3天时间，宁凡和云清瑶也无事可做。对于刚入门的弟子而言，前几个月甚至是半年都无事可做，基本就按周领取俸禄，然后双修修炼。有家族背景的呢，就在家族背景下享受一些福泽；没有家族背景的弟子就慢慢提升境界。等到下一批弟子招收时，他们这一批弟子才会逐渐接触机缘地，开始接触真正意义上的搏杀，算是给新弟子一定的缓冲时间。宁凡则是选择随处逛逛。虽然从邵红口中听到过关于5大主峰的介绍，但有些事情还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并非不信任邵红。宁凡需要自己的观察。2天时间内，宁凡在几个主峰山脚下观摩过弟子状态，基本上和邵红讲的大差不差，其中阴阳峰和灵月峰最为明显。宁凡甚至在阴阳峰山脚下看见2对陌生道侣换人开修，令宁凡大为震撼。至于灵月峰，则是有大量各峰弟子前来驻足，明明是排名第4的主峰，其人流涌动的程度比起另外几个主峰加在一起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玄牝峰和奇华峰，宁凡没有进入主峰的资格，自然无法见到登记造册和双修大典，但想来邵红说的也不会有什么错处。至于长明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宁凡在峰脚下等了足足半个时辰，才看到1对道侣出没，太惨了。观察一阵各个主峰的过程中，宁凡对阴阳神宗的整体结构也算是有一定了解。他们这些未选峰的新弟子，其实只能算是外门，很多东西都接触不到，只有加入主峰后，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触阴阳神宗的各种条条框框。举个极端的例子，新弟子犯错误，连上悔过牙的资格都没有，不是除名，就是直接杖杀，简单干脆，和预想中的差不多。宁凡又在长明峰峰脚下观察一阵，准备离开，他在转身的空档，陡然察觉到一道身影向自己撞来，同时间还有一道惊呼声：啊！小心！那是一道如同黄莺般清脆的声音，声音中掺杂着一丝丝慌乱和无助。声音的主人则是一名少女，少女似乎是被突然转身的宁凡吓一跳，整个人踉跄地向着宁凡的怀里倒去，颇有几分娇媚无骨的姿态。少女的姿容十分卓绝，也就只比云清瑶、叶红莲、灵虚仙子稍差一个档次，算得上顶级美人。眼看着少女就要撞进宁凡怀里，少女的眼中也是浮现起一抹得意之色。但下一刻，宁凡身体迅捷地向旁边一闪，直接躲开少女的扑撞，在没有身体支撑的情况下，少女直接摔在地上。哎呀！一声吃痛的呼喊声响起，少女之前的娇弱、无助、媚态直接演变成狼狈。好险，好险！宁凡抬起手，在自己胸前捋捋，还好他反应快。至于少女的状态，别说是修炼者，但凡是个正常人，刚刚那一摔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宁凡直接迈步走开，徒留少女坐在原地，大眼瞪小眼。这人有病吧？就不会扶她一下吗？她这么娇娇软软的女孩子往怀里扑，那宁凡究竟是多狠心，竟然一个闪身躲开。少女坐在地上，瘪了瘪嘴，一脸哀怨地望向宁凡离开的背影，紧接着她的眸中便是浮现起一抹火热。宁凡是吧？等着，本姑娘倒要看看多久能拿下你。宁凡根本就没将刚刚的小插曲放在心上，自顾自地往新弟子居所走。主峰到新弟子居所的距离并不算近，不刻意赶时间的话，可能得走上几个时辰。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景观，阴阳神宗这么大的宗门，每一处都是格外秀丽。扑通！正在宁凡赶路时，一道落水声陡然响起，宁凡立刻望过去，只见一道身影坠落在身侧的湖中。救命！一名少女正在水中扑腾，一袭纯白色的纱裙在被水润湿，宁凡甚至能看到少女的亵衣。卧槽，好大！宁凡脱口而出。少女听到宁凡口中的话语后，不由得暗暗挑起眼角，哼哼，还以为他宁凡多难拿下呢，不过是略施小计，展现一丝丝风姿，就让这男人瞬间色心上头。来吧！跳下水中，他在如同乳燕投怀一般扑进宁凡怀里，家族安排他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没错，这名少女正是赵家弟子赵七双，
是赵家用来和宁凡缓和关系的关键。然而预料之中的下水并未在宁凡身上发生，宁凡眼中也并未有情欲之色。只见此时宁凡正抬着手抚摸下巴，目光饶有兴致地看向水面。赵七双惊诧地意识到，宁凡的目光似乎并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在听到宁凡的话语后，赵七双直接气笑了。好大的水花，真会跳啊！一般人可是弄不出这么大的水花。宁凡抚掌大叹，眼中浮现起的惊叹之色不似作假，他是真的惊讶于刚刚水花之大。那姑娘身体娇小，可坠落在湖中时溅起的水花却是远远超过正常规模，令人惊叹。赵七双真气笑了，这特么，宁凡口中的真大竟然不是他的规模，而是水花。他的注意力究竟在哪啊？公子！赵七双委委屈屈地呼喊着宁凡，而宁凡则是理也不理前者，待到水面平静后就迈步继续往前走。救他！开玩笑！宁凡从未听过被淹死的武者，至于赵七双在水里扑腾，说不定是他在戏水呢。公子，公子！宁凡的身影愈来愈远，赵七双的呼喊声也是逐渐被宁凡抛在身后，逐渐变得微不可闻。见到宁凡真的离开，湖水中的赵七双这才停止挣扎，三下五除二的从湖中游到岸边，咬牙切齿的望向宁凡背影，鼓着嘴不住跺脚。该死啊，真是该死！这宁凡难道是一块木头不成？不行，他一定要将宁凡拿下。于是乎，宁凡在回路上遇到不少波折，不是少女被人胁迫当道侣，就是少女昏迷在草丛中衣衫不整，不是少女邀请他喝酒，就是少女身中情毒急需解毒，但无一例外，宁凡都选择绕路。原因无他，他宁凡是个潇洒的男人。等站定在洞府前，宁凡才略感奇怪的挠了挠头，心中浮现起一抹怪异之色。这一路上遇到的波折是不是有些过于多了？不知道，赶紧回洞府吧，还得和娘子双休呢。而在宁凡回到洞府后，却是见到一道陌生的身影，只见云清瑶和另外一名少女相对而坐，二人不知道在聊什么，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娘子，这是？宁凡走近，开口问道。云清瑶什么时候交到的朋友啊？他怎么不知道？夫君。云清瑶站起身，将宁凡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和那名少女相对而坐，笑意盈盈地开口介绍道：这位师妹是准备下一届加入宗门，偶然间遇到，正在和我请教相关事宜。哦。宁凡点了点头，上上下下打量起眼前的少女，莫名的，宁凡察觉到少女有些眼熟，于是他脱口问道：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赵七双闻言，嘴角不由得抽搐一瞬，他已经准备好说辞，正等着宁凡开口询问，没想到他之前那些举动都没能让宁凡记住，真是过分没有吧？赵七双强撑笑容：你是青瑶的朋友，就是我宁凡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地方大可以开口。宁凡伸出手，赵七双歪了歪头，脸上浮现起一抹诧异。之前的挫折是真挫折，现在的顺利也是真顺利，没想到从云清瑶切入就能轻而易举和宁凡拉近关系。多谢师兄，师兄对我真好，不像是七双家里的哥哥姐姐，从来都不照顾七双。赵七双委委屈屈地开口道：那你家里的哥哥姐姐真不是东西。宁凡煞有介事的颔首肯定。赵七双，这宁凡怎么不会聊天呢？真是的。赵七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宁凡、云清瑶聊着，得益于云清瑶的存在，他和宁凡的关系拉近许多，姑且能说得上话了。宁师兄、云师姐，七双这般多多打搅，先行离开了。赵七双站起身，今天的进度就到这里吧，过犹不及。云清瑶和宁凡将赵七双送到洞府外，在后者即将离开时，宁凡这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姑娘，还未询问姓名。七双，赵七双。赵七双回过头看向宁凡，宁凡瞬间皱起眉头。赵，这个姓氏不等宁凡多想，赵七双已经迈步离开，徒留给宁凡和云清瑶一个背影。赵七双往前阳洞走，在途经一处偏僻小径时，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赵七双的面前，将前者的脚步挡住。谁？是前祖。赵七双本能一惊，在看清背影主人的身份后，赵七双恭敬抱拳拱手，深深鞠躬。来人正是赵钱，赵家的半个家主，华氏人。如何？和那宁凡相处的？赵前辈对着赵七双，后者根本看不清赵钱的表情。还行，有些波折，不过总体顺利，已经告知他我的姓氏，对方也没有特别排斥，再接触一段时间，有机会拿下。赵七双回答道。不是这样。赵钱苍老的声音响起。啊！赵七双微微一怔，什么叫不是这样？勾搭宁凡是他做的事，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赵钱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这样。那宁凡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在听到你赵家人身份后，立刻翻脸，
自持天资卓绝而大骂我赵家，今儿对你动手，一招将你斩杀。赵钱苍老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听起来格外冰冷。随着最后一个字落罢，赵钱也是缓缓回过头，望向赵七双的眼神中充斥着淡漠。一瞬间，赵七双便是明白赵钱话语中的意思。前族。赵七双正欲开口，突然间感觉到脸上一阵温热，他伸手抚摸脸颊，只见手掌上满是鲜血，随后一股剧痛从眉心传来。下一刻，扑通，赵七双直直栽倒在地，生机全无。大爷爷！一道声音响起，九长老在阴影处缓缓走出，目光瞥了一眼地上冰冷的赵七双尸体，脸上没有任何惊异之色。波儿，知道怎么做吧？赵钱掀起苍老的眼帘，瞥视赵波一眼，明白。这一切都是宁凡所为，宁凡自大狂妄，杀我赵家英雄遗孤，罪无可恕。九长老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神芒。呵呵，赵无情那一脉不是希望赵家沉寂下去吗？现在他倒要看看赵家还怎么选择沉寂。清晨，宁凡和云清瑶醒得格外早，今日便是二人选风的日子。宁凡手中持着整整5封邀请函。走吧。宁凡拉起云清瑶的小手，今日他选择的主峰可能会引起不小骚乱，但自始至终宁凡都只有一个选择。宁凡走出洞府，外面早有不少新弟子驻足围观。3天前的动静不算小，众人皆知宁凡和云清瑶要在今日选峰。纵使云清瑶和宁凡的选峰和他们无关，但这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热闹，终究还是得看看。宁凡向着主峰的所在走去，不少新弟子尾随在宁凡身后，尾随的弟子数量随着宁凡前进越来越多，俨然成就一片景色。很快，宁凡和云清瑶便是来到一处岔路口，阴阳神宗5峰就在这岔路口的5个不同的方向。此时间已经有不少弟子等在此处，他们并非是新弟子，而是出身于阴阳神宗5峰，其中有不少熟人。之前送邀请函的几名寻才使都在，为首的自然还是那名阴阳峰的寻才使。见到宁凡和云清瑶后，那名阴阳峰寻才使踏前一步，微微昂着手，脸上浮现起一抹高傲，对着宁凡伸出手，拿来吧。啊！宁凡一怔，邀请函。阴阳峰的寻才使皱紧眉头，脸上浮现起一抹不悦之色，神情之中更是有着一丝不耐烦。可这抹不耐烦在看到云清瑶的姿容后便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抹垂涎。不错，当真是不错。之前惊鸿一瞥，我便是觉得这女人不赖，现在细细打量，当真是天姿国色。嘿嘿嘿。随着阴阳峰的寻才使声音落罢，其身后一众阴阳峰弟子一时发出怪笑，目光丝毫不掩饰侵略性的在云清瑶身上逡巡。赶紧！阴阳峰的寻才使目光重新落回宁凡身上，神情再度变得不耐烦。入峰，成为我阴阳峰的弟子，然后来畅快的双修一番。你这道侣师兄，我看就不赖，给我们好好玩一玩。那阴阳峰寻才使说着，竟然踏前一步，似是忍耐不住一般，抬起手就要抚摸向云清瑶的脸颊。这一刻，宁凡再也无法忍耐。滚！宁凡一声暴喝，下一刻他猛然挥出一拳，直直击打在那名阴阳风寻才使胸口。阴阳风寻才使身体瞬间像是破布一样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静，安静。谁也没有想到宁凡竟然会陡然发难，一拳将阴阳风寻才使轰飞出去。所有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如何应对。你敢！那名阴阳风寻才使挣扎起身，望向宁凡的目光中充斥着震惊和愤怒。你对我道侣出手，我打你算是轻的。宁凡目光冰冷地看向那位阴阳风寻才使。在阴阳神宗中，道侣可谓是最珍贵的资源，男女相互为资源，当着别人的面对道侣动手，那是可以演变成生死斗的挑衅。小子，你怕不是不知道吧？我阴阳峰有规矩，所有弟子之间可以肆意双修，你等着，等你加入我阴阳峰，我一定好好的照顾照顾你的道侣，绝对让他终生难忘。阴阳风寻才使龇牙咧嘴。没错，现在他动宁凡的道侣确实会有所顾忌，可一旦宁凡加入阴阳峰，那他就可以随便玩宁凡的道侣，这就是阴阳峰的规矩。谁说我要加入阴阳峰了？宁凡轻挑眼眉，开口问道。随着这句话落地，在场的所有人尽皆一怔。对啊，宁凡从未说过自己要加入阴阳峰，只不过是他们想当然，觉得宁凡在随意选峰的情况下，一定会选择加入阴阳神宗第一峰阴阳峰。但他们想的并非是宁凡选择。宁师弟，选我们玄牝峰吧，我们玄牝峰不会强人所难，你想交换道侣的时候再交换就行。我们齐华峰也不错，双修大典实惠，遮掩身份，不用顾忌谁是谁。我们凌月峰。在听到宁凡不会选择阴阳峰后，其余几峰瞬间感觉自己有了机会，一个个上前劝说起宁凡。而面对着众人的劝说，宁凡没有丝毫动容，毕竟在来之前
宁凡就已经做出决定。宁凡环视众人，目光最终放在角落。你们可是长明峰的师兄？角落中的两人在听到宁凡的话语后一怔，还是那名女弟子用手肘顶了顶道侣，那男人才回过神。随后男人立马上前，没错，宁师弟，我们正是长明峰弟子，你只要加入我们长明峰，加入我们长明峰。那名长明峰弟子正欲开口劝说，想讲加入自己所在的主峰的好处，可话到嘴边却是蹦不出哪怕一个字，因为没好处。长明峰作为阴阳神宗最弱的主峰，无论是资源、待遇等等，几乎都是最差的，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非要说的话，加入长明峰可以激发弟子主观意志，磨砺弟子的心性，正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那名长明峰弟子还算要点脸，没有开口说出那些话。不用多说，师兄，我加入长明峰。宁凡果断地说道。语毕，他目光看向身边的云清瑶，云清瑶亦是回望他，以肯定的眼神。没错，长明峰就是他二人的选择。神？什么？加入长明峰？你可知道，那长明峰乃是阴阳神宗最弱的主峰，加入长明峰，日后修炼将会无比险阻。无知，浪费天赋啊！一道道声音响起，在场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宁凡做出的选择。难不成这宁凡真为所谓的忠贞，放弃其余待遇更加优渥的主峰？宁凡，你不选择我们阴阳峰，你会后悔的。阴阳风寻才使冷冷地看向宁凡。宁凡当众选择长明峰而非阴阳峰，无疑是打他们阴阳峰的脸，这就不劳师兄费心了。我已决意加入长明峰。宁凡开口道。而正当宁凡准备将邀请函交给长明峰的师兄时，一道声音陡然从远处悠扬响起。等等，这峰不能这样选。在场的众人左顾右盼，纷纷疑惑究竟是谁在此时开口打断宁凡选峰。下一刻，众人的目光不由得将目光投射向天际，一道身影从天边虚空掠来，一息时间便是坠落在众人面前。见过峰主，见过鬼峰主。一道道恭敬的声音响起，各峰寻才使和弟子纷纷恭敬地对着那道身影见礼，其余新弟子正愣一瞬，也是纷纷意识到来人的身份，纷纷神情恭敬地同样行礼。鬼伢子，阴阳峰峰主。五大主峰是阴阳神宗的根基所在，几乎所有弟子都以五峰弟子的身份行走修炼，故而峰主的身份并不算低。尤其是阴阳峰这个阴阳神宗第一主峰，其地位和位次靠后的长老基本相当，是弟子不可僭越的存在。见过峰主。宁凡、云清瑶一时抱拳拱手，哪怕宁凡和云清瑶不想加入阴阳峰，可也绝技不可得罪一峰之主。小子，你为何不选择我阴阳峰？可是有何顾虑？鬼峰主凝视着宁凡。这位阴阳峰峰主颇有些不修边幅的味道，头顶完全是秃的，只有边缘一圈灰发，眼睛格外的小，而且呈现倒三角状。此时凝视着宁凡，颇有几分阴冷的威压。抱歉，峰主前辈，小子只是无法接受阴阳峰的双修规则，随意双修这件事，弟子过不去心中的坎。宁凡不卑不亢地说道。听到宁凡的答案后，鬼伢子微微一怔，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似乎是听到什么极其可笑的笑话一般。宁凡皱紧眉头，对于鬼峰主近乎于嗤笑般的反应，宁凡十分不喜，但他还是压抑住心中的情绪。小子，拥有你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可你知道放弃阴阳峰选择长明峰意味着什么？老夫给你粗略估计一下，1个月最少1000枚灵石，若是你在我阴阳峰表现优秀，那么这个数字还可能进一步扩大，2000、3000枚灵石亦有可能。鬼伢子竖起3根手指，眼神玩味地看向宁凡。阴阳峰弟子的周凤首先就超过其余峰，而且在选择宗门任务时，阴阳峰弟子也有优势，加上主峰的灵气浓度，1个月算下来，一名阴阳峰弟子比起长明峰弟子要多出等价于1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若是表现卓绝，得到主峰的额外嘉奖，那么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扩大。阴阳峰和长明峰能嘉奖弟子的修炼资源量绝对不可能相同。宁凡闻言微微怔了怔，哪怕是他提前有所计较，在听到1个月等价1000到3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差距时，也不由得咂舌。第一峰和第5峰的差距还真是大，但就算差距比天大，宁凡也不会选择阴阳峰。抱歉，峰主前辈，小子还是选择长明峰。道侣交给别人双修这件事，小子万万不可接受。宁凡声音果断。不少人闻言，心中不由得一阵唏嘘。在知道第一峰和第5峰的差距后，宁凡竟然还选择长明峰。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说那宁凡是愚蠢，还是有操守。他们可不知道，宁凡早就把目光盯到了长明峰的古遗迹上面。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宁凡面临的5峰挑选是在场其余人终生不可能达到的成就。谁知哪怕再次得到宁凡拒绝，鬼伢子脸上也不见丝毫恼怒，
似是早就知道宁凡会这般回答，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这样的弟子，老夫见得太多，但大多数下场都十分凄惨。且不提你的道侣是否同样忠贞，老夫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永远维护道侣的忠贞吗？忠贞这东西，丢掉一次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届时你若是还在长明峰不能离开，那可是10年、几十年的折磨。忠贞，修炼资源双失。鬼伢子淡淡的笑道。其实拥有正常3关的弟子占据绝大多数，但为何弟子最终都选择加入前4峰？鬼伢子刚刚的话语其实就是决定性因素。贞操这东西，丢失1次和丢失10次、100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是选择守护道侣的贞操，就意味着1次也不能让道侣丢失贞操。且不提道侣的忠贞问题，弟子行走在宗门中时，谁能保证永远不遇到超过自己实力、背景碾压自己的人盯上自己的道侣？若是提着一口气加入长明峰，然后没能守护道侣的贞操，那就真如鬼伢子所言那般，人财两空。在有人财两空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武者会选择干脆放弃贞操的问题，直接选择尽可能选择排名靠前的峰。这样一来，最少能保证住修炼资源，而且各峰的双修规矩其实没有偏向性，道侣双方都可以在规矩下肆意双修，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谁也不亏。鬼伢子在说完这番话语后，嘴角上扬的凝视着宁凡，在他看来，宁凡不过是没有想清楚其中利弊而已。稍加劝说，完全能让他改投阴阳峰。峰主前辈，宁凡正色看向鬼伢子，抱拳拱手开口：你说的这些弟子完全明白，守护道侣贞操须得永永远远，而且十分困难，说不定何时就会遇到天大的麻烦。关于这一点，其实弟子已经有所体会。在机缘地时，宁凡已经遇到过继无锡等人惦记他和云清瑶的双修体质，想要一起玩一玩，日后定然也会有其余人抱有同样的想法，但这并不是堕落的理由。修炼一途本就是逆水行舟，若因前方有困难就直接放弃，那么作为武者而言，已经是失败的了。宁凡一字一顿，声音铿锵的开口：前路艰险，我宁凡亦可以闯出一条道路。夫君。站在宁凡身边的云清瑶拉起前者的手，脸上一时浮现起坚定之色。无论如何，清瑶陪你。这一次，鬼伢子的脸色陡然变得阴沉起来，这宁凡和云清瑶还真是固执。好好好，鬼伢子连到3个好字，眼中闪过一丝凌厉。既然如此，就别怪本峰主行使特权了。你2人，本人阴阳峰峰主鬼伢子执行弟子抢夺规矩。峰主特权，弟子抢夺。宁凡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同时间他心中亦是缓缓浮现起一抹不祥的预感。无需多言，光从这特权的名称上来看，就知道这特权是什么意思。多少年没有峰主行使弟子抢夺的特权了。一道声音响起，下一刻几道身影从天而降，站立在人群之中。众弟子见到突然出现的人影后，纷纷鞠躬见礼。见过峰主。没错，这突然出现的4道身影正是其余4大主峰的峰主。没想到宁凡和云清瑶竟然引得阴阳峰峰主行使峰主特权，而且还让其余4大主峰的峰主全部莅临。小子，你不错。一道声音响起，宁凡望过去，只见夸赞自己的是一名中年妇人，妇人挽着云鬓发髻，衣着一袭白色纱裙，举手投足间散溢着一股温婉的气质，正是长明峰峰主。宁凡和鬼伢子刚刚的辩论被长明峰峰主听在耳中，宁凡所有观点完全契合长明峰创立的初衷。见过诸位峰主前辈。宁凡对着几人抱拳拱手，深深见礼，目光尤其在长明峰峰主身上停留。前辈，小子愿意加入长明峰。长明峰峰主闻言却是缓缓摇了摇头。我长明峰愿意接纳你，不过此时此刻你归属于何峰并非我说的算，你若能闯过弟子抢夺，我长明峰自有你一席之地。宁凡瞬间无语，不是说好的选峰，弄到最后还不是他能说的算呢？那选毛啊！所谓的峰主特权弟子抢夺，乃是宗门赋予排名靠前的主峰的权利，此特权乃是为我阴阳神宗发展的更好。鬼伢子徐徐说道。有些人做出错误的选择，加入错误的峰，耽误天资，对于宗门而言乃是一个巨大损失，故而排名靠前的主峰可以抢夺天资卓绝的弟子。相信我，小子，你日后会感谢老夫。鬼伢子深深看向宁凡。不可能，我不可能加入阴阳峰。宁凡果断地说道。路边满是小房子的主峰，宁凡决计不愿加入。弟子抢夺并非完全剥夺弟子意志，若是弟子证明哪怕脱离靠前的主峰也能依仗着天资在修炼一途上高歌猛进，那么弟子就可以自主选择任意一个主峰。长明峰峰主开口道。呵呵。鬼伢子闻言脸上浮现起一抹嘲弄之色。自阴阳神宗创立以来，
发生过的弟子抢夺一共有20余次，其中弟子闯过3关者无一人。宁凡，老夫最后问你一句，你是否依旧执迷不悟，非得选择长明峰？若是执意选择长明峰，本峰主将执行弟子抢夺特权，你须得连续闯过3关，证明自己的资质。通过，则你可加入长明峰；失败，则加入阴阳峰。自立宗以来，20余次弟子抢夺，无一人通过3关，足以证明弟子抢夺3关的严苛程度。弟子别无选择。宁凡抱拳拱手。好。鬼伢子凝视着宁凡，其余人望向宁凡的目光中亦是充斥着看热闹的情绪。在场的绝大多数人和宁凡一样，连弟子抢夺都未听说过，所有人都想看看这弟子抢夺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天资卓绝可自行选择武锋的宁凡，又能在弟子抢夺中闯过几关？取册灵玉球来。鬼伢子大手一挥，下一刻，一名弟子将2枚圆球托举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看着2枚熟悉的圆球，宁凡知道其用处。弟子抢夺第1关资质，弟子须得证明在修炼资源贫瘠的情况下，也能不影响境界的提升。自闯关开始时3日内，弟子需要突破2层境界，并且功法提升1重，若不能完成，则闯关失败。鬼伢子开口道：嘶！在听到闯关条件后，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条件未免有些太过严苛，3日内突破2层境界，并且功法突破1重，哪怕有大量资源供给，也是件不轻松之事。更何况弟子抢夺期间，本人算作并未加入任何主峰，是没有主峰帮衬的。也就是说，宁凡德凭借着甲等第一的资源，从玄极境1层突破到玄极境3层，光是这一个条件就足以令普通弟子绝望。还有功法，功法的提升更是玄之又玄，不同的功法突破条件不尽相同，但相比较而言，功法的提升还算简单一些。但哪怕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功法突破，想要在3日内完成都是难之又难，更何况2者都得完成。宁凡也是瞪大眼睛，若非其余主峰峰主没有开口反驳，宁凡都觉得鬼伢子是在刻意刁难他。呵呵，想要规避弟子抢夺，就得证明自己没有顶级主峰帮衬，也能在修炼路途上高歌猛进，这就是证明之一。当然，你可以选择认输，直接成为我阴阳峰弟子。鬼伢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弟子愿意尝试。宁凡咬了咬牙，无论如何，他都得试试看。3日，境界突破2层，看似不可能完成，但以宁凡的突破速度而言，倒也绝非没有一线生机。要知道，宁凡从黄极境8层突破到玄极境，也不过是2日时间而已。黄极境8层突破到玄极境也不小。还有个问题，功法。宁凡不敢让宗门检测，他的天玄心经十分神秘，真让宗门检测出来，他没有办法解释。境界没有问题，可弟子没有掌握功法。宁凡开口道：没关系，本峰主会给你3门黄极功法，你若能掌握1门，也算是通过。鬼伢子招了招手，立刻有一名弟子送来3份功法修炼典籍。宁凡无计可施，只能先将功法修炼典籍收下，记录这2人的境界。鬼伢子招了招手，立刻有人将测灵玉球递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经过测验之后，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被记录下来。玄极境1层。在检测完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后，鬼伢子脸上的玩味更胜一筹。宁凡和云清瑶都是玄极境1层初期，也就是说，他俩得完全的突破2层境界。原本的规则2层境界突破，其实是保证弟子最少突破1层。很简单，武者若是玄极境1层后期巅峰，那么就能轻而易举就能突破到玄极境2层。在规则下，这名武者实际上只需要完整的突破玄极境2层到3层，1层巅峰到2层只能算作附带的。倒霉一点的弟子，境界在中期，那么相当于需要突破1层半。至于宁凡和云清瑶，2个玄极境1层初期，而且是几乎刚刚突破到玄极境，这意味着2人须得完整突破2层境界，本就困难的关卡，此时变得更加难以跨越。光是这第1关就如此艰难，很难想象后面的关卡将是何等恐怖。不过想想也是，想要成功突破弟子抢夺，就意味着弟子得证明自己在没有顶级主峰帮衬下，也能在修炼意图上高歌猛进，理应如此艰难。一道道议论声响起，在场的所有人尽皆对宁凡闯关这件事不抱有任何乐观态度。弟子明白。宁凡抱拳拱手。弟子抢夺难以闯关是吧？他宁凡今天还真想破上一破，不光是为躲避阴阳峰，更是挑战自我。半天的时间，宁凡、云清瑶拒绝阴阳峰，选择长明峰，随后被阴阳峰峰主抢夺，以及那超高难度的关卡内容像是长了翅膀，几乎在整个阴阳神宗中传了个遍。3日突破整整2个小境界，还得掌握1门黄极功法。在任何人看来，
都是几乎不可能之事。甚至有阴阳神宗的弟子自发开盘，攒出一个赌局，就赌宁凡是否能成功闯过3关。当然，盘口的细节可不只是否闯过3关那么简单，而是十分复杂。闯1关，闯2关，闯全部3关，完成2层境界突破，掌握黄级功法，全部都有独立的盘口，皆可下注。其中最离谱的盘口，宁凡闯全部3关，赔率直接飙升到1赔1000，这意味着压宁凡能突破3关1零时，最终能获赔整整1000枚零食，足足1000倍的超高赔率。可饶是如此，所有来盘口下注的弟子也全部都压在另一边。毕竟阴阳神宗自立宗以来，由宗主发起的20几次弟子抢夺无一失败，20几次的数量不算多，但要知道一点，能引得宗主注意，发起弟子抢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天资卓绝之辈。稍微打听一番，就能知道那些人是何等的妖孽。那些人无意成功，宁凡能成功，哪怕是赔率最低，宁凡掌握黄级功法，也是来到1赔4，一枚零食压在宁凡功法可以成功突破上，正确则可以获赔4枚零食。这一消息自然也是落在宁凡耳中，则宁凡端坐于洞府之中，轻轻咂嘴呢喃。本以为是一次简简单单的选封，没想到竟然弄出这么大动静，整个宗门现在都是这档子事。不过这倒也给我一个机会。宁凡目光闪烁，他的修炼资源不多，满打满算也就是等价于1000枚零食。明日发甲等第1名的周凤，也就是零食100枚，外加聚气丹10颗，10颗聚气丹勉强能换算成50枚零食。明日宁凡全部身价是1150枚零食，银币则是不进行计算。银币这东西基本上很难买到修炼相关的东西，都是交易一些吃食、衣物这些凡俗界的物件。还好这几天没有双修，若是没有这等价于1150枚零食的修炼资源，想要闯过第1关怕不是痴人说梦。宁凡庆幸地摸索着下巴，别看他手中现在只有1150枚零食，可明天之后他手里的零食数量是多少，那可就不一定了。现在的问题是功法，能不能将天玄心经伪装成他已经掌握了一门黄级功法，这样一来就能顺利过关。得问问叶红莲娘子来。宁凡躺在床榻上，对着云清瑶招了招手，后者乖巧地来到宁凡身边，伸手解开腰间的丝带，轻薄的纱裙瞬间褪去，白皙的肌肤暴露在宁凡面前。不等云清瑶继续宽衣，宁凡猛然抬起手打断前者的动作，等会，现在不双修。哦。云清瑶哦了一声，随后躺倒在宁凡的身侧，二人距离加近，宁凡甚至能看到云清瑶的睫毛。半晌，眼前的云清瑶依旧还是云清瑶。宁凡一拍脑门，心中不由得暗骂一声干。他想问问叶红莲功法的事情，可不双修的话，叶红莲似乎根本不会出现，还是得双修啊。不过对于宁凡而言，灵石还有其他用处，暂时不能用修炼资源来双修，不使用修炼资源的双修提升实际上并不算大，但没办法也得修。来吧。宁凡伸手将云清瑶搂住，二人起初温情满满，随后便是陷入抵死缠绵。半晌后，白光大盛，叶红莲果然出现。仙子姐姐，宁凡呼喊道。叶红莲本因周围的环境而放松，毕竟上一次是水里，上上次是洞穴，这次在床榻上没有那么奇怪。但下一刻，叶红莲却是察觉到周围没有灵气，甚至二人之间也没有过多的灵力交融，完全不像是修炼，更像是单纯在干那档子事。小淫贼，你怎么不用天才地宝辅佐修炼？莫不是单纯的想要搞我？叶红莲恼怒地问道。若是修炼，迫不得已之下和宁凡干一干那档子事也就算了，毕竟叶红莲也有收获，可单纯干被狗，宁红莲哪能接受？不，仙子姐姐，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搞你。宁凡连连摆手。你不想搞？不等宁凡开口，叶红莲更加恼怒的声音响起，她可是天玄圣地的圣女，多少男人追捧，这人误打误撞将她搞到手，竟然说不想搞她。宁凡脸瞬间黑沉。捏嘛，想搞不行，不想搞也不行，那自己去死一死行不行？仙子姐姐，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宁凡苦着脸将事情原委告知给叶红莲。什么？肮脏，下作，阿杂，这是何等下流的宗门，统统灭杀，统统灭杀啊！叶红莲恼怒的开口。误打误撞和宁凡双修在一起也就算了，若是让叶红莲日后被各个男人双修，甚至一天换几个双修对象，真的不如直接杀了他。在叶红莲盛怒之时，宁凡陡然倒吸一口冷气，这声抽泣声引起叶红莲注意，他看到宁凡脸色十分苍白。仙子姐姐都说了，双修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疼啊！听到宁凡所言，
叶红莲瞬间明白过来刚刚发生什么，一瞬间她的俏脸红得滴血，低声俏骂：“小淫贼！”叶红莲深吸一口气，似乎是想要强行打破心中的羞怯，她强撑起一副自信或者说高傲的态度：“呵，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家乡有一句古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小淫贼，我看你就是没有金刚钻。”叶红莲面上调笑道，实际内心则是羞得滴血。她堂堂天玄圣地的圣女，怎么能说出这种孟浪之话？宁凡闻言，心中也是涌现起一抹不服。男人就不能被说不行？仙子姐姐，我有没有金刚钻你还不知道吗？今天咱俩就看看是不是金刚钻。宁凡认真起来。半晌，叶红莲就偶逼耷拉在宁凡的肩膀上，声音软糯的开口认输。等等，说正事行不行？正事。宁凡也不想弄得太过火，万一给叶红莲弄去别的地方，那不是白白浪费时间。正事就是有没有办法将天玄心经伪装成一门黄级武技，让我蒙混过关。宁凡呼吸粗重地问道。何必伪装？你若是能将天玄心经提升到2重，则可以吞并兼容一门功法。你只要从3门武技中吞并兼容一门，不就可以了？叶红莲开口。啊！宁凡一怔，吞并兼容，天玄心经还有这种功效？当然，天玄心经乃是我天玄圣地不传之秘，从第2重开始，每提升1重都可以吸纳一门功法，将那门功法化为自身所用。叶红莲颇为自傲的开口。小子如何将天玄心经提升到2重？宁凡双眸发亮。须得阴阳条和无根草和浮萍水，二者缺一不可，在集齐二者之后，假以10日修炼，即可完成突破。啊！宁凡闻言微微一怔。无根草和浮萍水宁凡有所耳闻，二者无一例外都是极其珍惜的天材地宝，其中无根草更甚，乃是一株天级天材地宝。宁凡上哪弄去？不等宁凡愣神完，叶红莲落在宁凡背脊的手抽回，当掌心展示在宁凡面前时，一株通体漆黑的仙草和一滴水呈现在宁凡的面前。这难道就是？宁凡脸色陡变。叶红莲陡然发出一声婉转如同黄莺啼叫的声音，同时面色潮红的哀怨瞥视宁凡。宁凡尴尬的挠了挠头，他刚刚还让叶红莲别激动，没想到轮到他也没能把持住。但这可不怪宁凡啊！无根草和浮萍水一天级、一地级天材地宝呈现在宁凡面前，不震惊那是绝无可能。仙子姐姐，这东西很珍贵吧？宁凡没有去接。呵呵，我确定咱们两地确实相隔很远，这无根草和浮萍水在我那边并非什么珍贵的东西。叶红莲眼中闪烁着欣喜光芒，那奇怪的古玉终于被他确定出一些端倪，他确实是被拉到很远的地方。不珍贵？宁凡一惊。就算再不珍贵，能成为天级、地级天材地宝，也预示着二者的不凡。这天地间有太多稀有的东西，其中绝大多数都不被人所注意。若非无根草和浮萍水有足够的价值，哪里能评得上天级、地级？无根草和浮萍水不是那种淬体、提升境界的万用天材地宝，其价值在于蕴含着阴阳之力。若是需要阴阳之力，那无根草和浮萍水就是十分重要。可若是不需要，在路边见到也不会采摘。叶红莲解释道。语毕之后，叶红莲自己也想了想，若是在天玄圣地周边，无根草和浮萍水变得稀有起来，那么其价值肯定会猛然攀升。毕竟有许多功法、武技都需要阴阳之力达到平衡。先将天玄心经提升到2重，小淫贼，3次闯关你必须通过，明白吗？叶红莲严肃地说道。宁凡是否完成3次闯关，关乎于叶红莲本人日后的修炼，叶红莲倾尽全力也会辅助宁凡过关。是。宁凡颔首。不用叶红莲提醒，宁凡也会拼尽全力完成闯关。叶红莲捏碎无根草和浮萍水，两股力量杂糅在一起，一黑一白组成太极图，融合进宁凡的身体。叶红莲也已经满足天玄心经突破前置条件，此时间他也开始修炼起天玄心经。一时间，无数感悟涌进宁凡的大脑中，叶红莲修炼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和宁凡共享。霎时间，无根草和浮萍水所带来的阴阳之力在宁凡体内达到协调，天玄心经直接完成突破。天玄心经2重，本来需得精心修炼的功法，由于双修的缘故，竟然在眨眼间就完成突破。当然，这也是由于叶红莲的境界领先宁凡太多，宁凡在双修中汲取到的裨益远远超过叶红莲。白光闪烁，叶红莲的身影消失不见，云清瑶重新回归，而宁凡却是依旧沉浸在修炼之中，感受着天玄心经的变化。足足数个时辰，宁凡才睁开眼睛。他感受到天玄心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络中的灵力运转中蕴含着许多空灵，似乎可以再容纳一门功法。
宁凡手掌一翻，掌心多出3门功法：寒水术、烈焰明火术、绵木心经，2门黄级中品武技，1门黄级上品。烈焰明火术正是那门黄级上品武技。宁凡翻阅功法修炼典籍，下一刻开始修炼起烈焰明火术。原本晦涩难明的功法，对于宁凡而言显得得心应手。这并非是宁凡天资卓绝，而是烈焰明火术品阶太低，天玄心经完美将烈焰明火术模拟下来。1刻钟后，宁凡睁开眼睛，他摊开手，呼，掌心瞬间涌起一片火焰。那火焰并非是真正的火，而是高度凝聚的火属性灵力。这天玄心经真是奇妙。宁凡喃喃自语道。此时间，宁凡感觉体内有2种不同的功法。正常情况下，宁凡体内的功法依旧是天玄心经，但他可以以天玄心经模拟出烈焰明火术。这时，烈焰明火术的品阶是由天玄心经决定的。自2重启，天玄心经都可以吞噬兼并1门新的功法，这岂不是意味着宁凡可以掌握数门功法？功法这东西各自具有特色，若是能拥有不同的功法，对于日后行走亦是裨益良多。是时候完成下一步了。宁凡喃喃自语道。同一时间，阴阳神宗某处，灵虚仙子手持古玉，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就在刚刚，这神秘的古玉散溢着一股热流，灵虚仙子从中感受到一股神秘的感召。她有预感，若是响应感召，一定会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机缘。但灵虚仙子还是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不，还不是时候。灵虚仙子重新将古玉揣进怀里，脸色重新归于平静。再等等，等到破境时再使用这古玉的机缘，才将古玉机缘发挥到极致。我已经等待这么久，不在乎再等一段时间。宁凡离开洞府后，立刻前往赌局开设之处。赌局乃是开设在阴阳神宗弟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的樊楼。樊楼是阴阳神宗弟子平日交流之处，平日里售卖一些吃食，若是肯花费灵食，还可以买来用天材地宝、妖核制作的灵餐。服用灵餐也可以提高境界，但效率不比正常修炼好。只有最高规格的宴请才会上灵餐，用以宣泄逼格。宁凡刚一到，立刻看到樊楼外面支招的几个摊位，摊位前面大排长龙，众多弟子如火如荼的叫嚷，十分火热。不用凑近，宁凡便听到一些和他有关的字眼。很明显，这里就是赌局开设之处。宁凡用尽力气，终于凑到近前。他抬起手，重重将一枚储藏戒拍在桌子上。下注，下我能在第1关掌握黄级功法，赌注就是这里面全部的资源，等价于115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宁凡开口道。一瞬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射过来。等价115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可不算一个小数目，刚刚入封的弟子的月俸大概也就是这个数字，将这么多修炼资源压在宁凡身上，十分罕见。更何况宁凡的称呼压在我身上，这特么是正主来了啊！你是宁凡？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抬起眼眸，略微惊诧地看向宁凡。这么多人都因宁凡而下注，现在亲眼见到本人，多少会有些感到奇异。没错，记录下注吧。宁凡双臂环胸，抱歉，无法下注。那名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却是缓缓摇头，直接拒绝宁凡下注。为啥？宁凡一怔，十分不解。因为你是赌局的相关方，赌局的相关方不能下注，这难道不是常识吗？你自己下失败然后认输，岂不是稳赚不赔？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翻起一个白眼。宁凡一噎，听起来这名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话语有道理，可是则不尽然。宁凡下的是自己成功啊。当然，宁凡早已经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但这成功也是宁凡凭自己本事得到的，算不得投机倒把。我赌自己赢还不行？宁凡开口。不行，这是规矩。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开口道。行。宁凡咬了咬牙，眼球滴溜溜乱转，随后计上心头。我问问，从赌局开始到现在，一共下注多少？估计最少也得有等价几千万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吧。一名站在宁凡身边的弟子开口说道。新晋天骄，旋风长鸣，弟子抢夺，3重噱头汇聚在一起，加上阴阳神宗平日又没有太多热闹可看，几乎所有弟子都在赌局中下注，不乏宗门高层，甚至是长老级别的存在。今日不让我下注，可别怪宁某人掀桌子。宁凡朗声说道。一道道目光瞬间落在宁凡身上，对于后者的话语感到一丝丝迟疑。什么叫掀桌子？若是不让宁某下注，宁某现在立刻就前往阴阳峰，向阴阳峰峰主言明，放弃弟子抢夺闯关，直接加入阴阳峰。宁凡开口道。乍一听，众人并不觉得宁凡这行为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一道声音响起，众人霎时间懵逼。若是放弃闯关，那算是闯关成功还是闯关失败啊？众人，这是个问题。
肯定算失败啊。不对，不对，失败指的是3天时间到，宁凡并未突破2层境界，或者并未习得黄级功法，放弃闯关，说明人家愿意加入阴阳风，根本就没进行闯关啊，又怎么算是失败？就算失败啊，放弃还不是失败？肯定不算啊。眨眼之间，对于放弃是否算是失败这一议题，瞬间席卷整个樊楼外，所有人争吵不断。其实正常来说，宁凡放弃，那么算闯关失败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赌局开盘前没有对这一点进行明确定义，没有明确定义就有争吵的空间。而且放弃闯关，从第一关的视角来看，算作失败有90%的道理。可第2、3关呢？第一关闯关失败，后2关失败是自然，可是放弃第一关，第2、3关算作失败就十分不合理。最公允的方法就是留局。可刚刚宁凡看过规则，这个赌局庄家整体不参与对赌，而是抽水下注的两边相互赢对方的修炼资源，庄家抽取总投注量的5厘。若是留局，那么赌注是要全额退还的，也就意味着庄家没有办法抽纳5厘水。5厘水是多少？就拿等价1000万枚灵石的修炼资源来算，5厘就是50万灵石。50万，宁凡认输还真算得上掀桌子。无论如何，赌局都难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意识到这点后，樊楼下的众多弟子开始争吵起来。原本就人声鼎沸的樊楼下变得混乱异常，不少言语间不对付的弟子甚至有大打出手的迹象。一时间，所有负责记录赌注的弟子皆是满头大汗，慌乱的不知所措，尤其是刚刚那名拒绝宁凡的弟子，这可如何是好？宁凡真有掀翻赌局的本领。住手！何人再次纷争？突然间，一道声音响起，声音明明不大，却是清晰的响在所有人的耳中。众人瞬间停下动作，看向声源之处。只见一名年纪比宁凡、云清瑶等人略大的男子缓缓走来。这人一身公子打扮，散溢着一股儒雅之气，是公子正，前几届阴阳峰首席弟子。据说他早已经离开主峰，以宗门名义在外界行走。这公子正也是曾经的顶级天才啊，横压数届弟子的存在。一道道声音响起，道出这名儒雅男人的身份。公子正缓步走来，立在宁凡面前，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后者，眼中浮现起一抹兴味。你就是宁凡？拒绝我阴阳峰的宁凡？理念不同而已。宁凡耸了耸肩，倒也没有在这位曾经的阴阳峰首席弟子公子正面前表现出怯懦。你想下注？没错，下注自己能在第一关习得掌握黄级功法。宁凡果断地开口。合理，下自己赢，若是真的能赢下赌局，也算是你自己有本领。不过得先确认，此时你并没有掌握那门功法。公子正徐徐开口道。我记得师尊替你挑选的3门黄级功法，分别是寒水术、烈焰明火术、绵木心经。这3门黄级功法都有极其显著的特点，会在习得后改变武者体内灵力的属性，从无属性灵力变成蕴含水、火、木属性的灵力，这点不可遮掩。伪装，来吧，展示出你的灵力。公子正凝视着宁凡。宁凡二话不说，立刻鼓动其体内的灵力，一股澎湃的灵力在其周遭扩散，周围的尘土都被吹拂起一层。他的灵力不会有问题。宁凡本身只掌握天玄心经这一门功法，烈焰明火术是通过天玄心经模拟出来的。只要宁凡不在刚刚主动模拟烈焰明火术，灵力就是无属性。不错，玄级境一层武者拥有这般灵力，算得上天资卓绝，灵力精纯，没有任何五行气息。你并没有掌握那3门功法之中的任何一门，3日内掌握1门黄级功法并非简单之事。赌局公平，可以成立。公子正颔首道。记录吧。啊，是。那名负责记录赌注的弟子早已经是满头大汗，如今有公子正稳住局面，做出决断，他立刻如蒙大赦般的收下刚刚宁凡递出的储藏戒，在确认其中修炼资源的数量后，将宁凡的赌注登记在册。宁凡1150枚灵石，下注宁凡能在3日内领悟1门黄级战斗功法。那名负责记录赌注的弟子放下手中的笔，开口说道。宁凡看到自己的赌注被如数记录，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宁凡再度开口。封盘吧，准备结算。什么？在听到宁凡的话语后，不光那名负责记录赌注的弟子，就连公子正也不由得微微皱眉。宁凡，你身为赌局当事人，下注本就不算合理，我已破格允许你下注，你现在又在作甚？公子正皱眉。本来他觉得这宁凡还有些意思，可现在看来，这位在阴阳神宗掀起波澜的天才，或许只是个胡搅蛮缠之辈。封盘，结算。我已掌握烈焰明火术，可以进行这一盘口的结算了。宁凡声音淡淡的开口。公子正陡然仰天大笑，随后收敛起笑声，目光凛冽的看向宁凡。
他只是淡淡的回以5个字：回去修炼吧。语毕，公子正转身就走，懒得再在宁凡身上驻留目光。然而下一刻，宁凡却是手掌一翻，从储藏戒中拿出烈焰明火术的修炼典籍，直接原地盘膝打坐。这是原地修炼啊！一道道惊诧的声音响起，谁也没有想到宁凡会有这般举动。而在短暂的惊诧之后，便是响起一阵嘲弄和唏嘘声。呵呵，这人在干什么？黄级功法就算容易修炼，可正常情况下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和自身不契合的功法，花费上1周时间也有可能，哪怕是天生契合，也得3天左右时间才可掌握。原地修炼算什么？哈哈！在众人嘲弄的声音下，宁凡从头到尾将烈焰明火术的修炼典籍全部翻阅一遍，随后站起身，目光在众人脸上掠过。呵，这是觉得无法修炼，又决定离开了。搞笑啊！这真是被5大主峰纷纷下发邀请函的顶级天才，我怎么看他脑子有点问题呢？天资固然重要，可也得看拥有天资的人智商正不正常啊！别是个傻子！哈哈哈！讥讽的声音更胜一筹。若说宁凡原地修炼的好笑程度有5成，那他翻阅一遍烈焰明火术的修炼典籍就起身的好笑程度则有10成。宁凡的这一举动实在算得上给众弟子无聊的修炼生活中平添一丝乐趣。然而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宁凡缓缓地伸出手，天玄心经在宁凡周身疯狂运转，灵力如同江河一般在他体内咆哮，一股热流在他掌心凝聚。呼，一簇火焰在宁凡的掌心迸射而出，哪怕是白天都将周围照得更亮几分，周遭的温度亦是提升许多。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脸上尚且挂着讥讽的表情，可眼中却是充斥着震惊之色。就连那公子正义是转过身，望向宁凡手中火焰的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宛若被一张大手扼住脖颈，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这火焰并非武技，而是纯粹的火属性灵力。不少见过或者掌握烈焰明火术的武者可以100%确定，这就是全力催动烈焰明火术后武者所拥有的灵力。什么？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掌握的烈焰明火术？难不成他在过来前就已经掌握烈焰明火术？一道惊呼声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所想。但下一刻，这一猜想便是被瞬间驳斥，原因无他，宁凡刚刚在众人面前展示过自己的灵力，没有任何火属性的气息，没有。也就是说，宁凡习得烈焰明火术的时间就是刚刚的那一瞬。坐下，翻阅，习得，恐怖！不，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怎么有人能如此轻易地掌握一门黄级功法？这根本不可能啊！一道道质疑声响起，不少人想到自己当初修炼黄级功法时的困难，平均时间都在5天左右。这宁凡哪怕是花个2天时间掌握，众人也只会惊讶于他的天资，然后稍微嫉妒一下。而瞬间掌握的资质，已经让众人无法嫉妒。毕竟嫉妒这种情绪只能发生于能看到对方背影的情况下，宁凡那让他瞬间掌握烈焰明火术的天资，已经让众人无法心生嫉妒。时人只知凌云木，不知凌云几重高。一道声音悠扬响起，宁凡望过去，是在机缘地中和他有一面之缘灵虚仙子。多谢灵虚仙子夸赞。宁凡抱拳拱手。对于这位阴阳神宗的圣女，宁凡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将宁凡的境界捅到宗门高层，对于宁凡而言有弊有利。灵虚仙子微微颔首，然而下一刻，宁凡却是挠了挠头，讪笑着开口：那个仙子所言是什么意思？灵虚仙子，合着宁凡没听明白呗？那他谢什么呢？人们都知道这世界上有天才，可天才究竟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能认清。灵虚仙子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什么是天才？步入修炼之途1周就突破到玄级境者是天才，瞬间领悟黄级战斗功法者是天才。而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真正的天才却是常人难以揣测的，迟早诸位会见到更妖孽的天才，届时诸位才会心中顿悟，原来这才是天才。原来如此，不愧是圣女殿下，当真是心思通透。是我等缺少见识，瞬间领悟黄级功法也并非不可能，这个世界上的天才确实是我等无法揣测。众人纷纷附和道：圣女大人，不知在下有没有机会和仙子一起执行宗门任务？公子正摇晃着折扇，笑意盈盈地凑近。灵虚仙子眼神淡漠地瞥视公子正一眼，瞬间令后者的笑意冻结，无需言语，光是一个眼神，灵虚仙子就足以令公子正退避三舍，收敛起心中的杂念。你很不错，无关天资，你的心性本殿十分中意，没有因庞大的修炼资源而丢掉本心，恪守底线。
若非……说到这里，灵虚仙子眼中浮现起一丝丝复杂，但下一刻，这抹复杂便是被他完美掩饰住。灵虚仙子转过身，将背影展示给宁凡等人，旋即丢下一句话，身影消失不见。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和师弟一同见证宗门的昌盛。众人大眼瞪小眼，随后将羡慕、震惊的目光投射向宁凡，不光是因刚刚的表现，更因他能引得灵虚仙子的青睐，哪怕是一句话而已，都十分难得。要知道，刚刚那位公子正可是主动上前搭讪，却被灵虚仙子一记眼神吓退。整个宗门能得灵虚仙子另眼相看者不凡几，宁凡在玄极境就达到这一成就，当真是令人艳羡。结算吧，宁凡淡淡的开口道，并非宁凡想要装逼，若是有可能，宁凡很想低调，装着自己修炼1-2日才掌握烈焰明火术，可时间不允许，宁凡还得在剩下的时间里突破2层境界，得给后续的修炼留足时间，越长越好。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大眼瞪小眼，宁凡当众展示闯关成果这件事并不在他们预料之中，是否结算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啊。呵呵，结算吧，既然宁师弟已经展现出烈焰明火术，那么毫无疑问，这场赌局已经可以得出结果。公子正轻摇折扇，话是对着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说的，可目光却是死死地锁定在宁凡身上。这宁凡不一般，而且他有可能成为阴阳锋的对手，这样的存在焉能不注意？不过就算注意，也没有必要卡着赌注结算，参与赌注的弟子众多，卡结算有失风度、脸面。而且就算将等价46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交给宁凡，宁凡是否能突破到玄极境3层也是个未知之数。这是4倍赌注的天才地宝，请查收。负责计算赌注的弟子将一枚储藏戒交给宁凡，宁凡稍微检查一番，确认其中修炼资源的数量正确后，立即转身，他还得修炼，抓紧时间修炼。宁师弟。就在宁凡背影逐渐远去时，公子正的声音陡然响起，宁凡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向公子正。不知为何，宁凡从公子正的脸上看到一丝丝敌意。宁师弟，我劝你别多想，灵虚仙子刚刚所言不过是激励你的善良话语罢了，并非对你另眼相待。谁都知道，灵虚仙子尚未有道侣，其在整个阴阳神宗的追求者多如过江之鲫，你不会是例外。公子正目光灼灼，你破防了。宁凡歪了歪头，他对灵虚仙子没有什么特殊感情，更没有自恋到灵虚仙子对他另眼相待，而公子正确对他说这些废话，那么只可能是他破防了。果然，在宁凡话语落罢后，一道并不存在的咔嚓声响起，公子正脸上的面具似乎出现一道裂痕，儒雅的表情消失不见，五官扭曲在一处。公子正干脆不再伪装，阴恻恻地凝视着宁凡。宁师弟，你最好能完成3次闯关，否则等你加入阴阳锋，师兄可得好好照顾你的道侣。你惦记宁某的道侣？宁凡眯起眼睛，深深凝视着公子正。是又如何？公子正微微昂首，高高在上的斜睨着宁凡。你会后悔的。宁凡声音淡淡，眼中浮现起一抹杀意。丢下这句话，宁凡便是迈步离开这樊楼所在。呵呵呵，哈哈哈！公子正闻言，捧腹大笑到身体颤抖，似乎是听到某种极其可笑的笑话一般。令我后悔。宁师弟，你可知道，你师兄我在几年前便是在阴阳锋担任首席之责，现在更是离开主峰，在宗外行走。你能追上我的脚步？痴人说梦。公子正也不管宁凡是否听得到他的嘲讽，微微摇了摇头，手腕一抖，将折扇合上，缓步离开赌局的所在。半个时辰后，宁凡手握等价46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回到洞府。刚进门，云清瑶便是小跑的扑进他怀里。夫君，东西在这，来，双修吧。宁凡眼中闪烁着一丝对实力的渴望，还不够，哪怕宁凡的实力足够高强，可还远远不够。现在的宁凡根本算不得强者，得快些加入主峰，尽快提升自身。夫君，就让妾身来伺候你吧。一阵白光闪烁，叶红莲出现在宁凡的眼前。这才过去多久？叶红莲颇有些无奈地看着宁凡，这修炼的频率未免太过频繁一些，我还有其余事需要处理，怎能连续和你修炼？尤其是白天不行。叶红莲刚刚正在进行圣地议会，和几名圣地长老研究一处秘境的探索事宜，没想到古玉突然发烫，给叶红莲吓一跳。他急忙找个理由，暂时离开长老院，寻觅到一处安静之地，下一刻就来到宁凡这边。仙子姐姐，时间有限。宁凡开口道：2日，还有2日时间，须得突破2层境界，达到玄极境3层。若是达不到，仙子姐姐也不想和别人随意修炼吧？听到宁凡所言，叶红莲合上双眸，半晌时间后，叶红莲也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宁凡威胁到。没办法，和更多人修炼这件事，叶红莲实在无法接受。
快些吧，我还得去和几位长老商议大事，一刻钟解决可不可以？叶红莲认命地商量道。唉，凡啊，宁凡偏偏体力绝佳，修炼的时间一般都在半个时辰以上，太占用时间了。我尽量。宁凡开口道。大概半个时辰后，宁凡体内的灵力均比原先增加不少，玄极境1层初期、中期、后期直接突破到玄极境2层，白光冲天而起，将叶红莲包裹在其中。小淫贼，下次记得选夜里，再在白天修炼，小心我阉了你。叶红莲威胁的声音响起，但此时间叶红莲因正在修炼，导致声音略显慵懒沙哑，用这种音调来威胁，只能算作情趣。修炼完成的宁凡迫切的想要休息，但根据宁凡的估算，怕不是还得2次修炼才能突破到玄极境3层。若是休息，时间可能会不够，总得有一天连续修炼2次。思及此，宁凡咬紧牙关。左右叶红莲刚刚说的是下一次必须得在夜里，可这一次完没完得宁凡说的算啊。娘子，宁凡看着躺在自己身边似是什么都没有遭遇的云清瑶，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夫君。云清瑶也是吓一跳，宁凡现在的状态可谓是十分疲惫，还能再修炼吗？云清瑶心中担忧，但他却从宁凡的眼神中读出一抹坚定。宁凡用他的眼神告诉云清瑶他可以，云清瑶自然不会拒绝。下一刻，白光大盛，叶红莲再度出现。当自己出现时，叶红莲整个人都是懵逼的，他看向宁凡，声音有些颤抖的开口：你想干什么？不是吧？叶红莲挣扎拒绝，他可刚刚才和宁凡修炼过啊，怎么还要再来一次？中间不给休息啊？仙子姐姐，一切都为了修炼。宁凡开口道，他的声音已经有些虚浮。叶红莲无奈，此时此刻他只能顺从宁凡，毕竟他也知道宁凡须得迫切的提升境界。没办法，配合呗。这一修炼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但宁凡和叶红莲却都没有修炼完成，怎么回事？叶红莲感受到宁凡的强撑，不由得开口问道。有点乏力。宁凡不得不承认。叶红莲闻言再度咬了咬嘴唇，现在修炼节奏太慢了，可得修炼到接近1个时辰的时间。算了，我来。叶红莲下定决心。仙子姐姐。宁凡一惊，这一次果然有效，修炼效率高了不少。1刻钟后，宁凡和叶红莲2人的灵力大放，白光大盛，宁凡体内的灵力再度激增，玄极境2层初期、中期、后期境界卡在玄极境2层后期，还差一点才能突破到玄极境3层。修炼资源，宁凡检查起床边的修炼资源，还行，刚刚2次修炼分别用掉1000多枚灵石，也就是说宁凡现在还有2000多枚灵石，修炼资源是够的。至于时间昨日不算，今日是第1天，精力下注，2次双修也已经临近半夜，若是现在休息，以宁凡现在的状态，怕不是得直接昏迷1整天还得多。假设宁凡在第3天苏醒，那时间就很紧迫了，万一遇到一些差池，说不定就会来不及进行最终的境界判定，届时境界足够却没有按时判定，因此输掉弟子抢夺闯关，那宁凡怕不是的后悔死。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来一次又能怎样？夫君，想自杀的话不用选择这种方式。云清瑶见到宁凡的动作，嘴唇动了动道。宁凡咬紧牙关，修，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等到白光歇止，叶红莲出现在床榻之上时，她整个人都是惊呆的，她怔怔地看向宁凡，眼中隐隐有一抹死寂。不是3次啊？3次。叶红莲双手撑在宁凡的胸口，这可不是单纯的做那档子事，单纯那档子事接近1个时辰也不行啊，而且这是修炼。答应我，别死在我面前，行不行？若是以双修为目的，宁凡真的想要放弃，但是宁凡逐渐发现，将注意力从双修上移走，转而落在其他角度，那他还可以再坚持几番。仙子姐姐，你真好看。宁凡开口道，一句话直接让叶红莲脸色爆红，哪怕2人已经双修过数次，可叶红莲却是第一次听宁凡讲出甜言蜜语。一边双修一边听着甜言蜜语，叶红莲心中格外激动。小淫贼，你胡说什么？真的。宁凡继续说道，没办法，想要继续修下去就不能将注意力放在修上，而是沉浸在对方身上，能让宁凡打起精神。没错，这也是第一次宁凡在双修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叶红莲身上，欣赏后者的美丽。一时间，宁凡只感觉浑身上下的疲惫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满满的干劲。还可以，他还行。你这人。叶红莲似乎也被宁凡感染到，之前的屡次双修
叶红莲都刻意的在心中告诫自己，这只是修炼。而现在，叶红莲清晰地意识到宁凡的心情，他又岂能完全的将这抹赤诚的情绪忽略？一时间旖旎的气氛高涨。这一次的修炼对于宁凡和叶红莲截然不同，是二人忽略修炼，注重于对方的修炼。一刻钟的时间，宁凡和叶红莲便是感觉到阴阳即将达到协调，整个过程中二人灵力的运转格外顺畅。下一刻，宁凡和叶红莲体内的灵力完全融合在一处。当灵力重新回到叶凡体内时，他已经来不及感知灵力增长的程度，直接昏迷。不知过了多久，宁凡才从昏迷中恢复过来。他刚一想动，就感觉身体格外酸痛，就像是被几名大汉轮番殴打过一般，骨骼、筋膜、肌肉无一幸免的酸痛。呼，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在感受体内汹涌澎湃的灵力之后，他的脸上才终于浮现起一抹笑容。玄极境3层中期。本以为强迫进行的第3次修炼效果会不太理想，毕竟宁凡和叶红莲都已经十分勉强，可效果却是和第1次、第2次大差不差。甚至宁凡感觉到第3次修炼时，自己和叶红莲之间的灵力交融更加顺畅。前2次的修炼就像是2个人灵力的交换，至于第3次修炼，自己和叶红莲的灵力已经同频到一体的程度，可以肆意的融合。宁凡摸索着下巴，细细思索着。他也双修过好几次，对于修炼不算是完全了解，却也有自己的理解。不想着修炼，光干那档子事就是那档子事，可若是将注意力全部凝聚在修炼上，像是完成任务一般，效果实际上也不会多好。真正完美的修炼是双方在保持修炼状态的同时，完全沉浸在阴阳协调中，爱意、情愫、欲望结合在一起，完全同频，这才是完美的修炼。宁凡似有所感到，下一刻他像是联想到什么，喃喃自语道：这样说来，除却长明峰之外的所有主峰都走入歧途，交换道侣会打破二人的同频。虽然交换道侣能享受到一次次和新对象修炼时所带来的巨大提升，却不能让修炼对象同频，看似裨益良多，实际上是歪路一条。宁凡双眸亮光，当然这只是宁凡的一个猜测而已，具体是不是这样还得继续观察。但修炼者同频能提升修炼效果这一观点，无疑增强宁凡选择长明峰的坚定程度。这长明峰宁凡去定了。夫君，你醒了。云清瑶关心的声音响起。此时间，云清瑶正坐在床榻边缘，一脸关心爱怜的将宁凡看在眼中。他伸出手在宁凡的脸侧轻轻抚摸，看到求是没有的云清瑶，宁凡嘴角不由得微微抽搐。这云清瑶究竟是怎么回事？修炼完和没修炼一样？难道说叶红莲真的是其他人？但若说叶红莲不是云清瑶的第二人格，可云清瑶和宁凡的实力完全相同，又无法解释了。二人甚至拥有相同的功法、武技。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每次修炼完，云清瑶这副精力充沛的样子，都让宁凡十分羡慕。他也想体力无限，那就真是只要修不死，就往死里修了。娘子，现在是什么时候？宁凡收回思绪，连忙问道。夫君昏迷1天半，距离弟子抢夺闯关的截止时间还有12个时辰不到，时间上十分充裕。云清瑶开口道。扶我起来。宁凡虚弱地抬起胳膊。宁凡的虚弱并非伪装，连续3次双修确实将宁凡身体掏空。平和的3次双修和同时间双修3次对武者的压榨不可同日而语。简单来说，宁凡被一名玄极境3层武者在胸口打一拳，过1天再打一拳，过1天再打一拳，可能啥事没有。若是在同一时间让一名玄极境3层武者帮来上3拳，那怕不是会直接吐血、肋骨折断。一样的道理。夫君，云清瑶哭笑不得地将宁凡搀扶起来，哭是心疼宁凡现在的虚弱状态，至于笑的啥，那就不用解释了。云清瑶搀扶着宁凡离开洞府，一路上宁凡都将身体依靠在云清瑶的身体上，借助着他的搀扶力量前进。由于赌局的存在，宁凡和云清瑶俨然是这段时间内阴阳神宗众弟子最关注的存在。二人刚刚离开洞府，就引得不少人注意，尤其是在看到宁凡这副样子后，众弟子更是觉得奇怪。这是修过境了啊？这得双修几次啊？2次、3次、4次？不知道。不过若是能宁凡的道侣双修上一次，就算是境界跌落，我也心甘情愿呀。一道道议论声响起，随着身后不断的议论声，宁凡和云清瑶也是来到5分岔路口。这里就是通往5大主峰的岔路。上次宁凡在这里被阴阳峰峰主鬼伢子行使特权抢夺，这里也就顺理成章成为见证闯关结果之处。这里有5大主峰的10名弟子随时待命，只等宁凡前来，就能立刻通知各个主峰的大人物前来见证闯关的结果。
各个主峰的10名弟子见到宁凡和云清瑶出现后，脸上纷纷呈现出诧异之色。原因无他，此时距离第一关的压线时间还有接近12个时辰，宁凡提前来算是什么？认输？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宁凡境界已经达到玄极境3层，哪怕是宁凡卡在最后的时间死线上完成突破，众人心中都会为宁凡竖起赞许的手指，心中惊叹宁凡的天资，提前1天达成闯关目标，没有这个可能。几位师兄，让各位峰主现身吧。宁凡开口道。听到宁凡话语后，阴阳风寻才是首先皱紧眉头，一脸不悦地看向宁凡，开口警告道：宁凡，诸位峰主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随你消遣，若是认输，对我等言说即可，若是无事，还是请回吧。阴阳风寻才使在说话间摆了摆手，显得十分不耐烦，请各位峰主现身，见证弟子抢夺闯关结果。宁凡已经是淡声说道：行，我倒要看看你让诸位峰主见证什么。阴阳风寻才使睨了宁凡一眼，随后拿出通讯玉佩，其余主峰的弟子亦是拿出通讯玉佩，将消息传递给自己所在的主峰。片刻后，天边掠过几道身影，正是5大主峰的峰主。距离闯关的截止时间不是还有1天？鬼伢子刚一现身，便是皱眉说道。刚刚得到宁凡出现的消息时，鬼伢子还以为自己记错时间，可稍加思量之后，鬼伢子便是确定，确实是宁凡提前了1天。宁凡叫我等峰主前来，应该不是认输吧？认输直接和各峰弟子言说就行，我等的莅临可是为见证闯关结果。一名宁凡不认识的峰主开口道。长明峰峰主亦是凝视向宁凡，脸上浮现起一抹担忧之色，他亦是不知道宁凡提前叫他们出现究竟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宁凡对着长明峰峰主抱拳见礼，随后恭敬地开口：弟子请诸位峰主见证结果。哦，几道惊诧的声音从峰主口中响起，没想到这宁凡竟然真是让他们见证闯关结果。难不成一个猜测萌生于几位峰主的脑海中？但下一刻他们便是纷纷摇头，将这猜想抛出脑海。他们刚从弟子口中听说宁凡于1日前领悟黄极功法，这才间隔1日半，宁凡能突破2层境界，达到玄极境3层，不可能吧？若真如此，这天资未免有些太过离谱，显得其余弟子的岁月都活在了狗的身上。取测灵玉球来。鬼伢子一摆手，那名阴阳风寻才使立刻端着测灵玉球呈递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宁凡、云清瑶各自拿起一个测灵玉球，开始将灵力灌注进其中。测灵玉球绽放出光芒，首先是赤色，随后赤色消失不见，演变成橙黄色。橙黄色的光芒并未停止，而是逐渐的加深，预示着宁凡、云清瑶境界也已经并非是玄极境1层，这光芒黄极境2层有了，2层中期，2层后期。难道说，随着橙色光芒的加深，在场的所有人尽皆目瞪口呆。难不成宁凡真的提前1天的时间完成闯关任务？啊，真的假的？不给众人震惊的事件，随着橙色光芒进一步提升，俨然已经显现出一抹明黄色的影子。玄极境3层，3层啊！这特么究竟是何等的妖孽？相当于2天的时间，境界提升2层，这还是人类吗？一道惊呼声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所想。此时间，在无人质疑宁凡2人随意选峰的含金量，如此恐怖的天资，哪怕是不进行选拔，直入阴阳峰，甚至直接成为首席弟子候选人，众人也觉得顺理成章，没有一丁点质疑的余地。恐怖，如此资质堪称恐怖级别。而正当众人震惊时，测灵玉球的光芒却还在变化，原本测灵玉球上的明黄色只是略微出现，而在下一刻，明黄色已经十分明显，像是一颗珍珠被橙黄色包裹其中，呈现内外2层光芒。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宁凡手中的测灵玉球，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这样色，也就是说，宁凡和云清瑶不光是突破到玄极境3层，而且还是中期啊！超额完成闯关，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唯有众人粗重的喘息声接连响起，一道道震惊的目光落在宁凡身上。不是没有人想过宁凡能闯过第1关，极少数人想到宁凡的天资卓绝，毕竟是被5大主峰纷纷下达邀请函，而且还让第1主峰阴阳峰行使特权抢夺的存在。可超额完成却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提前1天，境界上还来到玄极境3重中期，这天资不少人想起当日灵虚仙子在樊楼下说的话，10人只知凌云木，不知凌云几重高。当众人觉得这就是天才的极限时，宁凡会一次次展现出更卓绝的天资，告诉众人这才是天才。合格吗？宁凡开口道。在场的几名峰主望向宁凡，嘴角微微抽搐。这要是不合格，
什么算合格？第一关算你通过。鬼伢子开口说道。但你不要高兴得过早，弟子抢夺需要闯过3关，这3关乃是从全方位检测弟子的天资、心性，光是天资卓绝，可无法通过这3关。弟子明白。宁凡抱拳拱手，请封主公布下一关内容吧，弟子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完成闯关。哼！鬼伢子冷哼一声，下一关检测的是弟子的领悟力，而且不光是领悟力，还得和你所选的主风契合，明白吗？和所选主风契合？宁凡皱眉，没错，从你所选的主风中选择一门独特的武技、功法，在一定时间内掌握这门武技、功法，就算是闯关成功。众人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听起来这第2关的内容和第1关有重合之处啊。第1关不就是须得领悟一门黄级武技？宁凡一时不解，并非你等心中所想。鬼伢子似是知晓众人心中所想，于是开口解释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黄级以及绝大多数玄级武技、功法都十分简单，只要时间足够就能够掌握，而少数玄级、绝大部分地级以及所有天级武技、功法都有掌握的门槛。有些武技、功法需要特殊的条件才可修炼，有些则是需要足够的悟性，甚至极少部分武技、功法需的特殊体质才能掌握。而各个主峰都拥有独立于其他峰的武技、功法，这一关不光是检测弟子的领悟，更是和选择主峰的契合程度。功法和武者是相互选择的，不契合所选的主峰，亦无法通过弟子抢夺闯关。听完鬼伢子的解释，众人心中涌现出一抹恍悟，有道理，能让一峰之主行使特权抢夺的弟子，一定是天资卓绝，和所选的主峰契合程度不高，亦是一个合理的被拒理由。请吧。风月峰主。鬼伢子递给长明峰峰主一个请的姿势，而后者脸色却是自始至终的难看，原因无他，长明峰那门武技有些特殊。鬼峰主，这一关的规则是否能进行调整？我长明峰的那门武技并不适合用来当作弟子闯关时的标靶，别说是弟子，研究那门武技之人不乏阴阳神宗长老，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人能将其领悟。这不是我的问题。鬼伢子抬起手打断长明峰峰主的话语，这是宗门规矩，并非本峰主定制，而且你峰拿不出来独特武技、功法，不正是证明你峰的孱弱？若是那宁凡加入我阴阳峰，我阴阳峰大把的武技可供给他修炼，这难道不是我峰的优势？长明峰峰主瞬间沉默，鬼伢子所言不无道理。峰主，你们口中的武技可是古遗迹中的传承？宁凡似是想到什么，开口询问道。没错。众所周知，长明峰建立在一座古遗迹上，其中有不少传承被挖掘现世。起先时间，我阴阳神宗无数长老弟子对于这股遗迹传承趋之若鹜，纷沓而至，研习那些神秘的碑文，但无一例外均是铩羽而归。现在也就一些新弟子在听到古遗迹时稍感兴趣，从而来我长明峰研习。长明峰峰主开口说道。不少人显然是听闻过古遗迹中的传承，纷纷开口议论，长明峰独有的武技竟然是古遗迹传承，这可真是厉害啊！厉害个屁！这意味着长明峰武者所有武技都得在宗门内的武技楼学习，加入长明峰的人无法从本峰得到功法、武技方面的助力，难怪是最弱主峰。呵呵，一道道议论声落在长明峰峰主耳中，峰主脸色如常，一双略有褶皱的美眸凝视着宁凡，声音淡淡的开口道：规则就是规则，我峰独有的武技就是古遗迹传承。弟子宁凡，你现在反悔，加入阴阳峰，必然能得到峰主器重。弟子明白，弟子愿意参悟古遗迹传承。宁凡打断长明峰峰主的劝导。对于别人来说，古遗迹是完全无法参悟的难关，而对于宁凡来讲，有叶红莲在，他破解古遗迹秘密的机会大大增加。啊哈哈哈！对啊，总归要见识见识那一文不值的鬼画符才行，你说对吧，风月峰主？鬼伢子捧腹大笑的看向长明峰峰主，各个主峰此消彼长，乃是最明显的竞争关系，峰主之间大多也不对付，尤其是长明峰这个末位。弟子觉得长明峰就是我阴阳神宗最优秀的主峰，鬼峰主，还请宣布新一轮的闯关吧。宁凡开口道。鬼伢子眯眼看向宁凡，这小子看起来真是十分中意长明峰，尚未加入长明峰已经有长明峰弟子的立场。无碍，闯不过3关，宁凡就必须加入他们阴阳峰。弟子抢夺闯关，第2关悟性，3日时间。弟子宁凡需要在此处一直参悟长明峰独有武技，若是参悟成功，则闯关成功，否则失败，加入阴阳峰。鬼伢子开口说道。弟子明白。宁凡颔首。下一刻，长明峰峰主抬起素手，虚空一引，一道流光从天而降，重重地砸落在人群之中。轰！
一声巨响冲天而起，伴随着无数烟尘四散。什么？怎么回事？一道道惊呼声响起，巨物落地，让大地都为之颤抖。一阵烟尘像灰色的浪潮一般将众人吞噬，一些没有准备的黄极境弟子甚至摔在地上。片刻后，烟尘歇止，众人只见得在人群中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石碑，石碑光是矗立在这里，就是散溢着一股古朴沧桑的韵味，哪怕是境界最低微的弟子也能看出，眼前这座石碑绝非凡物。仔细观察，在石碑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图案，那图案扭曲蜿蜒，像是一条条蚯蚓扭在一起，又像是几条蛇在沙地上胡乱攀爬留下的痕迹，没有任何章法可言，完全就是鬼画符。这就是古遗迹中的石碑。宁凡凝视着石碑，邵红曾经手指沾着茶水给他在地上画过类似的图案，但毕竟邵红画的不精准，如今亲眼一见，宁凡100%确定他曾经在叶红莲的衣衫上看到过类似的图案。这些文字叶红莲可能真的知道。宁凡心中大定，甚至还有一丝丝激动，倘若这古遗迹石碑上真的记录强大的武技，对于他而言绝对是巨大的机缘。弟子宁凡开始感悟。鬼伢子开口，宁凡闻言直接盘腿坐在地上，一手手肘肘在大腿上，用手掌撑着脑袋，另一手按在膝盖上。无论如何先装上一装，而且宁凡也确实需要休息休息，上次双修境太大，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哈，宁凡打个哈欠，眼下还有淡淡的黑青。弟子宁凡，给。一道轻呼声吸引宁凡的目光，正是长明峰峰主。长明峰峰主手腕一翻，一枚小瓷瓶便是丢在宁凡脚边。宁凡打开小瓷瓶，将鼻子凑过去嗅嗅，一股清新的味道充盈在鼻息，身体的疲惫似乎也在此刻恢复许多。这是何物？宁凡问道。肾宝。肾宝。没错，咱们阴阳神宗以双修提升境界，可若是不顾及身体的双修，却会让武者损失本源。此丹要取慎重，保护各一字，意在让武者慎重双修，保护自己身体。长明峰峰主开口解释道。哦，宁凡恍惚的点了点头。是肾宝啊，宁凡还以为是肾宝呢。宁凡摊开手掌，将小瓷瓶在掌心甩了甩，2枚肾宝丸便是落在宁凡手中。他扬起脖子，将肾宝丸吞服进肚中，瞬间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小腹出现，随后沿着经络流向四肢百骸，原本酸痛骨骼、肌肉、经络瞬间得到舒缓，就连精神也恢复许多。真是好东西。宁凡看了看手中的小瓷瓶，里面还有大概6枚肾宝丸。宁凡也不客气，直接将小瓷瓶收进储藏戒中。在收下剩下的肾宝丸后，宁凡偷眼观瞧长明峰峰主，见到后者没有什么反应，这才重新观摩石碑。时间随着宁凡的观摩缓缓流逝。起初，不少弟子对这古遗迹中的传承石碑十分好奇，不乏有人一同观摩，想要从中悟出些东西来。可无论他们如何观摩，那石碑上的文字却始终像鬼画符一样，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渐渐的，观摩石碑文字的弟子开始放弃，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宁凡身上，想要看看这位数次定义天才的弟子能否悟出一二。但宁凡却也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大咧咧地坐在地上，目光倒是一直落在石碑上。可众人总感觉宁凡的焦距没有锁定在石碑上，像是在走神。不可能，这一定是宁凡在思索，毕竟这碑文难以参悟，时间又十分紧迫，宁凡不可能浪费时间。随着时间流逝，周围围聚的弟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许多。毕竟有古遗迹的石碑在，有很多人从未亲眼见过这石碑，多少愿意前来看看热闹。突然间，宁凡精神一凛，猛地站起身，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他的身上。难道说？有人惊讶出声，不少人更是吞咽一口口水，心中有着惊骇之色。这宁凡，难不成真的能从这晦涩难明的碑文中读出什么东西？鬼伢子一时皱紧眉头，不可能吧？长明峰峰主则是双眸中迸射起精湛的神芒，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激动起来。若是宁凡能破解碑文内容，说不定整个长明峰都会因此翻身，不再继续成为阴阳宗最差的主峰。宁凡感受着周遭的目光，抬起手挠了挠头。那个，出宫。鬼伢子，长明峰峰主，其余峰主，众弟子，出宫就出宫呗，搞那么大动作干什么？猛地起身抖微风，像是要突破境界一样，真是的。宁凡离开此处，在不远处解决完3级问题，再度回到岔路口所在。这一次，宁凡不打算再虚度时光，而是对着几位峰主抱拳拱手。几位峰主前辈，弟子想要一边双修，一边领悟着玄妙的碑文，不知道可否退避，还是布置一个什么阵法？此时已经临近半夜，天色昏沉，想来叶红莲也已经在一个相对安稳的位置，可以进行双修。可以，我等布置一个阵法，隔绝阵法内的声音、光源，这样一来，
你可安心双修？长明峰峰主开口，他看向身边的齐华峰峰主。齐华峰峰主是一名相当年轻的青年男子，年纪看起来和公子正大差不差，比起其余峰主明显年轻许多。交给在下。齐华峰峰主嘴角咧起一抹笑容，从袖袍中取出一个巴掌大的模型，轻轻将模型抛到半空中。那模型迎风暴涨，俨然是一座阵法的根基。阵法根基来到宁凡所在位置的上方，随后猛然下落，将宁凡、云清瑶包裹其中。齐华峰峰主手指不断掐动，一个个玄之又玄的手印在他指尖翻飞。下一刻，阵基闪过一道光芒，光芒自下而上掠过，掠过之处，宁凡只感觉外部的景色变得略微朦胧，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弟子宁凡，遮掩气息的阵法已成，外界无人能看见，听见里面的动静，你大可以放心双修。齐华峰峰主的声音响起，可面对齐华峰峰主话，宁凡却是有几分不信。至于不信的理由，很简单，在宁凡的视角来看，除却周遭变得略微不透明而已，其余和正常时候一模一样。就这，外界听不见看不见里面，峰主前辈真布置好了。宁凡开口道，可在他声音落罢后，外面的人却是没有丝毫反应。宁凡甚至感觉不到外面人目光的焦距，对，外面的人依旧看向他的方向，可那些目光并不是锁定在宁凡身上，而是零零散散分布在他所在的空间。难不成外界真的看不见里面？宁凡抬起手对着鬼伢子的方向竖起中指，然后将中指摆了摆，对方明显是在看宁凡的方向，却对宁凡的中指没有反应。看起来这个阵法是靠谱的。既然如此，娘子。宁凡对着云清瑶招了招手。这一次云清瑶并未立刻来到宁凡身边，而是有些扭捏地站在原地，小手扯着衣角不断拉扯。娘子，夫君总感觉是在外面，像是被所有人围观。云清瑶小声道。没关系，他们看不见。宁凡说道。若是可以，他也想回到洞府里安安静静的双修，但没有办法，总不能将石碑搬到洞府里。第二关的领悟要全程在峰主们的注视下，从而断绝取巧的可能。好吧。云清瑶扭扭捏捏的靠近。没关系，咱们少拖一点，能修就修。宁凡说道。宁凡和云清瑶面对石碑开始双修。同一时间，天玄圣地一处豪华的寝殿床上，叶红莲正百无聊赖地躺着，眼中闪过一抹淡淡的忧愁。不稳，圣女的位置对于她来说依旧不稳。天玄圣地还有数名强力的圣女角逐者，若是想要坐稳圣女位置，就得在地境中拔得头筹。对于我来说，天玄心经暂时没有提升的可能，需要一门强大的武技。叶红莲喃喃自语道。可是强大的武技又不是大街上的白菜，整个天玄圣地中都没有合适叶红莲修炼的武技。想要在地境开启前习得一门强大武技，进一步提升实力，叶红莲突然感觉到胸口处的古玉发热，她将古玉拿在手中后，见到古玉闪烁着微芒，竟然还要。叶红莲深吸一口气，下一刻她身影被古玉直接吸入。小淫贼，你也不谢谢。等，叶红莲出现后，本是想向宁凡抱怨频率，可在观察到周围的状况后，声音像是卡在喉咙里。好在宁凡早有准备，停下双修的动作，不然又得好疼。小淫贼，你想死不成？叶红莲声音都变得磕磕巴巴，双手环抱在胸口，似乎要把整个人缩进手臂里。仙子姐姐，你听我说，咱们现在在一个遮掩气息的阵法里，外面看不到里面。现在是因为需要领悟一个古遗迹石碑，所以才叫仙子姐姐出现。宁凡连忙解释道。看不到。叶红莲稍微冷静一下，果然外面人的目光虽然是锁定在他和宁凡的位置，脸上的表情却都很正常，不像是看春宫图应有的反应。不过就算如此，你怎么好在这种条件下双修，就像是被别人盯着瞧一样。真是的。叶红莲依旧抱怨道。仙子姐姐，你看看眼前的石碑，上面的文字你是否认得出，这关乎于咱们日后的双修啊。宁凡开口道。石碑。宁凡提起2次，叶红莲才注意到他口中的石碑，于是将目光投射向石碑所在。当他看清石碑的文字后，不由得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也忘记羞怯了，盯着宁凡问道。小淫贼，这石碑从何而来？不用叶红莲言语，光是从他身体的反应上，宁凡就知道他大概能看懂石碑，而且石碑上记载的东西还并不是凡品，否则的话不会突然这么紧啊。这是我宗门一处古遗迹中的产物，如今须得在3日时间悟出上面记载的武技，若是能领悟成功，则可闯过第2关。宁凡说道。
不错，没有被你白睡。叶红莲突然大笑道：“宁凡，什么叫白睡？每次双修叶红莲不都得到好处？虽然那好处相比宁凡而言微不可察就是了，但也有雷鸣草啊。这是一门天级武技。”叶红莲开口道：“天级武技！”宁凡大吃一惊，而在他惊讶时，叶红莲的小手直接抓在宁凡的腰之上。“你干嘛？防你？你能防我，我还不能防你？”叶红莲白了宁凡一眼，眼中水光潋滟，端地是风情万种，颇有几分诱惑和媚态。宁凡，这算不是他们身体相性已经大幅度提升。仙子姐姐，这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功法？细讲讲。天级武技无始印共分为4印：人印、地印、天印、无始印，一步步逐级深奥。一旦掌握到天印阶段，就可以发挥出比肩天级武技的水准；若是掌握无始印，则其威能超过天级。叶红莲开口道：“人印、地印、天印、无始印。”宁凡喃喃自语，重复着叶红莲口中的话语，看起来和龙蛇眼相手一样，又是一门逐级提升的武技。也就是说，得先修炼人印，再一步步提升，直到掌握无始印。不，这10碑的传承中本就有无始印。叶红莲目光灼灼，下一刻，他抬起手，一边看着碑文，一边极其生涩地掐出一个又一个手印。随着手印结束，轰！一阵金光从石碑上冲天而起，金光刺破云霄，将天空中的云朵悉数冲散，随后猛地自天机垂落，砸在叶红莲面前。那金光逐渐凝聚出一个法印，法印散发着古朴沧桑的韵味，更是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威能。这是……宁凡大惊，这就是石碑中的传承无始印，这就是无始印。宁凡一怔，不对吧？按理说，正常的流程不都是先从人印学起，随后一步步提升到无始印？这咋一开始无始印就摆在眼前？这是那位前辈对这招武技的感悟，蕴含着那位前辈经验和意志。正常修炼的情况下，哪怕是将无始印修炼到极限，也不过是达到天印的程度，只在拥有那位前辈的感悟情况下，才能修炼到无始印。准确来说，眼前那属于前辈的感悟经验，更像是一件宝贝，拥有它就能施展出无始印。叶红莲耐心解释道：“哦。”宁凡缓缓颔首，原来如此，这就是传承吗？不光是一门武技的修炼典籍，更是蕴含着前代主人一生的经验感悟，这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宁凡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触碰半空中漂浮的金色密印，可手刚伸到一半，就被叶红莲攥住。不行，那位前辈经才绝艳，实力远超我等理解，就算是我，也只能望其项背。哪怕眼前的感悟中只有一丝丝属于前辈的力量，也是你根本无法承受住的，碰触之则爆体而亡。叶红莲说道。啊！宁凡赶紧收回手，看起来这东西并非他能触碰的。小淫贼，这无始印对于你而言并非好处，而是祸端，就先保存在我这里，等到你日后可以驾驭无始印，我再将其给你，如何？叶红莲试探着开口道。在他看来，宁凡拒绝他的提议也属正常，毕竟这可是一名超级大能的感悟，超过天级武技的恐怖手段。然而令叶红莲没想到的是，在听到自己的提议后，宁凡竟然想也不想，直接答应下来。好啊，左右这无始印对于我来说没用，就先给仙子姐姐吧，而且仙子姐姐应该很需要它吧，有这无始印在，仙子姐姐便能方便一些，也算是好事一件。明明是疑问句，宁凡却说得十分笃定。从叶红莲刚刚的反应来看，她应该很需要一门威能十足的武技。叶红莲沉默了，她将头迈进宁凡的怀里，令宁凡看不到她的表情，抬起手在半空中轻轻挥动，无始印便是落在她的手臂上。仙子姐姐。宁凡看向古怪的叶红莲，少废话，赶紧双修。叶红莲没好气地说道，说话的时间她也依旧没有抬起头。哦。宁凡看着怀里的叶红莲，不知为何他突然很想将后者抱在怀里，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宁凡的动作没有太快，而是十分柔和。叶红莲也感悟其体内的无始印，比起观摩碑文，感悟无始印明显是更加的修炼方法。一时间，一串串记忆浮现在宁凡的脑海中，他经络里的灵力自然运转，无始印这门武技水到渠成地刻印在宁凡记忆中。人印、地印、天印，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叶红莲消失，宁凡也依旧沉浸在这门武技中。同一时间，天玄圣地，一座恢宏的寝殿，叶红莲躺在床榻之上，眼神有些木讷。下一刻，她抬起手，看着手臂上多出的金色印记，有着无始印在，仙子姐姐便能方便一些，也算是好事一件。叶红莲脑海中回荡起宁凡的话语，真是的，别说这种令人为难的话语啊，小淫贼，
叶红莲呢喃着，可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他的唇角竟然浮现起一抹笑意。自降升起，叶红莲便是天玄圣地圣女之位的追逐者，像他这样的人，天玄圣地还有接近100，所有人都以圣女之位为目标，相互抢夺，相互厮杀，没有任何人在意他们这些神女候补的死活，死了就死了，死在争夺圣女的道路上就是他们的宿命。刚刚那句话，或许是叶红莲今生听到的唯一一句从他的角度出发，替他考虑的话语，只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帝静，我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叶红莲攥住手臂上金色的印记，有无始印在，他要拔得头筹。1刻钟后，宁凡睁开眼睛，无始印。宁凡喃喃自语，他摊开手，掌心中有一个淡淡的人字，这就是人印。天地人3印，须得武者对无始印理解提升，才可逐步掌握。更重要的是境界，无始印会吞噬大量灵力，哪怕现在让我施展地印，我恐怕都无能为力。宁凡喃喃道，哪怕是施展人印，也足以将宁凡体内80%灵力吞噬掉，实在是过分的恐怖，但换来的却是十足的威力。半步地级，宁凡双眸发亮，这人印竟然达到半步地级武技的水准，实在是恐怖啊！而且我身上有无始印的气息。宁凡感受自身，虽然无始印不在宁凡的身上，可宁凡体内留有无始印的气息，若是将无始印的气息灌注进人印、天印、地印中，还能使其威能进一步提升。不错，宁凡双眸发亮，喃喃自语道，他看向身侧的云清瑶，开口问道，娘子，你可掌握无始印？当然。云清瑶颔首，清瑶和夫君一起双修，夫君掌握的武技，清瑶自然也掌握。则宁凡轻轻咂嘴，果然云清瑶又掌握到这门武技。分不清，关于云清瑶和叶红莲的关系，宁凡是真的分不清啊。弟子宁凡，你可修炼完毕？若是修炼完毕，可自行在内部破开阵法。齐华峰峰主的声音响起。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二人整理好各自的衣衫，随后宁凡来到阵法前，对着阵法轰出一拳。嗡！阵法一阵抖动，最后像是被针炸破的泡泡一般，以宁凡轰拳的位置为破口，向四周裂开。阵法解除，外界的人再度能够看到宁凡和云清瑶的所在。此时间，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二人，就连那几位峰主亦是神情肃穆，目光一瞬不错地盯着宁凡、云清瑶。弟子宁凡、云清瑶，你二人可有收获？众人表情严肃，并非是在询问宁凡和云清瑶是否有所得，更像是已经知道二人有收获，在确定收获的内容。很简单，刚刚石碑金光冲天而起，直破云霄，明显有异变发生。眼前这从古遗迹中得到的石碑，在众多弟子长老经年累月的研究下都没有任何反应，而刚刚却是有金光冲天而起。无论如何，宁凡和云清瑶一定从石碑中有所收获。弟子不才，一门武技。宁凡抱拳拱手，武技竟然真的能从古遗迹的石碑中领悟到一门武技，这不可能！一众弟子长老参悟石碑无数载，均是没有任何收获，这宁凡和云清瑶竟然能从碑文中领悟出武技，真的假的？一道道震惊的声音响起。自石碑金光冲天后，便是有越来越多的弟子、宗门中高层围聚过来，此时的人数已经是刚刚的数倍有余。不远处的小山坡上都人影攒动，从远处眺望着宁凡等人的位置。弟子宁凡，你真的从石碑中领悟武技？鬼伢子眯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宁凡，似乎想要将他看穿一般。长明峰峰主更是美眸异彩连连，身体激动得几乎颤抖，双手紧紧攥拳，压抑着内心的情绪。宁凡和云清瑶竟然真的能领悟碑文中的内容，这岂不是意味着原本一文不值的古遗迹，或许在宁凡的加入后被一一开掘？长明峰或许并不会因此一跃成为上二峰，但却能实打实的翻身。越来越多愿意遵守本心的弟子，不会因长明峰的没落而加入其余4大主峰。感受着周围一道道目光，宁凡抬起手，手指不断掐动，一个个玄之又玄的印记浮现在宁凡之间。下一刻，一道土黄色的印记出现在宁凡面前，印记不算大，估摸着只有巴掌大小，其散溢着一股古朴沧桑的韵味。人印。在感受到人印上散溢出的古朴沧桑韵味后，所有人都不由得瞪大眼睛。这印记的气息和石碑上的一般无二，绝对是来自于石碑的传承。弟子宁凡，这是一门什么品级的武技？长明峰峰主凝眸问道。玄级。宁凡微微思忖后开口回答道，没毛病，半步地级武技也是玄级的范畴，只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到地级，那它就是玄级。至于地印、天印和无始印，宁凡并没有告诉众人的想法。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若是暴露自己有这样一门功法，肯定会引起他人惦记。旋即，在从宁凡口中得到答案后，长明峰峰主眼中不由得浮现起一抹失望。玄机武技在整个阴阳神宗中可谓是多如牛毛，没有1000也得有800，实在算不上什么令人在意的东西。包括鬼牙子在内的其余峰主亦是眼神微动，心中的警惕在听到玄机时归于虚弥。无论如何，弟子宁凡也算是成功从碑文中领悟武技，理应算作闯关成功。长明峰峰主开口道：没错，理应如此。其余峰主纷纷颔首，谁也没有想到宁凡竟然连第2关也能闯过。虽然只是从碑文中领悟到一门玄级武技，但领悟就是领悟。弟子宁凡闯关成功。鬼牙子开口道：哗啦，一阵议论声如同潮水般在周围响起，所有人在确切听到宁凡闯关成功后，不由得心中震撼。这宁凡竟然真的闯过2关，这天资有点可怕，怪不得能从5大主峰得到邀请函，还被阴阳峰峰主行使特权抢夺，果然名副其实。不过长明峰的古一技有点垃圾啊，那么雄伟的石碑中竟然只有一门玄级武技，银样蜡枪头啊！也不知道宁凡能不能闯过第3关，咱们怕不是要见证历史了。也不知道这第3关究竟是什么难度，应该不会简单吧。议论声逐渐歇止，一道道目光落在鬼牙子身上，等待着后者报出第3关的内容。第1关考验弟子天资，第2关考验弟子的领悟和主峰的契合，第3关则是对武者全方位的考验。战斗，鬼牙子朗声说道。战斗，宁凡神情肃穆。前2关还是对他自己的考验，而第3关则是和其余弟子正面对垒，没有任何技巧可言。胜就是胜，败就是败，问题在于对手的实力和什么级别的对手对垒。弟子宁凡和云清瑶须得选择一人和一名加入主峰的弟子战斗，击败他则可成功闯过最后1关。鬼牙子开口道。宁凡皱眉，竟然是和加入主峰的弟子战斗。罗明那种上届的弟子还正在为加入主峰做准备，也就是说宁凡的对手最起码也得是上届，最少是3届前的弟子。宁凡不由得轻轻咂嘴。其余听到宁凡的对手是主峰弟子后，尽皆微微一怔，最少3届前入宗的弟子，而且弟子在加入主峰后才算是正式系统化的修炼，主峰弟子和非主峰弟子间有着不可以倒计的差距，也怪那宁凡倒霉。若是正常入峰，那么也就是上1届或者上2届的弟子，偏偏这宁凡是破格入峰。一句话让众人瞬间明白宁凡面临窘境的原因。宁凡是破格入峰的，他的境界实力和正常入峰的弟子相比本就较弱，在这种情况下闯弟子抢夺的关卡当然难了。邹玉，就由你来当他的对手吧。鬼牙子看向身后。是。之前那名巡才使踏前一步走出弟子队列，遥遥望向宁凡，眼中闪烁着一丝玩味。宁凡，你之前偷袭我是吧？现在让师兄好好教导教导你，什么叫做尊重。嘿嘿，等你被我击败，加入阴阳峰，你的道侣。名为邹玉的巡才始应笑着看向云清瑶，而正当他继续往前走时，一股狂风陡然呼啸。同一时间，一声苍老的怒吼声响起，声音如同黄钟大吕般将众人耳膜震得生疼。谁是宁凡？这怒吼声如同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所有人心中。境界稍弱者在双手捂住耳朵的情况下，都被震到脚下发软，摔坐在地上。宁凡看向声源处，那声源涌现一股黑烟，黑烟像是龙卷风一样，裹挟着无边威势从天而降，直就要向宁凡撞来。宁凡一惊，不妙，这一击似乎蕴含着天地之威，凭借他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正当宁凡正愣时，一道身影挡在他的面前，身影的主人正是长明峰峰主。道主，这小子即将成为我的弟子，无论道主有何恩怨，看在我的薄面上，还请暂时放过他。随着声音落罢，长明峰峰主抬起手掌，掌心飘荡出一朵莲花，莲花激射向黑雾。轰！二者相撞后爆裂开，恐怖的灵力风暴席卷周遭，周围的弟子们如同一片片树叶，被粗鲁地吹得乱飞。几名峰主齐齐出手，才将局面稍微控制，不至于衍生出伤亡。黑雾散开后，一名手持龙头拐杖的老妪站立在宁凡面前，他微微凹陷的眸子中闪烁着滔天恨意，死死地凝视着宁凡。老妪正是赵无情，赵家那2位当家人之一。前辈。宁凡正愣，这人谁啊？怎么对自己有这么大敌意？宁凡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己何时招惹这样一位存在。风月，你护着他。老妪看向长明峰峰主，他想要杀人，区宗门规矩已经无法束缚，挡在宁凡面前的长明峰峰主是唯一阻碍。道主，宗主之下，
长老之上的至高存在，能成为道主的都是各大家族的化石人，不光实力卓绝，更是有着雄浑的背景。区区封主，按理说远不能和道主相提并论，可长明峰峰主面对眼前的老妪，却是表现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没有丝毫怯懦。没错，长明峰峰主颔首，弟子宁凡破解出碑文上的内容，领悟到一门武技，它对于我长明峰而言至关重要。碑文，古遗迹。老妪一怔，旋即看向身边巨大的石碑，眉头旋即皱起。他当然知道古遗迹的存在，多少弟子、长老都无法参悟，宁凡竟然能从其中领悟到东西。还有，为什么宁凡在这里领悟碑文的内容？宁凡闯关一事在宗内闹得沸沸扬扬，可他终究是一名新弟子，惊动道主还是有些困难。加之老妪刚刚得知赵七双之死，一整日时间都在寻觅凶手，哪里注意宁凡？弟子宁凡玉加入我长明峰，被阴阳峰峰主行使特权抢夺，如今刚刚突破第2关。长明峰峰主解释道。老妪心中对宁凡的天资一惊，可下一瞬，这惊艳便是被仇恨取代。因为在几番深究之下，老妪确定杀死赵七双者正是赵七双勾搭的对象宁凡。赵七双乃是老妪孙儿赵无极这一支唯一的香火，赵无极更是因掩护赵家弟子逃跑而殒命的英雄，赵七双岂可白死？这位前辈，不知道弟子何处得罪于您？宁凡抱拳拱手，声音恭敬的开口。面对这样一尊存在，宁凡可根本不敢怠慢。赵七双死于你手。老妪言之凿凿道。啊！宁凡一怔，足足几个呼吸的时间，宁凡才想到老妪口中的赵七双究竟是谁？不正是当日在洞府中和云清瑶请教入宗的那名弟子吗？不对啊，宁凡绝对没有对赵七双出手啊！前辈，无需解释，本主心中已有裁决。老妪猛地一震手中的龙头拐杖。血债，需要血偿。宁凡，若非眼前的老妪实力超群，宁凡真想对他破口大骂，这可真是一口黑锅，结结实实落在他的身上。我说过，弟子宁凡，有我庇佑。赵无情，你没有忘记，你赵家这个道主的位置究竟是从何而来吧？长明峰峰主声音渐冷，听到他的口吻，周围各个峰主弟子皆是一怔，能这样对道主说话，绝对不是简单的峰主啊。其余峰主面面相觑，细细想来，他们还真不知道长明峰峰主底细，只是知道他叫做阴风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难不成这阴风月还有背景？面对阴风月的话语，老妪目光略微闪烁，竟然没有选择和前者正面硬刚，而是话锋一转道：弟子抢夺，现在是第3关吧？没错，道主。鬼伢子凑上前，恭敬的见礼后开口：这样，最后一关的出战弟子由我赵家提供，如何？老妪开口道。这鬼伢子有些犹豫，这一关他是必须要让宁凡失败，若是将选择赵家弟子，会不会不稳妥？赵七，来吧。老妪朗声说道。随着他声音落罢，远处陡然跃起一道身影，身影一跃10几米，悍然穿过人群，来到宁凡几人所在的中央，就由赵七来担任最后一关的守关人。没问题吧？赵七，那个铁手赵七。一道惊呼声响起，道出来人的身份：铁手赵七。赵家年轻一辈顶级天骄，加入玄牝峰后，直接被峰主收做亲传弟子，随后便销声匿迹。当然，赵七的销声匿迹并非江郎才尽，而是倾尽赵家手段，各种顶级修炼资源往赵七身上堆砌。此时间，赵七的境界俨然已经来到玄极境5层，别看境界只领先宁凡2层，赵七享受的资源却是远非一般弟子能够比拟。从功法到武技，赵七所享受的都是赵家的资源。要知道，在初入玄极境时，赵七便是击败一名玄极境4层的弟子，其天资足可见一斑。而现在赵七是玄极境5层，你退下。赵七看向邹玉，眼中闪过一丝冷芒，光是这一眼，就令那名阴阳风寻才使后退半步。那就这样吧。鬼伢子满意点头。弟子抢夺的第3关，弟子赵七对垒弟子宁凡。这一刻，众人望向宁凡的目光中皆是充斥着怜悯。本来和那名阴阳风寻才使对垒已经算是宁凡的大不幸，谁曾想到赵家横插1杠，对手从阴阳风寻才使邹玉变成赵七。赵七的声威可是远远超过邹玉，难啊！一道叹息声响起，道出此时众人眼中宁凡的处境。一关关难于上青天，宁凡胆敢击杀我赵家弟子，你已有取死之道。赵七看向宁凡，宁凡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可声音却卡在喉咙里。毕竟赵七所言其实没错，赵元哲确实死在他的手中，但赵七双的死真和自己没关系啊。算了，
若是有机会，干脆多干掉几个赵家人，也算是他没白背这个锅。宁凡，可敢再增添赌注？赵七突然笑道。哦，宁凡挑了挑眉，对于赵七口中的赌注十分感兴趣，也就是他手里没有修炼资源，不然他能全压自己，能闯过3关。可惜宁凡的修炼资源全部在双修中用掉，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而现在赵七提到赌注，却是正中宁凡下怀。赌什么？提前告知你，我手中目前并没有太多灵石，若是允许赊账，那多少我也和你赌。宁凡自信满满的开口。谁知面对着迎战的宁凡，赵七却是没有接话，而是哑然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师弟，修炼资源当作赌注，是不是有些小儿科？要赌，咱们就赌个大的。大的？宁凡歪头。对，赌道侣。赵七说出自己的目的，声音充斥着咄咄逼人的味道。你我2人以道侣为赌注，谁赢谁就可以取走对方的道侣，当作妾室收下，如何？宁凡闻言瞬间皱眉。赌道侣乃是整个阴阳神宗中最大的赌注，阴阳神宗弟子以阴阳玄经为基地修炼，也就是双修。双修就得有道侣吧，而若是在赌注上输掉道侣，那么输掉的一方将丧失修炼的资格，除非再找到道侣，但谈何容易啊！鱼找鱼，虾找虾，输掉道侣的人运气好，估计也只能找到被男性道侣抛弃的女性，一个输掉道侣，一个被道侣甩掉，这俩人组合在一起，那很有前途了。最主要的是，宁凡要赵七的道侣也没啥用啊。不过他倒是可以等赢了之后，再把赵七的道侣卖了，应该能卖个好价钱。怎么不敢？赵七微微昂首，居高临下的斜睨着宁凡。枉费其余弟子夸赞你天资卓绝，现在一看，不过是一个缩头乌龟。你肩膀上的那东西倒是和你相称，很简单的激将法。宁凡并未动怒，我只是觉得我的道侣并非是一件物品，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资格将它当作赌注。宁凡淡淡的说道。夫君。云清瑶一脸感动的望向宁凡，眼底闪烁着星光，这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一般而言，一对道侣有强有弱，强势的一方会凌驾于另外一方，就会衍生出赌道侣这种事情。但宁凡不想赌，云清瑶是在他最无助时和他配对，一起走到现在这般地步，不说有多么的坎坷，相互之间却也有羁绊。没事的，云清瑶主动开口，望向宁凡的眼中浮现着信赖。夫君，我相信你，而且若是输给对方，就得加入阴阳风，没比输掉道侣好到哪里去。听到云清瑶所言，宁凡皱眉深思。确实如此，云清瑶说的对，他和云清瑶迫切需要修炼资源，一旦加入长明峰，肉眼可见的将会迎来修炼资源匮乏的前景。若是不趁机多搞点修炼资源，日后怕是寸步难行。可以。宁凡看向赵七，颔首应声。请诸位见证，我和这位师弟额外附加赌注，赌上各自的道侣，谁输掉比试，谁就得放弃道侣，由胜利者那做妾室。赵七朗声开口。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想到竟事情竟然发展到对赌道侣上，这一下子直接将宁凡推到不可输的境地。原本在众人看来，宁凡就算输掉闯关也无所谓，输掉的结果是加入阴阳风，多少弟子希望还来不及呢。可是现在一旦失去道侣，就算加入阴阳风，宁凡也没有办法修炼，丢掉道侣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重创。赵七能提出对赌道侣，显然是对宁凡恨之入骨啊。可我等见证，无论是弟子赵七亦或者弟子宁凡，输掉者道侣自动被剥夺，由胜利者那做妾室。鬼伢子朗声说道。第3关开始，所有人避让，将空间留给弟子赵七和弟子宁凡。本场比斗没有任何限制，2位皆可全力施为，直到一方认输才算结束，期间生死无算。鬼伢子开口，随后他脚掌轻点地面，身体轻盈地向后飘去，其余风主亦是如此。至于弟子则是一路小跑，将中间空地留给宁凡和赵七。来吧，请。砰，2人稍作谦让，随后脚掌猛踩地面，身体像是炮弹一般向对方猛冲过去。2人在半空中各自抬起拳，分毫不避地对拼在一处。轰，一声闷响响起，肉眼可见的气浪从对拼处波及而出，脚下的尘土都被这气浪发掀起。噔噔，宁凡连退2步，这才稳住身形。他抬起手，刚刚对拼的右手拳锋上俨然渗出嫣红的鲜血。哦，赵七并未乘胜追击，而是站在原地，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宁凡，就像是在看待一个将死的猎物。不错，竟然能以肉身力量和我硬拼一招，宁师弟，你真的很不错。听着赵七高高在上言语，宁凡不由得轻轻咂嘴，真难听啊。比起吵架，宁凡更期望动手。下一刻，
他直接欺身上前，近距离和赵七缠斗在一起。二人距离极近，中间几乎只隔了半个身位，1寸长1寸强，1寸短1寸险。这种距离的搏杀简直是凶险无比，一招不慎就有可能被对手重创，导致直接输掉整场比试。这宁凡真敢啊！这宁凡真敢啊！一道惊呼声响起，道出众人心中的惊讶。一般来说，只有优势方会选择近身搏杀，这样可以较为轻松地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可刚刚众人见到是宁凡主动选择贴身搏杀，众人不由得惊讶于宁凡的胆大。呵呵，诸位不如和我赌一赌，那宁凡究竟能支撑几招？鬼伢子捋着胡须，神情有一种置诸在握之感。其余封主并未答声，但心中却也同意鬼伢子的看法，那宁凡在赵七手下不可能坚持太久，随便一个闪失就会满盘皆输。所谓的闪失其实很容易出现，而且几乎不可避免，毕竟搏杀中须得时时刻刻承受着来自于对方的压迫，这种压迫是不断累积的，越是被对方压制，越是容易出现破绽。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预料之中的落败却并未上演。砰砰砰砰砰，眨眼间10几分钟过去，这段时间里，宁凡和赵七插招换式，拳脚相接不下几十次，尽皆是拳拳到肉的对拼，拳头砸在身体上发出的闷响令围观的弟子牙酸不已。令人惊奇的是，哪怕宁凡力量、体魄和赵七相比都略微逊色，可就算面来自赵七的凌狂风暴雨般的压迫，宁凡也始终如同一叶孤舟，始终维持着勉强的均衡。砰！赵七和宁凡再度对拼一拳，二人借助着对拼的力道向后拉开距离。宁凡微微喘息，整个人身上贴着一层薄汗，而赵七这是气定神闲。两相比较，赵七略占优势，但实则不然。由于赵七占据优势，他在整个搏杀中都在意图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可宁凡真就如同一块钢板，哪怕赵七极力施压，宁凡却也没有任何破绽暴露。反观赵七，在几次极近的贴身搏杀时露给宁凡破绽，宁凡果断地抓住破绽，在赵七的胸口、肋下狠狠对上2肘。若是撩开衣袍，就能看到赵七身体上的2处淤青，而宁凡在刚刚的对拼中却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势，身上的青紫也多是正常对拼时留下的产物，并不存在被抓破绽。这宁凡有点意思，他有一个大心脏，哪怕是面对强于自己的武者，在搏杀时也能稳住本心，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实在是难得。天赋、悟性、心性3者皆是无可挑剔，此子怕是有机会登上妖孽榜啊！在场不乏封主级别的高手，能看出刚刚搏杀的细节，真正强大的是宁凡的心性。许多在修炼意图上经营许久的高手，在看到宁凡刚刚的心性时，也不由得心生相形见绌之感。太稳了。实际上，宁凡之所以在搏杀时大心脏，还得是仰仗叶红莲对伤势的分摊，直到自己不会受伤，自然大心脏。你足以成为我的对手，继续拼斗拳脚功夫没有任何意义，直接武技上见真章吧。赵七目视宁凡，随着声音落罢，下一刻他周身激荡起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这股灵力波动远远强于玄级近5层，甚至接近7层。万钧手！赵七纵身一跃，向着宁凡扑杀而来，恐怖的灵力在他的手掌凝聚，形成一个巨大的灵力手掌。灵力手掌斜推金山道玉柱之势，似是要将宁凡直接暗杀。你可接得下这一击？赵七大喝，是玄级下品武技，这一招威能不俗。而且那赵七，有人喃喃自语道。不给宁凡过多思索的时间，赵七身影已经临近，宁凡神情肃穆，双眸中充斥着无边战意。正面硬拼，那就来吧。龙蛇眼相手，宁凡周身灵力亦是疯狂涌动，浩瀚的灵力在宁凡的手臂上凝聚出一条黑灰色的蛇影。在灵力手掌压下的瞬间，宁凡猛地向上轰拳，蛇影突进，在半空中陡然变成蛟形。砰！蛟龙冲天而起，瞬间便是和灵力大手碰撞在一处，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响起，宁凡脚下的大地瞬间崩裂，巨大的力量从宁凡的身体导向大地，蜘蛛网般的裂痕迅速蔓延，片刻之后便是石屑纷飞。神！宁凡只感觉一股巨力向自己袭来，双腿根本无法稳住身形，整个人被巨力向后掀飞，像是破布一样再重重摔在地上。咳！宁凡直接咳出一口鲜血，但下一刻伤势便复原了，但从外表看起来，宁凡身体状况堪忧。宁凡挣扎站起身，不对，赵七的那一招不应该有刚才的强度。赵七的境界纵使领先宁凡，可经过提升的龙蛇眼相手也已经达到玄级下品的层次，再加上天玄心经超强灵力的加持，就算劣势也不应该像刚才一般溃败。怎样，我的战斗体质？赵七笑意盈盈地看向宁凡。战斗体质？
宁凡呢喃：“没错，和你的修炼特质不同，我的战斗体质是指对战斗增幅的体质，一阶体质钢骨体，提升肉体搏杀时的防御，在施展某些相称的武技时，能将让武技提升一个小阶段。不然以我赵家的资源，我又怎会习得这门武技？”赵七开口解释道。宁凡微微颔首，原来如此，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竟然有能增赋予武者特殊手段的体质，宁凡还真是第一次见。怪不得赵七是赵家的天骄。宁凡，我看你也不用担心丢失道侣后的自处，你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血仇就用血来偿还。赵七眼神凌厉，周身散溢起一抹杀意。下一刻，周身灵力再起，灵力大手再度凝聚在赵七的手掌上。死！赵七起身向前，恐怖的灵力大手直取宁凡的面门。不妙，危险！几道惊呼声响起，其中就包括邵红。邵红知道宁凡最强大的武技就是那蛇手，蛇形手都不是赵七对手。宁凡危险！面对着恐怖的灵力大手，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他抬起手，手指掐起一个个玄之又玄的印记。等到印记掐完后，宁凡眼神陡然变得凌厉。无始印，人之印。随着人印出现，宁凡周遭散溢出一股古朴沧桑的波动，那波动和石碑一般无二。一瞬间，宁凡的脸色变得苍白。这无始印直接将宁凡体内大半灵力吞噬殆尽，整个人脚步都变得有些虚浮。这是……赵七凝眸看向宁凡面前陡然出现的人印，眼中闪烁起一丝凝重，可他却并未在人印上感受到过多的威压，有的更多是神秘。其余人见到人印的出现，亦是微微凝眸，许多人都认出宁凡这一招正是刚刚从石碑中领悟的武技，不过是玄级武技，还能逆转局面。一道声音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所想。这印记的品阶可是宁凡亲口所言，而一般的玄级武技，在赵七所拥有的钢骨体加持的万钧手面前，根本无力抵抗。砰！灵力大手落在人印上，一股气浪陡然激荡而出，原本冲劲十足的赵七身体陡然僵硬在半空，再难以进寸许。反观那人印却是纹丝未动，甚至就连颤抖都未颤抖，风雨飘摇安如山。什么？赵七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手掌拍在人印上的反作用让他一口气卡在喉咙里，脸色陡然涨得通红。在赵七感觉中，那漂浮在半空中的人印似乎并不是无根之物，而是一面扎根大地的山壁，任由他施展全部力量，却也无法撼动分毫。去！宁凡手指再动，人印陡然暴涨，从巴掌大小陡然变成1人半宽高，直接将赵七挡住。下一刻，人印猛地前压，连带着赵七一同向前狂掠，随后人印调转方向，重重地砸在地上。轰！一声巨响响起，人印连带着赵七一起陷进地中，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众人眼前。待到人印消失后，众人便是见到赵七的身影镶嵌进土地之中。赵七的身影十分狼狈。哦！一口鲜血直接从赵七口中吐出，仔细观察，那口鲜血中混杂着内脏碎块，俨然是脏腑受到重伤。赵七身体抖动，能够察觉出赵七在拼尽全力抖动，可是周遭土石将赵七身体死包裹，身受重伤的赵七根本无法脱困。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看向宁凡，双眸中充斥着震惊之色。那小小的印记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威能，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赵七败了，应该是吧？铁手赵七，那位赵家的天骄，玄牝峰峰主亲传，拥有战斗体质的天才，竟然败给那尚未加入主峰的宁凡。那手印不是一般的玄级武技，绝对不是。周围峰主弟子的注意力逐渐落在宁凡施展的武技上，那古朴沧桑的手印竟然能在正面搏杀的时击败钢骨体加持的万钧手。若非赵七拥有特殊体质，那人印能直接将赵七拍死。众人在意识到一事时，纷纷倒吸一口冷气，一道道目光落在宁凡的身上，充斥着震惊和严肃。日后，整个阴阳神宗中，怕不是会多出一名令所有年轻一辈都必须重视的顶级天才，堪称妖孽的天才。宁凡凝视着地上生死未卜的赵七，若是仔细观察，能看到他胸口不轻不重的起伏。还活着。意识到赵七性命尚在，宁凡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他身影一闪，直奔无力抵抗的赵七袭去。什么？这宁凡竟然打算下杀手！一道震惊声响起，道出众人此时的惊骇。赵七可是背靠赵家，而且现在赵家那位道主还在这不是找死。果然，下一刻，老妪一震手中的龙头拐杖，一股黑云席卷而出，瞬间吞噬宁凡的身体。宁凡只感觉丧失对身体的控制，再度睁眼时，
自己已经回到原来的位置。宁凡心中一惊，那老妪竟然真的不顾脸面出手，不，他应该还是有所顾忌。若是真的没有顾忌，宁凡现在怕不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我们认输，这场比斗就到此为止吧。老妪的声音响起。一旁的鬼伢子见到这一幕，整个人不由得咬紧牙齿，竟然真的让那宁凡闯过了3关。该死！行使特权还让弟子逃走，这对于他们阴阳峰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可偏偏鬼伢子无话可说，刚刚的战斗他看在眼中，赵七没有任何留手。小觑，饶是如此，赵七却也险些被宁凡打死。宁凡这等实力，就算是派遣邹玉上前，也只会一败涂地，不会有更好的结局。这场比斗，弟子宁凡获胜。弟子宁凡闯过3关，可自行决定主峰。鬼伢子极为不情愿地公布了弟子抢夺的结果。弟子宁凡，你可愿意加入我长明峰？殷风月看向宁凡，眼中浮现着喜悦、赞赏、欣慰等等表情。有这等资质的天才加入，这对于他们长明峰而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弟子愿意。宁凡抱拳拱手，终于不用担心莫名其妙的加入其余峰，日后双修全凭宁凡。云清瑶本心决定不必参加其余主峰的离谱双修规矩。其余峰主亦是眼神复杂的看向宁凡，这等天才不能加入他们所在的主峰，绝对是相当值得惋惜的事情。日后这宁凡怕不是会成为强大的劲敌，不过那也是日后之事了。当下还有一件事并未处理。宁凡，今日是赵七本事不济，败在你手中，没有任何怨言，但你胆敢斩杀我赵家血脉，此事绝技不会结束。老妪深深凝视着宁凡，微微凹陷的眼眸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俨然要将宁凡除之而后快。当然不会结束。敢问弟子营下的道侣现在在何处？堂堂赵家，不至于说话不算话吧？听到宁凡的话语，老妪双眸中的杀意大盛。若非碍于一些特殊的事情，老妪真想立刻出手，将宁凡斩杀当场。哦，刚刚那被老妪以黑云搀扶起，服用下丹药的赵七，在见到宁凡咄咄逼人的索要道侣后，再度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萎顿在地，脸上尽皆是灰败之色。赌局就是这样，有赢就有输，你不能只在自己赢的时候承认赌局。殷风月声音淡淡的响起，既然赌上道侣，就得承受反噬。赵七挣扎站起身，以他的身份天资，就算弄丢道侣，费些时间也能再找到一位尚且可以的对象。可是丢掉道侣的耻辱，必将永远的盘旋在他周身。他合上眼睛，数个呼吸的时间后，赵七再度睁开眼睛，双眸中充斥着一股决绝。他手掌一翻，一枚通讯玉佩出现在手中，不知道他对着通讯玉佩说些什么。半刻钟的时间后，一道身影穿过人群，挤进宁凡等人所在的中央，同时间略显娇俏的声音在他口中响起：夫君，何事急迫至此？也不说是什么事，就让我过来。宁凡看向说话的女人，少女年方28，看起来和云清瑶大差不差，不过这少女身形比起云清瑶却是小了几圈，格外的娇小。黑色长发挽成2个丸子，十分可爱的挂在脑后。夫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等赵七回答，少女便是看到前者身上的伤势，她慌乱的靠近，一脸担忧的看着前者。少女伸出手想要碰触赵七，可又担心冒昧的触碰会加重赵七身上的伤势，只能站在原地干着急。然而此时的赵七却是撇过头，脸上尽皆是愧疚和懊恼之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姑娘，你的好夫君已经将你输给我，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宁凡的妾室。宁凡大咧咧的开口。赵七的道侣正在原地，一时间也顾不上赵七身上的伤势，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看向宁凡。我输给你，当你的道侣？他根本不相信，下意识的环顾四周，可所有和他对视的人脸上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甚至赵家的那位道主也在。很明显，道主都在这，一定是有大事发生，总不能这帮人和道主一起跟他开个这样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吧？也就是说，赵七真的将他输给宁凡。过来吧，你。宁凡上前一步，拽住赵七道侣的肩膀，一把将他拉扯到自己身边，嘴角缓缓上扬。至此，弟子闯关的事情才彻底结束。而就在众人准备散开时，诸位留步，给我几分钟时间。宁凡声音很大，所有准备离开的人都停下脚步，想听一听这宁凡到底意欲何为。我呢，最近比较缺少修炼资源，这姑娘既然是那位赵家天骄的道侣，想必也是天资卓绝。谁愿意出价把这姑娘买过去？起价100枚灵石。宁凡开口说道。听到宁凡所言，赵七的道侣瞪大眼睛，接连不断的突发事件令他大脑宕机。而现在最令他在意的是，本姑娘就值100灵石。众人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的关键吧？所有人大眼瞪小眼。这宁凡在赢得赵七的道侣后，竟然当众拍卖他的道侣，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啊！打赵七的脸，就是打赵家的脸。这宁凡刚刚还想击杀赵七，真是生猛啊！然而听到宁凡的话语后，赵七却是眼前一亮。宁凡要卖他的道侣，这岂不是意味着他可以买回来？买回自己道侣，无疑能将今日的损失减到最小，无非是一些修炼资源。都转一圈，道侣还是自己的道侣，就连输掉道侣的耻辱都能减少许多。假以时日，或许能被人遗忘也说不定。我10000枚灵石，我愿意出10000枚灵石交换青青。赵七开口，10000枚灵石。听到赵七报出的这个价码，所有弟子都不由得微微怔愣。这些资源足以让宁凡一路修炼到地极境，太过丰厚了吧？这个价格交换一个妾室，绝对是稳赚不亏。在众人看来，这价码宁凡一定会接受，但下一刻宁凡便是饶有深意地扯了扯嘴角，吐出2个字：不卖。可是价不够。赵七咬紧牙关，10000枚灵石还不够，这宁凡当真是贪心，但这已经是赵七能给出的极限，再多也就是多1-2000枚而已，还得是将自己手中的各种丹药、修炼资源全部折出去。不是价格的问题，是不卖给赵家。宁凡眼中含笑，朗声开口道：对了，若是和赵家有恩怨的人愿意出手，本人可以减少1000枚灵石，诸位赶紧出手啊！随着宁凡的声音落罢，包括赵七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过来，宁凡这是打算和赵家杠上啊！庶子，你敢！老妪周身威压散逸，宛若一团即将炸雷的阴云。有何不敢？你赵家欺人太甚，先是赵元凯，再是赵元哲，后面又将什么赵七双的死安在我的头上，真当我是泥捏的不成？匹夫一怒，血溅3步。我宁凡今日在这里表明态度，赵家之人若是有机会，宁某人必定见一个斩杀一个。宁某和赵家不死不休。宁凡声音铿锵，一字一顿，响在所有人的耳中。众人瞪大眼睛，这宁凡竟然当着赵家道主的面说和赵家不死不休啊！光是找死2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宁凡的行径。宁凡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吗？其实不然。宁凡无法辩解赵七双死和自己无关，左右赵家都将自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那就直接和赵家干啊！宁凡只管开团，天道会自动匹配帮手。宁凡还不信，整个阴阳神宗没有和赵家敌对的势力。宁凡自认为自己已经展现出足够的天资，此时间再展现出和赵家不死不休的态度，那么赵家敌对的势力有很大的概率会帮助他。让宁凡成长，就是在帮助赵家养出一个巨大的祸患。但凡想要搞赵家的势力，都不会放过这点。须知道，保护宁凡并非什么困难之事，相反，赵家想要击杀宁凡，就得违反宗门规则，让实力碾压宁凡的武者出手。赵家的敌对势力只需要看着赵家，不让赵家违反宗门规定，就可以给赵家养出一个大敌，何乐而不为？相反，若是闷声闷气，不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和赵家敌对的势力则未必会旗帜鲜明地帮助他。没有人出价吗？宁凡不管众人的反应，目光在人群中逡巡，朗声说道。无人应声。开玩笑，宁凡和赵家为敌，那是没有办法。若是有选择，谁也不会和赵家正面打擂台。在赵家道主面前搭宁凡的话，那就是和赵家为敌啊！哪怕只有1/1000概率引得一名道主的记恨，这件事也绝对不能做。赵七的道侣再吸引人，也没有人敢出价。宁凡轻轻咂嘴，看起来今日想要将赵七的道侣卖掉并不现实，但也没关系，大活人在自己手中换不到修炼资源。庶子，你会后悔的。老妪深深地凝视着宁凡，周身的情绪全部被他收敛进眸子，古井无波地看向宁凡。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宁凡丝毫不惧地回望过去。下一刻，老妪一震手中的龙头拐杖，一股黑烟从他脚底升腾，黑烟将老妪和赵七身影淹没，旋即腾空而起，眨眼间便是消失不见。宁凡深深地凝视着老妪和赵七消失的方向，眼中浮现着一抹阴沉。这个敌人可真是令人头痛啊！但也没有办法。弟子宁凡，走吧，跟我回风。殷风月看向宁凡和云清瑶。是，风主。宁凡和云清瑶齐齐应声，人群分开一条道路。殷风月走在最前，宁凡、云清瑶紧随其后。至于赵七的道侣，则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宁凡拎着。岔路距离各个主峰的距离大体相当，唯一不同的是主峰位置。像是阴阳峰、玄牝峰就在阴阳神宗中心，临近樊楼等等核心区域，而长明峰则是在宗门边缘，相对来说比较冷清。来到长明峰所在，宁凡对于他的冷静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进入峰门后，
一路向着山峰走去，遇到的弟子少之又少，30几名。宁凡没有细数，但应该大差不差。这个人数对于主峰而言，那简直是太少了。这里是弟子居所，等会给你们安排一处洞府，新弟子居所那里就不要回了。殷风月对着半山腰处的一排洞府开口介绍道：“多谢峰主。”宁凡抱拳拱手。从半山腰再往上走，宁凡和云清瑶也是见到演武场、炼丹室等等区域，基本上主峰有的区域，长明峰都有。好歹是阴阳神宗的一大主峰，总不能有缺陷不是？这里就是咱们长明峰的武技楼。殷风月在一片区域前站定脚步，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眼中尽皆是怔愣。这里是武技楼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处历经鏖战的古战场呢，残垣断壁，各种破败的痕迹，应有尽有，俨然一个大垃圾场。突然间，宁凡像是想起什么，倒吸一口冷气，他试探着开口问道：“这难道是？”“没错，就是古遗迹中的东西。”殷风月颔首，他的目光亦是深邃地望向宁凡。在以往，古遗迹连同其产出的东西就是一堆垃圾，可现在不同，宁凡有着从石碑碑文中领悟武技的能力，说不定其余古遗迹产出的东西也能被其领悟出来。宁凡双眸发光，他确定叶红莲知晓那鬼画符的文字，这意味着只要古遗迹中有用的东西，宁凡就能破解。这哪里是垃圾场，这是宁凡的梦中福祉啊！不急，咱们先去大殿，你的几位师兄师姐应该已经等候多时。殷风月抬起头望向峰顶，峰顶是各个主峰大殿所在。遵命。宁凡和云清瑶应声，二人紧跟在殷风月身后，亦步亦趋地来到长明峰的大殿长明殿所在。长明殿也还算恢宏，通体建造十分雄伟，算得上雕梁画栋，不如主峰之名。宁凡和云清瑶刚一进到大殿中，立刻有2道身影扑过来，在宁凡和云清瑶尚未反应过来之际，一把将2人抱住。兄弟姐妹，热络的招呼声从2道人影的口中响起，再配合上勾肩搭背的动作，一时之间令宁凡和云清瑶有些怔愣。啥情况啊？这么热情？李云起、顾明月，收敛一点，别给咱们的新弟子吓到。好不容易有优秀的弟子加入咱们长明峰，若是吓走，我唯你是问。又是一道声音从大殿中央响起，是在呵斥那2名热络的抱住宁凡和云清瑶的男女。都散开，成何体统？殷风月沉声开口，有他开口，拦住宁凡和云清瑶肩膀上的那对男女，这才笑嘻嘻地松开手。可饶是松开手，却也对2人，却也对宁凡、云清瑶眨着眼。别看殷风月沉声，可屋里的这2对弟子脸上却并未见到惧怕之色，看起来这长明峰的氛围很轻松啊。介绍一下吧，这边的2位是李云起、顾明月，2人负责长明峰修炼资源的分配，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可以直接向他2人开口，但不保证能满足。里面那2位，殷风月说着看向大殿中央，比起过分热络的李云起和顾明月，大殿中央的另一对弟子则显得沉稳老练许多。林宇、李向南，请多指教，请多指教。此2人负责长明峰弟子的修炼，不过暂且和你们无关，你们不用跟随一般弟子进行修炼。殷风月补充道。加入主峰后，弟子有等级区分，宁凡和云清瑶特许入峰，又闯过弟子抢夺的3关，证明自身资质，自然不用从最底层的弟子做起，直接成为位次弟子。所谓的位次弟子，就是在主峰中有排名，首席、次席之后便是依次往下排列。位次弟子汇聚着一个主峰的全部天骄，常规的修炼无法满足他们，所以位次弟子有特殊的修炼途径。首席呢？殷风月问道。苗大哥啊，他还在后山。林宇回答，同时看向宁凡。苗天就是咱们长明峰的首席弟子，等会咱们就得去见苗大哥，从明日起，咱们的修炼都得由苗大哥安排。哦，宁凡颔首表示知道。对了，宁师弟，你身后面那位是？听说你是洁身自好才选择咱们长明峰，咋身边除却道侣，还跟着一个姑娘？顾明月一脸八卦的看向宁凡身后。这个啊，是刚刚迎回来的别人道侣，等会想个办法给处理掉。宁凡开口道。咦，这不是于青青吗？林宇歪了歪头，认出少女的身份。于青青，齐华峰峰主的孙女，在整个阴阳神宗中也算是身份相当高贵的存在，没想到宁凡能将她迎回来。哼！于青青闻言微微昂首，轻哼一声，双眸中浮现起一抹骄矜之色，高傲的开口道：既然知道本姑娘是谁，还不赶紧将本姑娘放掉？宁凡本以为林宇会劝诫自己不要多生事端，但下一刻林宇却是话锋一转，咧嘴笑了笑。不赖啊，这姑娘绝对能卖不少钱。宁凡，于青青，嘿嘿，看起来您师弟和我等一样，都是收获颇丰啊。
李云起、顾明月笑着说道。啊！宁凡一怔，他确实有不小的收获，可李云起、顾明月的收获又在哪？赌局啊！李云起、顾明月见到宁凡脸上的讶异，开口解释道：“我们俩可是压您师弟闯过3关，足足1000多枚灵石，突破到的极境的修炼资源都有了。”这……宁凡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刚刚进来前，李云起和顾明月如此热络，宁凡可是帮助他俩得到不少的修炼资源啊！我记得压我闯过3关的赔率可是1赔1000啊！李师兄、顾师姐，你2人压下1000枚灵石，岂不是能得到足足等价100万枚灵石的修炼资源？宁凡夸张地说道。等价100万枚灵石的修炼资源，估计连地极境的修炼也能完全覆盖了。没有那么多。李云起连忙摆手，在师弟你闯过第2关，从10杯中领悟到武技后，就有大量的人压师弟你能闯过3关，赔率一路下降，1赔10，小赚9000枚灵石而已。小意思。宁凡闻言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1万枚灵石，那还叫小赚啊？简直是一夜暴富。说不羡慕，那是假的可惜。宁凡在闯第3关时，没有下注的本钱，也没有下注的时间，错过这个一夜暴富的机会。下一刻，宁凡将目光投射向于青青，还好有这姑娘在，赵七愿意以1万枚灵石赎回于青青。宁凡选择拿巧，没有让赵七赎回。在宁凡看来，于青青的价值肯定超过1万枚灵石。你们勤加修炼，本封主还有事，等日后有机会再来考察你们。殷风月开口道。下一刻，他便是身影一闪，从大殿中消失。咱们封主都这么潇洒吗？宁凡嘴角抽搐，他咋感觉殷风月这位封主像是个甩手掌柜啊？哎，封主就这样，习惯就好。平日里有咱们几个人负责，倒也还算正常。林雨耸了耸肩，走，咱们去见大师兄。对了，给你选个洞府有禁制在，不用担心你的小姑娘跑走。多谢师兄。宁凡颔首。在林雨等人的带领下，宁凡在中锋的弟子居所处选了一个靠上的位置，就在林雨、李云起2人边上，算是位次弟子的特权。然后众人走向后山。后山，一处茂密的竹林中静静躺着一座茅草屋。宁凡等人在茅草屋前驻足脚步。林雨开口道：“宁师弟，这就是苗首席所在。”苗首席不在弟子居所吗？宁凡问道。不在，苗师兄一直都住在茅草屋，平日里咱们修炼前都得来这里找苗首席。李云起开口道。哦。宁凡颔首。苗首席，我等携新弟子前来，请苗首席指点。林雨朗声说道。林雨声音落罢，竹林安安静静。几个呼吸的时间后，茅草屋的木门打开，伴随着一阵酸涩的木门开启声，一道身影出现在门外。在看到身影后，宁凡眸中闪烁着一抹诧异。按理说，眼前的中年男人明明是一大主峰的首席，应该是玉树临风，品貌非凡，可眼前的男人实则邋遢无比，头发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打理，衣服虽然没有脏污，但是却有很多处破损，黑色的眼袋挂在脸上，眸中有着不少的红血丝。而且这位苗首席的年龄也很大，远远超过宁凡、林雨、李云起等人，看起来比公子正还要年长许多。这就是新弟子。邋遢的中年男人看向宁凡，目光丝毫不掩饰探究的上上下下打量着后者。明日起参加修炼。是。宁凡应声。嘿嘿，那么苗师兄，我们也明天再修炼吧。今天我们4个带新师弟逛逛主峰。李云起讪笑着挠头。别废话。苗天瞪了李云起一眼。你今天绕峰跑的圈数再加10圈，少1圈就双倍加到明天。林雨、顾明月、李向南，我们保证完成修炼任务。3人似是应激一般抢答，身体都不由得绷直许多，随后头也不回地往竹林外跑。眨眼间，包括李云起在内的几人一溜烟地跑走，只留下宁凡和云清瑶站在茅草屋前，大眼瞪小眼。你们2人刚刚入峰，我对你2人的修炼进度尚未掌握，不如……师兄，我们先走一步，明天再进行修炼。宁凡赶紧开口，他有一种不立刻离开就会马上被安排修炼任务的错觉，真可怕啊！这位首席。宁凡拉着云清瑶一路小跑回到新洞府所在。刚来到洞府，就见一长民风弟子促狭地站在洞府前。有事？宁凡开口问道。见过宁师兄，这是给你的信函。那名长民风弟子递给宁凡好几封信。宁凡接过信封，有些疑惑地挠了挠头。他在阴阳神宗中也没有几个熟人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信函？奇怪，而且眼前这人为何叫自己师兄，有点怪不习惯的。但稍加思忖，宁凡便是明白过来，修炼一途，达者为先。宁凡乃是位次弟子，
除却林宇、李云起那2对道侣，还有后山那位首席外，其余长明峰的弟子都是他师弟。行，我收下了。宁凡颔首，那名弟子躬身告退。宁凡拿着信笺和云清瑶回到洞府，进到洞府后，正看到于青青坐在桌边自饮自酌，神情看起来十分惬意，和之前的跳脚、急躁完全不同。在看到宁凡和云清瑶回洞府后，他还饶有兴致地瞥了2人一眼。就在刚才，于青青得到他爷爷，也就是齐华峰峰主的信息，让他好生侍奉在宁凡身边，哪怕是当个妾室，也能得到许多好处。宁凡的天资自不必多说，若是不死，前途可谓是十分光明。而且据传闻，宁凡和云清瑶可是双修体质，若是能和宁凡双修一次，于青青的境界不得升天啊！稍加运营，加上于青青背后势力支持，未必不能混个平七的位置，甚至能来一手鸠占鹊巢，将云清瑶从道侣的位置踢掉，来一手后来者居上，岂不是比和赵七在一起时更风光？于是乎，于青青也不着急离开了，反倒是想着如何能勾搭上宁凡这个新晋天才。小哥哥，于青青看向宁凡，娇滴滴的开口，声音软软，令人听起来酥酥麻麻，美眸中更是眼波流转，似是有千语万言汇聚在其中。还不算完，于青青甚至对着宁凡挺了挺胸，将自己那丰满的波涛凸显在宁凡的面前。他还不信凭借他的姿容身材拿不下宁凡。果然，在看到于青青大胆的动作后，宁凡瞬间瞪大眼睛，眸光一瞬不移地落在前者的胸口。哼！于青青在见到宁凡这副样子后，眸光不由得浮现起一抹得意，就算是天才又怎样，还不是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之下。呵呵，于青青还得给云清瑶一个得意的目光。看吧，你的夫君还不是被我勾勾手指就撩拨成这副样子，看起来不需要多久的运作，他就能取代云清瑶。宁凡一步步走向于青青，后者眼眸中涌现起一抹水雾，颇有一种惹人怜爱的感觉。小哥哥，青青的全部都属于你，温柔一点。于青青的声音像是能滴出水一般，下一刻他便是合上眼眸，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闭眼的于青青只感觉到一股力气袭来，将他外衣直接扯掉，心中顿时升起一股羞怯和得意，心跳如肋骨，脸上羞红如血。然而就在于青青闭的眼睛都有些疲惫了时，更进一步的发展却始终没有上演。他终究忍耐不住，掀起一条眼缝偷瞧。于青青正看到宁凡双手捧着他的外衣，一件银丝纱衣，仔细观瞧。宁凡看待银丝纱衣的目光，正是刚刚看待于青青那副样子。不赖，宁凡口中还发出一声赞叹，并非宁凡练武，而是这银丝纱衣并非凡品，上面散溢着淡淡的灵力，明显是一件软甲。他刚刚尝试着拉扯几番，扯不动。没错，身为齐华峰峰主的孙女，于青青自然有许多宝贝，这银丝纱衣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抵挡一般黄级劲武者的攻击，就算是玄级劲武者，攻击落在纱裙上时也会削弱许多。很标准的一件玄级中品防御法器。娘子，这可是件好宝贝，有时间就换上吧。宁凡走到云清瑶身侧，将银丝纱衣递给后者，脸上浮现出一抹欣喜的神情，就和他自己得到宝贝一样。多谢夫君。云清瑶眼弯如月，脸上的表情如沐春风一般，她巧笑嫣然地将宁凡从于青青身上剥下来的银丝纱衣收下。有这件法器在，云清瑶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于青青，于青青，于青青，他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浮现起一抹羞耻之意。原来刚刚宁凡的目光并非看待他，而是看待他身上穿的法器。可恶啊！那他刚刚开屏给谁看的？一想到刚刚的所作所为，还有宁凡的反应，顾青青就恨不得掀开一条的缝钻进去。该死！不知不觉间，他于青青成为宁凡、云清瑶这对道侣情趣中的一环了。呼！于青青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不急，他还有时间，左右日后要和宁凡长时间相处。他于青青还不相信自己手段频出的情况下，拿不下区区一个宁凡。来看看。宁凡将一半的信笺分给云清瑶，自己则是将另一半拆开阅读起来。信笺的内容很简单，报价。没错，全部都是对于青青的报价。当时碍于赵家道主在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口，但却有不少人惦记上于青青，毕竟能当赵七的道侣，于青青的天资也是相当不错，6000、7000、7500。宁凡看着手中的报价，喃喃自语道：我这边最高的是12000，还是赵家人报的。云清瑶开口道：宁凡颔首，除却赵家外，给出最多修炼资源的秦家，足足给出等价8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秦家还在信笺中注明，若是将于青青交给他们，他们可以保护宁凡不被赵家中高层出手碾杀。话里话外透露着，他们和赵家不对付。不急，宁凡将几封报价最高的信笺收好，
现在的报价宁凡还不满意，就算是秦家也才堪堪给出等价8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不够，再等等。喂喂，你们难道真要把本姑娘卖掉？于青青见到这一幕，焦急出声。于青青真急了，跟着宁凡还算好，若是跟随其他人，说不定就给他变态奇葩，那于青青的后半辈子可就算有了。你觉得你值多少？宁凡看向于青青。本姑娘，本姑娘。于青青刚想要报价，但又一思忖，似乎报出任何价格都不合适，于是她只能瘪瘪嘴，将头撇向另一边。本姑娘是无价之宝。宁凡轻轻咂嘴，无价之宝姑娘，你现在的最高价可是来到8000枚灵石，我倒要看看，最后你能匹配到什么价格。你，于青青气鼓鼓地看向宁凡，脸上浮现起薄怒之色，可人在矮檐下，也只能薄怒一下而已。娘子，走吧。宁凡拉起云清瑶，二人行至洞府门口。宁凡驻足脚步，回头望向于青青，开口命令道：我们出去这段时间，你得将洞府收拾干净，包括床榻。暖上。我听到宁凡口中的话语后，于青青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夸张地用手指指着自己。这特么，按照宁凡的安排来看，他的任务和洒扫侍女没有任何区别，不，甚至不如洒扫侍女。宁凡竟然还让他暖床，拒绝的话就把你随便卖出去。宁凡瞪了一眼于青青，于青青脸上的愤怒瞬间僵硬在原地，整个人胸口不断的起伏，似乎隐含着磅礴的怒火，却不得激发。宁凡和云清瑶离开洞府，第一时间前往长明峰的武技楼，也就是那一堆残垣断壁所在。二人相携站在一个小山丘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一堆古遗物，脸上浮现起一抹愁容。这些残垣断壁可不算少，其中大部分古遗物上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鬼画符。宁凡也不知道这些鬼画符是有价值的传承，亦或者其余东西，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宁凡喃喃自语道。所幸这里平日没有人来，宁凡暂时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他招了招手，云清瑶便是凑近。夫君。云清瑶有些扭捏，没关系。宁凡摆了摆手，此时已经临近傍晚，天色昏暗，再加上这些古遗物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没有价值，故而没有人来。好吧，那还是和之前一样，能少拖就少拖。云清瑶应声道。宁凡嘴角抽了抽，心中暗暗想到，反正最后也会换成叶红莲。片刻后，晴浓时，白光闪烁，叶红莲的身影出现在宁凡身前。有过前几次的经验，哪怕是出现在旷野，叶红莲也能稳住心神。小淫贼，说吧，为什么又这样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而且周围灵气稀薄，没有修炼资源帮衬。叶红莲咬紧牙关，回眸盯着宁凡，他憋着嘴，似乎宁凡不给他一个合理的答案，他就会干掉后者。仙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古遗物，分辨其中有多少蕴含着传承，对于你我而言，不都是有着难能可贵的好处？宁凡开口道。咦？叶红莲闻言回过头，极目远眺下，果然见到周围全部都是有着鬼画符的古遗物。这些东西究竟是从何而来，当真是奇怪。仙子姐姐，有价值的东西多吗？宁凡问道。不好说，此处只能看得大概，能看到有那些壁纹中有一部分武技的雏形，是否完整尚不确定。叶红莲回答道。那……宁凡凝视着叶红莲的背脊。等等，你该不会是想……叶红莲再度回过头，双眸中充斥着震惊地看向宁凡。在和宁凡对视后，他确定自己的猜想并非无的放矢。这宁凡竟然真的想仙子姐姐，若是不那样的话，咱们一个地方双修一次，怕不是得弄到猴年马月才能将这里的壁纹全部看过一遍。我之前破解过10倍碑文的内容，过段时间说不定来这里碰运气的人会增多，届时会更麻烦。宁凡解释道。叶红莲咬紧牙关，脸上红色似乎滴血一般，但他明白宁凡说的没错，句句在理。我确认一下，仙子姐姐，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可以走吧。叶红莲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她原本是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但似乎宁凡不得到答案就会一直待在原地，于是乎叶红莲只能咬了咬牙，声音颤抖的开口：你慢点。于是乎宁凡和叶红莲维持着修炼的状态，缓慢地在断壁残垣中游走，来到具有一定价值的文字前，叶红莲便会喊住宁凡停止，进行一段壁文的翻译，然后再进一步转移阵地。两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一处处壁文被叶红莲翻译出来，宁凡得到一门玄级和一门地级的武技的修炼典籍，收获算是不少。不行了，小淫贼，饶了我吧，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下次再继续翻译。叶红莲声音都在颤抖，一边修炼一边在断壁残垣中游走，对于二人来说都算是一个挑战。很明显，
先坚持不下来的是叶红莲。行，仙子姐姐，下次咱们再翻页。随着宁凡声音落罢，二人的灵力汇聚在一处，随后再分散到各自体内。宁凡的灵力再度提升一些。由于这次修炼并没有灵石等资源辅助，境界的提升并不算大，不过是让宁凡3层中期的境界略微松动而已。同样的，由于没有修炼资源辅助，这次双修对于宁凡体力的损耗也不算大，就像是单纯做了一次那档子事。白光再度闪烁，云清瑶回到镜前，走，去长明殿把刚刚得到的修炼典籍记录下来，省得过一会忘记。宁凡开口道，走。云清瑶挽上宁凡手臂，二人来到长明殿所在。等到宁凡按照记忆将修炼典籍写好后，一道声音突然在他二人身后响起，果然，你二人有着破解古文字秘密的能力。宁凡猛地回头，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站在他和云清瑶身后。苗首席。宁凡和云清瑶回过头，正看见苗天站在二人身后，纷纷吓得一激灵，这人神出鬼没的，有点吓人。因缘际会吧，偶然间能破解古遗迹中碑文的秘密，刚刚得到2门功法武技，也算是有所收获。宁凡耸了耸肩道，一门还是2门功法武技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师弟你拥有破译古文字的能力，这样一来，那些晦涩难明的古遗物传承，迟早都能成为咱们长明峰的助力，咱们长明峰日后未必不能摆脱现在的窘境。苗天声音平缓地说道，旋即将目光落在宁凡和云清瑶身上，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你二人不错，我长明峰不会怠慢有功之人。那苗首席，宁凡眼睛亮了亮，看起来自己能从苗首席这得到一些好处啊，也不知道这苗首席出手大不大方，实在不行给个等价1-2000灵石的修炼资源也行，解一下自己的燃眉之急。我决定给你二人加一下特训。苗天开口道，特训。宁凡瞪大眼睛，一旁的云清瑶也是云里雾里，特训也能算是好处吗？就从现在开始吧。准备。苗天开口道，说话间他不知道从哪拿出一截桃木枝，而宁凡、云清瑶在看到苗天的动作后更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一刻，啪，随着一声脆响，桃木枝在半空中抽出一道气爆，重重地落在宁凡的小腿上，哪怕有衣袍遮挡，却也令宁凡疼得龇牙咧嘴，直直倒吸冷气。苗首席，你这是？宁凡惊呼出声。苗天不语，只是再度扬起手，对着宁凡挥舞下手中的桃木枝。这一次宁凡有准备，登时抽身后撤，桃木枝擦着宁凡的身体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啪声，不错，速度还算可以。武者的实力不光和境界相关，更和武者自身的发挥有关，速度、耐力、反应等等都决定着一名武者的实力，而恰恰这些东西是容易遭到忽视的。我长明峰弟子绝对不可忽略这些。看招！苗天一抖手腕，桃木枝再度向着宁凡袭来。这一次苗天的动作更加迅捷，哪怕宁凡第一时间闪躲，却还是没能完全躲过。桃木枝的尾梢擦着宁凡的皮肤掠过，属于是没被抽到，但是有所划伤的程度。经常被桃木枝抽的朋友们知道，被结结实实的来上一树枝其实不是特别疼，就怕尾梢似抽似不抽的落在身上，那可真疼啊。宁凡小臂上瞬间多出一道捋唇，疼得宁凡龇牙咧嘴。夫君，一旁的云清瑶看得直心疼，可苗天根本不给云清瑶心疼的机会，空着的手一翻，掌心多出一枚枚小石头。他将石子担在食指弯曲处，拇指用力在后面一弹，小石子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直直打在云清瑶的额间。哎呀！云清瑶被砸得身体后仰，额头上很快就浮现起一个大包，眼中瞬间引起一弯湿润。让师兄摸摸你二人的底细。来。苗天一手持着桃木枝，一手拿着小石子，对着宁凡和云清瑶一顿猛攻。宁凡和云清瑶也不是站着挨打的主，二人立刻逃跑，直奔殿外。可苗天的速度更快，哪怕宁凡和云清瑶跑到殿外，苗天仍旧穷追不舍，一直将二人往山下撵。宁凡和云清瑶没办法，一边闪躲着苗天的攻击，一边向着山下跑。当二人来到长明峰山脚下时，正看到一道身影也在奔跑。李云起师兄，这么晚还在修炼啊？宁凡抽空问道。此时早已夜深，而且是接近凌晨，没想到李云起还在绕着长明峰跑步，真是刻苦。李云起闻言，嘴角抽了抽，这特么是他愿意刻苦修炼，还不是苗天让他加跑10圈，跑不完就加倍放到明天，可不得往死里跑。哎嗨！突然间，李云起看到宁凡和云清瑶身后撵着的苗天，脸上瞬间浮现起幸灾乐祸的表情。宁师弟，云师妹，别光说我啊，你们也刻苦修炼呢。宁凡、云清瑶嘲讽完一句还不够，李云起干脆停下跑步，给宁凡也云清瑶加油助威起来。加油啊，宁师弟，
往左边躲。哎呀，分开跑啊，分开跑，你俩最少能跑一个啊。哦，我忘记了，以苗首席的速度，怕是故意在后面撵着你俩走到一起。宁凡躲着苗天的桃木枝本就心中上火，听到李云起的嘲讽更是绷不住。可一旦宁凡分心一瞬，桃木枝就会抽在他的身上。哈哈哈！李云起捧腹大笑，但下一刻他就乐极生悲了，因为苗天放弃云清瑶和宁凡，收纳桃木枝直奔他而去。见到苗天靠近，李云起整个人脸色吓得苍白，连忙拔腿就跑。可苗天的速度远远超过李云起，桃木枝一下下落在李云起的背脊上。错了，错了，错了！苗首席，饶了我爸！李云起惨叫连连，声音婉转悠扬，如同猿猴一般。云清瑶和宁凡对视一眼，看起来刚刚苗首席对他俩还算是手下留情，在追逐李云起时，苗天的速度可是快上一半不止，远远超过追逐宁凡、云清瑶时的速度。不等二人休息片刻，苗天再度回到二人面前。他刚一抬手，宁凡和云清瑶下意识的闪躲，一追二躲，沿着长鸣峰山脚生跑了半圈多。宁凡和云清瑶躺在地上，大口喘息着，浑身上下都是汗水，整个人衣衫都被浸湿。不错，你二人底子不赖，明天我会针对你俩的状态安排修炼内容，好好期待吧。苗天嘴角上扬。宁凡、云清瑶，明天还要修炼啊？怪不得。李云起、林雨等人见到苗天就和老鼠见到猫一样，这样的首席，宁凡自己也怕啊。苗天不管宁凡和云清瑶，身影一闪便是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宁凡二人则是休息好一会才起身，可在刚起身时，宁凡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宁凡屏息凝神，他感觉到有一股若有似无的气息在呼唤自己，不，准确来说并非是呼唤他，是在呼唤他体内的无始印。没错，无始印在叶红莲手中，但宁凡体内也有无始印的气息，这股气息在被某种东西牵引着。梁子，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莫名的牵引？宁凡问道。没有。云清瑶歪了歪头，眼中透露着清澈和单纯。宁凡觉得奇怪，但他还是决定遵循那个神秘的牵引前进。东边，宁凡喃喃自语道。他跟随着牵引一步步向着东边前进，大概走出100步，那牵引又变成西边，也就是背后。宁凡，什么情况？气息的牵引怎么变成背后？若是向背后走，岂不是原路返回？宁凡不信邪，继续向前走。可在他踏出脚步的瞬间，那若有似无的气息牵引便是消失不见，就像从未出现过一般。宁凡，不行！宁凡不信邪，回到原位。霎时间，那股神秘的牵引感便是再度袭来。宁凡继续向东边前进100步，100步后，气息的牵引来到后方。宁凡再度向后走，30步后，气息的牵引来到南边。于是乎，宁凡跟随着气息牵引走了大概几千步。由于基本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来回折腾，宁凡和云清瑶倒也没有走出多远。渐渐的，宁凡察觉到周围的景色变得模糊，原本昏暗的天空变成暗红色。随后最后一步踏出，宁凡周遭景色陡然一变。这是……宁凡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周遭的变化。原本他正站在长鸣峰山脚下，而此时此刻，宁凡却是站在一座巨大的山门面前。山门十分巨大，楚天楚的散溢着一股浓郁的威压。山门后是一处宽阔的广场，一望无际，一轮赤色的圆月悬挂在天空。一道虚无的身影正站在山门前，身影看不清面孔，似是在守护着山门。宁凡十分惊讶，沿着无始印气息的牵引，他和云清瑶竟然来到这样一处神秘的空间，当真是十分奇异。宁凡和云清瑶之所以能来到这片空间，乃是因为无始印的气息牵引，那么这片空间一定和古遗迹有关。宁凡小心警惕地向前走，在他靠近山门时，守护在山门前的身影突然抬起头，凝视着宁凡。那个……宁凡挠了挠头，在心中准备着措辞，但眼前的身影似乎没有什么灵智，空洞的眼神望向宁凡的方向。无始天宫入门弟子试炼场，非在黄极境临水入皮者，不可进入其中。无始天宫入门弟子试炼场，宁凡喃喃自语道。无始天宫应该就是这处古遗迹的名字，入门弟子试炼场是决定弟子能否入门的场所。黄极境临水入皮又是什么？那道半透明的身影并未回答宁凡的疑问，而是将目光挪移到别处。宁凡目光在周围逡巡，落在山门前的一处石碑上，石碑上依旧是宁凡看不懂的鬼画符。那么宁凡看向云清瑶，半晌白光闪烁，叶红莲的身影出现在山门前，只不过此时的叶红莲正在酣睡，脸上有着一丝平时看不到的可爱。宁凡吞咽一口口水，之前是自己给叶红莲整活，现在轮到叶红莲给他整个活，和睡眠中的仙子姐姐修炼，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嗯嗯嗯。叶红莲被宁凡弄得逐渐清醒，口中无意识地发出声音。等到意识逐渐回笼时，叶红莲口中发出一声疑问：“等等，小淫贼！”叶红莲终于清醒过来，咬牙切齿地看向宁凡，眼中闪烁着一股薄怒之色。可现在正在修炼，叶红莲也不能做什么。仙子姐姐，消消气，消消气。宁凡笑意盈盈地开口道：“你让我消气的时候，能不能别激烈的顶撞？”叶红莲实在说不出口，只能缄默。仙子姐姐，真有事？你看石碑。宁凡示意叶红莲看向前面，也就是那座刻印着鬼画符的石碑。起初叶红莲并不在意，类似的石碑叶红莲最近可是看了不少，很少有价值的东西。上次双修时，唯一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无非是一门地级武技。地级武技对于叶红莲而言，根本谈不上价值。可在看清眼前碑文的内容后，叶红莲却是猛地一怔。这是灵髓贯圣法，而且还是完整的灵髓贯圣法。叶红莲惊呼一声：“死！”哪怕宁凡提前有准备，却也被紧得生疼。但同样的，宁凡也意识到，这所谓的灵髓贯圣法可能是个大机缘。小淫贼，你可知道，决定武者实力的不光是境界，还有速度、耐力、反应等等。对，叶红莲微微诧异，他没想到宁凡区玄极境初期武者能对实力理解得这么透彻。实际上，这并非是宁凡的理解，是不久前苗天的话语。这灵髓贯圣法乃是一门上古秘法，乃是在修炼时将灵气中最核心的灵髓依次灌注进皮、肉、血、内脏、骨髓，最终由骨髓发血，整体通达，成就无上圣道。但这种修炼方法太过缓慢、古板，于是逐渐被抛弃。但随着修炼文明的发展，境界提升的简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境界的提升和灵髓贯圣法可以并行。可由于灵髓贯圣法已经被遗弃许久，哪怕是各大圣地，也只有残缺的灵髓贯圣法，天玄圣地亦是如此。而你眼前石碑的内容，则是最完整的灵髓贯圣法。叶红莲喃喃自语道：“嘶！”宁凡倒吸一口冷气。灵髓贯圣法，将灵气中最核心的灵髓依次灌注进皮、肉、血、内脏、骨髓，最终由骨髓发血，整体通达，成就无上圣道。何等奇妙的修炼手段啊！哪怕宁凡对此一窍不通，光是听闻也知道这秘法的不俗。而这样一份秘法就摆在宁凡的面前。仙子姐姐，我可以修炼吗？宁凡兴奋地问道。不，你不行啊！宁凡一怔，咋不行啊？倒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炼，这灵髓贯圣法须得从黄极境就开始修炼。黄极境将灵髓灌注进皮肤，玄极境将灵髓刻印进肉身，地极境灌注进五脏，天极境再进一步。除非你先将境界退回黄极境，重新在黄极境修炼灵髓贯圣法，这样才能掌握这门秘法。叶红莲开口道。啊！宁凡瞪大眼睛，得自废境界啊？倒也不是不行，宁凡现在不过才是玄极境3层，退回黄极境巅峰也不过是丢失几个小境界而已，还能接受。修炼灵髓贯圣法的机会可是十分难得啊，3个小境界而已，根本不算是代价。可是仙子姐姐，这境界回退怎么办啊？我只听说武者若是经络受损，根基被斩，那么境界可能会跌落，总不能让我自己把根基、经络弄坏吧？宁凡疑惑道。哼，这就看我的吧。叶红莲言语中略带玩味地说道。下一刻，宁凡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体内的灵力如同江河一般从宁凡体内流出，汇聚在叶红莲的体内。仙子姐姐，宁凡大惊，这是阴阳玄经的效果啊！叶红莲竟然已经全数掌握阴阳玄经。也对，宁凡能从叶红莲这边掌握功法，叶红莲自然也能从宁凡身上有所收获。叶红莲境界碾压宁凡，又掌握阴阳玄经，完全可以将宁凡榨干啊！呵呵，叶红莲回望宁凡，眼中闪烁着一抹侵略、挑衅，配合上他眼中的魅惑，组合成名为妖冶的神情。妖女，宁凡口中吐出一个词语。此时的叶红莲哪里还是仙子，明明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半晌后，灵力重新回到宁凡的体内，这一次灵力的回流远小于他刚刚的灵力量，境界也随之跌落。黄极境巅峰，更准确来说是无限接近于玄极境，只要宁凡想就可以突破到玄极境，但很明显宁凡并不会突破，他还得修炼灵髓贯圣法呢。小淫贼，挺好，我将灵髓贯圣法完整的修炼方法告诉你，你须得记在心中，并且将其当作和境界同等重要的修炼。叶红莲严肃地开口，同时开始在心中运转灵髓贯圣法。他所掌握的灵髓贯圣法亦不完整，教导宁凡的过程亦是对自己的补全。宁凡静心守神，将灵髓贯圣法记在心中，
当他接触灵水观圣法的具体内容时，再度被这门独特的古代秘法所震惊，当真是先祖的智慧啊！以一种特殊的手段，让灵力和自身融合，太奇妙。不知过了多久，宁凡睁开眼睛，此时间叶红莲已经消失，云清瑶重新出现在他身边。夫君，云清瑶歪了歪头，脸上浮现起一抹疑惑和担忧，境界突然跌落，令云清瑶十分困扰。没事的，这是好事，重塑境界可以修炼灵水灌圣法，这可是一门难得的秘法。宁凡兴奋地说道。宁凡抬起手，仔细观察，他的手臂上有着几道淡淡的繁复纹路，这就是灵水灌圣法的修炼结果。根据灵水灌圣法的完整程度和天资，武者可以修炼出数量不等的纹路。宁凡也不知道自己能在皮肤上凝聚出怎样的纹路，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可惜啊，修炼灵水灌圣法同样需要大量的资源，宁凡现在最缺的正是资源，看来真得将那于青青卖个好价钱。宁凡向着山门走去，这一次山门前的那道身影没有阻拦，宁凡和云清瑶一起进入到山门后的广场。期间，宁凡瞥了一眼云清瑶的手臂，发现她的手臂上也有淡淡的特殊纹路，真是奇怪。宁凡修炼灵水灌圣法，云清瑶也能得到一模一样的提升，后者的境界简直就是他的复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进入到广场后，宁凡看到大大小小许多个擂台，擂台上站立着一道道虚影，虚影境界不同，越是靠近深处，擂台上的虚影境界却是强大，其中有一个擂台上还有摆放着一套盔甲，一看就是法器，这莫非就是无始天宫考核新弟子的场所？打赢擂台上的虚影能得到好处？宁凡喃喃自语道。下一刻，宁凡纵身一跃，跳上第一个擂台。这个擂台上的对手境界不过是黄极境4层，比起宁凡现在的境界还弱。呵，宁凡轻笑一声，他可是越阶战斗的常客，在阴阳神宗的众弟子中，以黄极境巅峰的境界，足以击败绝大多数玄极境初期武者。眼前的对手又算得了什么？来！宁凡脚掌猛踩地面，身体像是一枚炮弹，向着对面的人影冲杀过去。那名人影看似呆愣，实则反应迅速，瞬间便是反应过来，对着宁凡的拳锋挥出一拳。砰！拳拳相碰，爆发出一阵闷响。宁凡的身影比来时更迅速地向后掠去，整个人直直摔下擂台，眼看着要跌落在地上时，云清瑶踏前一步，将宁凡牢牢接在怀里。夫君，你没事吧？云清瑶将宁凡放下。宁凡并未回应云清瑶，而是眼神凝重地看着擂台上的虚影，对方的境界明明逊色于他，可为何力量如此恐怖？是灵水灌圣法。宁凡喃喃自语道。仔细观察，在那黄极境4层人影的手臂、肩膀乃至胸口前，都能隐约地看到那特殊的纹路，足以见得他将大量的灵水刻印在皮肤上。怪不得武者的实力不光是境界，这特么将灵水灌注在肌肤上，对力量的提升实在是恐怖。宁凡喃喃自语道。打不过啊，完全打不过。看起来想要击败擂台上的身影，宁凡的进一步修炼灵水灌圣法，这样一来，问题又回到资源。宁凡没有修炼资源啊，太缺少了。先走吧，这里暂时没有再来的必要，等到以灵水灌圣法将皮肉上刻印更多的灵气后再说。宁凡喃喃自语道。他可以确定，眼前这处奇异的空间绝对有大机缘，只不过以宁凡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探索万一。先等等，这片奇异的空间就在这里，不会跑，而且十分隐蔽，等自己实力足够后再来探索也不迟。翌日清晨，竹林，苗天站在茅草屋前，宁凡、林雨、李云起还有各自的道侣束手而立，在前者面前格外的拘谨。李云起和宁凡的状态最差，两人脸上都有挥之不去的黑眼圈，尤其是宁凡昨天双修2次，就算没有辅佐修炼资源大幅提升境界，可光干那档子2次也足够令人疲惫。今天诸位的内容不变，李云起，你依旧绕着山峰跑圈；林雨，你在瀑布下洗练身体；顾明月、李向南，你2人继续和假人对练。至于你2人，宁凡和不由的神情紧张起来。经过昨天的追打，宁凡和云清瑶对于苗天有着一股本能的惧怕。你2人的境界是怎么回事？苗天皱眉。昨天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还是玄极境3层，可今日竟然跌落到黄极境巅峰，这种情况可并不多见。林雨、李云起等人一时担忧地望向宁凡。那个无碍，我们自己的问题。宁凡思忖少卿，也没有想到合理的解释，只能暂时的搪塞过去。几人见状便没有过多纠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云清瑶是吧？你和他们一样，暂且和假人对练。至于你，宁凡，苗天看向宁凡，你将他们的修炼内容全部修炼一遍。啊！宁凡闻言瞪大眼睛，嘿嘿，
李云起见状，不由得偷笑起来。可在对上苗天的目光后，李云起便是瞬间缩脖，生怕被苗天注意到。不是，苗师兄，我咋要将他们修炼的内容全部修炼一遍？宁凡抗争道。天赋，你在各个方面都有天赋，所以必须全方位发展，这样一来才不会辱没你的天资。苗天开口道。那他呢？宁凡抬起手指着云清瑶，云清瑶的境界等等几乎是宁凡的1比1复刻，他凭啥不用修炼这么多内容？哎，夫君！正在旁边看戏的云清瑶见到宁凡指着自己，瞬间跺了跺脚。坏夫君，竟然想将他拉下水！你觉得你和他打一场，谁能获胜？苗天突然说道。宁凡陷入思索，若是不考虑感情因素，让云清瑶和宁凡真正的搏杀一场，宁凡有90%把握能拿下前者。云清瑶心性一般，他太过天真，也就是软弱。看来你已经明白了，天资指的是方方面面，就算境界实力一模一样的两人搏杀，也有可能出现一面倒的情况，这就是武者个人的问题，反应、敏捷、应对经验、心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苗天开口，随后咧起一抹阴恻恻的笑容。不用挣扎，我会好好的操练你。宁凡，话说到这个份上，宁凡还有啥可反驳的呢？练吧，先跑。苗天开口，随后从袖子里掏出桃木枝。不是吧，苗师兄，你还跟着啊？宁凡满脸苦味，这真是不让人活啊！看招！苗天抬起手，桃木枝在半空中擦出一串气爆声，奔着宁凡的身体抽过去。宁凡下意识一闪，直接躲开桃木枝。这一躲，宁凡和苗天都愣住了。按照昨天的摸底，苗天确定这一树枝打不在宁凡的身体上，却也得是被宁凡险之又险的躲开。可刚刚的一躲明显是十分富裕，在桃木枝临体前宁凡就躲开。可明明宁凡的速度没有提升，是感知。宁凡确定自己对桃木枝的感知更加清晰，这难道也是灵水灌圣法的影响？是了，灵水灌圣法将灵气中的灵水灌注进皮肤，形成灵技，灵技当然有力量方面的提升。同时，灵水灌注进皮肤也增强皮肤对周围的感知，皮肤是除却视觉、听觉、嗅觉之外的重要感官之一，并非是碰触，而是对周围的磁场的感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闭上眼睛，将手指靠近额头，在尚未碰触的情况下，额头就会微微的发酸，这就是皮肤对外界的感知。再通过灵水灌圣法将灵水灌注进皮肤后，皮肤对周遭的感知进一步提升。于是宁凡对桃木枝袭来的路径判断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很离谱的是，皮肤的感知属于下意识，也就是说，经过灵水灌圣法灌注皮肤后形成灵技后，宁凡的潜意识战斗力得到一定的增幅，都不是身体素质的增加，而是潜意识。有点意思。苗天喃喃自语道。下一刻，他再度甩动手中的桃木枝，速度加快许多后，桃木枝再度在宁凡的身体上，引得后者一阵痛呼。就这样，宁凡被苗天撵着一路跑，跑完之后去瀑布下被千米坠落的水流洗练身体，最后再去和假人对练。一圈下来，宁凡累个半死。还不算完，宁凡还得翻译碑文，整个一陀螺。就这样，宁凡度过充实的一周。这一周时间里，宁凡的境界没有提升，可他的反应、敏捷程度却大幅度增加，同时也从碑文中翻译出不少品阶不错的武技，勉强算是经历一阵平和的修炼时间。宁凡这边平和，有人可就平和不了了。同时间，齐华峰大殿，齐华峰峰主坐在主位上，手中搓捻着2个圆球，是不是唉声叹气，脸上皆是忧愁之色。问题无他，他的孙女于青青还在宁凡手中，再救再吧。可宁凡这一周别说碰他，就连见面都没有几次。不行，这样下去，青青的大好韶华就被耽搁了，一定得让那宁凡给个说法。若是他不要青青，那就将青青抢回来。齐华峰峰主环顾下列弟子，目光最终在一名青衣少女身上，随后微微颔首，开口说道：陆清安、车帅还有晨晨、余姑，这件事交给你们4人来办。无论如何，将青青从宁凡手中带回来。是。4人躬身领命。4人躬身之际，暗地中对视一眼，眼中尽皆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趟办事之行可是个肥差，接回于青青之余，还可以在长明峰捞上一笔。最近听闻，最近那长明峰因宁凡破译古文字的因素，可是多出不少武技。若是能得到一些，定然能得到峰主嘉奖。几人直起身，脸上浮现着志在必得之色。同一时间，长明峰弟子居所洞府，宁凡盘腿打坐，周身摆放着一枚枚灵石，灵石将周遭的天地间灵气波动提升数倍，
而宁凡却没有吸纳空气中的灵气。宁凡在探究灵气中最核心的东西灵髓。灵髓这东西玄之又玄，最开始宁凡根本无法捕捉，随着宁凡一次次尝试，才逐渐能在灵气中寻觅到灵髓的存在。此时此刻，宁凡运转灵髓灌圣法，将天地间散逸的灵气灵髓灌注进身体里。肉眼可见的，宁凡的肤上的灵迹变得更加明显，小半个身体上的灵迹密密麻麻，足足有30几条。令人惊讶的是，一旦灵气中的灵髓被吸纳，灵气本身也会消散殆尽，就像被抽走最核心的力量一般消失。故而宁凡无法修炼灵髓灌圣法的同时提升境界。当然，宁凡也不想现在突破，若是现在突破玄极境，那么他将无法再通过灵髓灌圣法将灵髓灌注进皮肤，那意味着宁凡没有在黄极境将灵髓灌圣法修炼到圆满。境界的突破并不急，宁凡随时都可以突破到玄极境，可修炼灵髓灌圣法的机会却只有这一次。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的碎裂声，地上的最后一枚灵石碎裂成渣。宁凡这才睁开眼睛，眼中射出一道金光。宁凡看着一地的灵石碎片，不由得轻轻咂嘴。这灵髓灌圣法堪称吞灵神术啊！他今天刚刚得到长明峰的周凤，宁凡身为位次弟子，在长明峰每周可以领到400枚灵石，而这400枚灵石却只能让灵迹覆盖小半个身体。若是想要凭借灵髓灌圣法将身体铺满灵迹，那得吸纳多少灵石啊！还好灵迹平时不显现，否则宁凡还真担心自己有些招摇。唉，宁凡叹口气，将目光看向一旁的于青青，看来有必要将于青青出手了。今日关于于青青的报价已经逐步提升到1万枚灵石，这个熟练的灵石绝对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干嘛？在和宁凡的目光对上后，于青青脸上浮现起一抹无措和慌乱。几日来对宁凡的勾搭，令于青青明白过来，宁凡根本对他没有丁点兴趣，而在此时看向他，估计是在打坏主意。不干嘛，该给青青姑娘找个下家了。宁凡咧了咧嘴角，别啊，去齐华峰找我的爷爷，我的爷爷绝对不会不管我。于青青惊声尖叫道，呵呵，齐华峰不齐华峰的无所谓，主要是价格，谁给的价格多，谁就是你的下家。宁凡笑意盈盈，可这笑容落在于青青的眼中，却是如同恶魔一般令人寒战。而就在下一刻，咚咚咚，洞府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同时间还有一阵急躁的呼喊声。宁师兄不好了，齐华峰的人打上门来了。宁凡闻言猛然站起身，而刚刚惴惴难安的于青青脸上却是浮现起一抹喜色。爷爷派人来了。宁凡，我倒要看看你还敢不放我离开。于青青的神情瞬间变成一股焦惊。宁凡侧眼瞥了他一眼，眼神中的冷漠瞬间让于青青收声，缩着脖子在角落里躲着走。宁凡看向云清瑶，后者缓缓起身，步履坚定地站在宁凡身边。夫君，咱们去会一会齐华峰的弟子，青瑶和夫君同进同退。云清瑶牵起宁凡的手，二人对视间，另一旁的于青青心中生出一抹酸涩。下一刻，宁凡便是将目光投射向于青青，声音淡漠的开口，你也来，我也想看看齐华峰的人能否将你带走。山脚下，哎呦，砰，拳脚声和哀嚎声不断响起，一名名长名峰的弟子被陈晨、于姑、陆清安车帅4人掀翻，向后倒飞的弟子像是下饺子一般，几乎无一合之将。一旁的苗天在封门下负手而立，面色冰冷的讲眼前场景看在眼中，可哪怕长明峰弟子溃败，苗天也没有出手的意思。原因很简单，位次弟子上门就得位次弟子处理，首席越级出手丢的是主峰的脸面，更会导致事件升级。首席去对付人家位次弟子，明天对面峰峰主上门干你首席，到时候别觉得冤就行。住手！一道声音响起，陈晨、于姑和陆清安车帅4人在将面前的对手掀翻后，立刻将目光投射过去。李云起还有顾明月。陆清安喃喃自语，道出来人身份，各峰的位次弟子间大多都有交集，能道出对方姓名并不奇怪。呵，光是你二人可拦不下我等，叫林宇二人出来吧，解决掉你二人，我等再去寻那宁凡。至于你长明峰的宝贝武技，我等也得带走一些。陈晨双手环抱于胸前，脸上浮现起一抹倨傲之色，似乎已经将长明峰的东西当作属于自己的。李云起闻言，下意识地攥紧拳头，指骨被他捏得咯滋滋作响。这一幕其实并非特例，阴阳神宗有个规矩，那就是在风与风的争斗中，若是有一方弟子占据优势，在争斗中得到什么东西，那么皆算是自己本事，不再进行追究，算是规矩允许下的抢夺。长明峰常年在武峰中落在末流，
之前没少被各个主峰的人找麻烦，打秋风，随便寻个借口上长明峰打砸一顿也并非稀事。也就是珠峰会武即将到来，将各个主峰激烈的矛盾延后到珠峰会武中，这才让长明峰暂时安生一段时间。可今天，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四人又打上门。长明峰弟子早就在一次次抢夺中被点燃肝火，哪怕那些普通弟子在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四人面前不是一合之敌，却也凭借着一口血性死死地挡在封门之外，让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四人难以踏前哪怕一步。这是长明峰弟子的血性。此时间，一名名倒下的长明峰弟子再度站起，在李云起、顾明月结成一面人墙，哪怕浑身皆是伤势，眼中却也喷射着怒火，有些债该还了。李云起一改平日里吊儿郎当的样子，微微昂起头，将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四人看在眼中，眼中的怨愤昭然若揭，周身战意大起。呵呵，陈晨轻蔑一笑，根本没有将李云起的怨愤放在眼中，不过是手下败将而已，赶紧将林雨二人也叫出来吧，我等还得将时间用在珠峰会武上，别耽误我等太多时间。李云起没有开口。林雨和李向南他二人在昨日超负荷的训练中将身体弄得满是伤痕，尤其是林雨，今日刚刚更换瀑布，水流提升500米，对于林雨的身体而言负担增大1倍还多。此时的林雨不能出战。李云起望向自己的道侣顾明月，顾明月亦是回望李云起，二人的眼中浮现起一抹坚定，就算只有他们两个，也要守护住长明峰。可就在二人动手前，又有2道身影从长明峰山门中走出，明明没有多大动静，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宁凡、云清瑶，没想到你二人竟然胆敢现身。陆清安眯起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宁凡，在他看来，宁凡应该在躲在长明峰的庇佑下，结果二人竟然出现。在看到跟随二人身后一同出现的于青青后，陆清安脸上浮现起一抹果然如此和失望的神色。这宁凡应该是见势不对，直接选择交出于青青，这样一来，他的任务就可以直接完成。但若是无法将纷争扩大，他和陈晨、余姑就无法从长明峰中得到好处。长明峰毕竟是主峰之一，若是能进峰走一遭，哪怕随便得到一些宝贝、修炼资源，也足以让自己得到提升。况且据传闻，长明峰最近多出一些神秘武技，能弄到2门武技，那对于齐华峰而言也算得上有裨益。但既然宁凡将于青青带过来，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于青青才是最重要的，交出来吧。陆清安微微昂起手，眸中含着一丝居高临下的看向宁凡。什么？宁凡歪了歪头，把青青小姐交出来吧。陆清安皱眉。哦。下一刻，宁凡抬起手，捏起于青青的后颈，将后者整个人提起来。见到宁凡如此粗鲁地对待于青青，陆清安不由得皱起眉头。宁凡竟然这样粗暴对待于青青，算了，先将于青青平安地接到手再说吧。然而，在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4人期待的注视下，宁凡用力将于青青向后一扔，砸在有长明峰弟子组成的人墙前。哎呦！于青青口中爆出一声痛呼，想拿就自己来取吧。宁凡声音淡淡。陆清安眸子瞬间收缩，眼中浮现着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芒。他深深凝视着宁凡，一字一顿道：宁凡，你敢如此对待青青小姐？于青青若是出什么事，陆清安可是要负全责，这样对待她又怎样？我长明峰20几名弟子身上的伤势不比她严重的多，宁某这段时间对这姑娘并不算坏，可你们一上来就直接动手。宁凡声音淡淡。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4人瞪大眼睛。不然呢？你抢走青青小姐，难不成还要我等以礼相待？陈晨气笑了。别人花钱买于青青都合理，可齐华峰作为于青青本家人，若是还选择用钱来赎回于青青，那可太丢人了。让其余人怎么看待齐华峰？宁凡微微颔首，似是明白齐华峰众人的立场，他喃喃自语道：没错，比起以礼相待，以重金交换顾青青，上门打砸抢人确实更有脸面。只是你们抢得走吗？宁凡目光如鹰隼地看向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4人，眼中闪烁着一抹凛然的光芒。听到宁凡所言，陈晨、余姑和陆清安、车帅4人微微一怔，旋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哈哈哈哈！笑声足足持续10几秒，等到笑声歇止时，陈晨一脸嘲弄地将宁凡看在眼中，开口说道：宁师弟，你们竟敢说出如此话语，凭借我4人足以将你长明峰踏平，那就来做过一番吧。宁凡眼中闪过一丝金芒，随着声音落罢，陆清安和车帅便是向旁边平移出100余米，
宁凡和云清瑶亦是紧随其后，将封门正面空间让给陈晨、于孤和李云起、顾明月。宁师弟，小心！那陆清安和车帅和并不好对付，单独实力拿出来，可能比不上赵七，但二人十分擅长组合武技。道侣两人携手对敌，战力十分可怕。李云起担忧地看向宁凡，开口提醒道：“宁凡颔首，示意李云起无碍。李师兄，与其管别人，还不如多将担心自己。哼，手下败将，还敢为敌？”陈晨轻笑着，嘿嘿。李云起闻言，突然咧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若是以2对4，李云起自问不是陆清安、车帅和陈晨、于孤的对手，可若是2对2、1对1，这几日他李云起不光被苗天狠狠修炼，更是从武技楼处学习到2门相当合适的武技。呵呵，这回轮到他报仇了。宁凡和云清瑶站在一起，平视着眼前的2名对手，而在细细观察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后，陆清安和车帅却是皱紧眉头：“你2人不是玄极境3层，黄极境？”2人看出宁凡和云清瑶境界的问题，难不成之前是作弊？宁凡通过某种手段在境界测试时蒙混过关，有可能，但不对啊！宁凡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了赵七，这个总不是作弊吧？但无论如何，宁凡和云清瑶的境界就是黄极境，这对于2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黄极境也可以击败的。宁凡声音淡淡，目光平视前方，甚至并未聚焦在陆清安和车帅身上。这种淡漠的忽视令陆清安和车帅十分不适。狂妄，只是不知道你2人是否有狂妄的资格。看招！陆清安不再废话，脚掌猛踩地面，身体像是一枚炮弹，向着宁凡击射而来。一旁的车帅几乎和陆清安同步，亦是袭杀向云清瑶。陆清安挥出拳锋，直取宁凡的身体。宁发不闪不躲，同样挥出一拳。陆清安凝眸，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他没想到，哪怕宁凡的境界不过是黄极境巅峰，却敢和他正面对拼。要知道，陆清安的境界可是玄极境5重，几乎是半个大境界了。这种跨度，并非天资可以简单逾越。况且他陆清安也是天资卓绝之辈，又岂能被宁凡轻视？宁师兄，宁凡师兄，清瑶师妹，小心啊！站在后面的一众长明峰弟子见到这一幕，纷纷惊呼出声。哪怕宁凡、云清瑶是他们长明峰的位次弟子，可在拥有近乎半个大境界的差距下，依旧选择正面对拼，和送死没有任何区别。下一刻，拳碰撞在一处，砰！结结实实的碰撞声响起，紧接着便是一阵气浪席卷而来，预料之中的一触即溃上演。只不过溃败的对象并非宁凡，而是陆清安。陆清安身体像是一块破布向后面倒飞，随后重重砸在地上。宁凡的力量极大，以至于陆清安落在地上后，身体向上弹起一瞬，一口鲜血从陆清安口中吐出，同时间他的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芒，目光下意识地向旁边瞥视，正看到车帅落在他身边不远的位置，同样口吐鲜血。静，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针落可闻，所有人都瞪大眼睛，死死地凝视着宁凡和云清瑶。这怎么可能？宁师兄和云师姐不过是黄极境巅峰啊，这怎么能一拳击败陆清安和车帅？陆清安和车帅的可是足足超过2人半个大境界。众长明峰弟子吞咽着口水，尤其是那些和陆清安和车帅交过手的弟子，他们深知陆清安和车帅的力量之可怕，哪怕是同境界的长明峰弟子，也基本不是陆清安和车帅的一合之敌。可就是这样的存在，在宁凡、云清瑶面前，同样也不是一合之敌。下一刻，长明峰弟子口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好，宁凡师兄干得漂亮，就应该给这些人颜色看看，让他们欺负咱们长明峰弟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畅快的情绪充斥着长明峰弟子中，所有人心中的一口恶气仿佛在此时全部吐出。今日若是宁凡、云清瑶以及李云起、顾明月能将对手击败，哪怕他们刚刚被暴打一顿又如何？痛快！陆清安和车帅挣扎站起身，刚刚那一拳看似溃败，可陆清安和车帅身上的伤势却并不明显，绝大部分力道都在倒飞的过程中卸掉。陆清安和车帅还能维持着9成战斗力。宁凡、云清瑶，你2人究竟有何种手段，竟然有这种力量？陆清安和车帅严肃地看着各自的对手，之前的轻蔑消失不见，且不提宁凡和云清瑶日后如何耀眼，现在他2人能不能拿下宁凡和云清瑶还是个问题。宁凡看向自己的拳锋，对于自己的力量，宁凡并没有过多的惊讶。灵水贯圣法的加持下，宁凡手臂的力量已经提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明明是黄极境巅峰的境界，可力量却和当初玄极境3层时大差不差，这提升太恐怖了。而云清瑶不知身上到底有何秘密，
竟然拥有的灵迹数量和位置和自己一模一样，故此也是轻松拿下了对手。车帅看向陆清安，陆清安回以颔首。下一刻，二人周身灵力疯狂涌动，隐隐有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之势。宁凡和云清瑶同样凝重，二人明白，这就是李云奇口中的组合武技，属于陆清安和车帅的杀招，绝不可小觑。灼然烈风，车帅胸口鼓起，嘴巴更是像蛤蟆一样鼓胀，随后猛地吐出一口由灵力凝聚而成的狂风，狂风中蕴含星星火光，大有磨砺眼前一切的威压。旋即下品武技，宁凡喃喃自语道：不算弱，可若是将旋即下品武技当作底牌，明显还是有些不够格。果然，下一刻陆清安动了，狂火掌。陆清安向前挥出一掌，这一掌的目标并非是宁凡和云清瑶，而是陆清安自己面前的灼灼风暴。风暴被陆清安手掌催出的火焰点燃，就像是被火焰点燃的柳絮一般，势不可挡。原本炽热的风暴完全变成火焰，两招武技组合在一起，威能远非1+1等于2可言。燃风和火焰碰撞在一起，两相叠加，直接来到旋即中品的水准，而且并非是普通的旋即中品，这火风的恐怖威能，俨然是旋即劲武者能施展出的2倍威能。这就是组合武技，品阶提升，威能不减。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眼中尽皆闪烁着严肃之色。这一招，哪怕是全力施为，依旧有着相当大的压力。宁凡手指掐动，准备施展出最强武技无始印，云清瑶亦是紧随其后。随着二人手指翻飞，两个神秘的印记浮现在二人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古朴沧桑的韵味。是那招。顾清安和车帅眼眸凝重，那是宁凡在古遗迹中领悟的武技，宁凡正是凭借这招击败赵七，这一击的威能绝对不可小觑。不过顾清安和车帅对自己的组合武技也十分有信心。死来！随着一声暴喝，燃风直接将宁凡和云清瑶包裹其中。宁凡和云清瑶面前各自接出一个人印，正当二人准备向前拍出印记时，两个人印竟然产生一股若有似无的吸力，连带着宁凡和云清瑶之间的灵力似乎也有一种牵绊着的感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陆清安和车帅在施展组合武技时，灵力就是这种状态。云清瑶和宁凡对视一眼，下一刻，两个人印结合在一起，部分纹路融合在一起，另外的纹路则相互延伸，二人面前的人印变得更加复杂，散溢出的气息也变得更加恢宏。人皇印，轰！随着宁凡符至心灵的呢喃，下一刻，组合在一起的人印向前暴轰。什么？陆清安和车帅眼中充斥着惊讶之色，组合武技可是二人的招牌杀招，可宁凡和云清瑶竟然也能施展组合武技。而且令二人奇怪的是，组合武技须的武技相称，灼然烈风和狂火掌组合在一起就是相生相称的武技。宁凡和云清瑶明明只是施展出一模一样的武技啊，一模一样的武技，两人施展还能近乎完美的组合，这武技也太神了。不等二人惊讶，下一刻人皇印便是冲击到燃风所在，霎时间燃烧着火焰的狂风便是被冲破一个巨大的空洞。人皇印在轰穿燃风后继续向陆清安和车帅急射，二人心道不妙，不约而同的抽身后撤。在二人脚掌刚刚离开原地时，人皇印便是落在地上，瞬间炸裂开来，恐怖的灵力风暴在地上席卷，将陆清安和车帅掀飞。二人身体高高腾空，随后重重落在地上，砰砰，两道落地的声音接连响起。陆清安和车帅落在地上后再也无法动弹，身体挣扎几次也无法起身。赢了！所有见到这一幕的长明峰弟子尽皆喃喃自语道，哪怕是陆清安和车帅无法动弹，一时之间众人也不敢相信宁凡和云清瑶竟然真的将两名来自于齐华峰的位次弟子击败，越过那么多境界啊！足足几个呼吸后，众长明峰弟子口中才爆发出一阵阵欢呼，眼中的畅快神情丝毫不加掩饰。有人欢喜，自然有人忧愁。地上的陆清安和车帅哪怕此时此刻也难以接受自己落败的结果，明明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一次简单任务，没想到竟然阴沟翻船不，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他陆清安的在齐华峰的地位，在峰主和首席的眼中分量便会大幅度降低，再难翻身。事到如今，只有将希望寄托在晨晨和鱼姑身上，只要晨晨和鱼姑能战胜对手，说不定还能将于青青抢回来，届时哪怕丢人也算勉强将峰主、首席安排给他任务完成。思及此，陆清安和车帅的用尽全身力气将头偏到另一侧，可入目的情况却让二人瞪大眼睛。陆清安和车帅正看到李云起绕到晨晨身后，一脚踢在晨晨的腰间，直接将人踢倒。至于鱼姑，他早已躺在地上。怎么可能？陆清安和车帅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明明李云起和顾明月是晨晨和鱼姑的手下败将，
可此时此刻，李云起和顾明月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将陈晨和余辜击败。等等，那李云起的武技……陆清安突然察觉到问题关键，那李云起施展的武技他没见过，很明显是宁凡从古遗迹中领悟的招数。也就是说，他们一行4人的失败可以完全的归结在宁凡身上。宁凡，宁凡！陆清安回过头，满眼皆是恨意的凝视着不远处的少年。宁凡似有所感，目光同样投射过来。下一刻，宁凡眯起眼睛，嘴角咧起一抹冰冷的笑容。下一刻，宁凡一步步地向着陆清安走去。你想干什么？陆清安眼中浮现起惶恐。宁师弟，咱们是不是得给那狗日的齐华峰一个教训？李云起脚踩沉沉，一脸恶劣地看向宁凡。必须的，狠狠的教训。宁凡颔首。正当2人动手时，一道声音却是缓缓响起：别住手！宁凡和李云起将目光投射声音所在方向，是林雨。宁凡和李云起停下动作，将目光望向姗姗来迟的林雨。此时间，林雨浑身缠绕着绷带，走路也是一瘸一拐。见到这般姿态的林雨，宁凡和李云起都不由得抖个寒战。可怕的不是齐华峰弟子，而是他们的首席苗天啊！若是将他们弄得伤势太过严重，恐怕无法和齐华峰交代，咱们得稍作思量。林雨徐徐说道。宁凡皱眉，这林雨师兄未免有些太过胆小，若是让宁凡做主，定然要让上门的这4名齐华峰弟子付出惨痛的代价。他看向李云起，等待后者开口。毕竟刚刚的4名齐华峰弟子是他和李云起一同击败，关于如何处理这4人，李云起也有话语权。李云起则是对宁凡挤眉弄眼一番，示意后者不要着急。若说整个长明峰谁最腹黑，绝不是没皮没脸的李云起，更不是邋里邋遢的苗天，而是看似一本正经的林雨、李向南这对道侣。这样，咱们先给齐华峰下个帖子，让齐华峰派人来赎这4人，然后咱们再如此这般如此。林雨一手搂住宁凡的肩膀上，一手搂在李云起的肩膀上，将2人头身体微微压低，窃窃私语一阵。等到林雨说完全部话语，3人直起身。这样一来，定能得到不少修炼宝贝。在听完林雨的话语后，宁凡不由得眸光微亮，对着前者竖起大拇指，开口夸赞道：林师兄，还是你更不是东西。什么话？林雨半开玩笑地瞪了宁凡一眼。不过这帖子得换个下法。宁凡抬起手，在自己下巴上轻轻摸索，眼中闪过一丝恶劣的神芒。啧。李云起目光在宁凡和林雨身上逡巡，这俩人还真是意外的合拍啊。下午，一则消息在阴阳神宗其余4大主峰炸开，4名齐华峰弟子上门滋事，被长明峰弟子抓住。长明峰向齐华峰下拜帖，让齐华峰上门领人。至于为何是在4大主峰炸开，很简单，宁凡提议这个拜帖先别送往齐华峰，而是在另外3峰转悠一圈，给齐华峰狠狠递上一波压力，也在即将到来的主峰会午前给他们长明峰长长声威。这下子，整个阴阳神宗都热闹起来了。平日里被欺压的软柿子长明峰，竟然能让齐华峰栽个跟头，对此最为关切的便是林月峰。要知道，林月峰可是一直被齐华峰压一头的第4峰，若是齐华峰颓势显现，那么对于他们林月峰而言，则是一个翻身的机会。阴阳峰、玄牝峰同样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别的主峰吃瘪，对于他们而言，终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长明峰能让齐华峰吃瘪，也正面印证一件事：长明峰最近真的得到不少高级武技，一定是古遗迹中的传承，才让长明峰突然发迹。而此时诸峰会武在即，那古遗迹的传承未必不能被他们抢夺走。诸峰会武即是一次位次洗牌的机会，强大的主峰可以掠夺弱峰的资源，原本已经抢无可抢的长明峰，再度成为其余4大主峰眼中值得出手的肥肉。有人看热闹，有人则是热闹本身。同一时间，齐华峰大殿，齐华峰峰主并不在场，为首的是一名衣着华贵、首饰繁复的女子。这女子端坐在主座，其余一众弟子列在下手。长月首席，耻辱，这是巨大的耻辱啊！咱们齐华峰竟然被长明峰扣下弟子。长月首席，这件事必须不能这样算了，就是必须得让长明峰付出代价。下列的一众齐华峰弟子义愤填膺。够了！为首的女人一声轻喝，目光在众弟子身上扫过，众弟子瞬间压声，不再开口言语。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交代，不过却不能闹大。长月喃喃道：原因无他，诸峰会武在即，这个时候不宜展开主峰级别的搏杀，尤其现在长明峰的实力有所增强，而且那长明峰首席苗天也不是好相与的对象。走！为此弟子们一齐动身前往长明峰。长月朗声开口：是。1刻钟后，
长明峰。原本小透明般的长明峰许久没有这般热闹，峰门前以齐华峰首席长乐为首，10几名位次弟子列在身后，一副虎视眈眈之态，欲要让长明峰给他们一个交代。长明峰这边则是以苗天为首，宁凡、云清瑶、李云起、顾明月都在，还有一众凑数的普通弟子。在他们身后则是躺着4名齐华峰弟子，正是陆清安4人。苗天，你长明峰弟子竟然胆敢击伤我齐华峰弟子，必须得给出一个交代。长乐冷声说道。呵呵，交代？你齐华峰上门滋事，我长明峰弟子不过是奋起反击而已，你不能只在自己强大的时候奉行强者为尊。苗天微微摇头开口。既然如此，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长乐声音落罢，下一刻2名站在他身后的齐华峰弟子欺身上前，直奔长明峰弟子所在的方向冲杀过去。苗天负手立，2道身影从苗天身后窜出，正是宁凡和李云起。凝电揽光脚，李云起抬起一脚，从小腿部分开始萦绕起一簇簇闪电，以奇快无比的速度一脚踢在其中一名齐华峰弟子的腰腹，直接踢飞。这招不少人见到李云起施展出的武技尽皆凝眸。李云起的天资其实不错，尤其以速度见长，只不过一直没有得到适合他的武技。这招凝电揽光脚并不以力量见长，而是将武者的速度转化成威能，对于李云起而言可谓是扬长避短，十分相称。众人从未听说阴阳神宗中有这样一门武技，那么很显然，这招武技就是来自于古遗技。在拥有相称武技之后，李云起的实力大幅度提升，必将会成为一名难缠的对手。众人心中思忖着，也将目光投射向一旁的宁凡。宁凡在他的对手灵体前陡然扎起马步，直直地将胸口暴露在对方的拳锋之下。砰！那名齐华峰一拳打在宁凡的胸口，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那声音不像是落在人体，更像是击打在山石。仔细观察，宁凡裸露在外的手臂、脖颈之处也变成土黄色，俨然是一门防御的身法武技。滚！随着一声暴喝，宁凡猛地一震身体，那名击打宁凡身体的齐华峰瞬间被震得后退回原位。岩土身，那宁凡加入长明峰也才1周时间吧，竟然就掌握了这门需要长时间修炼的防御武技，这天资当然是难得。长乐喃喃自语道：不行，在宁凡破译古遗文字后，长明峰弟子的实力提升几个档次，想要硬拿下长明峰怕是有些难啊。这样吧，按照宗门规矩，这4名弟子我带走，赔偿你们一些伤药费，这里是2000枚灵石，不算少了。长乐手掌一翻，一枚储藏戒落在他的掌中，随后轻轻一扔，将储藏戒扔到2拨人马中间。伤药费是赔偿的一种说法，一般来说，被带住的宗门弟子肯定会身受重伤，需要服用一些丹药，以给伤药费的名义给予一些赔偿，用来交换落入对方手中的弟子，算是阴阳神宗内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长乐开口提出给伤药费，算是认怂了。只不过这种上门寻衅还落在别人手中的情况，光是赔偿500灵石一个人实在是有些过少，而且若是2方有矛盾，不光是伤药费，还肯定得顺势做一些文章。齐华峰的做法算是妥协，但没完全妥协。由于之前长明峰将拜帖送到其余各个主峰处，前来看热闹的各峰弟子并不算少，不少人将目光投射向苗天，纷纷猜测苗天的抉择。呵，也不知道长明峰能不能硬气一波，和齐华峰继续硬刚，也让咱们看上一番热闹。难啊，就算长明峰弟子因古遗技的破译而实力提升许多，可体量上终究比不上齐华峰。不过那齐华峰给出的伤药费也太少了，多少有些侮辱人。一道道议论声响起，齐华峰峰主长乐目光闪烁，他当然知道自己报出的赔偿有些过少，但这正是他给长明峰的台阶。苗天稍微硬气一些，多要一些赔偿，他这边再进行一些妥协，这样一来，齐华峰和长明峰的面子都将保住。谁知苗天并没有纠结赔偿多少的问题，而是将目光看向对面的长乐。不过是位次弟子的争夺，长乐，你可是要将其上升到首席间的争斗。长乐一怔，下意识觉得这是苗天的威胁。无论如何，我齐华峰弟子出事，那就是整个齐华峰的事，别说首席，就算上升到峰主，可毫无问题。长乐霸道地说道。而苗天的反应就变得耐人寻味起来，他并没有恼怒，更没有针锋相对，而是笑了起来。是啊，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给他们。苗天递给身后长明峰弟子一个眼神，立刻有几名弟子出列，将躺在地上的陆清安等人抬到2拨人马中间，顺势将地上的储藏戒收起。长乐眯起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苗天，2000灵石就将4名弟子换回来了。这苗天未免有些太过好说话。但下一刻，长乐便是明白过来，
那长明峰大抵是不愿意在这时间段和其余峰起争端，现在正是长明峰成长之际，珠峰会武又在眼前，平稳的度过提升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竟然收下2000枚灵石的赔偿就了事，长明峰也太怂了吧！长明峰还是惧怕齐华峰，也有可能是不想在珠峰会武前陷入争端，无疑是一个还算正确的决定，就是没有多少血性。周遭一时响起一阵阵嘲弄的声音，没想到啊，长明峰明明已经带住4名齐华峰弟子，可竟然轻易认怂。啧，果然长明峰还是那个长明峰。围观的珠峰弟子心中浮现起一抹惋惜之色，没能看到大热闹，实在可惜。我们走。长月见目的达到，让弟子搀扶起陆清安4人，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长明峰峰脚下。在长月等人走后，苗天打开储藏戒，从里面取出500枚灵石，交给宁凡。做得不错，给，好好恢复伤势，明日继续修炼。好嘞。宁凡收下灵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1刻钟后，长月等人浩浩荡荡地回到齐华峰，这一行他们也只能暂时将陆清安等人带回来。至于于青青，还得在意。长月将晨晨、余姑先送回洞府，然后轮到陆清安和车帅，再将陆清安、车帅放置进2人的洞府后，长月静静地看待着2人。半晌，他缓缓叹一口气：唉，峰主何等看好你们，没想到竟然出这档子差错，在齐华峰的前途怕是艰难了。可惜你陆家进献给峰主一件地级修炼宝物，才让你得到峰主青睐。那件宝物可是能增加咱峰主突破进度的奇物，有多难得，你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全部白费。长月呢喃一阵，随后摇头离开。洞府内只剩下陆清安和车帅，而在几分钟过后，原本躺在地上气若游丝的陆清安和车帅突然睁开眼睛，2人双眸炯炯有神，哪里有半分受伤的样子。夫君，咱们真的进来了。熟悉的声音从陆清安口中响起，那声音不似陆清安的清冷，而是更加的单纯清冽，就像是云清瑶。至于那车帅，此时间也是发出属于宁凡的声音。赶紧，时间不多，趁着他们没有反应过来，咱们赶紧按计划行事。林雨师兄估计咱们最多就只有2天时间，2天过后齐华峰再迟钝，怕不是也得回过神来。没错，长月带回来的陆清安和车帅2人，实际上是宁凡和云清瑶。谁也没有想到，长明峰竟然在还人上面做文章。宁凡等人的谋划并不高明，4张伪装面容的人皮面具加上大胆就可以完成，只不过那所谓的大胆，真得大到突破天界啊！宁凡和云清瑶现在也算是深入敌营了，稍有不慎就是任人鱼肉的局面。搜搜洞府，宁凡开口说道。宁凡和云清瑶立刻在洞府内翻腾起来，别说，还真让宁凡和云清瑶找到不少的宝贝：700枚灵石、淬体丹20枚、银币2万，还有其他修炼资源。林总算下来，接近有1000枚灵石的修炼资源，不愧是齐华峰的弟子，这家底和长明峰弟子比起来，算得上相当富裕。夫君，这个是什么？正当宁凡在洞府角落继续翻找时，云清瑶的呼喊声陡然响起。宁凡下意识望过去，只见云清瑶手中拿着一个类似于汤勺的东西，但比起汤勺，实际上更像一个小笼子，直径3厘米左右，长10几厘米，外面还有把锁。宁凡走上前，一把将那东西从云清瑶手中拿过来，随手丢在一个角落里。乖，别问，这东西脏，去洗手吧。哦。云清瑶满脸疑惑地应了一声，随后听话地转身去洗手。宁凡目光再度落到那个带锁的小笼子上面，不由得轻轻咂嘴。没想到啊，那陆清安和他道侣玩的还挺花，而且能看得出陆清安和车帅间是陆清安主导。宁凡是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带上那个东西，多难受啊！夫君，云清瑶洗好手后走出来，轻轻唤了宁凡一声，声音得伪装一下。宁凡皱眉。宁凡、云清瑶和陆清安、车帅的体型十分相似，但声音却不一样。不过这并非问题，重伤之人的声音会变得虚弱、沙哑，就算伪装的奇怪一些，也不会引人注意。而且宁凡和云清瑶也不打算和齐华峰弟子过多交谈，能避则避。至于境界，重伤下给人境界虚浮的感觉，难道不是很正常吗？这个都不用伪装的。云清瑶微微颔首，随后清了清嗓子，尽量找到一个偏沙哑、清冷的声线。走，咱们该去外面逛逛了。宁凡兴奋地搓手。陆清安和车帅的洞府不过是小意思，真正的宝库是整个齐华峰啊！无论是武技楼还是宝库，随便去一趟就是满载而归。宁凡和云清瑶走出洞府，2人并未立刻行动，而是左右观察一阵。这里毕竟是陌生的地界，小心为宜。至于齐华峰具体设施所在，
宁凡和云清瑶倒是心中有数，几大主峰的陈列都大差不差。主殿在峰巅，弟子居所在峰中，舞伎楼、演武场等等则是弟子居所和主殿中间。宁凡和云清瑶就在齐华峰峰中段，往上走就是舞伎楼等等核心场所所在。宁凡和云清瑶辨认清方向后，立刻迈步向齐华峰上走去。此时已到半夜，齐华峰的道路上已经不见多少弟子，而大多数弟子在见到宁凡和云清瑶后，也皆是纷纷垂手行礼。原因无他，车帅和陆清安是位次弟子，一般弟子没有和二人交谈的资格。很快，宁凡和云清瑶便是来到一处高耸入云的鼓楼前，鼓楼的匾额上笔走龙蛇的刻印着舞伎楼这3个大字。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尽皆从对方眼中看到兴奋之色。可以，舞伎楼正是宁凡和云清瑶既定目标之一，能这么快找到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宁凡和云清瑶挽着手，迈步走上前。哟，陆师姐，车师兄，身体还好吗？守在舞伎楼前的弟子在看到宁凡和云清瑶后，立刻热络地开口打着招呼。终于，宁凡和云清瑶还是遇到能和他俩说上话的弟子，但二人没有慌乱，如何应对早就在二人心中模拟无数遍。还行，宁凡和云清瑶选择最保守的打招呼方式，左右以二人现在的萎靡状态，就算冷淡一些也算是合情合理，不会令人觉得奇怪。但下一刻，那名守在舞伎楼面前的弟子却是皱起眉，上上下下打量起宁凡和云清瑶，眼中满是奇异之色。宁凡和云清瑶一惊，哪里有问题？体型、气息、言语内容、声音几乎都没有问题。突然间，宁凡想到云清瑶找到的那把小锁，心中涌现起一抹恍悟。他递给云清瑶一个眼神，不得不说，宁凡和云清瑶早已心有灵犀，后者立刻领悟宁凡的意思，轻轻抬起胳膊。宁凡立刻后退半步搀扶，从原先宁凡领先云清瑶半步，变成云清瑶领先宁凡半步，并且宁凡搀扶着云清瑶的手臂。同一时间，云清瑶还递给宁凡一道冷冽的眼神。宁凡头更低了几分。果然，在这细微的变化后，那名守在舞伎楼前的弟子眼中的疑惑便是消失不见，重新归于正常。陆师姐，这么晚还进舞伎楼啊？云清瑶颔首，冷淡地回答道。被长明峰弟子击败，心有不甘，迫切想要提升实力，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武技。请。那名弟子侧过身体，将前路让给宁凡和云清瑶。宁凡搀扶着云清瑶，二人亦步亦趋地走进舞伎楼中。齐华峰的舞伎楼共有5层，以陆清安和车帅的身份，目前可以进入到第3层。在以弟子令牌打开禁制后，二人直奔第3层。进入到第3层后，大量的武技、功法典籍呈现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可谓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宁凡左顾右盼一阵，看到周围没有其余人，于是立刻将贪婪的目光投射向那些武技。宁凡和云清瑶也不挑选，直接拿起一本武技便装进储藏戒中，一本一本又一本，很快就装下10几本武技。而正当宁凡准备装更多武技时，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声音，是警报。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尽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一抹错愕。来之前也没和他俩说警报的事啊，都怪林宇他们，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告知。现在宁凡和云清瑶的处境一下就变得十分艰涩。不过想想也对，长明峰没有武伎楼，没有武伎楼，自然不知道武伎楼内部有什么防御手段。快，武伎楼出事了！透过窗户，宁凡听到几道呼喊声在武伎楼下面响起，随之响起的还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宁凡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慌乱，同时手一直在摆放武技的架子上风卷残云，一本本武技典籍落入宁凡的手中，看得云清瑶目瞪口呆。走，这边。宁凡灵机一动，根据宁凡的记忆，眼前这座窗户应该是武伎楼后侧，若是能从这扇窗户跳出去，未必不能得到一条生路。宁凡拉着云清瑶一路小跑，来到面前的那扇窗户处。正当宁凡打开窗户迈出腿时，楼下突兀地响起声音，这里留下几名弟子，以防贼人从这里逃走。宁凡，云清瑶，啊，这可咋整？正当宁凡和云清瑶思索之际，武伎楼2层通往3层的楼梯处已经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夫君。云清瑶手指不断抓着衣角，脸上浮现着一抹慌乱之色。来。宁凡咬紧牙关，事到如今只有搏一搏。宁凡和云清瑶压低身形，悄悄地来到入口处的门后。云清瑶小心翼翼，难不成宁凡是想等到那些齐华峰弟子进来后再前逃走？难度有点大啊。不等云清瑶想明白宁凡的剧情，6名齐华峰弟子已经冲进武伎楼3层。是谁？为首的那名齐华峰弟子正欲呼喊，宁凡陡然拉着云清瑶从门后走出，他并没有往门外走，
而是走向那几名齐华峰弟子，并且抢在那名齐华峰弟子之前开口喊道：“是谁胆敢在我齐华峰武技楼作乱？”云清瑶，云清瑶，云清瑶。一时之间，云清瑶大脑宕机了。宁凡竟然不想着趁机从门处逃走，而是贼喊捉贼。云清瑶差点没绷住。那几名齐华峰弟子猛地回过头，看到身后的车帅和陆清安，几人脑海中闪过一丝迟疑。车帅和陆清安刚刚在他们身后吗？不记得。在武技楼警报响起时，周围的武者急急忙忙地往这边赶。车帅和陆清安在不在身后还没人注意。陆师姐，你们刚刚有没有见到有奇怪的人在武技楼附近出没？为首的那名齐华峰弟子开口问道。他也是一名齐华峰的位次弟子，不过他的排位没有陆清安那么高，自然得以陆清安为首。云清瑶稳了稳心神，维持着微微沙哑的声音，操着略显清冷的声音说道：“并未。那么咱们就在这武技楼3层搜一搜。”那名齐华峰弟子开口。云清瑶颔首。于是乎，算上云清瑶和宁凡2人在内，共计8人两两成组，在武技楼3楼小心谨慎地搜索起来。其余6人是小心敌人，生怕暗中的贼人暴起伤人。而宁凡的小心，则是拿武技怕被人注意到。没错，在搜索贼人的过程中，宁凡也小心翼翼地将一本武技收入储藏戒中。只不过这次宁凡不是漫无目的的狂揽，而是慎之又慎地拿走高品级武技，非玄级不拿取。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宁凡竟然又拿到4本玄级武技。云清瑶，整个过程给云清瑶看无语了。旁边6个人小心翼翼地搜索贼人，贼人光明正大的一本往储藏戒里装，很难绷得住。几十个呼吸的时间后，8人将整个武技楼3层搜罗一圈，半点贼人的影子都没看到。哦不，准确来说是看到了，不过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看到。陆师姐，有没有收获？并未。哎，那贼人有些手段啊，究竟是谁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咱们齐华峰，擅闯武技楼后还在眼皮底下逃走？那名齐华峰弟子百思不得其解，其余人亦是想不明白。下一刻，有人影。宁凡突然抬起手，指着武技楼3层的入口处，随后也不管其余人反应，脚底抹油般的向入口处奔去。其余人紧随其后。宁凡和云清瑶一股脑的跑到武技楼1楼，左顾右盼一番后，大摇大摆的从正门离开。那6名齐华峰弟子还跟在车帅和陆清安身后，毕竟车帅说看到人影了啊，他们可没看到。你们待在原地，我继续往前追一下。宁凡开口说道，随后和云清瑶一起扑进黑夜中，只不过是几个闪身间，2人的身影便是隐没进黑夜之中，徒留那6名齐华峰弟子在武技楼前大眼瞪小眼。人影他们自始至终都没看到啊。怎样，有没有见到陆师姐和车师兄？他们2人有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刚刚那名在守武技楼下的那名弟子从窗户那边走过来，见到呆立在门口的几人，皱眉问道。那名位次弟子一脸懵逼，开口问道：陆师姐和车师兄有什么信息？他们不是和我们一起听到武技楼3层禁制被触发才一起上楼的吗？不是啊，陆师姐和车师兄早就在武技楼3层了啊！几人大眼瞪小眼，咋感觉有些信息对不上呢？同一时间，武技楼不远处一片小森林里，宁凡和云清瑶撒丫子一顿跑。从离开武技楼前那几名齐华峰弟子的视野后，宁凡和云清瑶就开始以逃命般的速度狂甩脚步，跑得可谓是气喘吁吁。夫君，吓死我了！云清瑶小脸煞白，刚刚的情景可真是太刺激了，心脏稍微弱一点，怕不是都承受不住。不过收获也很丰厚。宁凡则是双眸发亮，这趟武技楼之行，宁凡最少拿到20本玄级下品武技，10本左右玄级中品武技，玄级上品武技的数量也有几本。这要是换算成修炼资源，发了！宁凡眸中闪过兴奋的神芒，不过前提是平安的离开齐华峰，如果被齐华峰弟子带住，那就全完了。夫君，估计他们应该对咱有所怀疑了。云清瑶略显担忧的开口。刚刚宁凡那番贼喊捉贼的套路，虽然让他们脱困，但破绽其实不少，给那些齐华峰弟子足够的时间思索，肯定会察觉到异常，届时宁凡和云清瑶的行动就会变得艰难许多。宁凡颔首，深刻同意云清瑶的判断。原本计划在齐华峰待上的2-3天，现在来看，估计也就是今晚了。今晚能拿走多少宝物，就是多少宝物吧。是。云清瑶扶了扶身。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宁凡和云清瑶的面前，武技楼已经洗劫一次，接下来的目标定在哪？突然间，宁凡眼前一亮。齐华峰的首席长乐曾经在车帅和陆清安面前提到过，陆清安所在的陆家给齐华峰主进献过一件修炼宝贝，若是能将那件宝贝弄到手，这次行动就算是大成功了。藏宝阁。宁凡双眸中闪过一丝贪婪，
无论如何，齐华峰的藏宝阁，他和云清瑶要走上一番。藏宝阁距离5级楼并不算远，在不认路的情况下，大概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宁凡和云清瑶便是来到藏宝阁前。二人对视一眼，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向藏宝阁。见过陆师姐，车师兄。守在藏宝阁外的弟子见到宁凡和云清瑶靠近后，立刻恭敬地欠身行礼。从态度上来看，眼前这人应该是齐华峰的普通弟子。宁凡和云清瑶暗暗松口气，普通弟子更好对付啊。我二人想要进藏宝阁，请师弟放行。云清瑶操着沙哑清冷的声音说道。好咧，陆师姐，车师兄，里边请。守在藏宝阁外的齐华峰弟子让开身影，目送着宁凡和云清瑶进入藏宝阁。他望向宁凡、云清瑶背影的眼神有那么一丝丝阴冷。在进入到藏宝阁后，云清瑶和宁凡可谓是十分兴奋，入目可见的是大量天材地宝，皇级下品、中品不计其数。这才是藏宝阁1楼，这要是上到3楼，还不得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玄级修炼宝物啊！这特么太爽了吧！此时的宁凡和云清瑶就像是2只进入到粮仓的硕鼠，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粮食。然而下一刻，砰！藏宝阁的大门被粗暴的关闭，天花板上掉落一阵簇簇的灰尘。一瞬间，宁凡和云清瑶脸上的激动戛然而止。不对劲！正常情况下，藏宝阁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因为它的大门上刻印着防御阵法和禁制，一旦关闭，就是禁制和阵法被触发了。宁凡和云清瑶连忙走到大门处，对着大门一阵猛拍。宁凡真是还踹了2脚，大门却是纹丝不动。夫君，云清瑶脸上浮现起焦急之色，宁凡却是竖起手指，示意云清瑶稍安勿躁。他隐约间听到门外那名弟子交谈的声音，在呢。那2人果然来到了藏宝阁，现在已经被我关在藏宝阁里。放心，禁制已经开启，那2人就是插翅也难逃。那2人果然不是陆师妹和车师弟，竟然管我叫师弟，但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是谁。速来，咱们瓮中捉鳖。听到门外自言自语的声音，宁凡心中猛地一沉，是通讯玉佩。大概在自己和云清瑶来到藏宝阁前，齐华峰弟子就意识到不对劲，通过通讯玉佩将陆清安和车帅的异样告知给其余人。刚刚那藏宝阁前的弟子也不是什么普通弟子，甚至排位还在陆清安和车帅之上。他只是炸一下，就将宁凡和云清瑶的底细炸了出来。一时之间，整个齐华峰灯火通明，除却还在养伤的陈晨、于孤外，所有弟子全部行动起来，去逮大贼。自从齐华峰立封以来，还从来也没有遭遇到这般奇贼，竟然偷偷潜入5级楼，盗走大量武技，而且还将主意打在藏宝阁。这般贼人简直是前所未有。很快，藏宝阁的所在便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名名弟子举着火把，将附近照得灯火通明。藏宝阁外，几道身影并肩站立，为首的正是那名守在藏宝阁外的弟子。秦力师兄，确认他们就在藏宝阁里面吗？一人问道。名为秦力的武者微微颔首，眼中闪过一丝笃定。我将那2个贼子放进去的，2贼必然就在藏宝阁内，还请诸位师弟、师妹和秦某一起打开藏宝阁禁制，一同进入到其中，捉拿贼人。是，全凭秦力师兄做主，前往藏宝阁内捉拿贼人。其身后的一众弟子齐齐应声。随着声音落罢，秦力踏前一步，双手按在紧闭的大门前，随着周身灵力涌动，大门闪烁着一阵光芒。但片刻后，光芒歇止，什么也没有发生。秦力，什么情况？为何输入灵力却打不开禁制？方法没错啊！他又连忙尝试几遍，大门始终纹丝不动。秦师兄，这禁制是不是被人从里面关闭了啊？突然一道声音响起，秦力顿时色变。阴阳神宗几乎但凡有禁制的建筑，都可以从内外2侧关闭，为的是有大事发生时，有禁制的建筑能成为宗门的一道屏障。现在这情况，还真像是有人从内部同样触发禁制，将大门闭锁。不对啊，一般人可是不知道闭锁禁制的方法的，非得是各封首席，专门负责看守的弟子才能知晓。那2人究竟是谁？秦力皱眉道。秦师兄，现在怎么办？有人问道。总不能任由2名窃贼在藏宝阁里胡作非为吧？虽然最后肯定能将2名贼人抓住，但眼下这状态也不是回事啊。首席，请首席来。首席和封主拥有控制防御法阵和禁制的最高权限。事发这么久，有人通知首席吗？秦力朗声吼道。通知了，不过封主不在，首席在闭关。一名子弟说道。秦力咬了咬牙，赶紧强行通知首席，让长月首席务必过来。是。立刻有2名齐华峰弟子躬身离开，前往长月首席的洞府禀告，其余人则是继续将整个藏宝阁团团围住，绝对不放过哪怕一只苍蝇离开。
时间缓缓流逝，眨眼间1刻钟便过去了。长月首席还没来，现在是什么情况？秦丽皱眉问道。长月首席在闭关，洞府外的弟子已经在想办法联系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消息。一名奇华峰弟子手持通讯玉佩，额头上浮现着汗水的解释。闭关意味着隔绝外部干扰，一心一意的修炼，通讯玉佩等常规手段根本联系不上长月首席。至于在洞府外弄些动静行不行，那得看多大的动静。秦丽首席，里面没事吧？一名奇华峰弟子担忧地看向藏宝阁的位置，里面还有2只硕鼠在呢，可别弄出什么无法弥补的问题。无碍。秦丽摆了摆手，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最多也就是损失一些最寻常的修炼宝物而已。只要那2名贼子跑不掉，他们拿到手多少东西就得吐出多少东西。就算是里面的2名贼子玉石俱焚，故意破坏修炼宝物也无济于事。珍惜的宝物都有禁制守护，没有特制的令牌无法打开。其余奇华峰弟子闻言纷纷颔首。等吧，只能继续等着，等到联系到长月首席。同一时间，藏宝阁内，宁凡拿通讯玉佩，望向大门的目光略有些紧张。从内部关闭禁制防御阵法的方法是刚刚苗天口述给他的，宁凡不过是按照苗天的描述进行操作，也不知道能不能行。现在来看，宁凡自己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从内侧关闭的禁制肯定能拖延一定时间。夫君，云清瑶满脸担忧地望向宁凡，现在这种局面，他2人想要离开基本上是难如登天。说不忧心定然是假的，先拿多少算多少。宁凡开口说道。刚刚的时间里，宁凡已经将藏宝阁的布局研究得七七八八，不愧是藏宝阁，光是第1层的宝物就足够珍惜，基本上能陈列在藏宝阁中的宝物都是皇级极品起步。毕竟一般的灵石、皇级下品、中品修炼宝贝都放在库房里，而并非是藏宝库。更珍惜一些的宝贝则是在房间中央，被琉璃罩台隔绝，想来是有禁制保护。至于通往更高层的楼梯，则是有着一层淡淡的光幕阻拦，明显是需要破解禁制才能踏足。来吧，宁凡朗声说道。他和云清瑶一左一右开始抄家，一件件修炼宝物具有特殊功效的天才地宝全部落入云清瑶和宁凡的储藏界中。不得不说，这捡脸的行径十分畅快，原本需要争夺的宝物随手就能直接揣进怀里，岂是一个爽字了得。只1刻钟的时间，宁凡和云清瑶就将储藏界装满1多半。此时此刻，2人意识到一点，若是漫无目的的随意捡脸，储藏界怕不是会被装满，这可不行。于是乎，宁凡和云清瑶开始有选择的拿取奇华峰藏宝阁中的宝物。光是具有修炼功效的宝贝，宁凡和云清瑶已经看不上了，只着重挑选一些具有淬体、破镜等等特殊功效的天才地宝。哪怕是相同等阶具有特殊效果的天才地宝，也比单纯的修炼宝贝更珍惜。宁凡开始将注意力放在琉璃台罩台上，是时候尝试一下打破琉璃罩台了。被琉璃罩台保护的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思及此，宁凡眸中闪烁起一道凛冽的神芒。龙蛇眼相手，宁凡周身灵力疯狂涌动，一道灰黑色的蛇凝聚在他的手臂上，在爬行的过程中，蛇影逐渐演变成蛟形。宁凡猛地轰出手中盘踞的蛟龙，蛟龙狠狠地撞击在琉璃罩台上，发出一声闷响。噔噔噔，宁凡整个人都被那股巨大的反冲力震得倒退数步，还得是云清瑶伸出藕臂将他接住，这才稳住身形。嗡，熟悉的警报声音响起，刺耳的声音哪怕是在藏宝阁外都能轻轻松松地听见。至于那琉璃罩台，则是完好无损地呈现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哪怕宁凡那一击的威能对于一般的玄极境弟子而言都无法轻易忽视，可在藏宝阁的防御阵法面前，仍旧是不值一提。同一时间，藏宝阁外，刺耳的警报声响起，秦丽等弟子不由得皱起眉头，看起来里面那2名贼人已经开始攻击禁制，但无碍，禁制十分坚固，不可能被打破。秦丽言之凿凿地再度说道。但下一刻，警报的声音陡然变得更加激烈，一道道红色的光圈以藏宝阁为中心，向周围整个七海峰明显是警报提升了一个级别。神！秦丽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整个人宛若被一张大手扼住脖梗，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警报提升意味着禁制被暴力破开，那2名贼子究竟是什么境界，竟然能破坏琉璃罩台的禁制？长月首席还没来吗？秦丽怒吼道。这一下真的快了。一名站在秦丽身边的奇华峰弟子苦笑着说道。藏宝阁内保护宝物的禁制被打破后，所有亲传弟子、首席乃至峰主本人都会得到传息，这下不用再催长月首席了。整个奇华峰都被震动了。不可能啊，藏宝阁内的禁制为什么会被破开啊？这怎么可能？秦丽鬓角开始浮现起一滴滴冷汗。那2名贼人是他放进去的，若是真出大事，他的罪恶肯定是跑不了啊。一时之间，
秦丽有些骑虎难下，只希望藏宝阁内2名贼人别太过分。同一时间，藏宝阁内，房间内的琉璃罩台全部破碎，一件件珍稀的宝物呈在宁凡和叶红莲面前。没错，出手打破禁制的并非宁凡和云清瑶，而是叶红莲。宁凡和叶红莲打不碎禁制，叶红莲还打不碎吗？小淫贼，竟然把我当苦力！叶红莲瞪了宁凡一眼，嘿嘿，我的境界提升也能更好保护仙子姐姐，对吧？宁凡讪笑2声，随后话锋一转，那个，仙子姐姐，眼下这种情况，你能走吧？叶红莲闭了闭眼睛，她不想动啊。坐着档子事的时候，怎么能动来动去？但刚刚宁凡也将目前的情况告知给叶红莲，把禁制打碎却不拿取里面的宝物，那岂不是白打碎了？白打碎琉璃罩台，等价于叶红莲白挨这次双休，那可不行。走吧，小淫贼。叶红莲诺诺的妥协，慢一点，这个可能慢不太了。宁凡挠了挠脸颊，叶红莲。于是宁凡和叶红莲协调性极高的开始挪移起来，一件件高级天材地宝落入宁凡的手中。咦，在宁凡又收走一件天材地宝后，叶红莲轻疑出声，怎么？那黄芪仙草乃是炼制1级灵髓丹的重要材料，在我们那边十分稀有，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1级灵髓丹，宁凡挑了挑眉，没错，1级灵髓丹那是凝聚灵剂时需要的丹药。凝聚灵剂时起初很简单，可在收尾时却十分困难，若是有灵髓丹在，就可以较为简单的完成灌注灵髓的最后一步，让灵剂多上一些。叶红莲解释道，你肯定需要1级灵髓丹，而且我现在在重修皮肤的灵剂，也需要这枚丹药。重修？宁凡一怔，根据他的了解，灵髓灌圣法这门秘法必须得在相应的境界进行修炼。宁凡自己不也是被叶红莲榨干后，才在黄极境巅峰修炼的灵髓灌圣法啊？叶红莲的重修是什么意思？不一样。叶红莲摇了摇头，我之前修炼的是残次版的灵髓灌圣法，故而没有将我灌注进身体的灵髓体现到极致。我现在只是更新灌注灵髓的方法，让体内的灵气更多的表现出来而已，没有本质的变化。哦，宁凡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他也没听太明白，但归根结底，灵髓灌圣法还是不能越境界修炼。那刚才的黄芪仙草能炼制2枚1级灵髓丹吗？不能。叶红莲果断回答。啊，宁凡有些惋惜，只能炼制1枚1级灵髓丹，那岂不是意味着他和叶红莲只能有一个人服用？笨蛋！叶红莲突然对着宁凡翻了一个白眼。宁凡有些摸不着头脑，就是咱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完成最后突破，不就可以1丹2用了吗？叶红莲欲语还休，但最终还是开口。对哦。宁凡眼前一亮，有双修之术在，宁凡和云清瑶完全可以1枚丹药当2枚来使用。小淫贼，还要多久？叶红莲有些气喘，在双修时不断的移动，对于叶红莲和宁凡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刺激，再配合上紧张的警报声啧。仙子姐姐，咱们上楼吧。宁凡开口道，他的目光落在通往2楼的光幕上。哎，叶红莲瞪大眼睛，扫荡完这一层还不够啊，竟然还要上2楼，做着档子事的时候上楼，这真不是什么恶趣味。这不都搞到1级灵髓丹的炼丹材料了，仙子姐姐你就忍忍，说不定还能见到什么更稀有的宝物呢。宁凡循循善诱。叶红莲思忖少顷，随后缓缓应声，一个宗门的主峰下的藏宝阁对于叶红莲而言还挺有吸引力，说不定能见识到一些更稀有的宝物。于是乎，宁凡和叶红莲挪到光幕前，宁凡也看不见叶红莲究竟做了什么，后者只是摆了摆手，光幕就消失不见了。2人开始爬楼梯，艰难仍旧坚持。很快2人便是来到2层。再上，宁凡意识到这次双修可能要结束了，而且警报响了这么久，估计齐华峰的人也即将破开大门的禁制。直接上楼，上到顶楼。宁凡和云清瑶慢慢的上到顶楼，顶楼的禁制和之前的不同，阻挡前路的光幕是纯金之色，看得格外神圣恢宏。小淫贼，这个禁制十分特殊，破开之后布阵者会立刻得到信息，就算是我也只能让信息晚上几分钟，贸然打碎可能出事。叶红莲提醒道。没事。宁凡摆了摆手，示意叶红莲不要在意。宁凡猜得到布置这阵法的人应该就是齐华峰主峰主级别的存在插手，岂是在宁凡等人的计划之中。叶红莲闻言不再犹豫，抬起手拂过光幕，光幕一阵颤抖，顿时覆盖一道道裂纹，似乎要破碎。只有半刻钟的时间。2人穿过即将崩溃的光幕，进入到齐华峰藏宝阁的顶层。整个顶层只有一件宝物，一朵纯白的莲花。
这朵莲花散溢着圣洁的光芒，一股股灵气从花瓣上散溢而出，灵气甚至凝结成雾态，一缕缕的流淌在地上。这是地级天才地宝天圣莲，可以帮助武者增加破境的进度，同样也是修炼灵髓贯圣法的绝佳素材。叶红莲开口道：“那……”宁凡试探着开口：“可以。”叶红莲闭了闭眼，他知道宁凡的意思，他和宁凡这次双修还没有辅佐天才地宝呢，眼前这朵天圣莲正可以充当双修时的修炼资源。叶红莲抬起手，虚虚一引，天圣莲便是落在叶红莲和宁凡之间，一股股精纯的灵气涌现在整个房间。这些灵气十分纯粹，灵髓占比极大，几乎不需要怎么分辨就能得到珍贵的灵髓。很快，随着灵髓贯圣法的修炼，一道道灵迹在宁凡身体上延伸，30道、40道、50道，不愧是地级宝物，足足将宁凡身上的灵迹拉到90道。宁凡也感觉到叶红莲口中的收尾，哪怕是空气中还有不少灵髓，可灌注进体内的难度却提升不少。阻碍灵迹的并不是灵髓的捕捉，而是如何灌注。看起来想要尽善尽美地完成皮肤上的灵迹灌注，还真得依仗叶红莲口中的1级灵髓丹。小淫贼，我要走了，布阵的人马上就会得到信。咕，叶红莲大口喘息。等等，仙子姐姐，走之前，小子还有一件事情拜托你。宁凡拜托叶红莲做完最后一件事后，这次双修也是达到圆满，没有灵力的交融，而是纯粹的灵迹提升。也就是说，宁凡的境界依旧没有变化，还是黄极境巅峰。夫君。白光歇止后，云清瑶取代叶红莲的位置，满脸担忧地望向宁凡。问题还没解决呢。咔嚓，不等宁凡回应，一道清脆的碎裂声将宁凡和云清瑶的注意力吸引到，那是被叶红莲维持的金色光幕。光幕破碎后化作一道流光，眨眼间便是消失在宁凡和云清瑶的眼前。呼，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眼中闪过一抹凛然的光芒。走吧，还有一场仗要打。云清瑶攥紧宁凡的手，眼中尽是坚定之色。有夫君在，青瑶就什么都不怕。无论是何等艰阻的道路，青瑶和夫君一起走。同一时间，藏宝阁外，一道金光从藏宝阁顶升到天空，只不过这道金光并不太显眼，以至于无人注意到，但几乎就在3次呼吸后，一道流光从金光消失的方向坠落，眨眼间便是落在藏宝阁前的人群正中间。在见到这人影出现后，在场的所有弟子尽皆俯首。见过封主大人，见过封主，见过师尊。称呼各异，意味着弟子身份的不同。但此时此刻，齐华峰封主无暇顾及其他，在略微环顾四周后，他开口问道：“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一众齐华峰弟子面面相觑，今夜发生的事情，他们实在没有脸面对封主，最终还是秦力开口，将事情大致讲给齐华峰封主。听到事情原委后，齐华峰封主脸色漆黑如墨，周身散溢着一股浓重的威压，让人无法直视。也就是说，5级楼被洗劫，就连咱们齐华峰的藏宝阁也遭到贼人劫掠，就连顶层的宝贝也被染指。齐华峰封主声音中仿佛阴沉的能滴出水。是顶层。一道道惊讶的声音响起。少数一些弟子知道，那顶层乃是专门用来存放最珍贵宝物的位置，此时放置的正是由陆清安进献地级修炼宝物天圣莲。顶层可是有由封主亲自布置的禁制，那人竟然连那道禁制都能破解，究竟是谁？开门，捉贼！齐华峰封主声音阴冷的开口，他手指接出一个手印，一股灵力波动灌注进藏宝阁大门，随着灵力的灌注，大门禁制消失。捉贼！一名弟子大喊一声，立刻有弟子走上前，将藏宝阁的大门推开。下一刻，令在场弟子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原以为他们须得寻找一阵，才能找到那躲藏在藏宝阁内的贼人，可没想到那贼人根本就没有躲藏的意思，刚打开门，就有2道身影矗立在门口。而当众人看清藏宝阁入口的人影面孔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宁凡、云清瑶，一道惊呼声响起，道出2人的身份。没错，正是换好衣衫、取消易容的宁凡和云清瑶。这本以为是哪峰的亲传，甚至是首席弟子导演了今晚的这一幕，谁曾想到竟然是长明峰的2名位次弟子，还是黄极境的新弟子啊！就是这2位导演出今晚的一幕幕吗？当真是胆大包天，怪不得那苗天面对2000枚灵石的赎金也没有讨价还价，原来是玩了一手暗度陈仓。有几名跟随长月前往长明峰的弟子回过劲来，想清楚其中原委。这特么，他们接回来的根本就不是陆清安和车帅，是宁凡和云清瑶，直接把贼人大摇大摆的接回来，实在是可恶啊！宁凡、云清瑶，给你们一句话的机会，
齐华峰峰主深深凝视着二人，手中不断盘着一对正方形的东西，声音中充斥着冷意。哪怕同为阴阳神宗的弟子，搞上这一出，直接击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齐华峰峰主还是给宁凡和云清瑶一句话的时间。云清瑶十分紧张，他在齐华峰峰主的威压面前，已经额头上浮现出汗珠。无论任何弟子在面对暴怒的峰主时，面对着随时可能出手的峰主时，也难以冷静。当然，宁凡例外。宁凡平静地和齐华峰峰主对视，在众人的注视下，宁凡对着齐华峰峰主抱拳拱手，声音不卑不亢地开口：“不用谢我，齐华峰峰主。”其余齐华峰弟子，云清瑶。在宁凡这句话落入耳中后，所有人大脑都宕机一瞬，不少人面面相觑，心中甚至浮现起一抹狐疑：他们应该是在抓贼吧？是吧？宁凡那一句理直气壮的不用谢我，实在是给在场的人弄懵逼了。这特么求饶、嘴硬等等，甚至直接下跪也都是正常反应，可他妈一句不用谢我，是他妈什么鬼话？抓住，打杀！齐华峰峰主的声音淡淡响起，立刻有几名弟子上前。不等他们碰触到宁凡和云清瑶时，又有两道身影从天而降，那两道身影正是苗天和殷风月。长明峰主何故出现在这里？可是要庇护罪人？齐华峰峰主冷视着殷风月，无论是谁，哪怕是阴阳神宗的长老出现，齐华峰峰主都不会放过宁凡和云清瑶，这是关乎于整个齐华峰脸面的大事。贵峰首席曾经说过，齐华峰弟子出事，那就是整个齐华峰的事，别说首席，就算上升到峰主也没有任何问题。我长明峰亦是如此。殷风月声音淡淡，正当齐华峰峰主周身的气压进一步降低时，前者才突然话锋一转：至于你口中的罪人是谁呢？齐华峰峰主皱眉：你峰弟子来到我峰大闹，洗劫武技楼、藏宝阁，罪人两个字，他二人完全当得起。也就是说，你齐华峰是在抓贼喽？殷风月挑了挑眉。齐华峰峰主皱眉，不知道殷风月究竟是何意。抓贼要抓赃，对吧？齐华峰峰主闻言，眉头逐渐松开，原来是要赃物啊，没问题。宁凡和云清瑶就在面前，赃物还能跑？嗖！齐华峰峰主递给身后弟子一个眼神，立刻有两名弟子走上前，准备搜宁凡和云清瑶的身体。等等！宁凡突然喝止：给你们搜没有问题，但若是搜不出来什么东西呢？搜不出来，我峰会给你补偿。嗖！齐华峰峰主果断说道。他还真不信宁凡和云清瑶的身上搜不出来赃物。两名弟子闻言，立刻上前搜起宁凡的身体，可无论二人如何检查，始终无法从宁凡和云清瑶身上搜到任何东西。回峰主，没有。两名弟子退回。齐华峰峰主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下一刻便是舒展开，示意两名弟子进藏宝阁搜查，又是一阵搜索。足足1刻钟的时间，那两名弟子再度出来，对着齐华峰峰主摊了摊手。回峰主，没有。而且藏宝阁里少掉不少天才地宝，不算那件价值连城的地级宝物的话，粗略估计丢失的天才地宝总价值接近16000多枚灵石。齐华峰峰主闻言，眼眸旋即睁大，不对劲。若说没有找到武技，还能以宁凡和云清瑶在半路上将赃物丢掉来解释，可藏宝阁内的宝贝解释不通啊。宁凡和云清瑶一直被关在藏宝阁中，藏宝阁丢失不少宝物，而那些宝物没在宁凡和云清瑶身上，这解释不通啊。齐华峰峰主深深凝视着宁凡和云清瑶，声音冷冽地开口道：你二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凭空拿走我齐华峰宝物？冤枉啊！宁凡一脸委屈，天地良心，我二人真未偷到过齐华峰一针一线，这是冤枉，是诽谤，是诽谤啊！没错，宁凡和云清瑶偷的并非一针一线。那你二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齐华峰峰主质问道。我二人过来随便逛逛，见到有人偷偷进入到藏宝阁，行迹鬼祟，像是欲行不轨之事，我二人立刻追上，和那偷盗宝贝的贼人一阵搏杀，打到天昏地暗，可还是无法阻拦住贼人。唉，齐华峰的诸位不用感谢我，终究是没能护住宝贝。宁凡一脸惋惜，都不提齐华峰众人，就连云清瑶、殷风月和苗天这3个自己人，在听到宁凡的湖州之后，都不由得嘴角抽搐。这特么骗鬼呢？可偏偏在找不到赃物的情况下，宁凡这番话语没有破绽，说破天，宁凡和云清瑶身上没有任何属于齐华峰的东西。齐华峰峰主深深凝视着宁凡，无可匹敌的威压直奔宁凡而去。下一刻，殷风月却是挥了挥手，那股威压瞬间消散。华龙，若是没有证据，我长明峰的弟子不容你欺负。殷风月声音淡淡。齐华峰峰主看向殷风月，若是能强压下他，那么他就可以将宁凡留在齐华峰，然后慢慢的让他二人交代出宝物的下落。
可是奇华峰峰主华龙想起赵家那位道主面对阴风月时的态度，道主尚且忌惮阴风月，他能压得住阴风月？呼！奇华峰峰主华龙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强压下心中的愤怒。珠峰会武在即，你们长明峰真是办了一件好事啊！呵呵，咱们走着瞧吧。奇华峰峰主深深凝视着阴风月等人，现在的憋屈，珠峰会武时一定得在长明峰身上10倍、100倍的取回来。这是你们奇华峰的弟子，还给你们。阴风月递给苗天一个眼神，后者从身后拎出2个昏死的人，正是真正的陆清安和车帅来。阴风月对宁凡和云清瑶招了招手，二人缓步走到峰主和首席身边，直到这一刻，宁凡和云清瑶才是放松下来。山水有相逢，咱们来日再见。阴阳峰峰主沉声说道。我们走。阴风月没有理会奇华峰峰主，而是大手一挥，包括宁凡和云清瑶在内的4人腾空而起。啊！突然的失重令云清瑶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抓住宁凡的胳膊。宁凡也是第一次飞行，十分的兴奋。原本几个时辰的路程，随着失重、超重的交替，也就约莫半刻钟的时间就回到了长明峰大殿。林宇、李向南、李云起、顾明月4人翘首以待，在看到宁凡几人回来后，立刻迎上前来。怎样？如何？李云起焦急地问道。宁凡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李云起的疑问，而是看向林宇和李向南。林师兄，李师姐，能不能别用我俩的面容了？不是都糊弄过去了吗？这不是怕还用得上吗？林宇讪笑2声，把人皮面具取下。没错，当时在封门下和奇华峰弟子对拼招数的人正是林宇。若是没有林宇和李向南，这般计划的风险就会大上许多。收获，赶紧的！李云起催促道。20本玄级下品武技，10本左右玄级中品武技，玄级上品武技的数量也有几本。修炼资源的话，估计得等价1万多灵石。宁凡思忖着说道。我靠！林宇直接爆出粗口，其余人也是脸色兴奋。长明峰历来是平级的主峰，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资源？普通的修炼宝物都价值1万多灵石了，更别提那些无价的功法武技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最珍贵的地级修炼宝贝已经被宁凡给用掉了。宝物究竟在何处？阴风月问道。就连阴风月也不知道宁凡和云清瑶将抢来的宝贝放在哪里。将赃物藏起来乃是计划成功的最重要一环。若是不能将赃物藏匿，哪怕是阴风月出场，也无法将宁凡和云清瑶带走。嘿嘿，宁凡轻笑一声。在哪？当然是在叶红莲那里。在叶红莲走之前，宁凡拜托他将赃物连带着储藏戒一起拿走。别说是奇华峰的那些人，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也无法从宁凡和云清瑶身上搜到赃物。他现在更加疑惑，叶红莲和云清瑶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峰主大人，您别管，等到时机合适，东西就会回来。宁凡说道。阴风月深深凝视着宁凡，这小子身上竟然有他看不透的秘密，真是有意思。对了，那么多武技宝物，你打算怎么处理？关于如何分配从奇华峰抢夺过来的各种宝贝，得首先参考宁凡的意见，毕竟整个计划最重要，危险的环节都是由宁凡和云清瑶执行。如果将今晚的计划分成10份，宁凡和云清瑶算是完成其中7份还多。能直接用来修炼的宝物，我这边多留一些吧。想要提升境界，需要不少资源。宁凡喃喃自语道。阴风月微微颔首。长明峰能提供弟子多少修炼资源，阴风月心中有数。哪怕是对于普通弟子而言，那些修炼资源都只能说是勉强够用。位次弟子拿到手的修炼资源倒是略多一些。可要知道一点，越是天资卓绝的弟子，修炼时需要的资源就越多。整个长明峰的位次弟子都处于修炼资源匮乏的状态。宁凡优先分给自己和云清瑶一些修炼资源也没毛病。至于其余能洗髓换骨、提升体魄等等具有特殊功效的天才地宝，还有诸多武技，就全都交给咱们长明峰来处理好了。若是换取修炼资源，就再分弟子一些。宁凡开口道。哦，听到宁凡所言，包括阴风月在内的其余人都不由得挑了挑眉。根据宁凡刚刚爆出的宝物来说，武技、洗髓换骨、提升体魄等等的天才地宝才是大头，他竟然愿意让长明峰处理这些东西。宁师弟，你可得想清楚，你口一开后，究竟会交给咱们长明峰何等数量的宝物？苗天皱眉提醒道。多谢师兄提醒，我已经想好，洗髓换骨、提升体魄的天才地宝和武技、功法全部都交给宗门。宁凡果断地开口，这并非他头脑一热下的冲动答案，而是经历过深思熟虑。一名武者无法掌握过多武技，多而不精，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洗髓换骨、提升体魄的天才地宝，一名武者在某一境界中可以进行的洗髓换骨、提升体魄程度是有限的。宁凡和云清瑶在灵脉中洗炼过体魄，还服用过灵元果，
就算在黄极境服用更多的天才地宝，被体魄的替身也很有限。宁凡给长明峰的那些宝物，实际上都是对他和云清瑶没有过多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和云清瑶之所以能在今晚得到如此数量的宝物，然后全身而退，也离不开常苗天、林雨、李云起和风主等人的帮衬。尤其是苗天和殷风月二人，皆是在关键时刻出手，将宁凡和云清瑶护下。珠峰会武在即，经此一役，咱们长明峰势必会被齐华峰当作眼中钉、肉中刺，须得提升一波实力，才能更好的自保。宁凡开口道：“殷风月等人缓缓颔首。确实，因为今晚这档子事，长明峰和齐华峰的关系定然会降低到冰点，这是由于宁凡和云清瑶得利导致的。若是宁凡和云清瑶想要全部吞下从齐华峰处得到的宝物，明显不合适。但宁凡能主动交出绝大部分宝物，也实在是令殷风月有些另眼相看，那就将处理赃物的事交给咱们峰吧。就这几日，将这些宝物、武技、功法卖掉。樊楼那边有途径，林雨，你心思活泛，由你负责。换到的修炼资源，按照比例发放给咱们主峰的弟子，尽量在珠峰会武前将咱们齐华峰弟子的平均实力提一提。殷风月开口道：“是。”林雨抱拳领命。哼，你倒是眼光长远，竟然能想到珠峰会武。殷风月目露赞许地看向宁凡。嘿嘿，宁凡笑着挠了挠头。珠峰会武这一词，宁凡早已从其余人口中听到无数遍。他当然知道这一事件的存在，只不过峰主大人，什么是珠峰会武？林雨、李云起、苗天、殷风月几人脸色各异的将目光投射向宁凡，尤其是殷风月，嘴角不由得暗暗抽搐几下。刚才他还夸赞宁凡眼光长远，竟然能注意到珠峰会武，但紧接着宁凡就问珠峰会武是什么？无语。但想到宁凡和云清瑶都是刚入门的新弟子，不知道珠峰会武究竟是什么，倒也在情理之中。所谓的珠峰会武，乃是咱们阴阳神宗5大主峰重新洗牌的重要试炼，届时除却首席外，亲传和行走弟子都会参加其中，所有主峰展现出最强大的姿态，争夺排名。排名高的主峰可以享受更好的资源，低的主峰，殷风月没有继续说，他们长明峰就是最弱的主峰，究竟是什么待遇？想必宁凡和云清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所体会。哦，具体是什么时间？宁凡若有所思地问道。半月后。回答宁凡问题的是苗天。半月时间，这个时间可不算长啊，说是指日可待也不为过。半个月的时间，宁凡和云清瑶基本上也只有2到3次大幅度提升境界的机会，一次将灵髓贯圣法的黄极境阶段修炼完毕，然后再狠狠双修几次，时间也就大差不差了。对了，殷风月突然看向宁凡，眼中浮现起一抹怪异。你是不是上到齐华峰藏宝阁最顶层了？对啊，那你有没有将华龙藏的那件宝贝？殷风月的脸色更加怪异。当然，宁凡果断地回答。地级修炼宝物天圣莲已经化作宁凡肌肤上接近60道灵迹，算得上物尽其用。你，殷风月欲言又止，只有欲言将宁凡好奇心勾引到不行时，前者最终还是开口说道：“小心，别让和华龙单独相处。那件宝物对华龙还挺重要的。”殷风月提醒道。齐华峰藏宝阁顶层。齐华峰峰主华龙环顾四周，将空无一物的房间看在眼中，他眼中陡然浮现起滔天怒火。究竟是谁将我破镜用的宝物偷走？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哪怕是齐华峰极力遮掩，可昨夜发生的事情仍旧像是插上翅膀一般，飞到其余各个主峰弟子的耳中，一时之间，洗劫齐华峰的神秘人身份成为各个主峰热议的内容。根据传言，宁凡和云清瑶的可能性最大，但仔细想想，宁凡和云清瑶从齐华峰拿走那么多天才地宝，多少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有更多的人认为洗劫齐华峰的神秘人另有其人，最起码也得是各个主峰的首席。正当整件事扑朔迷离，难辨真相之际，阴阳神宗内开始流出一件件天才地宝。起初这些天才地宝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可由于出量太大，一件一件的天才地宝和齐华峰丢失的东西相吻合，这问题可就大了。随后更是有齐华峰丢失的武技在樊楼流出，齐华峰这下必须有所行动。首席长月领衔，亲传弟子为此弟子齐出，不计代价的开始回收齐华峰丢失的武技。要知道，若是让这些武技扩散出去，齐华峰弟子的招数就将被其余主峰看穿。齐华峰弟子在和对手过招时将处于相对劣势，故而不可能让这些武技在宗门内肆意流通。齐华峰弟子一边回收武技，一边追查究竟是谁在兜售齐华峰丢失的东西，可奈何齐华峰弟子如何寻觅，始终抓不到销赃者的尾巴，足以见得销赃者的小心翼翼。樊楼下，宁凡暴毙而立，
看着比之前热络数倍的樊楼，尤其是齐华峰的弟子，嘴角难掩笑容。交易的顺利，宁凡就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呀。阴风月许诺给宁凡，那些天才地宝、武技、功法在兜售完后，也会给宁凡半成灵石。别看只有半成，在那些天才地宝、武技、功法的恐怖基数上，仍旧是一个令宁凡十分满意的数字。你可是宁凡？突然间，一道略显骄惊的声音从宁凡身后响起。宁凡下意识回过头，只见几名弟子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宁凡下意识地看向那些人胸前的纹样，根据纹样可以判断出武者所在的主峰，当然已经离开主峰，以宗门名义在外行走的弟子例外。你们是阴阳峰弟子？宁凡挑了挑眉。宁凡印象中自己除却拒绝过阴阳峰之外，似乎和阴阳峰弟子没有什么过节，故而宁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仔细端详起为首的那名阴阳峰弟子，一名女性，看起来比宁凡大几岁，也可能是同岁，但因为某些不可言说的原因而显得更加成熟一些。她身着艳丽的红色长裙，身后黑色发丝如瀑一般，眉眼间藏着沉淀着一抹媚态，举手投足间皆是媚意万千，尤其是那艳丽嫣红的细长指甲，更是给眼前的女子增添几分妖冶。在下正是宁凡，几位可有事情？宁凡抱拳拱手，态度还算不错。为首的阴阳峰女弟子并没有立刻回答宁凡，而是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后者，眼中充斥着一抹侵略之意，光是眼神就让宁凡有些不太舒服。赵师姐，咱们动手。那名女子身边的武者开口问道。赵宁凡瞬间瞳孔收缩，他和阴阳峰弟子没有过节，但是却和赵家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恨。眼前这些人莫不是寻仇而来？不等宁凡应对眼前的几人，又有几道声音从身后响起。宁凡，是宁凡。宁凡回过神，看到几名凌月峰弟子正站在身后，他深深皱紧眉头，心中不由得吐槽出声。不过是外出走一遭，竟然遇到两拨人寻觅自己，看起来自己在阴阳神宗中还真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啊！你们又是何人？宁凡声音严肃地问道。我们是来领取赵家追杀令奖励的，你可知道，只要将你斩杀或者活捉，就可去乾阳洞中领取丰厚的修炼资源。那几名凌月峰弟子略微散开，呈犄角之势和宁凡相对而立。宁凡闻言不由得深深皱眉。追杀令，赵家还弄出一个这样恶心的东西啊！同辈之中，阴阳神宗并不禁止弟子之间的杀伐，看来自己不太好出风了。死来！那三名凌月峰弟子根本不和宁凡多言，三人脚掌猛踩地面，向着宁凡奔袭而去。樊楼周围十分热闹，这边的动静早就已经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力，一道道目光投射在这边。三名玄极境4重武者阻杀宁凡。等等，那宁凡的境界为何才是黄极境巅峰啊？这宁凡未必是这三名凌月峰弟子的对手啊！一道道议论声响起。宁凡也算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弟子，就算没有见过宁凡，也多少听过宁凡这个人。天资卓绝，大胆拒绝阴阳峰，闯过弟子抢夺的3关，还可能是洗劫齐华峰的神秘人。可是此时此刻，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名黄极境巅峰弟子，被3名玄极境4重武者围攻。凭理智上判断，黄极境巅峰的武者被3名玄极境4重武者围攻，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逃出升天的可能。但结合宁凡的天资，若是手段齐出，说不定能逃出升天，或者能击退1、2名齐华峰弟子再逃走。一道声音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想法。众人觉得，以这种眼光看待宁凡，绝对算得上高看。所以说宁凡会用什么手段？一道道目光落在宁凡身上，等待着宁凡施展手段。那3名齐华峰武者也已经临到近前。下一刻，3道拳影直接袭向宁凡，而面对这一切的宁凡却是脸上无悲无喜，同样挥出2拳。神，不施展武技，而是以力量正面对拼吗？这不是找死？有人开口道，瞬间引得其余人开口附和。不等这些人多言，拳已经碰撞在一处。砰！一声巨响炸裂在碰撞处，随后3道身影猛然向后暴退，身体像是破布一样倒飞。是那3名凌月峰弟子境。安静！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嘴巴张大的似乎能同时吞下3枚鸡蛋。这怎么可能？那宁凡以黄极境巅峰之姿，以肉身力量正面击败3名玄极境4重弟子啊！这也太离谱了吧！这就是咱们阴阳神宗中那位名叫宁凡的天才吗？一道道震惊声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所想。宁凡一拳将所有人的质疑声打碎，黄极境巅峰又如何？正面硬刚3名玄极境4重武者，拳术轰飞。
这还得归功于奇华峰峰主的那件地级天才的宝天圣莲，让宁凡皮肤上的灵迹已经接近圆满，境界并未提升，可实力却大幅度增长。当然，这3名灵月峰弟子不过是普通弟子，只是在峰中修炼时间足够，这才混到玄级境4重。若是3名位次弟子，宁凡未必能轻松击败。可如此大的境界差距在这摆着，别管是不是位次弟子，能轻松击败也足以证明宁凡的可怕。3名灵月峰弟子挣扎站起身，一脸惊恐地望向宁凡。3人本想着在珠峰会武前多弄些修炼资源，提升自己，这才将主意打在宁凡身上。3人还十分谨慎地开局试探宁凡一番，可没想到试探的功夫，3人就被轻松击败。宁凡眯起眼睛，眼中浮现起一抹杀意，他一步步走向那3名灵月峰弟子。杀人者，人恒杀之。盲目的善良，只会令自己落在不妙的境地。那3名灵月峰弟子显然从宁凡眼中捕捉到杀意，身体抖如筛糠，眼中浮现起惊恐之色。凭借3人的实力，想要从宁凡手中逃走，根本不可能。外援，3人的目光连忙在周围逡巡，哪怕随便来2名灵月峰弟子，也能将他们救下。慌乱之下，他们没有看到灵月峰弟子，但是却看到站在宁凡身后的赵嫣等人。赵嫣就是刚刚那名赵姓阴阳峰女弟子。霎时间，3人脸上浮现起惊喜之色。赵清传，赵清传，救救我等！救命啊！3人连忙呼喊道。赵嫣乃是赵家弟子，更是阴阳峰的亲传之一，实力不可小觑。若是赵嫣也是为宁凡而来，那么此时求得赵嫣出手，他们的性命自然就无忧了。宁凡当然没有忽略身后以赵嫣为首的那几名弟子，应该说宁凡绝多数注意力都在身后的赵嫣等人身上。这赵嫣境界不可测，十分危险。下一刻，呼！宁凡只感觉一股风在自己身后刮起，他瞬间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他猛然转过身，正见到刚刚还在身后很远处的赵嫣出现在面前，二人脸贴得极近，甚至有些暧昧，但此时宁凡心中却只有恐惧。快，太快了！除却几名峰主外，宁凡从未见过类似的速度，简直是快到令人发指，险些反应不过来。不等宁凡有所动作，那赵嫣却是抬起手抚摸向宁凡的脸颊，玉手微凉，视为阴狼。薄凉的触感令宁凡心神一颤，尤其是那略长的指甲划在肌肤上，更是令宁凡感到一股痒意。赵嫣凝视着宁凡，眼中充斥着火热和侵犯。在宁凡愣神之际，他的另一只手抚摸上宁凡的胸口，随后手掌一路向下，缓缓地抚摸到宁凡的腰间。再往下，那可就不太对劲了。宁凡猛地回过神，立刻抽身后撤，眼神古怪地打量着赵嫣。这女人什么意思？不光是宁凡，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位主动叫住宁凡的赵家女子，看起来竟非要取宁凡的性命，反倒是一副亲昵的态度。何意？宁凡，你可愿成为我的妾室？赵嫣微微昂首，斜睨着宁凡，眼中的侵略意味昭然若揭。宁凡，宁凡目瞪口呆，他没听错吧？让他做妾啊！短暂的惊讶之后，宁凡便也明白过来，赵嫣在和道侣的关系中明显是强势的一方。想到陆清安和他的神秘小道具，宁凡便也就释然了。女性主导的道侣关系，有时候玩得更花。这位师姐，如果在下想的没错，你应该是赵家人吧？在下和赵家人之间可是有着一些仇怨。宁凡抱拳拱手，他之前说过赵家人见一个杀一个，但他明显不是眼前的这位赵嫣的对手，那就在意。呵呵。赵嫣闻言撩了撩自己的发丝，嘴角微微上扬，声音妩媚地开口道：赵家之事又和我无关，宁师弟，你若是从了本姑娘，本姑娘可以护你安全无忧。还有你的道侣，不用让他离开，咱们一起修炼。哦，对了，你府上还有奇华峰峰主家的那位对吧？都可以一起。宁凡听得眉角直跳，这特么不愧是阴阳峰的弟子，玩的就是乱啊！师姐抬爱，在下实在难以接受，还请师姐将这份厚爱赠与其余人。宁凡开口说道。可不等他话语说完，纤细修长的指甲便是落在他的喉咙处，一股尖利的刺痛充斥在宁凡的肌肤。赵嫣脸上的妩媚也是逐渐变成一抹邪佞，她伸出细长的舌头，在唇周舔舐一圈，深深地凝视着宁凡。宁师弟，你似乎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让你当我的妾，这并不是一个请求，你明白吗？宁凡下意识吞咽一口口水，他当然知道赵嫣的意思，赵嫣这是要抢夺道侣啊，是吧？从云清瑶的角度上来说，赵嫣就是在抢夺云清瑶的道侣，只不过宁凡和云清瑶都可以进行应对。咯。在宁凡思索着应对方略之际，赵嫣收回手指，发出一连串娇笑，她一脸玩味地看着宁凡。
师弟，我给你3日时间思索，3日后，聘礼下达，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赵一儿抽身后撤，和宁凡拉开距离，递给后者一个魅意十足的笑容，随后和那几名阴阳峰弟子离开。宁凡，他站在原地，和空气大眼瞪小眼。至于那几名凌月峰弟子，早就趁势逃走，宁凡也没时间注意他们。宁凡日思夜想，都在防着有人抢夺自己的道侣，可谁曾想到，有朝一日被抢夺的人竟然是他，而且还是赵家人抢夺自己，太奇怪了，太怪了。而且一旦成为赵一儿的妾室之后，他究竟属于哪个峰啊？假如宁凡还能保证自己在长明峰，可双修的规矩是不是就得按照阴阳峰来？自己和赵家又是怎么回事？哎呀，这特么许多问题接踵而至，令宁凡头大。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拒绝赵一儿，但刚刚赵一儿录的那一手令宁凡心中有些沉重。他的实力有点厉害，应该是宁凡见过除却峰主、首席等等人之外最强的弟子，必须得慎重对待。宁凡决定先回长明峰，问问那几位师兄，他们毕竟有经验，对于这些事情肯定比自己有应对方法。于是乎，宁凡溜溜达达地回到长明峰，第一时间先回到自己的洞府，准备和云清瑶一起去见林雨、李云起和苗天。但等宁凡刚刚回到洞府，就看到一道人影和云清瑶在桌前相对而坐。云清瑶明显表现得有些拘谨。夫君。见到宁凡回来后，云清瑶如蒙大赦般的站起身，将前者拉到自己身边，和那道人影相对而立。此时间，宁凡也得以从正面打量对面的陌生人。那是一名年纪明显大于宁凡、云清瑶的女人，甚至都不能算是同一辈。她周身散溢着一股温婉的气质，黑色的发丝在头顶盘起一个清冷的发髻。在看到宁凡出现后，嘴角咧起一抹笑容，给宁凡一种如沐春风、十分和蔼的感觉。敢问前辈，不会也是想让弟子当妾室吧？宁凡满脑子都是赵一儿要抢他当做妾室的事，于是也就下意识地脱口问道。宁凡话语落罢，他面前的温婉女人嘴角一抽，但转瞬间便也维持住自己的表情，声音淡淡的开口：我对你没有兴趣，我乃虞姬，你也可以称呼我六长老。宁凡。宁凡身体猛地一震，下意识地站起身，对着眼前的美妇抱拳拱手，声音充斥着尊敬：见过六长老前辈。长老乃是阴阳神宗绝对的顶层，宗主、道主之下的一批人，尤其是拥有牌位的长老，那些人无一不是顶级高手，而且拥有着一定的权柄等等。于这个姓氏，宁凡怎么有些耳熟？宁凡。宁凡想到一个十分不妙的可能。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吧，往往越是不希望发生，就越会发生。来自一个莫姓前辈的心得。没错，于青青就是本长老的孙女，这段时间多亏你照拂她，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六长老微笑着开口，无论是语气亦或者内容，都可以称上的温婉和煦，可这话落在宁凡耳中，却是令后者有些如坐针毡。呵呵。宁凡干笑着，目光下意识在洞府逡巡，想要找到于青青，但在逡巡一圈后却一无所获。别找了，青青已经被本长老带了回去。宁凡脸色一黑，望向六长老的目光不由得凌厉一些，哪怕是宗门长老，却也不能这般处事，这是以权压人啊！宗门要讲宗门的道理。眼看着宁凡目光变得充斥敌意，六长老嘴角咧起一抹和煦的笑容，开口安抚前者道：别担心，本长老不会亏待你等。1周之后，后山将会开放一处机缘地，本长老特许你二人进入机缘地中，在珠峰会武前进行最后的提升，用此来交换青青，你二人并不亏。哦。宁凡闻言，脸上的表情这才好上许多。甭管六长老给他和云清瑶特许进入的机缘的如何，终究也算是有交换，勉强算是能抚慰宁凡的内心。呵呵，后山开放的那处机缘地可是十分难得，不少亲传弟子打破头都想得到进入其中的资格。在那机缘地中不乏玄级极品宝物，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机缘。哦。宁凡闻言，目光不由得亮了亮。听起来六长老用来交换于青青的机缘地还算不错，那弟子就多谢六长老了。宁凡抱拳拱手，无需言谢，不过是将青青带回去的报酬，若是没有其余事情，本长老就先行离开了。至于你二人能在机缘地中得到怎样的好处，那就是你二人的事情了。虞姬开口道。不等他起身，宁凡便像是突然想到什么，突然开口问道：六长老啊，咱们宗门对妾室的规定究竟是怎么样的？难道打不过别人就要成为别人的妾室？我有一个朋友啊，有点这方面的忧虑。宁凡开口问道。自然不是，首先打不过对方可以断定为境界比对方低，选择妾室基本上是为双修嘛。双修时若是选择一个境界低于自己的武者，收益并不会大，鲜有人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六长老徐徐开口道，但下一刻他嘴角便是咧起一抹饶有深意的弧度。
不过嘛，有些人例外，若是拥有双修体质或者天资实在是足够高，那么被人强抢也有可能。宁凡闻言，嘴角微微抽搐。这六长老指的明显就是他啊！看起来六长老已经更明白宁凡话语中的意思。不过呢，抢道侣其实比赌道侣要好一些。好一些？宁凡不理解，抢道侣怎么还会比赌道侣好呢？赌道侣者基本都有生死之仇，为的是报仇雪恨，哪怕是不考虑输赢后道侣的更替，光是那一场生死搏杀，烈度就超过抢道侣。抢道侣更多是惦记对方的道侣，有时候抢道侣甚至不会发生争斗，感觉打不过就干脆放弃，守护道侣者大有人在。当然，道侣是弟子在阴阳神宗中十分重要的财产，所以抢道侣并非是白抢的，并非白抢。宁凡一怔，对，并非白抢，而是得奉上一份更厚的聘礼，这份聘礼一定程度上是给被抢到侣者的补偿。六长老开口说道，要知道道侣可是武者最珍贵的资源，在不是死仇的情况下，奉上一份不菲的资源再正常不过了。哦，宁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怪不得赵嫣儿在离开前曾经提到过3日后会奉上一份聘礼，竟然是这样。弟子宁凡，你可得注意，一旦成为别人的妾室，就必须以别人为主，成为别人的附庸。多谢提醒，我不是，和我没关系，我朋友啊，我朋友会注意的。宁凡下意识地想要答应，话说一半意识到不对劲。六长老，云清瑶，这特么？听到现在，谁都知道宁凡口中的朋友究竟是谁。弟子再替朋友问一下六长老，如果成为别人的妾室，以别人为主，那是不是终生都没有变更的机会？宁凡不甘心地追问道。当然不是，一旦实力超过主人，那么自然可以反客为主，是让对方臣服，亦或者选择离开，还不是你朋友自己做主。六长老回答道。宁凡闻言，眼眸微微亮了亮。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哪怕是成为赵嫣儿的妾室，只要自己能击败赵嫣儿，那么就可以恢复自由。当然，这是权宜之计，若是有可能，宁凡肯定不愿意和赵嫣儿扯上关系。本长老先离开了，这2枚令牌是进入机缘地的资格，1周之后记得前往后山，届时你自然知道机缘的在何处。六长老起身恭送六长老。宁凡、云清瑶齐齐起身，将六长老送到洞府外。等刚离开洞府，六长老虞姬便是脚踩地面，身影腾空而起，一闪而逝，消失在天际。夫君究竟是怎么回事？云清瑶担忧地看向宁凡。唉，宁凡叹了口气，随后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知给云清瑶。在听到事情原委后，云清瑶脸上一脸忧愁。都怪夫君太优秀，云清瑶说道。宁凡闻言，挠了挠后脑，没想到云清瑶还能从这个角度夸赞自己。夫君别担心，我一定会守护住你。云清瑶凝视着宁凡。不，宁凡一摆手打断云清瑶的深情和坚定。在云清瑶有些怔愣之际，宁凡继续开口道，别急，先看看聘礼究竟有多少，若是拒绝，还得和那赵嫣儿做过一场，有些难办。云清瑶闻言，好看的眉眼皱在一起，有些沮丧的开口，但若是可以，我希望能守护住自己的夫君，都怪清瑶实力太弱，所以要好好修炼。宁凡抱住云清瑶，他当然能体会到云清瑶此时的心情，若是换作宁凡，无力守护自己的道侣，让自己道侣去委曲求全，大差不差。娘子，你放心，我会控制好程度，绝对不会做过节的事情。宁凡保证道。云清瑶颔首，二人缓缓搂抱在一起，进入到洞府里。不一会，洞府里便是浮现起一阵白光，叶红莲出现在床榻上。小淫贼，不是说过白天不要搞吗？叶红莲不满地开口。没有办法，仙子姐姐，情难自处，情难自处啊！而且小子有件事情和仙子姐姐说。什么事？叶红莲问道。可能后续1周的时间我都不会修炼了，得等到1周后或者更久才能再见面。宁凡开口道。接下来他要面对赵嫣儿的威胁，如果真被抢走了，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双修了。哼，别说1周不见，就是更久才好。叶红莲颇为傲娇地开口道。但不知为何，在听到宁凡可能消失1周时间后，叶红莲心中有一丝丝酸涩。不，绝对不是因见不到宁凡而酸涩，是无法修炼，无法得到提升，一定是这样。真是的，仙子姐姐，你这样说，小子可是十分伤心啊！干脆把往后1周的双修一次性都交给仙子姐姐吧。宁凡咬紧牙关开口。别，小淫贼，你悠着点。叶红莲闭上眼眸。等到一阵狂风暴雨后，叶红莲才得空抬起手，从储藏戒中拿出1枚小小的丹药递给宁凡。这是1级灵髓丹。
没错，赶紧服用吧，别把正事忘记。叶红莲轻啐一口，得嘞。宁凡吞服下1级灵髓丹，在吞下灵髓丹的瞬间，宁凡体表的灵气便是全部激发，繁复的纹路凝聚在他的肌肤上。这是90多道灵气。叶红莲有些惊讶，仙子姐姐，你有多少道？宁凡问道。89道，已经是我天玄圣地中的佼佼者，黄极境最多凝聚的灵气数量也就是99道。小淫贼，你的天赋还真不赖。叶红莲艳羡的开口，但下一刻他却是话锋一转。不过想要灌满99道灵气，还有一件宝物必不可少，运灵神水。这运灵神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武者灌注灵髓的极限。99道灵气对于任何武者而言都属于极限的范畴，非运灵神水不可灌注。在我们那边，运灵神水可是十分珍惜。你这里我不清楚，你须得想清楚，是等待寻到运灵神水，将灵髓灌圣法修炼到圆满，还是容忍自己就灌注到98道灵气，尽快突破到玄极境。在服用1级灵髓丹后，宁凡察觉到自己在肌肤灌注灵髓又变得轻松许多，93、94、95，宁凡肌肤上的灵气越来越多，直到98道才停止。果然，仙子姐姐所言没错。宁凡有些惋惜，运灵神水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等一等吧，尽量将灵髓灌圣法在黄极境修炼到圆满。可若是无法找到那运灵神水，也就随缘了。咕，叶红莲声音逐渐变得急促。宁凡察觉到，这次修炼差不多要完成了。他也不再控制，二人的灵力瞬间汇聚在一处，然后再分开。双修完成，白光闪烁，云清瑶的身影再度出现，蜷缩在宁凡的怀里。乖，这2日，宁凡和云清瑶基本就是在长明峰走走逛逛，并未继续修炼。原因很简单，得等灵髓灌圣法圆满后，才能进一步突破境界。而灵髓灌圣法的修炼的间隔一段时间，肌肤灌注灵髓后得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灌注，大概得半周左右的时间。当然，聊天首席的修炼还是得继续，那是对身体控制、反应等等的提升，无关乎于境界。3日后，一阵敲锣打鼓声在长明峰峰门下响起，整整8台大轿停在长明峰峰门口，引得不少弟子为之瞩目。请将这些聘礼抬上贵峰，交于宁凡、云清瑶，告知宁凡、阴阳峰、赵嫣儿前来下聘。哗啦，一阵议论声在长明峰山脚下响起。关宁凡被人下聘这件事，其实并不算太过出乎预料，但宁凡毕竟是长明峰的弟子，一旦成为阴阳峰弟子的道侣，其实和成为阴阳峰弟子也没有太大区别了。自从宁凡加入长明峰以来，长明峰得到的好处不可谓不多，众弟子当然不希望宁凡离开，但这件事还得宁凡和云清瑶自己决断。于是乎，整整8台大轿被抬上长明峰，送到宁凡、云清瑶的洞府。饶是提前有预料，那赵嫣儿送来的聘礼不会过于寒酸，可在见识到具体的聘礼内容后，宁凡和云清瑶还是为之震惊。光是灵石就有5000枚，其余黄极境、玄极境修炼资源亦有不少，还有玄极境武者可以使用的淬体宝物3株，银币10几万，外加一件黄级极品金丝软甲，这也太多了吧。宁凡吞咽一口口水，抢道侣和赌道侣还真不一样，光是这些聘礼实际上就相当于交换性质了。夫君，你……云清瑶抓住宁凡的手腕，娘子不用难过。宁凡十分感动，可还不等宁凡感动完，云清瑶便是开口说道：一路走好吧。宁凡这就把他卖了是吧？3天前还一脸沮丧，现在就一路走好，那是不是聘礼再多一点，云清瑶就要把他绑着送人了？当然，宁凡也知道云清瑶是在和他开玩笑。关于抢道侣这件事，宁凡和云清瑶已经商议过，先去一趟阴阳峰，然后再说。毕竟他们现在是真的打不过对方，还不如先暂时收下这些资源，和对方虚以委蛇一番再做打算。无论如何，7日时间内，宁凡要从赵嫣儿手中逃回来，然后再一起前往宗门后山的机缘地。机缘的之行不可错过。小心！云清瑶收敛起玩闹的表情，略显凝重地看向宁凡。若是非得，也不是不行。相信你夫君。宁凡攥了攥云清瑶的手，随后拿走一半修炼资源，装进储藏戒中，用以后续的修炼。还有那件黄级极品金丝软甲，云清瑶已经有一件防御性法器，那么这件金丝软甲自然也就归属于宁凡。走了。宁凡一撩衣袍，大步流星地离开洞府，前往山脚下。封门前，宁凡刚一出封门，就见到赵嫣儿和几名阴阳峰弟子负手而立。在见到宁凡出现后，赵嫣儿脸上浮现起一抹满意笑容。不错，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若是拒绝本小姐，让本小姐亲自出手，那就有伤和气了。赵嫣儿妩媚的开口。呵呵。宁凡大笑2声，
对于赵嫣儿的话语不置可否。来吧，我的小郎君。赵嫣儿抬起手，示意宁凡靠近过来。宁凡嘴角微微抽搐，向前走了几步，和赵嫣儿相对而立，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动手。哥。宁凡纯情的态度瞬间引得赵嫣儿一阵大笑，对着身边的几名阴阳峰弟子开口道：“看到了没？还得是新弟子，就是这副纯情的味道才好玩。”赵嫣儿一席话，瞬间引得周围几名弟子哄堂大笑。一道道侵略的目光落在宁凡身上，其中不乏男性一道道视线，瞬间令宁凡恶寒，情不自禁地抖个寒战。行了，别逗我的小郎君了。赵嫣儿踏前一步，一把环住宁凡的手臂，将后者拖拽进自己的怀里，胸前的波涛直接压住宁凡手臂。宁凡，有点东西啊，这个赵嫣然太有东西了。就这样，宁凡被赵嫣儿一路从长明峰拉扯到阴阳峰，大张旗鼓地带到峰中的弟子居所。小郎君，你就暂且住在这里吧。赵嫣儿打开洞府大门，将宁凡一把推入其中。这里不是你的洞府？宁凡问道。当然不是，小郎君，你现在不过是我的一个妾室，还不能和我住在一起，只能住在偏院，等着本小姐莅临宠幸。宁凡，好家伙，这操作和凡俗界的达官显贵养外室真大差不差啊，专门给他弄个小洞府用来豢养着自己，还真是有点意思。宁凡当然不会拒绝，这样一来自己平日里不用陪着赵嫣儿，而且行动也更加自由。要知道这里可是阴阳峰，阴阳峰并非是宁凡的主峰，做些事情自然可以肆无忌惮，虽不至于和在气花峰中那般抢掠，但也能搞点东西，不搞白不搞。小郎君想什么呢？赵嫣儿抬起手在宁凡的胸口狠狠一推，巨大的力量让宁凡摔倒在床榻上，整个人也随之一愣。这特么不是一直以来自己对云清瑶的动作吗？一下子反过来，还真是令人下一刻。赵嫣儿的身体压上来，不轻不重的体重压在宁凡的身上，一瞬间宁凡就紧张起来。你想干嘛？宁凡吞咽一口口水，呵呵，我的小郎君，你现在是本小姐的妾室，你说本小姐想要干什么？还不是想用一番你的双修体质，也不知道和你双修一次，境界是否能得到提升。赵嫣儿伸出舌头在唇周舔舐一圈，眼中的侵略意味如同火焰般燃烧。糟糕！宁凡心中警铃大作，虽然早有预料，可刚回到洞府就遇到贞操危机，还是有些出乎宁凡的意料啊。贞洁危机，宁凡大脑飞速运转，想着处理眼前局面的方法。赵嫣儿虽然漂亮，身材也是1顶1的绝佳，可宁凡有些洁癖，不能说是洁癖，但凡是三观正常一些的人都无法接受在阴阳峰双修规则下的道侣。眼看着赵嫣儿越靠越近，宁凡心中一横，干脆直接和赵嫣儿干一架，先测测自己和赵嫣儿之间的实力差距，也省得自己心中没数。宁凡不相信自己和赵嫣儿干一架之后，他还有兴趣搞那档子事。思及此，宁凡周身灵力开始涌动，而正当宁凡准备出手时，一道急促的敲门声陡然响起。咚咚咚，赵嫣儿瞬间皱眉，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难看。任谁在这个时候被打断，心情都会非常糟糕。赵嫣儿有心不搭理外面的人，可外面的敲门声没有任何歇止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什么事？赵嫣儿不耐的声音响起。小姐，您的夫君张淼先生修炼似乎遇到些问题，有走火入魔的迹象，请您快去看看吧。洞府的门外响起一阵焦急的声音。神！赵嫣儿站起身，不由得皱起眉头。在思量少顷之后，赵嫣儿看向宁凡，开口道：小郎君，我先去看看，你别担心，晚上我再来宠幸你。赵嫣儿起身走向洞府门口。呼！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心中的一颗大石瞬间落地。还好突然有事，否则的话怕不是真得和赵嫣儿打一场。宁凡目送赵嫣儿离开，赵嫣儿走出洞府后，还专门回过头对着宁凡给出一个飞吻。宁凡，等到赵嫣儿离开后，宁凡还在心中暗道庆幸，但转念一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应该是赵嫣儿的夫君故意选择这个时间段给宁凡一个下马威，十分可能。但宁凡并不是很在意，他本就没有和赵嫣儿夫君争夺赵嫣儿宠爱的念头，半点都没有。出去逛逛吧。宁凡喃喃自语道。左右来到一处新的地方，宁凡好奇心有点大，他现在是赵嫣儿的道侣，在阴阳峰中不能算是一点特权都没有吧。思及此，宁凡直接走出洞府，在阴阳峰闲逛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咦，走着走着，宁凡便是在路边见到一幢孤零零的小房子，房子不算大，估计也有5到6平米，塞下一张双人大床后，基本上就没有其余作用。稍加思索后，宁凡便是意识到这小房子的用处，嘴角逐渐扬起一抹复杂的笑容。下一刻，
宁凡亲眼见到一男一女擦肩走过，最后男弟子站住脚步，递给女弟子一个眼神。女弟子想了想，点了点头。二人手挽着手走入那间小房子里。宁凡，这就是阴阳风吗？爱了爱了。羞羞！一阵轻佻的口哨声响起，宁凡看向声音的方向，也是见到一名女弟子对他暗送秋波。不，并非暗送，而是实打实的眼神挑逗。宁凡嘴角抽搐，正准备离开，下一刻，那女弟子竟然走上前，一把将宁凡的胳膊抱住，脸更是十分凑近宁凡，热络的招呼道：“这位师弟，面生啊，怎样，和师姐玩玩？放心，师姐技术很好的，绝对能让你的境界提升上一个档次。走吧。”说着，这名阴阳风女弟子就拉扯着宁凡往另一幢小房子里走。别！宁凡赶紧拒绝。可这名阴阳风女弟子的力量并不算小，宁凡无法顺利推开她，一时之间，二人竟然拉扯在一起。正当宁凡准备施展暴力时，一道声音陡然响起：“你们在干什么？”宁凡和那名阴阳风女弟子瞬间停下动作，看向声音传来处，那里站立着一名阴阳风男弟子。阴阳风男弟子正一脸愤怒地凝视着宁凡兄弟：“和我无关，他来找的我。”宁凡连忙解释道：“大胆，竟然敢白玩我的道侣，你也得把你的道侣给我玩玩，这样才算公平，你知道吗？”这名阴阳风男弟子呵斥道。宁凡一时之间，宁凡不知道如何说才好，槽点过于多了一些。听到了没？这名阴阳风男弟子见到宁凡沉默，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宁凡面前，抬起手在宁凡的肩膀上推搡一下。宁凡脚下生根，纹丝不动。这回轮到那名阴阳风男弟子诧异，宁凡的境界明明不高，身体上却十分有力量，实在是罕见。不等这名阴阳风开口，宁凡突然咧嘴一笑：“这位师兄，你想玩我的道侣是吧？就是不知道我的道侣，你究竟敢不敢玩？”宁凡笑意盈盈地凝视着眼前的这名阴阳风男弟子，眼中浮现着玩味之色。他现在的道侣可是赵嫣儿啊，对吧？宁凡现在是赵嫣儿的妾室，也就是说，眼前这名阴阳风男弟子要玩的是赵嫣儿。根据宁凡的判断，眼前这人的境界和气息综合看来，应该是一名普通弟子。普通弟子想要玩亲传，还真是有胆魄，有何不敢？那名阴阳风弟子凝视着宁凡，分毫不惧地开口：“你赶紧将你的道侣叫过来，咱们立刻进行交换，我玩你的，你玩我的，这样才算公平，行吧？”宁凡耸了耸肩，既然眼前这人想死，那宁凡也无话可说。只不过如何叫来赵嫣儿，还真是个问题。宁凡没有留赵嫣儿的通讯玉佩。正当宁凡犯难时，一道声音从宁凡身后响起：“我的小郎君，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说话者正是赵嫣儿。赵清传，见过赵清传。刚刚那两名阴阳风弟子见到赵嫣儿的第一时间便是恭敬的欠身，连赵嫣儿的面容都不敢看。宁凡抬起手指了指那名阴阳风男弟子，耸了耸肩，开口说道：“他想要玩我的道侣，你想被他玩吗？”宁凡声音落罢，那名男弟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什么意思啊？难不成那小子的道侣是赵清传？没错。宁凡双臂环抱于胸前，昂首凝视着眼前的两名阴阳风弟子。开玩笑，现成的挡箭牌为何不用？对不起，我二人不知道这位师弟是赵清传的痉挛，还请赵清传放过我二人。那两名阴阳风弟子直接跪在地上，身体陡如筛糠一般。滚吧！赵嫣抬起手，眼中闪过一丝冷意。那两名阴阳风弟子瞬间如蒙大赦，逃也似的离开，生怕慢半拍赵嫣就改变主意。呵呵，小郎君刚刚可是差点被骗到。赵嫣笑意盈盈的开口：“被骗？”宁凡挠了挠头，对，那两人并非是道侣关系，而是那男弟子以武力胁迫了一名弟子，女弟子选择一名对象勾搭，等到拉扯时再由男弟子出面，要交换道侣。这样一来，那人就能白嫖一次双休。不过这等算计实在是太过肤浅，也就骗新入风的弟子。赵嫣耸了耸肩。宁凡闻言瞬间目瞪口呆，还能这样玩，真是无话可说。我说，小郎君，我这才离开多久，你就从洞府溜走，难不成是在躲着本小姐吗？赵嫣踏前一步，媚眼如丝地看着宁凡，手掌也缓缓搭在宁凡的胸口，隔着衣服在宁凡的胸口上画圈。嘶！宁凡倒吸一口冷气，他连忙后退两步，拉开和赵嫣的距离。这女人真是妖孽啊！呵呵，你的夫君不是走火入魔，需要你照顾吗？我这才随便出来走走。呵呵。宁凡干笑几声，则不过是一些争宠的把戏而已。平日里见到这些把戏会觉得有些意思，可真被这些把戏影响到，心情可就不好了。赵嫣嘴角咧起一抹笑容，看来宁凡猜的没错。
赵嫣儿的夫君并没有走火入魔，只不过是用一个借口将赵嫣儿从宁凡身边抢走而已。赵嫣儿凝视着宁凡，观察着后者在听到这番话语的反应。按理说，宁凡若是对他有好感，定然会表现出对他夫君行径的不满。可宁凡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脸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很明显，宁凡并不在意这些。小郎君，我真想立刻就将你推倒。双修。赵嫣儿伸出猩红色的舌头，在唇周舔舐一拳，双眸满含侵略意味地凝视着宁凡。女人也一样，宁凡越是淡漠，越是不将赵嫣儿当回事，赵嫣儿就越想要将宁凡搞到手。下一刻，赵嫣儿身影一闪，直接来到宁凡面前，她将宁凡左右手手腕并在一处，用右手牢牢抓住，举过头顶。你干嘛？宁凡大惊，下意识地挣扎起来，可这一挣扎不要紧，宁凡感觉到那赵嫣儿的手掌似乎是铁钳一般，牢牢将他的双手固定住，哪怕宁凡力量卓绝，却也无法挣脱开赵嫣儿的钳制。宁凡精神一凛，果然，这赵嫣儿的实力远在他之上啊！也难怪，那赵嫣儿的境界最少也得是玄极境后期，甚至更高，而且他能成为阴阳峰主亲传弟子，天资也是不必多说。这样一位存在，想要以黄极境巅峰的境界正面力敌，多少有些痴人说梦。小郎君，在将宁凡控制住后，赵嫣儿突然贴近面庞，宁凡甚至能看到赵嫣儿脸上纤细的绒毛，同时也能感受到那若有似无的清浅呼吸。这距离已经不是暧昧两个字可以形容。僵持一阵后，赵嫣儿却没有进一步动作，反倒是有些丧失兴趣的松开手，后退半步拉开距离。可惜本姑娘不是很喜欢强迫别人，双修要情和欲双重共鸣才能得到最大收益。小郎君，你的双修体质，本小姐想要发挥到最大限度，所以我该怎么得到你的心呢？赵嫣儿抬起手，修长的指甲戳在宁凡的胸口，坚硬的触感透过衣衫回荡在宁凡的胸口，令宁凡感受到些许痒意。很简单，公平的打败我。宁凡开口说道，眼中闪过晦涩难明的光芒。公平击败你？赵嫣儿皱了皱眉。没错，赵师姐，想必你加入阴阳峰已经几届时间，而师弟我呢，则是刚刚加入主峰，还是长明峰。咱们的修炼时间，享受的资源根本不在同一水平，被你击败我并不服气。宁凡顺理成章地开口。哦，赵嫣儿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欣慰的光芒。可你要知道，你修炼时我也在修炼，你的修炼时间将永远落后于我，唯有修炼资源上，你确实是比我要少。这样，我允许你手持我的令牌，在阴阳峰随意行走，武技、宝物等等皆可观摩，权限等同于我。10日后，珠峰大比前，你我一战，若是败给我，你须得心悦诚服。赵嫣儿深深凝视着宁凡，他倒并不觉得宁凡会答应，在他看来，就算将所有宝物、修炼资源都给到宁凡，可10日时间，宁凡能提升多少？再提升，他也不是自己的对手，无非是宁凡跟他扯皮，他回给宁凡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然后继续扯皮而已。可谁知，在听到自己的话语后，宁凡竟然双眸一亮，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竟直接开口确认道：此话，赵师姐可当真？赵嫣儿深深凝视着宁凡，想要从他的眼眸中看出真假情绪，可奈何宁凡的眸光实在澄澈，令赵嫣儿看不出其他。半晌，赵嫣儿开口应道：可以，不过你必须保证10日后，你若是败给我，你就必须心悦诚服的和我双修，没问题吧？赵嫣儿歪了歪头，随后他手掌一翻，掌心多出一枚弟子令牌，这枚弟子令牌明显更为精致，象征着亲传弟子的身份。还有，这10日内你可以自由行动，得到的资源、宝物不能交给别人，更不能将宝物、资源藏匿，只可将其用作自己修炼，明白吗？赵嫣儿补充道，省得宁凡以他的名义在阴阳峰搞事情。在赵嫣儿看来，只要宁凡是将宝物、资源用在自己身上，那就算撑死他也用不掉多少宝物、资源，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一言为定。宁凡抬起手，一把攥住赵嫣儿手中的弟子令牌，眼中闪烁着一抹精湛的神芒。驷马难追。赵嫣儿嘴角咧起一抹笑容，随后松开手，任由那枚象征着亲传身份的弟子令牌落在宁凡手中。10日后，我再来享用你，我的小郎君。这点时间，本姑娘还是等得起的。赵嫣儿嫣然一笑，随后转过身，留给宁凡一个背影，莲步轻移的逐渐走开宁凡的视野。宁凡看着手中的弟子令牌，眼中充斥着火热之色。这不比在奇华峰时强多了，直接得到亲传弟子的令牌，可以安安全全、毫无顾忌的在阴阳峰行走，看上什么就拿走什么。只不过不能连用带拿就是了。先去哪里呢？宁凡喃喃自语道。此时间，摆在宁凡面前的选择有2个武技楼、藏宝阁、
这两处基本就是一个主峰对弟子开放的机缘核心所在。但宁凡想了想，无论是武技楼亦或者藏宝阁，似乎收益都不算太大。宁凡现在缺修炼资源、炼体宝物吗？并不。算上从奇华峰处得到的修炼资源，还有赵嫣下的聘礼，宁凡手中的灵石数量接近1万。关键的是，宁凡现在还不打算突破。去藏宝阁，主要就是寻觅一下叶红莲口中的运灵神水，进而让自己肌肤上的灵迹突破99道大关。可运灵神水是否在藏宝阁中，还是个未知之数。至于武技楼，功法方面，宁凡掌握天玄心经；武技方面，宁凡掌握龙蛇眼相手和无始印。不过他倒是还缺一门身法武技，可以去寻觅一番。武技楼中其他的东西还真对他没什么用。唉，宁凡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有时候过分的富裕也是件坏事啊，这可真是甜蜜的苦恼。若有其余弟子知道宁凡心中所想，怕不是会动手直接揍他一顿。以亲传弟子身份进入到阴阳峰的武技楼、藏宝阁，对于绝大多数阴阳神宗弟子而言都是天大的机缘。宁凡还嫌弃上了。宁凡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的杂念驱散掉。无论收益如何，先去一遍总归是没错的。就先藏宝阁吧。宁凡喃喃自语道。1个时辰后，阴阳峰藏宝阁前，宁凡驻足脚步，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八角楼，脸上浮现出一抹艳羡之色。他们长明峰可没有这般恢宏的藏宝阁啊，甚至就连奇华峰的藏宝阁，比起眼前这尊雕梁画栋的楼阁，都显得有些相形见绌。请出示令牌。守在藏宝阁前的弟子开口道。宁凡手掌一翻，赵嫣的令牌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见过亲传师兄。在确认宁凡手中令牌的真实性后，那名守楼弟子神情立刻变得恭敬许多，身体立正开口道：我可以进吗？当然，师兄手持亲传弟子令牌，可以自由出入藏宝阁的前2层，若是需要进入第3层，则需封主手谕。守楼弟子开口道。宁凡得到满意的答案后，迈步进入到阴阳峰的藏宝阁。此时正值白天，藏宝阁内的弟子数量并不算少，但能被放在藏宝阁里的宝物，自然也都不是凡品，需得花费大量的贡献或者灵石才可进行兑换。宁凡在装满宝物的陈列架前走过，他明显感觉得到，阴阳峰藏宝阁内的宝物，无论是数量亦或者质量，都要高于奇华峰。可惜这些宝物宁凡不能带走，只能自己使用。而对于现在的宁凡来说，这些宝物又没有价值。逛遍1层的宝物后，宁凡并未找到运灵神水，但他也并未觉得沮丧。这方天地间的宝物何止万万，在这万万宝贝中寻觅其一，难度不可谓不大，找寻不到才是正常。正如人生中大多数是失意。宁凡站在通往2楼的禁制前，他手持亲传弟子令牌，一股光亮瞬间从亲传弟子令牌上激射而出，落在那光幕之上，光幕瞬间一阵荡漾，随后变得透明起来。宁凡见状迈步上前，进入到藏宝阁2层。藏宝阁2层的宝物更加珍惜，宁凡甚至见到几件玄级极品的宝物，看得宁凡直眼热。但宁凡铭记自己的目标运灵神水，于是乎宁凡放弃观摩那些珍稀的宝物，而是找寻起水流一类的东西。但很明显没有。宁凡轻轻咂嘴，心中有些惋惜，但还是选择离开藏宝阁。那个师兄。正当宁凡离开藏宝阁时，一道呼喊声陡然响起。宁凡回过神，看到喊自己的人正是刚刚那名守楼弟子。有事？宁凡挑了挑眉。那个师兄，你可是在寻找什么宝物？我一直在藏宝阁守护，如果师兄在寻找什么宝物，说不定我能帮助你。那名弟子开口道，很明显是想教好宁凡。呵呵，宁凡咧嘴一笑。运灵神水是水啊，太好辨认了。宁凡仔仔细细地逛过一遍，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遗漏的可能。但他还是开口说道，我在寻找一种宝物，是液体，里面蕴含着大量的灵气，需得足够新鲜，不能被污染。宁凡开口道。语毕。宁凡看向那名守楼弟子，脸上没有多大期待。果然，那名守楼弟子并未第一时间给出回答，而是脸上浮现起一抹纠结。宁凡耸了耸肩，不用在意，我已经寻找一圈，并没有找到。宁凡迈步就走，但下一刻，那名守楼弟子便再度开口。那个师兄，不是没有，不然你看看，咱们藏宝阁内许多具有根叶的天材地宝，上面凝聚的天露，是不是师兄你想要的东西？宁凡停住脚步，有些机械地转过头，他表情浮现着一抹怔愣，似是在回忆什么。半晌，宁凡猛地一拍额头，他妈的，对啊！宁凡回忆起他刚刚见过的天材地宝，正如那名守楼弟子所言那般，不少根叶完整的天材地宝会随着时间流逝，在叶子上凝聚出名为天露的东西。顾名思义，天露就是露水。
只不过由于它是由天才地宝凝聚而成，所以蕴含着相当纯粹的灵气。叶红莲当时为防止宁凡不认识韵灵神水，故而将韵灵神水的各种特性告知宁凡。液体里面蕴含着大量的灵气，虚的足够新鲜，不能被污染。这他妈不就是天露？天露并非某种天才地宝，而是由一些特定的天才地宝上凝结而成，怪不得宁凡将整个藏宝阁翻过一遍都没有找到。宁凡皱紧眉头，奇怪，若天露就是叶红莲口中的韵灵神水，那它未免也太过常见，不可能是叶红莲口中的稀有啊。师兄，那名守楼弟子见到宁凡脸色怪异，有些担忧地歪了歪头，开口询问道：无事。宁凡摆了摆手，示意那名守楼弟子不要在意，随后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入藏宝阁中。不管天露是不是叶红莲口中的韵灵神水，他都打算试一试。回到藏宝阁，宁凡来到一株黄级极品的威灵仙前，这株威灵仙保存得十分完整，枝叶根茎齐全，哪怕已经被采摘下来许久，却也维持着相当程度的生命力，故而在其吐纳天地精华时，会在上面残留一些天露。用亲传弟子的令牌打开水晶罩，取出威灵仙。这位师兄可是打算取走这株黄级极品威灵仙？立刻有一名弟子凑上前，准备进行记录。并非。宁凡摇了摇头，随后抬起手，用手指在威灵仙的叶子上轻轻一抹，天露便粘在宁凡的指腹。宁凡缓缓将天露涂抹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下一刻，宁凡便是感觉到天露像是落在海绵上一样，瞬间便和自己的身体融在一处。同时间，宁凡感觉到自己身体对灵水的容纳似乎变得宽容许多，这意味着通过灵水灌圣法增加灵技的难度降低许多，哪怕降低的程度并不多，可宁凡只剩下最后一道灵技就达到黄极境的圆满了，就差这一丝丝难度。宁凡眼中浮现起一抹惊喜。没错，天露就是韵灵神水，二者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称呼而已。这位师兄，那名阴阳峰弟子见到宁凡手持威灵仙一动不动，不由得开口催促道：哦，我不用。宁凡将威灵仙放回原地，随后又走到另一株天才地宝前，如法炮制的将韵灵神水涂抹在身体上。就这样，宁凡将阴阳峰藏宝阁一层所有能凝结天露的天才地宝全部触碰一遍，将整个身体都涂抹上韵灵神水。那个师兄，不要的话请别随意扒了。那名跟在宁凡身后的弟子早就绷不住，终于开口阻止道：无碍，已经没事了。宁凡摆了摆手，随后原地打坐，开始修炼起灵水灌圣法。倒不是宁凡不想回到洞府安静修炼，而是他身体正处于湿润状态，宁凡也不确定韵灵神水在干涸后还有没有效果。宜早不宜迟，尽快修炼总没有错。随着宁凡运转灵水灌圣法的修炼方法，周遭空气中的灵气全部汇聚在宁凡周围，这一幕瞬间将周围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宁凡不管其他，感受着灵气中的灵水，开始一点点将灵水灌注进自己的皮肤。原本上，宁凡的皮肤已经被灵水灌满，想要在赛下哪怕一点点灵水都十分困难，可是在涂抹韵灵神水后，肌肤重新变得更加容易容纳灵水。在修炼灵水灌圣法的过程中，玄奥的灵气爬满宁凡的身体，在看到宁凡周身的灵气后，众多阴阳峰弟子不由得惊呼出声：这是什么纹路？我竟然从这些纹路上感受到一股威压，可怕，这纹路似乎有着增加实力的能力。这位师弟境界才黄极境啊！什么师弟？他可是手持亲传弟子令牌的，按照辈分来讲，咱们应该叫他师兄。一道道惊讶的议论声响起，倒是没有人认出宁凡的身份。宁凡不管其他，不厌其烦地将一股古灵水灌注进身体中，哪怕灌注进1分灵力，90%都会被排出体内，但宁凡依旧在维持着灵水灌圣法的修炼。终于，随着最后一次灌注，宁凡身上的灵气陡然蔓延1寸，玄奥的纹路彻底将宁凡身体完美覆盖。99道灵界，别看只增加1道灵技，可99道灵技和98道灵技之间是完美和不完美的差距。此时间，宁凡肌肤上的灵技浑然一体，像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加护，凝聚在宁凡的身体之上。这一幕让周围的阴阳峰弟子看呆了，纷纷惊讶这奇异的纹路。宁凡从修炼状态中恢复，睁开眼眸时，眼中竟然喷吐出3寸实质性的电芒。宁凡周身意识散溢出一股锋芒，足足几个呼吸后，宁凡周身的气势才归于平凡。不错，现在宁凡肌肤上的灵技已经来到99道，将灵水灌圣法在黄极境修炼到圆满。最后这一道灵技直接让宁凡对周遭的感知提升半成，力量、身体的坚韧程度、意识有所提升，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晰许多。宁凡很满意自己的变化，脸上不由得浮现起一抹笑容。这位师兄，你修炼的是什么招数啊？功法、武技，
还是什么特殊招数？一道道疑问声响起，不少阴阳峰弟子围聚过来，七嘴八舌的想要从宁凡口中问出那神秘纹路的原委。宁凡只是笑而不语，挤开众人，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在宁凡消失后，下一刻，别抢，天路是我的，是我的！一众阴阳峰弟子开始疯狂抢夺起上且存留天路的宝物，甚至大打出手，格外的疯狂。不过这些事就和宁凡没有任何关系了。宁凡走在阴阳峰的山路上，他的下一个目标五季楼。在前往五季楼的过程中，宁凡又路过了弟子居所，因为五季楼和藏宝阁正好在弟子居所的东南两侧。在回到弟子居所后，宁凡察觉到众人目光变得奇怪许多。宁凡在阴阳峰弟子中并不算太过突出，基本上很难吸引众人目光。可是现在，宁凡察觉到居所附近的阴阳峰弟子几乎全将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宁凡下意识左顾右盼，突然间，他看到弟子居所前的一处巨大裸石上贴着奇怪的纸张，且先不提纸张的文字，那上面的图画先将宁凡雷个外焦里嫩。原因无他，那纸张上的图画竟然就是他的画像啊！什么情况？宁凡大步流星地走到近前，准备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竟然被人给挂了。走近之后，宁凡这才看到纸张上的具体内容。宁凡倒吸一口冷气，竟然是赵嫣将自己挂了起来。内容大抵是关于10日后的对赌，若是宁凡能击败赵嫣，那么他就得心甘情愿地成为赵嫣的妾室，否则赵嫣就必须放过宁凡。当然，无法击败宁凡，赵嫣自然也就没有道理强迫宁凡当作妾室。这里放过的前提是不收回聘礼。要知道，赵嫣给宁凡的聘礼可是十分丰厚，能不还，那是绝对不还的。宁凡心中浮现起一抹了然，在环顾四周后，他发现相同的布告还不止一张，光是弟子居所附近，就在几个入口前的裸石上都贴上1到2张。怪不得自己回到弟子居所后，会有一道道目光落在他身上，竟然是这般理由。小弟弟，看看师姐，等你彻底成为赵清传的妾室后，可得给师姐一个宠幸的机会啊！宁师弟，你是一个香香软软的小师弟，若是能和宁师弟做过一场，哪怕让我去死也愿意口牙。一道道尖叫声响起，听得宁凡直起鸡皮疙瘩。这帮阴阳峰的女师姐简直了！这一消息不光在弟子居所这边席卷，就连阴阳峰高层、长明峰，甚至是赵家也引起不少骚动。阴阳峰主殿，好啊，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招。鬼伢子坐在上首，抬起略显枯槁的手指，轻轻搓捻着胡须，脸上浮现着一抹喜色。赵嫣儿，不错啊，把宁凡纳为妾室，也能让其实质上成为我阴阳峰弟子，这样一来，倒也算是满足了我的要求。突然间，鬼伢子搓捻胡须的动作微微一顿，心中浮现起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那宁凡在10日后能战胜赵嫣儿？不可能。下一刻，鬼伢子便是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的这一想法驱散掉。赵嫣儿的实力和天资，鬼伢子可是十分清楚。赵七固然也是一名亲传弟子，可赵七之所以成为亲传，是因为他背后的赵家背景。尚未加入主峰时，赵七的亲传弟子地位就定下了。可赵嫣儿不同，他是实打实通过自己的资质令鬼伢子认可。宁凡若是能战胜赵嫣儿，岂不是意味着宁凡现在就有着真正比肩亲传弟子的水准？这不太可能吧？没问题，等一等吧，等一等，宁凡就是我阴阳峰的人了。长明峰主殿，林雨捏着通讯玉佩，眼中闪过一丝忧愁。此时间，苗天、李云起等人恰巧在他周围。怎么了？李云起见到林雨面色凝重，起身一屁股坐在后者身边，抬起手搂住后者的肩膀问道：是宁凡弄出事了，他和赵嫣定下赌约，10日后若不是赵嫣的对手，则必须心甘情愿地给赵嫣当妾室。林雨眸光严肃地开口。啊！大大咧咧的李云起在听到林雨的话语后，也是不由得瞪大眼睛，整个人身体夸张的后仰。不是吧？这就是宁师弟想的办法？宁凡被赵嫣威胁时，宁凡也将这件事告诉过李云起等人，李云起等人当时还揶揄过宁凡。当然，揶揄归揶揄，这些人还是凑在一起给宁凡出谋划策，但最终却都没有多好的办法。在长明峰内，林雨等人可以保护宁凡，可一旦离开长明峰，那林雨等人的保护就显得有些无力。当时宁凡拍着胸脯保证，说他自有办法。可现在反倒是赵嫣先将赌局一事公布出来，故意弄得人尽皆知，这样一来，宁凡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宁师弟能在10日后击败赵嫣呢？李向南弱弱地举起手开口道。众人闻言纷纷面面相觑，最后齐齐望向说出刚才话语的李向南。李向南弱弱地吐了吐舌头，当我没说。10日时间，
对于修炼者而言不算太长，哪怕是玄级境弟子，一次闭关的时间也在1周左右，10天时间也就是一次闭关多一些，能提升多少实力？要知道，那赵嫣儿可是一名亲传弟子啊。苗师兄，若是那宁凡，林宇开口道。可不等林宇说完，苗天便是一摆手，打断前者的话语。任何人都不能出手，这是宁师弟自己的选择，与其在这里想七想八，不如相信宁师弟。苗天说道。这赌约乃是宁凡和赵嫣儿共同定下，若是宁凡输掉赌约却不履行，哪怕有能力逃脱，他的名声也会烂掉。只是就连苗天也心中怀疑，区10天时间，宁凡能击败赵嫣儿吗？不知道。钱阳洞，老祖，一名赵家弟子跪在地上，赵家道祖赵无情高坐在上首，皱眉深思。赵嫣儿，宁凡，他喃喃自语，一个离经叛道，一个是赵家仇敌，这2个人竟然走到一起。老祖，那赵嫣儿就是在故意恶心咱们，知道咱们要对付那宁凡，他就故意要那宁凡为道侣，不能再姑息那个叛徒了。有激进的赵家弟子进言道，其余赵家人亦是满脸的义愤填膺。那赵嫣儿简直是赵家的异类，他是赵家人不假，可行事风格却和赵家处处对立，现在更是袒护宁凡，此乃赵家所有人都不可容忍之事。咚咚，老妪抬起手，龙头拐杖重重砸在地上，瞬间让周围众多赵家弟子噤声。这件事先看看，日后再议。神，听到老祖所言，其余赵家弟子纷纷瞪大眼睛，眼中浮现起一抹惊愕之色。前2天老祖对宁凡的态度还是坚决诛杀，可是现在竟然放任赵家弟子和宁凡搅在一起，当真奇怪。可没有人胆敢质疑赵无情的决断，纷纷垂手表示知晓。赵无情眼观鼻鼻关心地坐在上首，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观察宁凡，凭借他对宁凡的理解，后者并非嗜杀之人。而关于赵七双之死证据太完美，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宁凡。可正是如此，赵无情心中涌现起一抹狐疑。再看看，让他对宁凡这个人再多一些了解。同一时间，宁凡还在弟子居所处直撇嘴，稍加思索后，宁凡便是清楚赵嫣儿的用意，无非是将宁凡架起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赌约，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反悔的余地，得心甘情愿地成为赵嫣儿的妾室。行吧，宁凡倒是觉得无所谓，左右宁凡会在10日后击败赵嫣儿，这般公布赌约倒是宁凡乐得见到的局面。走了，宁凡喃喃自语道，继续待在弟子居所这边只能被人围观，还不如赶紧去武技楼，武技楼那边的弟子或许还没有看见这边的布告。于是乎，宁凡迈开脚步走向武技楼。武技楼，阴阳峰的武技楼自然也是格外的奢华，规模比起奇华峰而言大上许多，想来里面的武技也更加珍惜。宁凡展示亲传弟子令牌后，立刻进入到武技楼。宁凡凭借着亲传弟子令牌直上4楼。武技楼4楼的典籍数量比起宁凡想象中要少很多，但稍微想想后，宁凡便也明白。等阶，武技楼3楼的武技乃是玄级下品，中品居多，偶尔有那么1-2门玄级上品武技。可4楼则不同，最差的也是玄级中品武技，更多的则是玄级上品武技，还有一些玄级极品，甚至是半部地级宝物、武技、天才地宝等等东西都遵循一个原则，一旦等阶提升，哪怕一个小阶级，其稀有度也会翻倍提升。武技楼4楼的武技数量就是远远小于3楼，但其中任何一本武技典籍都足以媲美武技楼3楼的最珍惜的武技典籍。宁凡在武技楼3楼逛起来，就算没有不自己学习，将这些武技大致记在心中，若是在对战时遇到，也能做到有应对经验。宁凡对于武技还是挺挑的，武技这东西也是过犹不及，并非掌握越多的武技就越厉害，武者拥有的灵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精通才更加最重要。粗略观看，一部分玄级中品、上品武技对于宁凡而言基本没有什么吸引力，至于玄级极品武技，宁凡倒是一本本认真观摩，但比起无始印还是差了太多。咦，突然间宁凡站定在一处琉璃罩台前，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在琉璃罩台中摆放着一门武技修炼典籍3000岩洞。宁凡喃喃自语道，吸引宁凡的并非是这门功法的名字，而是它的类型身法武技。在这个世界上，武技也有许多分类，身法武技便是其中一种。身法武技可以提升武者的速度，有些奇妙的身法武技甚至有特殊效果。此时的宁凡并未掌握身法武技，这意味着哪怕是一门皇级身法武技，对于宁凡而言都有相当大的提升。宁凡目光向下挪移，当看到那门身法武技的介绍时，宁凡不由得心中狠狠一震。玄级极品，竟然是玄级极品，这品阶可是相当的高啊！玄级极品的身法武技对自己能有多大提升，宁凡想都不敢想。
正当宁凡准备拿出弟子令牌，打开琉璃罩时，一道惊呼声陡然从他身后响起：“宁凡，你怎么在这里？”宁凡回过头，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邹玉，正是当日那名对云清瑶感兴趣的阴阳风寻才时，没想到他竟然也有资格进入武技楼4楼。邹玉见到宁凡的震惊丝毫不亚于宁凡，他心中有些惧怕，毕竟宁凡可是正面击败过赵七，击败他那还不是轻轻松松。但转念一想，这里可是阴阳峰，是他的地盘，宁凡是怎么进到这里的还尚未可知，他又有何惧怕？宁凡，你凭什么能出现在这里？等等，难不成洗劫奇华峰武技楼的人真是你？你来我阴阳峰也是要洗劫我阴阳峰武技楼中的武技？宁凡闻言，嘴角不由得微微抽搐，旋即翻起一个白眼。这邹玉脑洞还挺大，不得不说还真让邹玉蒙到事实之一，只不过后面的话语就纯粹瞎猜了。洗劫阴阳峰，这可是大白天有大白天洗劫的吗？而且现在武技楼4楼也有不少弟子，真当宁凡是神仙，眼睛一眨就能将武技变走。宁凡都懒得搭理邹玉，可邹玉却是一副纠缠的模样。他踏前一步，脸色不善，大有对宁凡动手的姿势。可正当邹玉即将碰到宁凡时，宁凡却是扬起手，将一枚弟子令牌展示在邹玉面前。在看清宁凡手中令牌后，邹玉陡然瞪大眼睛：“亲传令牌？这怎么可能？宁凡明明才加入长明峰，怎么可能拥有阴阳峰的亲传弟子令牌？但这令牌又不能作假，但真是奇怪。”宁凡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之色。下一刻，邹玉面色格外难看，哪怕心中十分不情愿，却也深鞠一躬：“见过师兄，免礼。”宁凡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邹玉直起身体，脸色漆黑如墨，咬牙切齿地盯着宁凡。可在看到宁凡在意的武技后，邹玉却是脸色一正，旋即换上一抹嘲弄的笑容：“宁师兄，你可是看上这门武技，想要修炼？”邹玉一脸戏谑：“宁凡颔首，对于自己看上这门武技这件事也并不打算隐瞒，左右武技的修炼典籍也不会消失。呵呵，宁师兄，我劝你换一门武技，这3000岩洞可不是谁都能掌握的。”“哦，细说。”宁凡挑了挑眉，这门武技在施展时需得以火焰包裹全身，也就是说，修炼3000岩洞的基本条件是一门火属性的功法，或者拥有火属性的特殊体质。这个我有。宁凡打断邹玉的话语。在弟子抢夺闯关时，宁凡以天玄心经模拟过烈焰明火术，这也就意味着宁凡可以施展烈焰明火术，满足修炼3000岩洞的基础条件。呵呵，还远远不够。在施展3000岩洞时，火焰会灼烧武者身体，故而对武者体魄拥有近乎于严苛的要求，哪怕是在修炼时，都得时时刻刻以火焰灼烧身躯。整个阴阳峰也无人能修炼这门身法武技，这也是为何这门身法武技出现在武技楼4楼。正常来说，稀有的身法武技还是玄级极品，放在5楼也没有任何问题。宁凡师兄，我劝你放弃。邹玉双臂环抱于胸前，声音略显嘲弄的开口。宁凡闻言，眼中闪烁着精湛的神芒。对体魄有严苛的要求啊？正好，宁凡想要看看自己经过灵水灌圣法淬炼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修炼3000岩洞的负担。宁凡将亲传弟子令牌贴进琉璃罩，琉璃罩自动展开，禁制破除，3000岩洞的修炼典籍便是呈现在宁凡的面前。宁凡伸出手，将修炼典籍拿在手中，随后在邹玉的注视之下，直接盘腿坐在原地，一副修炼的姿态。这竟然是要直接修炼？邹玉皱眉，这边的动静不小，将其余几名阴阳峰弟子吸引过来，见到宁凡竟然打算修炼3000岩洞，还是当众修炼，不由得暂时停下手中的动作，凑近观摩起来。根据和赵嫣儿的约定，武技不能带走，若是带走，就有很大的泄密可能，毕竟宁凡不是阴阳峰弟子，谨慎一些也合情合理。宁凡按照3000岩洞的修炼典籍运转灵力，但没有任何动静。下一刻，宁凡便是明白过来，他先以天玄心经模拟出烈焰明火术，这样一来，宁凡便是拥有火属性的灵力。紧接着，宁凡再度运转灵力，轰！一道火焰从宁凡身体上蔓延，火柱直接将宁凡吞噬。此时的宁凡看起来就像是炽烈火焰的燃料一般。周围几名阴阳峰弟子见状，不由得纷纷后退几步，生怕被宁凡周身的火焰波及。在感受到恐怖的火焰后，宁凡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在3000岩洞的修炼过程中，那火焰是实打实的灼烧身体啊！那种钻心的疼痛令宁凡直龇牙咧嘴。但疼痛归疼痛，宁凡却觉得可以坚持。原因无他，那火焰并不能伤害到宁凡的身体。在火焰之下，
宁凡的肌肤上浮现起灵迹。没错，灵迹自动激发，在宁凡的身体和火焰间凝聚出一道屏障，这屏障阻隔住火焰对宁凡身躯的伤害。宁凡心中大喜，只要没有伤害，再痛又能怎样？宁凡咬紧牙关，维持着3000岩洞的修炼，时间缓缓流逝，宁凡身上的火焰也越来越大。见到这一幕，周围的几名阴阳峰弟子不由得心中惊讶，这还能坚持吗？已经接近1刻钟了吧，身上的衣衫都已经烧毁，还不打算放弃吗？等等，火焰下的纹路是什么？难不成他还真能修炼成3000岩洞？随着时间流逝，惊讶的声音愈加多了起来，直到宁凡在火焰中的持续时间来到2刻钟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2刻钟是一个门槛，只要武者能在火焰中持续2刻钟，那么武者就有成功掌握3000岩洞的资格，无非是多修炼几次，1月、2月、半年，只要多多修炼就能掌握3000岩洞。但宁凡还在维持修炼，火焰依旧在升腾时间继续流逝，3刻钟、4刻钟，也就是半个时辰，5刻钟、6刻钟是已至此。围观的阴阳峰弟子也不打算走了，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看出一个结果。整整1个时辰时间，呼！宁凡周身的火焰陡然暴涨，像是被鼓风机猛吹一般，下一刻暴涨的火焰悉数回归，归于宁凡的身体中。到此为止了，放弃了。几道声音响起，道出众人心中所想，可有眼尖的弟子却是在宁凡的手背上看到一朵火焰莲花的标记。不，这是修炼成功了！这位师兄竟然第一次修炼就从头到尾的掌握3000岩洞，这算是创造阴阳峰历史了吧？经过这名弟子提醒，不少人都看向宁凡的手背，在看到火焰莲花标记后，纷纷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一次就成功修炼，太妖孽！众人心中有个疑问，宁凡不怕火烧吗？要知道，火焰灼烧的伤害并非倍增，而是指数倍增，在火焰中承受整整1个时辰时间，难度是在火焰中待1刻钟的几十上百倍。可饶是如此，宁凡竟也承受下来。咕噜，邹玉吞咽一口口水，眼中浮现起一抹惊骇之色。自己竟然和这样一名存在有过节。宁凡缓缓地站起身，他并未管其余人，而是检查自身。此时的宁凡身体颇为虚弱，被火焰灼烧1刻钟暂且不提，宁凡体内的灵力也损失大半。那些灵力化作火焰，融合进宁凡的身体中，成为手背上的火莲标记。这火莲标记就是3000岩洞的力量来源。身法武技的特殊之处在于，施展时无需消耗武者自身的灵力，而是用修炼时就已经储存在体内的特殊灵力。身法武技的修炼成功，就相当于让武者身体多出一种特性，以灵力在武者身体的层面上进行改造。就拿宁凡刚刚修炼成功的3000岩洞做比，宁凡施展3000岩洞，消耗的是火莲印记中的灵力，等到火莲印记中的灵力消耗完毕后，就得在平时进行恢复。宁凡心神闪动，下一刻，火莲印记中爆发起一阵火焰，火焰瞬间将宁凡身体包裹，令宁凡如同浴火天神一般。宁凡身影一闪，众人根本看不见宁凡腿脚一动，他整个人像是一个滚动的火球，瞬间便是来到邹玉面前。你！邹玉瞪大眼睛，施展3000岩洞的宁凡速度奇快无比，以至于令他没反应过来。等他看到宁凡从火焰中探出拳锋时，邹玉已经无法闪避，只能双臂交叠在胸前，用最坚固的交叉处抵挡宁凡的拳锋。砰！宁凡的拳锋重重轰在邹玉的手臂上，一道清脆的骨头碎裂声响在所有人心中。邹玉的身体像是一枚炮弹，向着后面激射而去，砸翻10几个书架，将武技楼4楼弄得乱七八糟。这位师兄，武技楼内不得随意出手，你这般行径，怕是已经违反咱阴阳峰的风规。邹师兄究竟如何得罪师兄，以至于师兄当众出手？周围围观的几名见到宁凡竟然出手轰击邹玉，不由得皱眉开口责难。倒不是他们维护邹玉，而是宁凡这般行径不合规矩。咱阴阳峰的这个咱字应该是不包括宁某，宁某乃是长明峰弟子，想用风规桎梏于我，去和我的峰主阴风月峰主谈吧。宁凡淡淡的瞥了那几名阴阳峰弟子一眼，随后转过身，步伐不疾不徐地向着楼梯走去。走到一半，宁凡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几名弟子。对了，你们问我这人如何得罪我，我可以告诉你们答案。这人胆敢将主意打在我的道侣身上，刚刚的那一拳完全是他咎由自取。那几名阴阳峰弟子大眼瞪小眼，目送着宁凡离开。长明峰，难不成他就是那位最近在整个阴阳神宗中掀起舆论风波的那个宁凡？宁凡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手持亲传弟子令牌？不知道。同一时间，宁凡已经走到武技楼楼下，他抬起手看着手背上的火焰莲花标记，脸上浮现起兴奋之色。3000岩洞，
这门身法武技比宁凡想象中更有价值，有3000岩洞加持，宁凡在搏杀时便更具优势。不光是速度的提升，周身萦绕着的火焰同样能对对手造成一定的阻碍，实力不高的武者甚至无法近宁凡的身。那么，宁凡一边向着弟子居所前进，一边抬起手抚摸下巴，以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此时对于宁凡而言，时间可谓是相当紧迫，但紧迫中又有那么一丝丝富裕。10日后，宁凡将和赵嫣打过一场，而在1周后，虞姬用来交换虞青青的机缘的将会打开。也就是说，宁凡得先进入机缘地，再和赵嫣打过一场，这对于宁凡而言是一件好事。而从现在到机缘的开启的这段时间，宁凡似乎无事可做了。不，并非无事。突然间，宁凡停住脚步，双眸中闪过一丝精湛的神芒。有一个地方正适合宁凡现在去闯。思及此，宁凡调转脚步，从山路走下阴阳峰，一路回到长明峰。来到长明峰山脚下时，宁凡并未联系其余几位师兄和云清瑶，而是来到感召之地，按照着之前的步伐前进。在走完特定的步伐后，宁凡来到那片特殊的空间——无始天宫。看着巨大的宗门，宁凡心中不由得再度浮现起一抹奇异之感。这般特殊的空间竟然能藏匿于长明峰中。宁凡这次来乃是闯关。之前宁凡在这处遗迹中见到几处擂台，当时宁凡连第一个擂台都无法闯过，而此时此刻，宁凡已经将灵技修炼到99道，力量反应早已今非昔比，前路关卡大可以一闯。宁凡进入楚天楚地的宗门，来到第一处擂台前，宁凡纵身一跃，直接跳上擂台。来！宁凡口中发出一声暴喝，旋即脚掌猛踩地面，身影一闪，便是冲向那名人影。人影亦是不闪不躲，抬起拳锋，选择和宁凡硬碰硬。砰！一声闷响，宁凡一拳将眼前的人影击飞到擂台外。那人影在落到擂台外后一动不动，随后渐渐的消失。嗡！一阵嗡鸣声响起，宁凡脚踩的擂台下亮起一阵光华，光华将擂台包裹，呈现出和其余擂台截然不同的景象。咦？宁凡轻疑出声，在一阵观察后，宁凡也并未察觉到光华的含义，大抵是预示着这一关已经被闯过，于是纵身一跳，来到擂台之下。宁凡向前望去，眼前还有一排排擂台，数起来大概有30-40个，想要全部挑破，确实是个功夫，尽量吧。宁凡喃喃自语，跳上下一个擂台，邦邦两拳，将人影击败。依旧是人影消失，擂台被奇怪的光芒包裹。下一个擂台，下一个，下一个。宁凡的速度越来越慢，足足跳到第9个擂台，才止住前进脚步，原因无他。这第9个擂台上有着一位黄极境巅峰，身负99道灵技的对手。在一番搏杀后，宁凡竟然无法动摇其分毫，完全是一副势均力敌之态。砰！又是一拳轰出，发出一声闷响。宁凡和那人影纷纷后退，依旧是不分伯仲。此时间，宁凡已经有些疲惫，气息变得不稳。毕竟刚刚可是挑战8个擂台，依次击败8道实力逐渐增强的人影，体力早已经花费许多。突然间，宁凡眼眸一闪，心中灵机一动。宁凡并未继续和擂台上的人影纠缠，而是纵身一跃，跳下擂台。那人影在宁凡从擂台上跳下后便回到原位，一动不动。宁凡拿出通讯玉佩，立刻着手联系云清瑶。没错，既然自己打不过，何不让云清瑶来帮衬自己？云清瑶和自己的实力可是一般无二，2个人打一个自然可行。半晌，云清瑶出现在山门外，看到宁凡后，立刻如同乳燕投怀一般扑到宁凡身上。夫君，想死你了！呜！云清瑶将头埋进宁凡的怀里，发出一声神似娇嗔的呜咽。宁凡见状，不由得嘴角一抽，这才多久没见啊？但讲真，宁凡也有点思念云清瑶，这和时间无关系，而是境遇。宁凡现在的境遇依旧不妙啊！来，娘子，咱们联手对敌。宁凡牵起云清瑶的手，拉着后者纵身一跃，直接来到擂台之上，重新面对人影。而此时，那人影却是一动不动，似乎呆滞一般。咦？宁凡轻疑出声，难不成这人影面对2人时就不会做出反应了？那这时将其击败，不知是否算作闯关成功？就在宁凡胡思乱想之际，嗡！一阵嗡鸣声响起，明明眼前的人影的口并未动作，一道声音却是响在宁凡和云清瑶的耳畔：弟子可是要选择双人挑战，双人挑战则难度增加。宁凡一怔，没想到这擂台竟然有专门的双人模式，难度会增长，那宁凡也得试试啊。确认，宁凡对着空气说道。随着声音落罢，宁凡面前的人影气势陡然暴涨，一直来到玄极境中期，他身上的灵技也陡然变化，从条条缕缕的纹路变成一幅图案。
不等宁凡细细辨认那图案，对面的人影便是冲杀过来。人影抢先发难，对着宁凡、云清瑶齐出2拳。小心！宁凡开口提醒。云清瑶自是不用宁凡提醒，便是对着人影轰出1拳。宁凡亦是紧随其后，配合着云清瑶轰向人影。砰！砰！2道闷声响起，宁凡和云清瑶纷纷后退，直接从擂台中央退到擂台边缘，才堪止住脚步。这力量，宁凡惊讶，面前的人影在提升到玄极境中期后，哪怕是自己和云清瑶联手，竟然也落得下风。难缠！宁凡看向云清瑶，后者瞬间会意。无始印，无始印！宁凡和云清瑶纷纷掐起无始印的法诀，一个个玄之又玄的法印从宁凡和云清瑶的手中捏出。下一刻，2道散溢着古朴沧桑韵味的人印便是凝聚在宁凡和云清瑶面前。人印出现后相互吸引，转眼间便是融合在一处，拼凑成一个更加巨大的人印，其所散溢的威压也提升一个档次。去！宁凡和云清瑶齐齐推手，那人印便是契机，锁定在2人面前的人影，向着人影袭杀而去。宁凡和云清瑶屏息凝神，按理说自己和云清瑶施展出组合武技，还是半步地级的无始印，应当有着击败人影的可能。但下一刻，人影陡然站立在原地，双手收束在腰间，一道金光从人影体内炸裂，同时他肌肤上的图案陡然光芒暴涨，金光像是一道不可破坏的屏障，将人影笼罩其中。这！宁凡惊呼一声，这究竟是武技、秘法，还是图案？不知道。没给宁凡细想的时间，人印重砸在保护着人影的金光上。当！金光一阵震颤，发出一阵如同黄钟大吕般的声音，震得宁凡和云清瑶脚步都有些虚浮。没碎，金光仍旧将人影包裹着，大有一副风雨不动安如山之态。反观人印，那人印正在不断的颤抖，似乎那巨大的作用力完全落在人印上，下一刻人印就要崩碎。夫君！云清瑶惊呼一声，这无始印乃是云清瑶和宁凡最强手段，这招都无法击败人影，那2人真是没有办法了。小心！宁凡目光死死锁定在人影身上，在捕捉到人影动作的瞬间，宁凡便是拉着云清瑶往台下跳。几乎同时间，人影猛地一震身体，金光以人影为中心向外扩散，整个擂台像是被金光打扫过一般，完全清场。哪怕宁凡和云清瑶在第一时间撤退，还是被金光波及到，身体不稳地落在地上，连续滚了3、4圈，这才止住退势。没事吧？整个翻滚的过程，宁凡都将云清瑶护在怀里。在停下之后，宁凡关切地看着后者。没事，夫君呢？云清瑶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无碍。没事，宁凡亦是回答。可纵使没有受到伤势，宁凡脸色却也不甚美妙，哪怕和云清瑶联手，也无法击败人影。难不成须得进一步突破实力，才能攻克眼前的难关？正当宁凡如是想着的时候，突然间，宁凡又是眼前一亮，脑海中浮现出一抹灵机。他想到一个作弊的可能来。宁凡招了招手，示意云清瑶和自己一同走到擂台的阶梯上。擂台和台下中间有一段不长的阶梯，一般来说不过1米左右的距离，宁凡和云清瑶纵身一跃即可登上，故而也就从来没有走过阶梯。而现在宁凡却是和云清瑶一起站在阶梯的尽头，也就是在踏前一步就进入到擂台上。宁凡一动不动，静静地望着云清瑶。起初云清瑶不明就里，呆呆地回望宁凡，甚至还歪了歪头，蹙起眉头。但渐渐的，云清瑶从宁凡眼中读到一丝深意，而在明晰这抹深意后，云清瑶嘴角微微抽搐。不会是在这里那个吧？宁凡深深地点了点头，眼中尽是孺子可教之色。云清瑶直接自闭了，他抬起头，美眸望向天空。唉，除了答应还能咋办呢？毕竟是自己夫君。于是乎，宁凡和云清瑶在阶梯处开始双修。情浓之时，白光闪烁。小淫贼！叶红莲在出现后，脸上浮现起一抹惊愕之色。要知道，宁凡刚刚对他说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结果这还没一天呢，又来。哈哈，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不是又来到古一季，还得仙子姐姐助我。宁凡打着哈哈。哼，又怎么了？叶红莲冷哼一声，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话语的尾音微微上扬，似乎蕴含着一抹欣喜。就是眼前这人影啊，打不过，还请仙子姐姐出手，直接将这人影击败。宁凡果断地说道。听到宁凡话语后，叶红莲不由得皱了皱眉，倒不是她不愿意出手。小淫贼，你应该知道，我通过古玉来到这里时，实力会受到限制，否则早在第一时间，你就会死在我的手中。叶红莲开口道。可是仙子姐姐，
你在齐华峰时不是出手帮助我破解禁制吗？当时可以出手啊。宁凡不死心，并不一样，破解禁制并非使用蛮力，而是技巧，攻其薄弱之处，一丝丝灵力即可破解。仙子姐姐，咱就试试看。宁凡打断道。无论如何，宁凡都想亲眼见到叶红莲出手。唉，行吧。叶红莲十分不情愿，主要是他以现在的状态、姿势和别人打斗，未免太过离谱一些，简直是离梨园上谱，越来越离谱。叶红莲和宁凡踏前一步，维持着双修的姿势进入到擂台上。这一次人影没有询问，而是直接动手。他脚掌猛踩地面，身影一闪便是来到叶红莲和宁凡面前，对着二人便是轰出一拳。仙子姐姐，出手吧。宁凡焦急地开口。不怪他焦急啊，这个双修吧，宁凡是主动方，若是这种情况下被打飞，叶红莲是丢脸，宁凡可就得考验身体强度了，对吧？过刚一折，而宁凡自认自己的硬度不错，可别折断在这里才好。云清瑶抬起手，尝试着挥出一道灵力，本以为自己这道灵力会十分孱弱，可在挥出后却是十分匹练，刚猛灵力直击人影的胸口，人影前进的势头被瞬间中断，根本来不及后退，直接消散在半空中。嘶！宁凡倒吸一口冷气，那可是一拳能将他和云清瑶悉数击飞的人影，竟然直接被叶红莲挥出的一道灵力直接击碎。要知道，哪怕是最弱的第一道人影，宁凡也没有做到一击轰碎的地步，足以见得叶红莲的恐怖。叶红莲歪了歪头，似乎对自己的这一击也感到十分惊讶。他歪了歪头，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不对啊，若是他力量没有受到限制，早在第一次见面时，那顶撞自己的小淫贼就应该被轰碎成渣。奇怪，思及此，叶红莲抬起手，对着宁凡胸口挥出一掌。仙子姐姐！宁凡大惊失色，可叶红莲这一掌十分突兀，再加上宁凡和叶红莲的状态，实在是躲不开。叶红莲的手掌落在宁凡的胸口，啪，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轻响，然后没了。宁凡长舒一口气，刚刚他可是被叶红莲吓个半死，难道说因为那古玉的存在，我无法伤害你？叶红莲瞬间发现其中关键所在，刚刚他挥向宁凡的那一掌当然不是全力，却也有一定力道，若是能奏效，那宁凡此时肯定痛得龇牙咧嘴，绝对不是刚刚的反应。嘿嘿，仙子姐姐，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啊。宁凡没脸没皮的开口。叶红莲闻言瞬间翻起一个白眼，然而下一刻，嗡，又是一道嗡鸣声响起，擂台被白光包括，此时间整整9个发光擂台连在一起，构筑出一个简单的图案。恭喜无始天宫弟子闯过第一阶关卡，无悲无喜的声音响在叶红莲和宁凡耳边。一阶段，宁凡喃喃自语，所谓的一阶段大概就是黄极境吧。刚刚他所面对的那道身影，既是黄极境巅峰99道灵技，算得上武者在黄极境一个圆满的状态。击败这样的人影，意味着武者在黄极境打遍天下无敌手。正当宁凡、叶红莲期待着下文时，感知到可能有实力远超弟子阶的强者出手，正通知无始天宫仙官到场检测。宁凡、叶红莲二人闻言心中大惊，竟然还有这种检测，这可如何是好？可随着时间流逝，那声音口中的仙官却是久久未到。二人稍加思忖一番，便是明白，无始天宫早就是作古，眼前怕不是仅存的一片遗迹，哪还有什么天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通过叶红莲的出手，直接将整个所谓的弟子试炼全部扫空？未得到仙官许可，弟子闯关存疑，阶段奖励正常发放，若是再有争议情况，须得仙官到场才可定夺。声音继续响起。宁凡闻言轻轻咂嘴，可惜无始天宫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没有仙官的介入情况下，第一次怀疑正常发放奖励，若是第二次直接不给了，看起来利用叶红莲横扫试炼是行不通了。但是宁凡敏锐地捕捉到声音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奖励。果然，试炼就是得有奖励，只是不知道自己闯过这第一阶段的考核，究竟能得到什么奖励。不等宁凡细想，天空中陡然浮现出一道光华，光华将宁凡和云清瑶一同包裹其中，大量灵力灌注进二人的身体，二人肌肤的灵迹自然显现，绽放着同样的光泽。仙宫赐福，赐予尔等弟子灵迹，圆满者可步入大圆满，非圆满者可圆满，大圆满弟子额外获得修炼4项图的资格。随着声音落罢，宁凡身上竟然多出一条金色的灵迹，这条灵迹纵贯全部灵迹，将其余灵迹全部串联在一起。这，宁凡目瞪口呆。叶红莲不是说99道灵迹就是灵髓贯圣法的圆满了吗？仙子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宁凡惊呼出声。
这第100道灵迹究竟是什么情况？此时间，叶红莲却没有理会宁凡，而是双眸怔怔地看着自己裸露在外的肌肤。相比之前，叶红莲身上的灵迹变得密集许多，竟然达到了宁凡之前的程度，也就是99道圆满。小淫贼，我圆满了！叶红莲兴奋地开口。宁凡脸色发白，倒吸一口冷气。从突然变紧的程度上来看，能够感觉到叶红莲此时的兴奋。抱歉。叶红莲吐了吐舌，旋即目露金光的喃喃自语道：圆满，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能够重新让肌肤上的灵迹圆满，这样一来，那灵鹫仙子哪怕是在灵迹上也无法压我一头，那地境中的争夺我也会更有把握，对仙子姐姐有帮助就好。宁凡由衷的替叶红莲感到开心。对于宁凡而言，叶红莲可能是他的娘子，更是他的朋友、导师和寄语。叶红莲能得到好处，宁凡也同样开心。小淫贼，谢谢你。叶红莲回过头，眼中不掺杂任何其他色彩，单纯的对宁凡表达属于自己的谢意。多亏宁凡，他的天玄心经得以突破，如今就连灵迹也达到圆满，这种机缘对于叶红莲而言亦是十分难得。在争夺天玄圣地圣女之位时，有这等机缘加持，无疑令叶红莲增加几分把握。既然感谢我，能不能不要叫我小淫贼？宁凡，我叫宁凡，你叫我夫君也行。宁凡咧了咧嘴角，哼。对于宁凡得寸进尺的话语，叶红莲只是回以一个轻哼，旋即转过头，重新将背挤对着前者。你先从我身体里出去，再谈不叫小淫贼这件事吧。宁凡虎狼之词。对了，仙子姐姐，我身体上的灵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99道灵迹就是灵水观圣法的圆满了吗？我这肌肤上又多出一道灵迹，现在是100道灵迹。宁凡第3次开口问道。之前叶红莲执着于自己身上的灵迹变化，无暇他顾，现在倒是注意到宁凡身上多出的那一条金色灵迹。他微微思忖，随后开口道：没错，99道纹路就是灵水观圣法在黄极境的圆满，你这第100道灵迹应当是大圆满吧？宁凡闻言，嘴角微微一抽。圆满，大圆满，那有没有天圆满、神圆满、神圣大圆满？心中想着，宁凡便也就脱口问道：有可能，毕竟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事情皆有可能。叶红莲煞有介事的开口，但不等宁凡吐槽，叶红莲便是继续说道：但若是以我的理解来分析，应该不会有更多的灵迹出现。99道灵迹确实是黄极境的圆满，你身上不可能出现更多的灵迹，但这第100道金色灵迹又不同，它实际上不是一条新的灵迹，而是一条串联你身上99道灵迹的灵迹。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将你肌肤上的灵迹融会贯通在一起，相互之间有所联系，浑然一体，更加圆润。叶红莲开口道：宁凡闻言微微颔首。没错，叶红莲所言不假，这最后一道金色的灵迹并未对宁凡有实质性的增强，他没有那种获得新灵迹时的主观提升，也确实感受到周身灵迹变得更加浑然一体，宛若一个整体。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宁凡奇怪道。下一刻，天空中的光华继续涌现，一道图案出现在天际，那图案散溢着金色的光芒，向着宁凡和叶红莲的所在降下。这是？宁凡惊讶出声。这图案宁凡见过，正是人影身上的那个图案。这图案在临到宁凡身前时停住，一股若有似无的感召出现在宁凡和图案之间。下一刻，宁凡突然察觉到自己肌肤上的灵迹动了。最先动的是那一条金色灵迹，金色灵迹一阵扭曲，形成一条蜿蜒的曲线，那条曲线在眼前图案上也有是一条构筑整个图案的骨骼。紧接着，其余灵迹开始排兵阵列，以那条金色灵迹为主，在宁凡的肌肤上构建成完整的纹路。宁凡这才仔细辨认到，这是一幅玄武图。宁凡只感觉灵迹还是那些灵迹，可在构成玄武图后，其对自身的韧性增加的何止一点半点。宁凡的身体韧性简直提升数倍。这就是法。叶红莲开口说道。同样的灵力，若是直接轰出，威力可能就能裂开岩石，可如是以武技的形式轰出，或许就能开山裂海。同样的灵迹，杂乱无章的排布在身上，就只能提供最基础的增幅，可若是灵迹成法，那么其便能展现出更进一步的威能。看起来，那金色纹路就是灵迹成法的关键。叶红莲十分艳羡的开口，她的灵迹才刚刚圆满，来到99道，可宁凡却已经衍生出金色灵迹，甚至灵迹成法。唉，天资和天资真是比不得。但叶红莲也坚信，继续修炼，也就是继续挖掘古玉的机缘，她叶红莲也将随着眼前的少年一步步提升，走到一个或许就连她也想象不到的高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这也算是拥有战斗体质了。叶红莲开口道。啊，战斗体质。宁凡一怔，他倒是知道所谓的战斗体质，那赵七便是拥有一种叫做钢骨体的一阶体质。凭借着钢骨体，赵七的体魄更加坚韧，甚至可以习得一些特定的功法，让功法的威能增加。不过这战斗体质难道不是与生俱来？他身上的图案也能称作战斗体质。小淫贼，这个世界上的力量千奇百怪，但你要能看破本质，灵技本质上是对你体魄的提升，哪怕是形成现在的玄武图亦是如此。在拥有玄武图后，你身体的韧性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一力量不需要灵力维持，而且永远不会消失，是从根骨上的变化。它和战斗体质又有什么差别？听到叶红莲所言，宁凡不由得微微颔首。没错啊，在灵技化作玄武图后，宁凡还真算得上拥有一种战斗体质。仙子姐姐，以你的眼光来看，我拥有的这座玄武图可以等价于几阶的战斗体质啊？宁凡兴奋地问道。叶红莲闻言皱眉思忖着，半晌，他给出自己的判断，不算灵技本身的加持，光是玄武图对你身体的增幅，基本可以等价于你拥有一种3阶左右的战斗体质。3阶？宁凡喃喃自语道。讲真，宁凡有些不太满意啊。自从上次从赵七处得知战斗体质后，宁凡对战斗体质也有过一些了解。战斗体质分为9阶，9阶之上还有圣阶，他这3阶的战斗体质实在有些不太够看啊。小淫贼，你切勿妄自菲薄。叶红莲似是洞穿宁凡心中所想，严肃的开口订正道。你身上的玄武图乃是灵技演化出的一种法，我可以断定，灵技能演化出一种法，就能演化出第2种法。你这玄武图只是刚刚起步，若是继续提升，则前途不可限量。哦，宁凡似懂非懂的颔首。前例没错，灵髓贯圣法乃是上古秘法，它所演化出来的东西绝非凡物，强弱不可执迷于一时。咦，仙子姐姐，你看。宁凡从思绪中抽离，他抬起手指向擂台前的一处空地，擂台和擂台间原本有一些距离，此时宁凡脚下的擂台和更前面擂台的间距有些大，是正常距离的数倍。原本宁凡觉得间距变大应该是新一阶段的意思，可是现在那空荡的地面却是闪烁起一阵亮光，亮光十分温润，有着一种玉石的质感。仔细观察，亮光竟然形成一个特殊的阵法，十分奇异。这是眼灵阵。叶红莲开口道。眼灵阵。宁凡喃喃自语的重复，这又是个什么东西？眼灵阵乃是一种泛指称呼，指的是一种以某种开关控制的阵法。当阵法开启后，无需灵石当作根基，它可以吸收天地间散逸的灵气，等到灵气充溢阵法后自动启动。叶红莲解释道。他抬起手指着地上的光亮，能明显看到有2道光迹在从两侧缓缓蔓延，光迹所过之处，光华便更加凝实，不像是起初的那种温润，而是更为实质艳丽的光芒。这就是吸纳灵气的过程。哦，宁凡颔首。那仙子姐姐能不能知道这阵法究竟是什么作用？暂时不可知。叶红莲摇了摇头。温润如玉的光泽太过涣散，就像是有一层浓浓的雾气覆盖在上面，阵法的线条并不明晰。加之叶红莲不擅长阵法，当真看不出来眼前阵法的本相。算了，再说吧。宁凡耸了耸肩，左右不急于一时，且不提前面的试炼大抵是玄极境起步，而问题的关键并非在玄极境上，而是灵髓贯圣法。宁凡就算突破到玄极境，灵髓贯圣法的进行提升，那也是被人影暴打。加之阵法成型还需要从天地间吸取灵气，根据光迹的推进速度和整个阵法的大小，在宁凡的估计下，整个过程最少也得半个月的时间。而半个月后，正是珠峰会武之时，是否有时间来无始天宫，尚且还是个未知之数。小淫贼！突然间，叶红莲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啊！宁凡一怔，只见叶红莲正回过头，一脸羞愤地盯着自己，脸上落着2朵红霞，像是滴出鲜血一般。宁凡不明就里，他似乎没有得罪叶红莲啊。叶红莲见到宁凡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你还不明白吗？宁凡。是了。刚刚宁凡在思索各种事情的时候，动作不由得停止下来。嘿嘿，仙子姐姐，你这可是好生让小子难办，有时候动作太大你不高兴，停下来又不高兴。啧啧。宁凡操着略显玩味的声音调侃叶红莲道，后者的脸颊瞬间变得更红，声音似乎都在颤抖。小淫贼，你就不能正常点吗？还怪我？见到叶红莲真有生气的征兆，宁凡立刻摆正态度，
不再用言语调侃这位天玄圣地的圣女二人双修的时间不算短。在一段时间后，本次双修也是达到和谐，二人的灵力汇聚在一处，然后重新分开，完成阴阳大协调。同一时间，阴阳神宗某处静谧的山林中，一道倩影正坐在水流之畔，窸窸窣窣的树叶落下的声音混杂着水流，奏响起一阵静谧且和谐的乐章。可那坐在水流之畔的倩影却是眉头紧皱，不够，还不够，距离破境还有很长的距离。该死！倩影喃喃自语道，她将手指抽出，看着手指略微出神。若是有人在此，定然会惊呼出声。这倩影，不正是阴阳神宗名声赫赫的圣女灵虚仙子吗？灵虚仙子向来以温婉冷清的面目示人，此时不光一个人在做这档子事，甚至还口吐芬芳。原因无他，天资卓绝的灵虚仙子已经在境界上卡死太久，而根据老祖的计划，她早就应该完成突破。可是突破迟迟不来，再不进行突破，老祖怕不是会雷霆降怒，苛责于他，甚至就连圣女之位也不行。演化之地一行一定要有收获，只要能精进一下阴阳玄经，再用这古玉，定然能完成突破。灵虚仙子素手一翻，一枚古玉出现在他的手中，刚刚古玉又在散溢着感召热流，那冥冥中的呼唤似乎在告诉灵虚仙子，只要回应就可以得到难以想象的巨大机缘。可是灵虚仙子必须要破境，他怕回应古玉的感召后依旧无法破境，所以再等等，等到最后关头，稳稳地将自己境界突破。灵虚仙子站起身，走到水流边上，撩起清冽的水流。还有9天，这9天就再闭关一次吧。9天的闭关对于灵虚仙子而言并不算什么，无非是眨眼而逝。等到出关时，后山的演化之地也是临到开放时间。灵虚仙子略微整理心神，缓步走向后山。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状态真的很糟糕，整整1周的闭关，别说境界提升，甚至就连完全进入修炼状态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太过急躁，心态不稳，不利于修炼。可心态这种事，尤其是说放下就能放下，只能希望这趟演化之地之行能够有所收获，让他的阴阳玄经得以提升进阶。来到后山，见过圣女殿下。见过殿下。几名执事长老对着灵虚仙子微微欠身行礼。圣女在阴阳神宗中的地位相当高，甚至还要高于执事长老的级别。当然，比起真正意义上掌管实权的长老还是有所逊色，大致能和各个主峰的峰主相当。灵虚仙子和眼前几名执事长老一一颔首，算是见礼，随后便站在角落里沉思关于演化之地的相关事宜。渐渐的，一名名弟子出现在演化之地前，基本都是灵虚仙子的老熟人，能被灵虚仙子眼熟，那肯定不是普通人，全是各峰亲传行走弟子，甚至还有一名首席奇华峰首席长月。见过灵虚仙子。长月首席来到灵虚仙子面前，对着后者鞠躬见礼。灵虚仙子缓缓颔首，算作回应。长月首席脸上丝毫不见恼怒之色，反倒是嘴角咧起一抹笑容，颇为热络的开口邀请道：不知圣女殿下有没有同行的想法？其余人见状，一时望向长月首席和灵虚仙子处，能和圣女殿下同行，那可是天大的荣光啊！可惜，在场的所有人中，也就只有长月首席有资格邀请灵虚仙子同行。抱歉，我习惯一个人。灵虚仙子声音清冷的开口，没有丝毫顾及长月首席脸面的开口拒绝，他甚至都没有寻找借口。长月首席脸色微僵，但下一刻，长月首席便也是神色恢复如常，嘴角重新洋溢起笑意。那可真是可惜，无法和圣女殿下协作，希望这机缘地中不会和圣女殿下为敌。灵虚仙子微微颔首，算是对长月首席的回应。长月首席正欲抽身后退，但下一刻，他却是从灵虚仙子的眼眸中读出一丝错愕之色。长月首席很奇怪，整个阴阳神宗有值得令灵虚仙子感到错愕的人吗？他下意识顺着灵虚仙子的目光看过去，当看到那姗姗来迟的人影后，长月首席也是怔愣在原地。下一刻，长月首席和灵虚仙子几乎不分先后的开口：宁凡，你怎么会在这？同一时间，齐华峰主殿，夫人，来，新酿制的仙灵果酿。齐华峰峰主华龙端着一个杯盏，满脸讨好的凑到端坐在主座的美妇身边，举起杯盏送到美妇面前。那美妇只是白了华龙一眼，眼神中没有什么好气。没错，这位坐在上首的美妇就是六长老虞姬。按理说哪怕是有实权的长老，也没有道理来到一个主峰发脾气，可六长老虞姬是华龙的道侣奶奶，为什么要将进入演化之地的资格给那个坏蛋呀？于青青依偎在虞姬膝下，正娇嗔的开口道：那演化之地可是亲传行走，甚至是更高层次弟子才能涉猎的机缘地，让那坏蛋去，岂不是送死？
呵呵。六长老虞姬抬起手，满脸慈爱的在于青青头顶抚摸，整理着少女略有些纷乱的秀发，宠溺的开口：“这不是给咱们青青报仇吗？那小子的行为可是狠狠地侮辱了咱们的青青和齐华峰，这演化之地正可以成为他的埋骨地。”和六长老虞姬的慈爱表情不同，他口中吐出的话语却是十分的冰冷。真是青竹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可，最毒妇人心。娘子啊，可那宁凡不一般啊，若是他真能从演化之地中得到好处，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华龙开口道。哼。六长老轻哼一声，望向华龙的眼神中充斥着一丝玩味，随后从华龙一直举着的手中接过仙灵果酿，轻轻啜饮一口。如果他能从演化之地中走出来，岂不是更好？更好。华龙一怔，为何？明明是想要弄死宁凡，他走出来反而更好吗？呵呵，若是那宁凡从演化之地中走出来，那必然是得到不小的机缘，咱们就算是交好于他。整个阴阳神宗中真正以大价值投资宁凡的人，咱们算得上头一份吧。他死在演化之地中，咱们算是给青青出气，他若是真的天资妖孽，则算是一笔投资。六长老虞姬放下手中的杯盏，微笑着看向华龙。华龙瞬间恍悟，果真无论宁凡在演化之地中得到怎样的结果，六长老虞姬赠送进入演化之地资格令牌这件事都只有好处。娘子真是神机妙算啊，当真是阳谋。华龙趁势笑意盈盈地凑上前，脸却被六长老虞姬毫不留情地推开，后者脸上的笑容顿时变成凄苦。唉，也不知道自家娘子何时能原谅自己，悲哀。同一时间，后山演化之地前，黄极境弟子，这里可是演化之地，区黄极境弟子又怎么有资格出现在这里？莫非是弄错了？一道道质疑的声音响起，就连那几位执事长老也是皱眉看向宁凡和云清瑶。这是令牌。宁凡和云清瑶纷纷展示出令牌，示意自己有资格进入眼前的机缘地。几名执事长老在确认宁凡手中令牌的真实性后，不由得更加皱眉。黄极境弟子进入演化之地，简直就是送死啊！弟子宁凡、云清瑶，你们可知道眼前这处机缘地究竟是何处？为首的执事长老开口问道。弟子不知，还请长老言明。宁凡抱拳拱手，这里乃是阴阳神宗推演、演化阴阳玄经的场所，其中的危险性不可估量，就算是一般的玄极境弟子都没有资格进入其中，非得是玄极境中的佼佼者、玄极境巅峰，甚至是地极境弟子才有资格进入其中。这样说，你明白吗？执事长老深深凝视着宁凡。宁凡闻言微微一怔，推演、演化阴阳玄经的场所意味着什么？宁凡可能不太明白，但非得是玄极境中的佼佼者、玄极境巅峰，甚至是地极境弟子才有资格进入其中，这句话宁凡确实听得真切。以宁凡和云清瑶现在的境界，进入这演化之地确实有种自寻死路的感觉啊，境界相差太多。敢问前辈，这演化之地中究竟有何种机缘？宁凡抱拳问道。演化之地中有着许多杂交的妖兽，猎杀这些妖兽时可以提升阴阳玄经感悟，而且演化之地中有一只变异妖兽，其妖核可能有着特殊的功效。弟子宁凡，我劝你不要好高骛远。阴阳玄经的提升固然困难，但演化之地并非现在的你可以进入的场所。执事长老苦口婆心道。阴阳玄经作为阴阳神宗的根基，乃是一门相当不错的功法，它同样拥有重术，但提升起来却相当困难，只有不断的双修，从一次次的双修中汲取经验感悟，才能提升阴阳玄经的重术。而一旦阴阳玄经的重术提高，那么武者在双修时便能得到更多的提升，同时组合武技也会更强。可以说，对于任何一名阴阳神宗弟子，提升阴阳玄经的重术都是最优先项。一旦阴阳玄经重术领先同辈人，那么双修的速度就会领先，从而导致方方面面都占据优势。宁凡眼眸亮了亮，这机缘果然如同六长老所言那般丰厚，任何一名阴阳神宗弟子都无法拒绝。至于危险，修炼一途本就是逆水行舟，从来没有安全一说，若是顾及安危，直接不修炼才是一劳永逸。弟子决定参加这次演化之地的开启。宁凡抱拳拱手，云清瑶亦是坚定地站在宁凡身后。几名执事长老见到宁凡执意选择进入演化之地，便也只是摇了摇头，没有继续劝谏。毕竟令牌在宁凡手中，宁凡本就有资格进入演化之地，愿意送死，那也是宁凡和他道侣自己的事。然而下一刻，等下，让本公子来劝劝这位师弟。一道令宁凡略微熟悉的声音响起，说话者正是公子正，曾经的阴阳峰首席弟子，如今离开主峰，以阴阳神宗弟子身份在外行走，算是行走弟子。下一刻，
公子正闪身来到宁凡面前，抬起手，随意地向宁凡倾泻出一道灵力，同时微微昂首，略显嘲弄地开口说道：“这一击乃是演化之地内妖兽的平均水准，若是无法抵抗住这一击，还是乖乖离开，把令牌交给本公子吧。”宁凡瞬间凝眸，公子这人曾经和宁凡闹过一些不愉快啊，没想到竟然在此处遇见他，他这出手的意图，多少有些泄私愤的味道。感受到匹练的灵力袭来，宁凡眼中不敢有任何轻视。行走弟子亦有差别，以首席的身份成为行走弟子，说明眼前这公子正的手段，甚至还要超过目前的阴阳峰首席。这是宗门内年轻一辈中真正的顶级高手。宁凡连忙调集周身灵力，汇聚在自己的手臂上，同时将双臂交叠于胸前。轰！明明是随手倾斜的灵力，落在宁凡身体上时，则重若千钧。宁凡只感觉自己身上的骨骼都因这股巨大的力道积压在一起，不断的摩擦，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下一刻，宁凡身上的灵技猛然显现，玄武图闪烁着微不可察的光芒，原本震颤的骨骼瞬间稳定下来，令宁凡感到身体一松。沙沙沙，宁凡双脚生根扎在地上，身体因巨力向后暴退，在地上留下2条深深的搓痕，足足后退10几米，这才止住退势。夫君，云清瑶有些带有的凑近，可不等云清瑶碰到自己身体，宁凡便是抬起手制止住他的动作，随后咧起嘴角，笑着看向公子正：“这位师兄，承让了。”静，安静。随着宁凡声音落罢，整片天地间安静的真落可闻。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执事长老，亦或者灵虚仙子、长月首席，尽皆将一抹震惊的目光投射向稳稳站定在原地的宁凡身上。刚刚公子正那一击的力度，众人可是看在眼中，对于众人来说自然不强。可要知道，承受公子正这一击的对象宁凡，不过是一名玄极境都不到的武者。公子正刚刚那一击，足以将一般的玄极境中期武者直接掀翻。可是那宁凡却是死死地站定在原地，如同脚下生根一般，脸色上也未见任何强撑之色，几乎是平稳入场。他就是宁凡，有点耳熟，是不是那个破例加入主峰，然后选择长明峰，又被阴阳峰主行使特权抢夺，结果成功闯过3关的那个宁凡？是了，有点意思。一道道议论声响起，在场的亲传、行走弟子尽皆对宁凡表现出一丝丝兴趣，但也就止于兴趣而已。说破天，宁凡的境界也不过是黄极境而已。他们这些人，境界最差的也是玄极境巅峰，甚至有地极境的存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宁凡身上感到除却有意思之外的情绪。你逾矩了。灵虚仙子略显清冷的声音响起。身为行走弟子，你不该平白无故的对一名主峰弟子出手，这是破坏宗门规矩的事情。圣女殿下教训的是。听到灵虚仙子的指责后，公子正脸皮抽了抽，赶忙退下，不敢反驳。宁凡递给灵虚仙子一个感谢的眼神，灵虚仙子微微颔首，算是回应。演化之地即将打开，所有弟子准备进入，此地无比危险，还请各位弟子小心行事，一旦察觉到危险，可以随时离开。演化之地中不禁止弟子争夺机缘，但相互之间不可生死搏杀，更不可违反宗门规定。执事长老开口说道，他最后一句明显是在针对公子正，算是提醒诸位对身为位次弟子的宁凡动手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席、行走弟子都不应主动找寻位次主峰弟子的麻烦，亲传勉强可以，但亲传弟子对于部分位次弟子而言，实际上已经无法形成碾压之势。宗门的规矩本质上就是防止实力高强的弟子直接出手碾压弱者。演化之地开。随着一声大喝，几名执事长老纷纷高举手中令牌，令牌纷纷射出光束，击在眼前的空间。上一瞬间，一个半球状的静止浮现在宁凡和云清瑶的面前，无数繁复的印记符号充斥在静止上。这一规模比起上次宁凡进入的机缘地，可谓是大屋见小屋。眼前静止将前面的区域牢牢封锁，形成一处独立的空间。而此时，静止被打开一个缺口。静，一名执事长老朗声开口。随着其声音落罢，一道道身影不分先后地进入到静止仪里。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落后众人半步，进入到演化之地中。明明不过是10几米的距离，静止内和静止外简直是两方天地。刚一进入到演化之地后，宁凡便是感受到一股血腥味，很浓，弄到宁凡有些感到不适应。一旁的云清瑶更是如此，他身体微微弯曲，素手抓着宁凡的胳膊站立，险些要吐出来一般。等等，宁凡突然间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他仔细嗅了嗅空气，那空气中似乎有着一种令他十分熟悉的味道。合欢散。宁凡脱口而出，这特么不是阴阳神宗中最常见的助兴药物吗？啊，空气中都能闻到合欢散的味道，
这得是有多少核欢散被撒在这片天地间啊！呵呵。一名落后宁凡一步进入到演化之地的弟子，见到前者一副震惊的样子，嘴角咧起一抹笑容。这位师弟，你猜猜咱们阴阳神宗如何推演化阴阳玄经？那人问道。宁凡一时语塞，当时听到所谓推演化阴阳玄经时，宁凡就有些感到不明就里。这玩意咋推演化啊？不是只能实战吗？对，那名弟子似乎看穿宁凡心中所想，嘴角咧起一抹笑容。就是实战，不过大部分是妖兽。咱们阴阳神宗的高手将妖兽豢养在此处，然后下大量的合欢散，让妖兽发情，然后让他们交媾。关键就在于交媾的过程，咱们宗门的高手会在妖兽交媾时进行干涉，通过不同的干涉来研究双修的效果。这就是演化之地的来由。演化指的是阴阳玄经的演化，同样也是妖兽之间的演化，懂了吧？那名弟子在讲完话后，脚掌轻踩地面，几个闪身便是超过宁凡，向着前路走去。徒留宁凡和云清瑶正愣在原地。这竟然是这样一个演化之地，这不就是一个阴阳神宗自己搭建的一个试验田吗？在了解其中原委之后，宁凡身边的云清瑶不由得吞咽一口口水，这血腥味，有点阴森的味道在其中了。走吧，咱们也向前走走，好不容易进来一趟演化之地，总得有些收获，对吧？宁凡抬起手，安抚似的在云清瑶肩膀上拍拍。云清瑶情绪稳定许多，二人这才继续向着演化之地深处前进。由于刚刚浪费一些时间，宁凡、云清瑶已经落后于前面那些弟子许多，左右前面那些弟子的实力远非宁凡能够抗衡。落后就落后吧，在这里争先机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乎，宁凡和云清瑶在演化之地中小心翼翼地前进，尽可能地搜集一些天材地宝。可在一阵的搜索后，二人均是一无所获，就连一株最基本的黄级修炼宝物都并未见到。宁凡和云清瑶驻足脚步，不对，二人渐渐意识到不对劲。就算是二人走在后面，没有争取到先机，却也不应该一件天材地宝都遇不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这演化之地中本就没有天材地宝，或者十分罕见。仔细想想，其实也对，这里是一处由阴阳神宗开辟出来，专门用来进行关于阴阳玄经实验的荒地，本就不太具备形成天材地宝的条件。而且根据之前的执事长老所言，这演化之地的机缘乃是含有阴阳玄经感悟的妖兽。宁凡和云清瑶搜寻天材地宝的行径本身就是错的，须得是猎杀妖兽才对。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在弄清其中关键点后，行动就变得更加正确，寻觅妖兽。走走，宁凡和云清瑶默契开口。而正当云清瑶和宁凡继续前进时，突然间宁凡察觉到一丝丝不对劲，一股异样的感觉向着宁凡袭来。宁凡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入目之处尽皆是一片荒凉，甚至连什么能遮挡视野的东西都没有，看不到什么异样。但是那股异样的感觉却始终盘踞在宁凡的脑海中。他下意识地合上眸子，一个呼吸，两个呼吸，三个呼吸，约莫5个呼吸的时间，宁凡睁开眼睛，眸中闪过一丝恍悟，是风流。准确来说，是来自于肌肤的感知。肌肤是除却五感之外，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最大来源，甚至是力场、磁场的变化都能令人感到异样。而且宁凡的肌肤灌注进整整99道灵气，这让宁凡肌肤的感知更上一层楼。有一股风在从地下缓慢地吹拂到上面。风怎么从地下往上吹？宁凡脚下踏足的乃是坚实的大地啊！宁凡也觉得离谱，但没错，根据肌肤细细的感知，就是有一股若有似无的风流从地下向上吹拂，甚至还裹挟着一股杀机。宁凡递给云清瑶一个小心的眼神，后者瞬间会意。走吧。宁凡拉着云清瑶向前走，二人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地向着前方踏足。正当二人踏出一步后，轰隆，一道巨大的声音从宁凡和云清瑶脚下响起，大地陡然崩碎，连带着二人也被来自于地下的力量掀到半空中。小心！宁凡急声提醒。可当宁凡目光落到云清瑶的身上时，却是看到一团火球，云清瑶整个人被火焰包裹，眨眼间身影就窜出10几米，从危险的境地中脱离开来。宁凡，他忘了云清瑶掌握包括灵髓贯圣法在内宁凡所拥有的一切手段，3000岩洞自然也不在例外。宁凡看了看自己手背上的火焰莲花印记，只一瞬间便是放弃施展3000岩洞的念头。诚然，此时此刻施展3000岩洞固然能立刻逃出升天，可根据宁凡上次的施展体验，火焰莲花印记现阶段只能支持自己施展3次中短距离的3000岩洞，这才刚刚进入演化之地，就这样使用一次3000岩洞，未免会让自己后面变得被动。
此时间，宁凡也是看到究竟是何物向他和云清瑶发难，那是一只潜伏在地下的巨大前地魔蝎。根据气息判断，这应该是一只玄级境中期的妖兽。若是单论实力而言，前的魔蝎本身并不能对宁凡和云清瑶造成什么威胁，唯一的杀招就是藏在地下突然出现瞬间的偷袭。可宁凡早有准备，争！伴随着一道破空声，掠到地面的前地魔蝎伸出自己巨大的魔鳌，在阳光下闪烁着阴冷光芒的魔鳌直取宁凡的腰际。若是挨上这一下，宁凡的身体怕不是会直接被从中截断。而此时的宁凡刚刚被前的魔蝎破土时的冲击掀到半空中，根本无处借力。但宁凡有办法，和他一起被掀到半空中的还有许多石块，其中有不少体积颇为巨大的大石块。而在宁凡面前，正巧有着一块和宁凡体型相当的石块。呵！宁凡暴喝一声，双腿收缩，如同弹簧一般积蓄力量，在魔鳌刚刚笼罩宁凡身体时释放全部力量，一脚踹在大石块上。巨大力量反作用在宁凡的身体上，他的身体以飞快的速度向外掠去，咔嚓，魔鳌狠狠闭合，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可奈何宁凡早已借助反作用力逃出升天，泛着寒光的鳌刃切割到空处。宁凡目光平静地凝视着前的魔蝎，这逃出升天的一幕虽然看似惊险，可却在宁凡的算计之中。但下一刻，宁凡却是目光微凝。等等，眼前这只前的魔蝎似乎和他认知中有些区别。正常而言，前地魔蝎是一只非常标准的节肢门妖兽，浑身披挂着黑色、灰色的铠甲，生有4对步行足和1对鳌肢。可眼前的生物却十分奇怪，它的下腹部似乎有一个闭合着的裂口，那裂口并非伤口，而是它本身就拥有的某个器官，就像是闭合着的嘴。就在宁凡注视眼前的魔蝎下腹部诡异的裂口时，那裂口突然打开，正是一处口腔。同一时间，伴随着一阵破空声，一根淡粉色、极具弹性的长蛇从口腔中激射而出，算准路径，直取宁凡在半空中向后倒退的身体。神！宁凡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仿若被一张大手扼住脖颈，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3000岩洞，平凡没有丝毫犹豫，调集火焰莲花中的力量，周身猛然被火焰包裹，速度攀升数倍的向后暴退。在长蛇灵体前，宁凡便是借助着3000岩洞，顺利落地在云清瑶身侧。这就是身法武技的玄妙。别的不提，就拿宁凡掌握的3000岩洞来说，它可以帮助宁凡于半空中借力，甚至在修炼到圆满后，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现出飞行的效果。若非拥有3000岩洞这门身法，宁凡刚才必定得硬接前的魔蝎的那一招。不对，眼前这怪胎已经不能称作前的魔蝎，而是另一种十分怪异的妖兽。夫君，是冰眼蛙，刚刚那舌头是冰眼蛙的招数啊！云清瑶抬起手臂，身体微微蜷缩，俨然是被眼前这怪异的妖兽恶心到。其实仔细观察，这只妖兽身上的诡异还不止腹部多出的嘴巴，它身上的鳞甲也十分奇怪，是一片片不假，可质地看起来却十分柔软，而且还能看到一个个蓝色柔软的泡泡，这不就是冰眼蛙的赖皮吗？等等，突然间，宁凡脑海中有了一个想法。这里既然是阴阳神宗用来推演、演化阴阳玄经之地，那么眼前这4不像的妖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前地魔蝎和冰眼蛙交配出的产物？思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宁凡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阴阳玄经有没有在演化之地得到推演，宁凡可能不太确定，但特么能让2种血统截然不同的妖兽繁衍后代。阴阳神宗，牛的！站在宁凡身后的云清瑶似乎也是想到这一点，嘴角不由得一直抽搐，难以以常规眼光看待眼前的杂种。娘子，这就是演化之地机缘啊！宁凡突然目光发亮。根据机缘地的执事长老所言，这演化之地中的机缘就是杂交妖兽，只要击杀就可以提升阴阳玄经的感悟。虽然不知道怎么提升，但先杀再说。云清瑶一脸为难，脸上充满不情愿之色。若是有选择，她真不愿意和眼前这恶心的怪物搏杀。可一想到好处爱，咬咬牙也得上啊！宁凡和云清瑶默契的左右分开，从两旁向着眼前的魔蝎攻去。前的魔蝎小小的眸子中闪烁着冰寒和杀意，滴溜溜的在宁凡和云清瑶2人身上乱转，最终还是定格在云清瑶身上。前的魔蝎以本能判断，还是云清瑶更弱一些，他想要快速解决云清瑶，再来对付宁凡。呼！伴随着一阵风啸，前的魔蝎挥舞起2对巨鳌，一只巨鳌横扫，一只巨鳌挥砸，直取云清瑶的身影。云清瑶见状，不闪不躲，而是周身灵力疯狂涌动，2道黑影在他手臂上凝聚。下一刻，2道黑灰色的蛟龙盘踞在云清瑶的拳锋上，他抬起拳锋直击那前的魔蝎的巨鳌。龙蛇眼相守，砰砰
钱的魔蝎的巨鳌和云清瑶拳锋上缠绕的蛟龙碰撞在一处，两道闷响声接连响起，同时响起的还有云清瑶的闷哼。哼！云清瑶在应接钱的魔蝎的两鳌，瞬间脸色发红，身体略微失衡，拼命将重心下移，这才稳住身体。可饶是如此，云清瑶的身体却也依旧在不断的后退，说不定何时就会被钱的魔蝎击溃。但云清瑶并非单打独斗，还有宁凡在。死来！宁凡纵身一跃，直接跃身到钱地魔蝎上空，裹挟着居高临下之势，一拳轰击在他的外壳上。但预料之中的碰撞声却并未响起，宁凡的拳头竟然直接陷进钱的魔蝎的外壳中，他的外壳十分柔软，而在塌陷的过程中也吸收到大量的力道。神！宁凡一怔，这钱的魔蝎外壳看起来应该还是蛮坚硬的，没想到竟然全部变成冰眼蛙那种柔软的外皮。还不算完，他的外皮不光柔软，甚至还十分有韧性。宁凡的拳锋陷进去10几寸的距离后，便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开，宁凡整个人被弹飞。夫君！云清瑶惊呼出声，在他开口的瞬间，周身的力道略微凝实，陡然被钱地魔蝎抓住机会，横扫的巨鳌直接发力，将云清瑶扫飞。砰！砰！两道闷响，宁凡和云清瑶坠落在一处，口中纷纷发出一声痛呼。好在二人刚刚的攻势也算得上相互照应，哪怕是落于下风，也没给钱的魔蝎进一步追击的机会。云清瑶和宁凡站起身，望向钱的魔蝎的眸子中浮现起一抹凝重之色。这钱的魔蝎不好对付啊！宁凡突然意识到，自己和云清瑶的武技中缺少一门强大的突破性招数，无论是无始印亦或者龙蛇眼相手，一旦遇到韧性极佳的对手，发挥都不太妙。事到如今，只有一招。宁凡眯起眼睛，夫君。云清瑶疑惑，一力降十会，用身法辅佐龙蛇眼相手，从左右同时进攻眼前这只钱地魔蝎，方才有斩杀的机会。宁凡凝重的开口，眼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的光芒。云清瑶颔首。下一刻，二人再度分开左右，从左右两边夹击钱地魔蝎，随后不约而同地向着钱的魔蝎冲去。半途中，二人手背上火焰莲花印记发光，喷吐出熊熊火焰，将二人包裹其中。宁凡和云清瑶的速度大幅度提升。龙蛇眼相手，龙蛇眼相手。宁凡和云清瑶周身灵力疯狂涌动，手臂上缠绕着黑灰色的气流，气流不断盘旋，凝聚成一道交印。来！宁凡和云清瑶的拳锋一左一右，夹杀轰击在钱的魔蝎的腰腹部，就像刚刚一样，二人的拳锋悉数陷进钱的魔蝎的表皮下。但由于宁凡和云清瑶同时发难，加上有3000岩洞加持，威力比起宁凡刚刚那一拳不知道大多少。吼！笨重的钱地魔蝎发出一声咆哮，那咆哮声似乎蕴含着无边的痛苦。在听到这咆哮声后，宁凡和云清瑶心中不由得一喜，看起来这一击成功对钱的魔蝎造成不小的伤势。噗！两道闷响声响起，宁凡和云清瑶的拳锋在凹陷10几寸后，终于撑破钱地魔蝎的表皮，两道鲜血从伤口处飙出。沙！钱的魔蝎身体开始扭动，倒不是因痛苦而扭动，而是钱的魔蝎在前地。钱地魔蝎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潜。糟糕！宁凡暗道不妙，若是让钱地魔蝎潜入地下，那刚刚的付出岂不是徒劳无功？宁凡猛地抽出手，带出一片淋漓的鲜血，他另一只手猛掐法诀，一个个玄之又玄的印记在他指尖凝聚。随后一个印记落下，散溢着古朴沧桑韵味的人印凝聚在宁凡面前。去！宁凡猛地推手，人印向着钱地魔蝎硬杀而去，那位置不偏不倚，正是宁凡刚刚以拳锋轰出的破口。人印精准地从破口进入到钱地魔蝎的身体中。下一刻，人印陡然变大，连带着钱的魔蝎的身体都被撑起，紧接着人印开始旋转，从前的魔蝎肌肤的凸起，甚至能看到人印旋转时的姿态。一个呼吸时间后，轰！人印直接从另一侧破出，钱的魔蝎的身体被无始印贯穿出一个横亘左右的巨大伤口。宁凡、云清瑶屏息凝神地看着钱地魔蝎。死了吗？一个呼吸，两个呼吸，数个呼吸时间过去，那只钱地魔蝎仍旧静静地躺在地上，身体一动不动，再加上他前地的动作停止，按理说应该是死了。宁凡小心翼翼地凑近，双手抓住钱的魔蝎的下盘，用力一掀，直接将钱的魔蝎翻过来，肚皮朝上，那属于冰眼蛙的大嘴无力地打开着，舌头也吐露在外面，看起来已经丧失力道。死了！云清瑶开口道。宁凡亦是缓缓颔首。宁凡大手一翻，从储藏戒里拿出一柄金刚匕首，这匕首并非具有品级的宝器，但胜在锋利。他走上前，3下5除2将钱的魔蝎的肚皮剖开，从他身体中央拿出一枚透明的金盒。
这枚透明的金河本应该是妖核，但是，咦？宁凡轻易出手，他手中的金河并非妖核应有的质地，而是充斥着黑白两种颜色，两种颜色交相辉映，似是暗含着某种阴阳协调的规则。而且这枚金河没有妖核应有的力量波动，这难道就是阴阳玄经的感悟所在？宁凡喃喃自语道。下一刻，他直接捏碎金河，里面的黑白波动散溢而出，瞬间被宁凡捕捉到，顷刻之间便炼化为己用。霎时间，宁凡脑海中多出一些感悟，这些感悟还真和阴阳协调有关。将这些感悟炼化后，宁凡似乎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阴阳协调，不同于正常的双修，这枚金河里的双修感悟十分特殊，是一种超出常理的双修方法。不能说是完全正确吧，却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启迪了宁凡。在从这个角度体会双修后，宁凡对阴阳玄经的感悟还真是提升了不少，有点意思。宁凡喃喃自语，他将目光重新投射向地上的前地魔蝎尸体。准确来说，地上的前地魔蝎并非是生物，它不具有血统，纯粹是两种生物以阴阳玄经的阴阳协调之道，将自身的力量灌注进一个肉胎。金河就是整个阴阳协调的过程，而身为力量载体的肉胎，它的力量也不会随着时间提升而增长，在出生的瞬间，肉胎的实力就已经定下。宁凡屏息凝神，光是炼化这一枚来自于玄极境中期的前地魔蝎体内的阴阳元核，就让宁凡对阴阳玄经的感悟提升5成。也就是说，只要再来一枚同等的阴阳元核，宁凡的阴阳玄经就能进阶提升到2重。2重的阴阳玄经，无论是双修时的提升效果，亦或者组合武技的威能，都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档次，不赖。实际上，若是自己以不同的方法倒腾双修，也能大幅度提升对阴阳玄经的感悟，只不过弊端太大。宁凡抚摸着下巴，以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喃喃道：实际上，所谓阴阳元核对阴阳玄经的提升原理，既是让炼化者体验一次别开生面的双修，毕竟武者在双修上都只有一个套路，想要在这上面弄点花活，那难度可就真是太大了。所以阴阳神宗才会弄上一片试验田，在这里以妖兽交媾，弄出提升阴阳玄经感悟的东西。夫君，再来一枚，就能提升双修功法的等阶了。云清瑶也表现得十分兴奋，他挥舞着小拳头，地上那只杂交妖兽的恶心程度似乎都下降许多。宁凡已经习惯了，这要他这一边得到些什么东西，那云清瑶那边一定会同样得到。正当云清瑶和宁凡准备离开，寻觅另一只杂交妖兽时，宁凡肩膀上的小龟突然动了。咦？宁凡歪过头，看向那一直安静的像是死了的小龟。此时间，小龟正缓缓地从宁凡身体上爬下来，一直爬到前地魔蝎的尸体边上，然后在宁凡和云清瑶的注视下，开始啃食起前地魔蝎的尸体。夫君，小宝他这样吃不会出问题吧？云清瑶皱眉，这杂交妖兽如此恶心，小龟竟然吃他的尸体。等，宁凡没有立刻回应云清瑶的问题，而是抬起手将打断后者。小宝是什么？小龟的名字呀，我自己起的，好不好听？云清瑶歪着头，一脸天真的开口。宁凡，行吧，小宝就小宝吧，最起码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名字。至于问题，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灵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他既然选择啃食前地魔蝎的尸体，那么肯定能从中获益。而且这前地魔蝎也并非什么有毒的东西。宁凡开口道。那好吧。云清瑶开口道。等待的时间比预想中少很多，那小龟的吞噬速度格外快，不过只是半刻钟时间，眼前小山一样的前地魔蝎尸体就已经被啃食成一副骨头架子。在吞噬完前地魔蝎尸体后，小龟慢悠悠地重新爬回宁凡的肩膀，小爪子抓着宁凡的衣服，再度像是死了一样。宁凡，他歪着头看着趴在自己肩膀上的小龟，眼中浮现着惊疑之色。明明不过是巴掌大小的体型，却能将那么大的前的魔蝎尸体吞噬入腹，也不知道那么多东西都去了哪里。宁凡伸手扒拉小龟，扒拉几下，后者都没有反应。正当宁凡尝试捏龟头时，小龟瞬间伸头咬向宁凡的手指。宁凡早有准备，在小龟有进攻征兆时，就立刻收回手指。见宁凡抽回手指，小龟也不管咬没咬到，再度恢复撑死了的状态。一旁的云清瑶见到宁凡躲开，眼中浮现起一抹失望之色。宁凡抬起手，直接给云清瑶一个暴力。疼！云清瑶捂着自己额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宁凡。夫君干嘛打我？哼，想看你夫君被咬，给你一暴力。宁凡重新凝视起小龟，他似乎明白为何一碰龟头，小龟就要咬人了，可能是由于敏感吧。宁凡抬起手抚摸着自己的下巴，煞有介事地喃喃自语道：就拿人来说，戳他的躯干、手脚，
大概不会得到什么反应。如果手指奔着脸去，那么对面肯定急啊，对吧？就是龟脑袋更加的敏感，碰龟身、龟爪，小龟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偏偏龟脑袋不行。夫君，你有没有感觉到小宝周身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沉稳，好像有突破之势？云清瑶突然开口道。宁凡轻疑出声，这小龟一直像死了一样，气息也几乎等于没有。云清瑶不提醒，宁凡还真没发现小龟的气息变得浑厚。是了，这小龟吞噬妖兽尸体，似乎能提升自身，果然是个特殊的小东西。宁凡眼眸亮了亮，那咱们要不要多寻一些妖兽尸体？云清瑶开口道。看得出，云清瑶似乎很喜欢小龟。哦不，应该叫小宝。不冲突。宁凡开口道。左右他们的猎杀杂交妖兽，猎杀后的妖兽尸体自然可以给小龟来处理，相得益彰。走了。宁凡和云清瑶继续向着演化之地深处走去，在前进一段距离后，二人面前便是多出一只杂交妖兽尸体。那只杂交妖兽被一剑封喉，死得干净利落，腹部被利器剖开，里面的阴阳元核想来已经被人取走。宁凡看着地上的杂交妖兽尸体，不由得轻轻咂嘴，死得这么干脆，几乎是一剑秒杀，足以见得出手者的实力。看来那只是长老所言不错，能进入演化之地的弟子皆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或者一些老牌弟子。宁凡和云清瑶的实力在这批人中还真是不太够看。宁凡歪过头看向小龟，小龟不负期待，缓缓地从宁凡的肩膀上往下爬，看样子是准备去吞噬地上的尸体。不等小龟爬下来，宁凡直接伸出手扣住小龟的龟壳，将它拿起，随后摆起姿势。走！宁凡一声暴喝，脚步发力，力道由腰际发到全身，直接将小龟投射出去。小龟身体不断在空中旋转，最终砸进眼前妖兽的尸体里。云清瑶虽然没有证据，但云清瑶心中确定宁凡刚刚就是在玩小龟。小龟并不介意自己是不是成为宁凡的玩具，大口大口地啃食起地上的杂交妖兽尸体。这次的吞噬速度更快，不消片刻，整具杂交妖兽的尸体就被小龟吞噬掉。从吞噬速度上来看，上一具杂交妖兽的尸体的确给小龟带来不小的好处。走，继续。宁凡喃喃自语道，哪怕是捡捡尸体，让小龟得到提升也是好事一件。于是乎，宁凡和云清瑶继续向前走，一路上也吞噬掉4具杂交妖兽的尸体。而现在，一条河流阻隔在宁凡和云清瑶之前，在河流对岸能看到一具杂交妖兽的尸体。一瞬间，宁凡目光如炬，附在身体两侧的手掌不由得扬起来。他抬起手，再度扣住小龟的龟壳，他扭动身体，积蓄力量，咻，直接就将小龟丢了出去。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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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小龟落在水面上再弹起，落在水面上再弹起，落在水面上再弹起，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响声，足足30几个水花。好，宁凡攥紧拳头，脸上浮现起一抹满意。紧接着，他便是转过头看向一旁的云清瑶，怎样，你夫君厉不厉害？噗！云清瑶闻言并未回答是否厉害，而是抬起手捏了捏宁凡的脸颊，脸上浮现起一抹宠溺笑容。夫君真是天真。宁凡嘴角一抽，被谁说天真，宁凡都觉得无所谓，唯独被云清瑶这样说，宁凡有些想吐槽。不过讲真，30个水漂，厉害的。宁凡和云清瑶在小龟吞噬尸体的空档找了个浮桥，缓步走过河流，刚走到一半，小龟就将尸体吞噬干净了，速度比起之前快得不止一星半点。来吧。宁凡已经习惯了，他站在小龟前，等待着小龟爬到他的身体上，但这一次小龟并没有立刻行动，而是趴在原地。真死了。宁凡开口吐槽着，同时和云清瑶一起蹲下来，仔细地观察着小龟。只见小龟一动不动，背上的龟壳闪烁着若有似无的光泽，这光泽十分暗淡，以至于在太阳底下不仔细观察无法看清。而且小龟周身的气息也忽大忽小，十分的不稳定。这是突破了。宁凡喃喃自语道。小龟刚刚破壳时应该是黄极境，在连续吞噬数具尸体后，也是终于突破到玄极境。突然间，来回波动的气息陡然提升，来到一个令宁凡和云清瑶都为之惊讶的程度。那气息波动比起玄极境中期的前帝摩西而言只强不弱。而要知道，眼前的小龟只是刚刚步入玄极境。宁凡脸上浮现起一抹凝重之色。这小东西一次次刷新他的认知，他的不凡程度还要在宁凡预料之上。渐渐的，小龟气息平稳，再度恢复到半死不活的状态，他的小眼睛也睁开，转了转后定格在宁凡的身上，然后往宁凡裤腿上爬。在小龟攀爬的过程中，宁凡也观察着他，他后背龟壳的颜色更加深邃，漆黑的像是能吞没光亮。
而且在龟壳上也能看到许多玄之又玄的纹路，纹路还不清晰，但可见。真期待啊，这小家伙究竟有着怎样的潜力？宁凡喃喃自语道。宁凡和云清瑶再往前走，不多时，终于听到一阵阵打斗声，在拐过一个崖壁后，眼前出现许多弟子，他们正在和妖兽搏杀。宁凡眼前一亮，这么多杂交妖兽，而且都是活的，体内有阴阳元合，这要是捞到几只，还不是爽翻天？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迈开脚步加入战局。在二人接近战局时，察觉到似乎有一层屏障笼罩在战圈之外，那屏障将内里的空间和外界分隔开，这种分隔并非是物理分隔，而是一股玄之又玄的波动。这股波动让里面的杂交妖兽不能离开，杂交妖兽不能离开，意味着他们只能被猎杀。而且杂交妖兽之间并非和谐关系，他们之间也会相互厮杀，这屏障的存在将猎杀杂交妖兽的速度大大提升。宁凡和云清瑶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这样一来，哪怕自己二人实力相对较弱，也能顺手猎杀几只杂交妖兽，将阴阳玄经提升到2重不是问题，甚至3重也并非不可能。于是乎，宁凡和云清瑶加快脚步，来到屏障外，准备进入到屏障之中，和其余阴阳神宗弟子一同猎杀杂交妖兽。但就在二人抬起脚，即将迈入屏障时，一道呵斥声陡然响起：“停下！”宁凡和云清瑶下意识停住脚步，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只见一名弟子正对他二人怒目而视。这位师兄，可是有事？宁凡抱拳拱手。对于一名初次见面的人，宁凡也不太想得罪。呵呵，那名弟子眼中的愤怒逐渐变成玩味和嘲弄，他微微昂首，斜睨着宁凡和云清瑶。这处法阵乃是由灵虚仙子亲自设下，可阻止杂交妖兽逃窜，并且法阵内的杂交妖兽还会相互厮杀，大大降低我等弟子猎杀杂交妖兽的难度。可是我等所有法阵之内的弟子全部都手段卓绝，可以和杂交妖兽分庭抗礼搏杀，你二人太过弱小，进入这法阵中只能捡漏，非但不能帮助我等搏杀，还会捡走相互拼杀死掉的杂交妖兽的阴阳元合。你二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法阵，进来也只不过是送死而已。这名弟子声音不大不小，却也清晰地落在所有人耳中。一时之间，不少位在搏杀中的弟子看向宁凡，眼中亦是充满玩味和嘲讽之色。没错，这名弟子说的不假，在他们看来，进入法阵中的弟子最起码也得拥有和杂交妖兽搏杀的本事。宁凡和云清瑶定然不会拥有这般本领，二人进入到法阵中就只能捡尸，捡尸用得着宁凡和云清瑶，他们还捡不过来呢。宁凡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冰冷。他尊敬别人，前提是别人也得尊敬于他，像眼前这名弟子一般货色，也不配宁凡好好对他说话。宁凡收回目光，不再顾及刚刚开口的弟子，抬起脚步便是要进入到那法阵之中。你敢！刚刚开口制止宁凡的那名弟子脸上瞬间浮现起瞬间恼怒之色。呵呵，我倒要看看那在阴阳神宗中引得珠峰抢夺的天才究竟有何等精良，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亲传，什么又叫做尊敬师兄。随着声音落罢，那人身影一闪，直接来到宁凡面前，抬起手便是轰向刚刚走进法阵中的宁凡拳位置，罡风仙道。宁凡的衣衫发丝尽皆被眼前对手拳风吹拂得猎猎抖动，整个人仿佛摇摇欲坠一般。则亲传对为此弟子出手，倒也勉强不算违规，而且是那2名新弟子不长眼，竟然想要和我等争抢机缘。那柳凡虽然实力天资都一般，但也勉强对得起亲传弟子的身份，那2人怕是要遭殃。一道道轻蔑的声音响起，纵使宁凡之前有阶下公子正一道灵力的事迹在先，可那公子正不过是随意轰出一道玄极境中期左右的灵力而已，甚至连出手都算不上。可此时此刻，那柳凡玄极境后期的凌月峰亲传弟子俨然打算亲自出手给宁凡一个教训，这比起公子正的一道灵力定然要强悍许多。在来到近前时，柳凡突然压低声音说道：“宁师弟，你得展现出一些实力来，才能在进入法阵后不被别人觊觎，你明白吗？”宁凡一怔，这人莫不是在帮他？但眼看着柳凡来到近前，宁凡也只能同样抬起拳和前者对拼上一击。砰！一道碰撞声响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气浪席卷，只不过这气浪并非常态的圆环，而是以柳凡为中心，向着宁凡喷吐。噔噔噔，宁凡被气浪裹挟着向后暴退，足足退出10几步才堪止住退势。他在后退过程中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足以见得宁凡承受的力量之大。宁凡抬起手看向自己的拳锋，一滴滴鲜血从上面流淌，俨然是被刚才柳凡那一拳所伤。但他感觉得到，柳凡这一拳只是看起来猛，实际威能反倒有所收敛。哼，就这种水平，还妄想和我等分享机缘？
我看你是想太多。柳凡声音很大，说的其余人都能听到的程度。走吧，这演化之地中还有零星几只妖兽没有被圈禁在法阵中，你二人耐心寻找，说不定还能找到1、2只杂交妖兽。话是这样说，可柳凡心中却是浮现起一抹震惊之色。就算他有收敛，可刚刚那一拳也算是极重的，在对拳时，宁凡所表现出的力量远远超过黄极境巅峰，甚至比起一般的玄极境中期武者还要强。柳凡在那些弟子口中的资质普通，是在亲传弟子中普通，但他也是亲传弟子啊。若是天资真的一般，怎么可能成为亲传弟子？在柳凡的心目中，他可以一拳直接打死玄极境一层的武者，可是在刚刚的对拳中，他能感觉到宁凡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伤，他的溃败不过是一种泄力的手段。但想想也对，宁凡可是人人口中传颂的天才，有这等天资并不意外。宁师弟可还有更强的手段，展示给我等看看。柳凡看似嘲讽，实则在给宁凡一个展示的机会。说话间，他也挤眉弄眼，递给宁凡暗示的眼神。宁凡秒懂柳凡的意思，手段我还真有一些。宁凡喃喃自语，随着声音结束，他周身气息陡然升腾。柳凡凝视着宁凡，明明是一个说话间，可在柳凡眼中的宁凡却像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周身的气息提升数倍不止。装神弄鬼。柳凡眯起眼睛，低声呵斥，下一刻双脚猛踩地面，身体宛若一枚炮弹，向着宁凡击射而去。在柳凡看来，哪怕宁凡再生异变，他也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他再度选择略微收敛实力，向着前者轰出一拳。宁凡同样没有闪躲，一拳迎敌，拳拳碰撞在一处，砰！一道闷响声响起，一道肉眼可见的圆环气浪从碰撞处激荡而出，将周围的小碎石都掀在空中。噔噔，宁凡不过是后退2步，便是止住退势，双脚扎根一般稳稳地站在原地，只是略显劣势。什么？柳凡双眸圆睁，瞳孔收缩成针眼般大小，闪烁着震惊之色。他心中十分惊讶，明明是同样的力道，刚刚还并非一合之敌的宁凡，为何现在竟然有这般力量？这气息，玄极境！柳凡陡然察觉到异样，这宁凡在刚刚的一瞬间，竟然就完成境界的突破，从黄极境巅峰来到玄极境。这不可能！正常武者突破黄极境需的一个过程，哪怕这个过程不太长，基本上也得有1刻钟的时间。可是这宁凡竟然在一瞬间就完成突破，这怎么可能？他不用适应玄极境的境界吗？柳凡想得不错，宁凡还真不用适应玄极境的境界，原因无他，宁凡曾经在玄极境待过，他是从玄极境跌落到黄极境巅峰，而且宁凡的黄极境巅峰也并非常规意义的黄极境巅峰。在叶红莲的刻意控制下，宁凡的黄极境巅峰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就可以完成突破的黄极境巅峰，也就是所谓的无限接近于玄极境。宁师弟，可以啊，来跟我畅快的打上一番吧。柳凡故意没有闪躲，硬生生的挨上宁凡的一拳。哼！柳凡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后退好几步，一口气堵在胸口，整个人脸色憋得通红。好强！临时突破境界，还有这般力量。柳凡朗声说道，随后再度向着宁凡袭去。在外人看来，二人真是战作了一团。这宁凡果然天才，临阵突破，玄极境就能和柳凡对拼到如此程度。若是他的境界提升起来，还真是一个劲敌。不仅灵力强度极强，肉身强度也近乎妖兽，不愧是闯过了3关的人物。不少天骄看向这边，暗暗点头，但他现在的境界还是太弱了。柳凡，精神点，别丢分。你可是说过，要让那宁凡知道什么叫亲传弟子。上啊！其余弟子猎杀杂交妖兽之余，还有心思调侃柳凡，但柳凡却不怒不恼，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放水。来，战！我倒要看看，你突破到玄极境又能怎样？你还能是我的对手？柳凡咽下胸口的那口气，身影一闪，便是来到宁凡面前，对着宁凡轰出一拳，直取宁凡的面门。同时间，他又小声说道：“宁师弟，力道再大一些。”宁凡眸光一闪，这柳凡果然是要交好于他。砰砰砰砰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宁凡和柳凡便是对下10几招，皆是拳拳到肉的狠辣，拳肉相碰的声音接连不断。别说，柳凡还真控制着力道，搏杀时也有给宁凡喂招的意思。龙蛇眼相守，宁凡周身灵力疯狂涌动，手臂上浮现起黑灰色的雾气，雾气沿着宁凡手臂蔓延，在拳锋上凝聚出一条胶影。宁凡猛地轰出拳，胶影直取柳凡的面门。柳凡见状，立刻偏过脸，躲开夺命的胶影。好强！宁师弟，你的天资还真是相当卓绝啊！柳凡震惊道。宁凡并未继续追击，也是立刻抽身后退。
呼，宁凡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平复着体内躁动的气血。他心中浮现起凝重，柳凡实力也不弱的，若是柳凡真的和自己全力搏杀，可能得激发灵技才能与之抗衡。进入演化之地的武者，真不愧是阴阳神宗年轻一辈中的顶级天才，个个都不可小觑。此时间，宁凡看起来格外狼狈，身上的衣衫被打烂几处，裸露的肌肤全部都是青紫，甚至还有几道血痕。在刚才的战斗中，柳凡是在不断提升力道，以谋求一个较为真实的搏杀过程。宁凡受到一些皮外伤也是合情合理。宁师弟，你的实力不错，而且你的肉身是真能扛啊。柳凡嘴角微微抽搐，他这些话可不是在奉承宁凡。在刚刚的搏杀过程中，柳凡是真的惊讶于宁凡身体的强健，暂时难以分出胜负，可入法阵一同猎杀妖兽。柳凡侧过身，做出请的姿势。宁凡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微微颔首，对柳凡示意。经过这一闹，估计进入法阵后也没有人再主动找他的麻烦。但下一刻，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柳凡，你们他妈的在演什么东西呢？别当我看不出来你在放水。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宁凡和柳凡一同将目光投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名刚刚斩杀一只杂交妖兽的弟子正看向二人。当看到这人的面孔后，柳凡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赵胄，和我有点小过节。柳凡两个字道出这人的身份。赵，宁凡亦是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思量的神色。果然，柳凡补充提醒到赵胄，赵家的人。说完之后，柳凡抬起头凝视着赵胄。呵，说我演戏，你来？我才不来。赵胄冷笑道。若是他出手阻拦宁凡、云清瑶，必然会陷入一场鏖战。他和宁凡都抽不出空猎杀杂交妖兽，那杂交妖兽岂不是都落在别人手中？不过他有别的方法，哼，那就别多嘴多舌。柳凡冷哼一声，随后看向宁凡和云清瑶。宁师弟，云师妹，咱们一起猎杀杂交妖兽，可好？